失业多月的灿找到一份时薪2万的深夜兼职，本以为迎来了翻盘的机会，没想到深夜上门消费的顾客竟全是散发异样气息的非人怪物。如果工作的地方一夜之间倒闭，那会是什么感觉？愤怒、震惊、悲伤，还是空虚？李灿给老板打去电话，回应他的却只有语音提示。看着散落一地的文件，各种复杂的情绪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老板直接玩起了消失，电话根本打不通，留下李灿一个人面对这离谱的现状。6周过去了，李灿因为年龄问题，连咖啡馆兼职都没拿下，找了1个多月工作，依然一无所获。扣掉这个月的话费，他的银行账户就彻底见底了，甚至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上。走在深夜的街上，前方突然亮起刺眼的光芒，路边不知什么时候开了一家大型便利店，门口还贴着一张招募传单，传单上写着招聘兼职，而且不限性别和年龄。李灿推门走进便利店，向店员询问招聘的事。对方先是一愣，随后连忙说还在招人，并介绍自己就是这里的店长。看着眼前像高中生一样的店长，李灿感到有些意外，还没等他多想，就被热情的安排坐下，还顺便点了一杯美式咖啡。店长先询问了他的基本信息，李灿介绍自己今年29岁，并且以前在便利店工作过。听说李灿既有经验，年龄又合适，店长非常满意，接着说明了工作要求，合同签1年，负责每天12个小时的夜班。听到作息要颠倒，李灿本还在犹豫，可一听说时薪居然有2万韩元，他当场打断店长，表示自己今天就能直接上岗。在店长的安排下，李灿爽快地在合同上签下了名字。签完合同，店长拿出便利店制服，开始为李灿进行岗前培训。培训结束后，店长准备下班，顺便交代清晨可能会有紧急货物，李灿只需要负责签收，之后的整理工作由他来做。临走前，店长还特别提醒，遇到难缠的顾客要尽量放轻松。李灿表示自己早就有经验，交代完全不识相。店长祝他第1天夜班顺利后离去。偌大的便利店里，只剩下李灿一个人留守值班。有了这份高薪兼职，李灿终于能把房租给结清了。回想起刚才和善的店长，他不禁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李灿在收银机上仔细算了一笔账，发现1个月居然能赚几百万韩元，干满1年的收入堪比大公司老员工，只要坚持1个月就能省下好几个月开销。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干下去。正当李灿打起精神准备好好值班时，便利店里迎来了第1位顾客。对方一走竟就粗声粗气地询问牙刷在哪。李灿赶忙开口指引方向，话还没说完就被对方大声打断。然而当他抬头看向眼前这位顾客时，看到的居然是一只发出低吼的兽人怪物。面对面前这名暴躁的狗头顾客，李灿赶忙指了指右侧货架，说明牙刷就在第4排的尽头。看着顾客嘟囔着走去挑选，李灿还以为对方是附近剧组的演员，带着极其逼真的电影特效妆。选好牙刷后，顾客拿着商品来到前台结账，李灿熟练的扫码收下钱，可还没等找零，对方拿上商品就直接转身离去。李灿见状赶忙开口把人叫住，但对方却暴躁的表示零钱不要了，说完便推门离开。看着剩下的钱，李灿回想起对方逼真的妆容和犬吠声，越想越觉得蹊跷。还没等李灿理清头绪，门铃再次响起，便利店里又走进来一位异性顾客。对方随手将硬币抛起后一把抓住，直截了当的提出想要兑换硬币，要求把这一大包硬币全部换成1万韩元面额的纸币。看着柜台上沉甸甸的硬币和眼前这个绿皮肤的矮小怪物，李灿一时不知所措。面对顾客的不断催促，李灿掏出手机给店长打去了电话。电话接通后，李灿向店长汇报店里进来了一只哥布林。哥布林换好纸币后满意离开，李灿吓得瘫坐在柜台后面，整个人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冷静下来后，他确定这不是做梦，刚才进来的确实是一只哥布林，数硬币时一直在旁边偷笑干扰。李灿花了整整20分钟，才好不容易数清几百枚硬币。这时店长打来了电话，询问店里的顾客是否已经离开。李灿只能无奈地表示自己可能真的出问题了。李灿趴在柜台上向店长诉苦，刚才先是个吉娃娃头怪人发脾气，接着又来了一只哥布林，拿3万韩元硬币换走纸币。李灿以为店长会觉得离谱，没想到店长却说这很正常。便利店传送到了城郊附近，周围狗头人和哥布林自然就多。听到传送2个字，李灿吓得立马坐直了身体，完全无法理解一家便利店怎么还能自行移动。店长淡定解释，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顾客。李灿听得一头雾水，甚至质问店长是不是魔法师。店长十分坦然地承认自己确实就是魔法师，便利店能随时传送，全靠他亲手施展的传送法术。店长在电话里补充说明，便利店就是在不同地方移动营业，他坦诚之前忘了交代，打算明天上班再详细解释。店长反倒有些纳闷，问李灿今天到底是怎么了，说话就像从另一个世界过来的一样。听完这番话，李灿彻底愣住了，看着外面满大街的异界生物，他才终于反应过来，原来真正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的竟是他自己。电话那头店长还在嘻嘻哈哈，以为自己只是开了个玩笑。李灿看着门外五花八门的异界生物，举起手机认真向店长承认，自己确实是从另一个世界穿越来的，而且在他的世界里既没有异界怪物，也没有魔法。这番话把正在吃薯片的店长彻底给整懵了。店长在电话那头一时不知所措，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巨响，李灿被动惊吓了一跳，赶忙转头看向玻璃窗，只见窗外不知什么时候趴着一个长着小脚
和翅膀的异界怪物，隔着玻璃朝他露出诡异笑声。李灿吓得跌倒在地，撞倒身后的架子。电话里店长急切询问状况，李灿举着手机，颤抖着开口问店长：“女鬼算不算是异界生物？”店长在电话里确认，李灿确实穿越到了他们的世界，但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是头一次遇到，根本说不清。面对离谱的现实，李灿瘫坐在地，大感头疼。可眼下工作还得继续，他探出头看了眼店里，向店长请教该怎么应对异界顾客。毕竟此时此刻，店里正趴着一个发出诡异笑声的魔族女人。店长询问那个女人长什么样，李灿描述对方头上有角，背后还长着一对小蝙蝠翅膀。店长听后表示那是魅魔，并没有什么危险，让李灿去柜台下面的箱子里找一个诅咒检测器，还提醒那东西颜色非常鲜艳。李灿蹲下身，在箱子里一顿翻找，好奇检测器到底长什么样。结果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居然是一个闪着粉光的花哨魔法棒。李灿举着魔法棒向店长确认，店长肯定了这个答案，解释说中诅咒的人心情低落，设计成这样是为了哄顾客开心。李灿在心里吐槽，这造型恐怕只会让人更郁闷。店长接着交代操作方法，只要贴在对方皮肤上按键就行。话还没说完，魅魔突然爬上了柜台，直接凑到了李灿的面前。看着近在咫尺的怪异面孔，李灿紧握手中的魔法棒，对着手机失声大喊店长。慌乱之中，李灿按下魔法棒上的开关，魔法棒爆发出一阵光芒，顺势将扑上来的魅魔撞飞出去。魅魔重重摔倒在地，李灿呆呆握着手中的魔法棒。这时魔法棒突然闪烁着响起了警报。李灿看着手中不断闪烁发光的检测器，站起身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凑近一看，发现刚才那个魅魔正一动不动地瘫倒在地上，这可把李灿吓得不轻。他举着电话对店长失声喊道，自己好像把顾客给干掉了。店长听完安慰李灿说，远距离扫描偶尔会出现意外，并询问检测器显示的颜色。李灿看着手上泛着紫光的魔法棒，如实向店长报告。店长随即让李灿去货架上方拿专用的药。李灿在口香糖区找到一盒相思病解药，店长让他给对方喂下2粒。虽然李灿不明白这药管不管用，但还是拿着药走了过去。这时原本昏迷的魅魔有了动静，摇摇晃晃的从地上坐了起来。李灿刚准备开口沟通，对方却突然陷入了回忆。李灿决定先隔着一段距离观察一下魅魔的情况，他试探着开口询问，准备把店长给的药递过去。魅魔缓缓转过头来，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李灿心里还纳闷，对方的状态似乎不需要吃药，可他刚准备再确认一下，魅魔却突然死死捂住嘴，脸色一变，开始猛烈反胃。李灿还没来得及躲开，就被对方喷出的彩虹吐雾结结实实吐了一身，整个人彻底愣在原地。吐完这一通，魅魔反倒一身轻松的表示好多了。看着满身的彩虹吐雾，李灿强忍着怒火，请这位顾客赶紧离开。没想到魅魔完全不听，还笑嘻嘻的当场耍赖。李灿刚准备发作，魅魔却突然身子意外，直接趴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面对这个吐完就睡的麻烦精，李灿彻底没了脾气。还没等他收拾残局，便利店的门铃突然响起，又一位异界顾客推门走了进来。新进门的顾客一抬头就被躺地上的魅魔吓了一跳。面对这满地狼藉，李灿早已彻底麻木，机械的挂起职业假笑上前打招呼。这位长着尖耳朵的少年试探着询问李灿，店里有没有17%浓度的血包。趁对方在货架前挑选，李灿一边收拾清理，一边给店长打去电话。店长表示不焦急，并交代店里只卖15%以下浓度的，让他直接让客人换别家看看。店长还特别提醒买血包必须核验身份证，因为吸血鬼容貌不会变老，经常有成年吸血鬼拿着盖了插号的过期证件。店长在电话里安慰李灿，店里其实装了报警魔法，让他不用太紧张。吸血鬼少年选好东西，拎着购物篮来到柜台结账。李灿按照店长的交代告诉对方，店里只有15%以下浓度的血包，建议他去其他店看看。少年听完也没强求，决定只结账拿好的酒。李灿边扫码边询问是否需要塑料袋，少年点头，顺便提出再加包烟。李灿转过身询问要哪一款，少年看着烟架有些犹豫，直到李灿的手无意间碰到其中一盒，少年才立马兴奋的指着要那一包。看对方这异样的反应，李灿顿时心生怀疑，难道眼前的少年是个未成年？想起店长之前的提醒，李灿按规定请对方出示身份证。少年顿时变得有些局促，借口说身份证正在补办，手头只有一张过期的。李灿没有松口，让他把过期的那张拿出来也行。少年显得相当不耐烦，抱怨查证太麻烦。李灿坚持不看证件就不卖，少年彻底被激怒，大声嚷嚷着一把将证件拍在了柜台上。吸血鬼少年催促李灿快点，抱怨朋友还在外面等着。李灿接过身份证一看，发现样式和自己世界的差不多，上面也确实盖着过期的红印，表面上看着似乎没什么问题，可照片突然冒出了七色彩光。李灿以为是自己出现了错觉，伸手在照片上抠了抠，没想到上面的膜被直接剥了下来。下一秒，整张证件猛然爆发出耀眼的强光，把李灿和眼前的少年都给吓了一跳。伪造的证件直接失控，爆发出的彩光像有意识一样追着吸血鬼少年到处乱窜。少年被吓得四处逃窜，撞翻货架后质问李灿到底干了什么。李灿举着证件解释，这分明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少年大叫着让李灿把东西拿远点。李灿无语地表示自己根本无处可依。失控的光芒在店内肆虐轰炸，连躺在地上睡觉的魅魔都被波及，整个便利店顿时被折腾得一团糟。
等店内强光散去，李灿低头看向手里的身份证，上面的伪装贴纸彻底脱落，居然露出一张猫咪的卡通贴图。李灿指着证件向少年质问，掉落贴纸后，这根本就不是他本人，当场揭穿了对方使用假证的事实。吸血鬼少年顿时慌得结结巴巴。李灿没再听少年辩解，举起一直在通话中的手机，问电话那头的店长听清楚没有，并打算直接报警处理。眼看事情败露，吸血鬼少年一把夺走假证件，慌忙冲出便利店，落荒而逃。看着仓皇逃跑的少年，店里重新恢复了平静。电话里店长这才追问李灿，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李灿在电话里向店长说明，刚才那少年确实是个未成年人。店长感到十分纳闷，店里的警报根本没响，李灿究竟是怎么识破的？李灿解释，对方拿的是假身份证，上面只是硬贴了一张照片贴纸，自己刚把贴纸剥开，证件就猛烈爆出了光芒。听完这番话，店长被彻底震惊了，直言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店长在电话里补充说明，这个世界的证件有极强的防伪保护，造假者必须是极高明的高手，会在上面施加极其逼真的伪装魔法，光靠肉眼根本无法看穿，连店里的检测魔法都没能发觉，足以说明这张假证伪装的有多深。李灿听完反问店长，这难道真的有那么困难吗？店长依然不敢相信李灿能识破伪装魔法，觉得那个吸血鬼少年看起来明明挺冒失的，完全不像是什么厉害角色。李灿也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电话那头的店长突然吞吞吐吐，甚至直接建议李灿干脆辞掉兼职别干了。听到要被解雇，李灿当场愣在原地。李灿赶紧追问自己是不是搞砸了什么，店长连忙否认，夸他其实干得相当不错，只是考虑到他来自异世界，担心这些状况会吓到他。李灿表示自己完全没事，处理起来并不算困难，希望能继续留在店里兼职。面对李灿的请求，电话那头的店长陷入了沉默。李灿心里清楚，对方有所顾虑很正常，但他现在非常需要这份工作。看着下个月的堆积账单，李灿很清楚，一旦失去这份兼职，自己下个月就会彻底破产。他刚准备好好说服店长，对方却突然松了口，直接答应让他继续留下来。李灿松了一口气，顺势请求店长今天一直保持通话。店长爽快答应，顺便问起之前那只魅魔的情况。李灿这才想起这事，连忙拿出一袋解药，喂给趴在地上熟睡的魅魔。魅魔迷糊糊吞下药片，接着又毫无防备的沉沉睡去。李灿在电话里向店长报告，药已经给魅魔喂下了，但对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反应。店长表示药效发挥需要时间，不过特别提醒李灿，魅魔醒来后很可能会呕吐。想起之前被吐一身的惨状，李灿顿时一阵后怕，赶紧表示自己会时刻盯着对方。这时躺在地上的魅魔轻轻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声。店长接着在电话里关心起李灿，问他有没有感到头晕或意识模糊。李灿表示自己一切正常。店长似乎有些诧异，让李灿用诅咒检测器扫描一下自己。李灿拿起检测器照向自己，可检测器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发光，只是不停发出叮铃叮铃的音乐声。李灿向店长如实汇报，检测器完全没有亮起。李灿连忙追问自己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店长解释说并不算有病，但他现在似乎处于某种极度特殊的状态。还没等李灿细问，店外突然炸开一声巨响，整间便利店随之猛烈震动起来。电话那头的店长也被惊动，连忙打听发生了什么。李灿以为遇到了灾难，拔腿就往店外冲，结果刚跨出门槛，眼前的一幕彻底把他看呆了。便利店门口不知什么时候竟凭空堆起了成山巨大的货箱，还没等李灿反应过来，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喊声，提醒货物已经送达了。李灿循着声音抬头看去，降落的竟然是一位骑着天马的蓝发少女。对方热情地打了个招呼，表示自己听店长提起过新来的兼职。面对这离奇的画面，李灿连忙低声向店长确认，骑着天马送来一堆货箱的人是不是店里安排的早班配送。店长在电话里爽快承认，并提起了配送员的名字。蓝发少女顺势走上前，自我介绍叫允和，并请李灿帮忙把便利店的大门打开。李灿连忙答应，一路小跑着过去帮他开门。允和递过来一张货单，让李灿确认后在上面签字。李灿接过货单，走向货箱，却发现上面的文字自己根本看不懂，只能连忙向店长求助。店长让他直接签字，稍后会和允和一起核对。李灿顺口打听起这次进的货，店长翻看着清单，说这次居然进到了龙鳞。店长兴奋地表示，龙鳞在矮人和魔法学院很受欢迎，好一阵子都不用担心业绩了。说到一半，店长突然反应过来，试探着问李灿，难道他们的世界连龙都没有？李灿无奈地表示，一个连魔法都没有的世界，怎么可能会有龙？店长忍不住感叹，这简直比他们那里的乡下还偏僻，惹得李灿当场吐槽起来。就在两人通话时，躺在地上睡觉的魅魔也渐渐醒了过来。魅魔终于清醒了过来，李灿准备帮他把刚才解药的费用结清，没想到魅魔又开始散发恋爱气场，深情地打听什么是爱。李灿完全无视了他的招数，直接让电话里的店长帮忙叫辆出租车。出租车很快停在便利店门口，李灿把迷迷糊糊的魅魔扶进后座，顺手把小票和银行卡塞回他手里。关上车门后，司机打听魅魔是不是喝醉了。李灿解释他是中了某种诅咒，不过吃了店里的药很快就会好。李灿叮嘱出租车司机把人安全送到。车上的魅魔还在迷迷糊糊的琢磨自己刚才没弄明白的爱到底是什么。李灿听完顺口回了一句，那是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魅魔闻言激动地凑到车窗前追问，李灿被吓了一跳，
连忙打哈哈，让对方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随着出租车发动驶离，李灿终于松了一口气，默默祈祷以后再也不要碰到对方。送走魅魔后，李灿走出门，准备清静一下。店里的允和见状按着额头，询问李灿出了什么事。他让李灿转告店长，自己打算把刚才送来的龙鳞拿回去。李灿一时没反应过来，连忙追问原因。允和解释那批龙鳞恐怕出了问题。看着允和和店长聊了很久，李灿想起以前打工时老板和送货员吵架的场景，他觉得这种麻烦事自己一个兼职生也插不上手，正准备继续干活，允和却突然拿出手机走过来，表示店长要和他说话。店长直接在电话里吩咐让他陪允和一起去检查那批龙鳞。李灿顿时大吃一惊，按店长的指示，李灿跟着允和推开了储藏室大门。没想到穿过这扇门，眼前根本不是普通的仓库，两人顺着石梯一路向下，四周挂满火把，空间庞大，看起来简直就像一座巨大的地下城。李灿看着眼前的景象，目瞪口呆，忍不住问允和：“这真的只是便利店的仓库吗？”允和笑着安慰他，说自己第一次来也吓到了，习惯就好。听见李灿的吐槽，电话里的店长气鼓鼓的辩解：“这是他自己的店，想怎么装修都可以。”李灿听完依然忍不住吐槽，觉得这种风格实在夸张过了头。李灿让允和别再拿自己开玩笑，随后跟着他深入仓库，四周一片昏暗。李灿掏出手机打开了照明，他顺便对着电话询问店长，自己一个普通兼职生到底能在检查中帮上什么忙。店长让他听从指挥，表示自己早有安排。可话音刚落，仓库内突然爆发出耀眼的紫光，无数粘液瞬间蔓延开来，爬满了整间仓库的墙壁与货架。房间中央立着一枚巨大的龙鳞，上面正源源不断地渗出粘液。面对这极其诡异的景象，李灿直接被惊得目瞪口呆。李灿连忙对着手机向店长汇报，说眼前的状况相当糟糕，并打听墙上这些污泥到底是什么。店长解释说，这些都是污染魔力形成的脓液，是因为龙鳞没有妥善净化导致的。李灿指着中央巨大的物体确认，这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龙鳞。允和叹了口气，说自己收到消息后急着去收龙鳞，随便找了家公司处理，才搞成这样。现在只要把脓液刮掉就还能救。麻烦的是眼下已经是凌晨3点多，各大加工公司早已下班关门。电话那头的店长突然叫了一声李灿，问他能不能伸手去摸摸那些脓液。听见这个离谱的要求，李灿心里极其抗拒，觉得这堆诡异的液体看着就不安全，生怕碰了会生病遭殃。见李灿犹犹豫豫不敢上手，店长直接亮出杀手锏，表示只要摸一下就给他10万韩元。听到有钱拿，李灿瞬间抛开顾虑，爽快成交。在一旁看戏的允和忍不住吐槽，这家伙未免也太好收买。李灿战战兢兢地伸手抓向脓液，没想到刚一碰到，紫色的脓液竟突然像活物一样剧烈扭动。李灿吓得连忙打听这东西是不是活的，对方解释这只是纯粹的魔力凝块。允和注意到脓液居然在主动避开李灿，在店长的催促下，李灿硬着头皮一把抓住了脓液。没想到他刚一接触，紫色的脓液瞬间被彻底净化。亲眼目睹这奇迹般的一幕，允和激动的一把抱住李灿，兴奋地确认污染真的被清除了。电话那头的店长却让大家先别庆祝，让李灿拿检测器再扫描一下那团魔力。可检测器照上去之后，依旧没有任何反应。店长在电话里解释，由于污染魔力被彻底净化，检测器才会没有任何反应。看着屏幕里的李灿，店长断定李灿很可能是反魔法体质。一旁的允和补充说明，这就意味着魔法对他完全不起作用。店长想了想，提出想单独和李灿聊2句。李灿应了一声，拿着手机走到一旁。店长在电话里提及李灿之前用检测器扫描身体的事，李灿回忆起当时发出的音乐声，表示自己还记得。店长解释说，检测器发出这种异响，通常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受测者体内没有任何魔力，但在他们的世界完全没有魔力会非常危险。考虑到李灿来自异世界，这种情况可以排除，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店长在电话里解释，检测器没有反应是因为魔力抗性，这也是他让李灿去查看龙鳞的原因。他打算等允和离开后再细说。李灿答应后挂断电话，嘀咕着自己第一天上班就碰上这种像电视剧主角身世揭晓的剧情。还没等李灿理清头绪，允和突然冲过来，一把将他重重按在墙上。面对一脸茫然的李灿，允和爽快地提出请求，希望能借用李灿的能力来净化龙鳞。允和笑着拜托李灿帮忙净化龙鳞。李灿感到十分犹豫，怀疑对方找错了人。这时电话里的店长也突然发话，满脸期待的劝说，连允和也凑过来，眼神发亮。面对两人的双重目光攻势，李灿感到压力山大，实在招架不住，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让允和直接安排。见李灿终于点头，允和兴奋的一把抱住他，直夸他太给力了。允和指着龙鳞上冒着粘液的洞口，让李灿直接把手臂伸进去。看着眼前不断蠕动的诡异粘液，李灿当场明确拒绝，表示画面看起来太危险。允和和店长轮番劝说，保证绝对安全。见李灿依然态度坚决，店长直接亮出终极招数，承诺事成之后发放一笔现金奖金。一听到有奖金拿，李灿瞬间改变态度，爽快答应。挂断电话后，他伸手摸向龙鳞，心里直呼近看感觉更加恶心。为了到手的奖金，李灿忍着恶心把手伸进龙鳞洞口，没想到刚一接触，里面竟爆发出一股强烈的吸力，直接把他整个人猛拽了过去。
允和惊得连忙询问状况。李灿虽然喊着没事，但手臂已经被死死吸住，根本动弹不得。见李灿被困，允和赶忙上前准备伸手拉他，可洞口里的紫色魔力突然彻底爆发，狂暴的光芒瞬间蔓延全场，龙鳞上的脓液源源不断被吸入洞口，紧接着整间仓库迸发出璀璨的光芒，狂暴的魔力风暴瞬间席卷开来，将原本缠绕在四周的污染彻底清除。强光散去后，李灿迷迷糊糊的从地上爬了起来，看着恢复原状的仓库，忍不住感叹第一天打工就遇到这种怪事。一旁的允和战战兢兢的小声叫着李灿，李灿回过神来，连忙道歉，并打听对方有没有受伤。允和表示自己没事，顺便反问李灿的情况。多亏李灿垫在下面，允和才没有磕到头。随后他提醒李灿拿检测器去扫描一下龙鳞。李灿拿着检测器走上前，对着巨大的龙鳞扫描了一圈，仪器始终没有任何反应。得知检测器没有响，允和兴奋地确认进化已经成功，多亏李灿出手相救，才帮他们避免了一笔巨额损失。事情解决后，允和骑着天马在便利店门口告别，表示已经向店长汇报了，顺利解决。过几天会虫新过来送货。李灿这才知道配送魔法物品非常耗时，他刚顺口向对方道别，允和便笑着打断，再次提醒李灿注意对自己的称呼。允和解释店长曾透露李灿比他小1岁，让他以后直接叫自己姐姐。李灿有些不好意思的改了口，允和笑着向他道别，随后骑着天马飞向天际。李灿目送对方离开，这才注意到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升起，异世界的第一个夜班终于告一段落。还没等他喘口气，柜台前就传来了顾客结账的声音。一位焦急赶公交的顾客丢下钱，喊着不用找了，急急忙忙冲出了便利店。李灿接着招呼下一位，这才发现排队结账的全是一群奇形怪状的异界顾客。等处理完所有顾客，时间已经到了早上7点。李灿累得直接瘫倒在柜台上，手机忽然收到店长的消息，对方感谢他帮忙净化龙鳞，并承诺上班后就把奖金现金结清。李灿发表情包道了谢，还没来得及休息，门口的迎宾铃声就再次响了起来。李灿以为客人没进来就走了，便坐下来继续回复消息。聊天中，对方听说他经常熬夜，主动提出要帮他调配助眠魔药。李灿听完非常期待，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收到魔法药水。就在这时，柜台前突然传来一阵细小的招呼声，李灿有些疑惑地探出头，环顾四周，却没看到人。直到他把视线往低处移，才发现柜台下正站着一个小顾客，对方长着双脚和尾巴，怯生生地打听店里卖不卖彩色卡纸。李灿连忙指了指文具区货架，告诉对方卡纸和剪刀都在那边。注意到商品摆在最高处，李灿主动提出要帮忙拿。小顾客客气地弯腰谢过李灿的好意，表示自己可以搞定，随后径直跑向了货架。看着小顾客尝试伸手去够高处的货物，李灿在心里嘀咕，这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态度却意外的沉稳礼貌。不过看对方苍白的脸色和身上的特征，不知道究竟属于什么种族。还没等李灿琢磨出个所以然，小顾客就在货架前停下脚步，他伸长了手臂，却怎么也够不到最顶层的商品，急得眼眶泛红，当场抽泣了起来。李灿见状，连忙冲上前帮他把高处的卡纸和剪刀拿了下来，笑着递到了他的手里。看到小顾客破涕为笑，李灿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动作够快，万一这孩子哭着喷出火来，整间店恐怕都要遭殃。还没等李灿彻底放下心来，小顾客拿着商品看了看，失落的表示自己买不了。李灿有些纳闷，仔细一算才发现两样东西一共要5100韩元，而对方身上只有5000韩元。李灿主动提出帮忙补齐差价，小顾客却赶忙拒绝，解释妈妈交代过不能拿别人的钱，不然回去会惹大麻烦。李灿好奇询问他买这些东西要做什么，小顾客解释母亲节快到了，以往妈妈每次儿童节都会送他礼物，这次他也想亲手做一份礼物送给妈妈。听完小顾客的孝心，李灿感动之余连忙给出建议，表示折纸其实不需要用到剪刀，这样只买卡纸钱就完全够用。小顾客无奈地伸出双手，李灿这才发现对方长着一双锋利的尖爪，如果不借助剪刀，卡纸瞬间就会被他的爪子撕裂。看着对方执意要凭自己买下商品，李灿深受触动，决定再帮他想想办法。李灿主动提出把店里的剪刀借给对方，顺手画好了花朵图样递过去，教他把卡纸剪成对应的形状，再粘起来。小顾客感动地向李灿道谢。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预期，因为剪刀不能带出门，小顾客只能留在店里现场动手，加上他的手工技术实在糟糕，连着剪废了好几张卡纸。眼看离10点下班只剩20分钟，李灿只能坐在旁边帮忙指导。想到店长马上就要过来交班，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正当李灿犯愁时，小顾客突然起身跑向货架，拿来一块2000韩元的巧克力，主动向李灿打听价格，并决定买下它。李灿带小顾客来到柜台，迅速帮他结清了2000韩元的巧克力。刚把商品递过去，就听啪的一声，小顾客竟直接把巧克力掰成了2半。他把大的一半递给李灿，表示想分给他一起吃。李灿有些意外，连忙劝对方把大块留给自己。没想到小顾客认真解释，李灿的个子比他大，而且妈妈说过糖吃多了对牙齿不好。李灿听完全程无语，心想难道自己的牙齿就不重要了吗？面对小顾客的执意分享，李灿只能笑着道谢收了下来。
就在这时，店门上的迎宾铃再次响了起来。店长推门进来准备交班，顺口向李灿道了声辛苦，却看到李灿正坐在桌边陪小顾客剪纸，当场愣在原地。李灿赶忙起身解释，说明小顾客因为预算不够买剪刀，自己才把店里的剪刀借给他现场制作，没想到耽误了这么久。店长看着认真剪纸的小顾客，表示并不介意，只是好奇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对李灿一点防备心都没有。还没等李灿想明白，店长就直接给出了答案，眼前的这位小顾客其实是一位纯血龙族。店长解释，龙族在蛋里需要发育3年，期间龙角会成长为感知魔力的器官，成年龙族能轻松掌控，但对幼龙来说却负担极大。李灿有些好奇，店长接着补充，幼龙能通过龙角把别人的魔力看作各种颜色，但因为年纪太小，无法精准控制，他们经常在无意间感知到魔力，却根本分不清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很容易因此让自己陷入危险。李灿听完恍然大悟，明白了，判断善恶需要人生经验，幼龙缺乏这种阅历，不能单凭表面感觉就觉得对方安全。店长表示完全正确，所以龙族父母对小孩管教极其严格，尤其是纯血龙族。话还没说完，正在剪纸的小顾客突然大声喊了李灿一声，小顾客兴奋地喊了一声李灿，向他展示刚剪好的纸画。店长见状凑上前夸奖，没想到小顾客瞬间溜到李灿身后，小巧地探出头，警惕地盯着店长。看到自己被当成陌生人，防备，店长深受打击的捂住胸口，向李灿感叹，幼龙对陌生人的戒心果然极强，这下他算是彻底明白了。店长劝退想进店的小顾客，说明李灿刚结束了一整夜的工作，现在必须赶回家休息。李灿转过身温柔地表示，可以把半成品留在店里，等有空时再随时过来做。小女孩眼神里充满了期待，不敢相信的小声确认，店长也热心补充，店里随时欢迎她过来。小女孩这才开心起来，连忙向李灿大叔道谢，顺便给店长也加上了一句阿姨。店长瞬间感觉被扎了心，李灿在旁边吓了一跳，只见店长身后散发出黑气，微笑着凑近小女孩，严肃地提醒叫姐姐才对。李灿默默记下，以后可不能在店长面前提年龄。随着门铃响起，幼龙离开了便利店，送走小女孩后，店长准备帮李灿办理下班打卡，顺便让他帮忙打开下面的第一个柜子。李灿好奇地伸手推开柜门，里面瞬间散发出耀眼的蓝光。只见柜子里放着一台发光的地球仪装置，店长介绍，这是能将整间便利店整体传送的魔法装置。店长得意地表示，这台装置是他亲自定制的，并叮嘱李灿千万别乱碰，一旦误按改了设定，整间便利店就会被传送去其他地方，连货架上的商品也会跟着改变。李灿赶忙表示记下了。店长接着说明使用方法，只要在上面的键盘里输入李灿家乡的地址就行。李灿刚想让店长来操作，店长却说必须由李灿自己动手，因为传送魔法有个限制，使用者必须对目的地非常了解，心里还要有强烈的想去意愿，如果没去过或者意愿不够强，魔法就根本无法生效。店长表示自己对他的家乡并不了解，只能由李灿这个当地人亲自来操作。李灿看着发光的装置陷入犹豫，提醒店长这毕竟也是魔法，自己可是破魔体质，担心根本无法成功激活。店长笑着让他放心尝试，相信绝对没有问题。李灿选择信任店长，伸手准备在装置上操作。李灿再次确认输入地址就行，店长叮嘱除了输入地址，还要怀着强烈的回家意愿，回想关于那里的一切记忆。李灿深吸了一口气，在脑海中浮现出家乡的模样，伸手在发光键盘上敲击起来。在脑海中浮现家乡时，李灿想起了曾经背叛自己的公司，也想起了童年和朋友奔跑的快乐时光。随着敲击结束，店长笑着叫醒李灿，让他去门外看看结果。李灿忐忑地走过去，推开大门，门铃声应声响起。看着眼前熟悉的街道和店铺招牌，便利店竟然真的成功传送回了他的家乡。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李灿感叹，竟然只用了几秒钟，便利店就跨越异界回到了家乡。店长借此向李灿解释，这证明他的破魔体质其实完全可以靠他自己的意志来控制。店长拿之前进化龙鳞举例，当时李灿心里期盼着成功，体质便顺应了他的意愿，这才没有把龙鳞里的魔力彻底抹除。李灿听完突然反应过来，合着店长让他操作传送装置，完全只是凭空假设。店长笑着承认，反正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毫无反应，但至少验证了他能用意志掌控体质。店长推测李灿能来到店里，恐怕也和掌控体质的能力有关。随后他拿出工资和一小瓶助眠魔药，让李灿拿上东西回家好好休息。李灿推开自己那间狭窄破旧的单间，这才切实感受到自己真的回到了原本的世界。想到晚上还要继续打工，李灿掏出手机准备设置闹钟，顺便摸出了店长送的助眠魔药。看着手里的小瓶子，李灿没想到店长真会为他专门制作，虽然好奇效果，他还是先设定好了晚上9点半的闹钟。李灿拔开瓶塞，将助眠魔药一饮而尽，心里还嘀咕着，万一效果太强睡过头可就糟了。没想到闹钟刚一响起，李灿就立刻清醒过来，他一把摸过响个不停的手机按掉，屏幕上赫然显示着9点31分，时间卡得刚刚好。李灿忍不住感叹，这魔药的效果确实神奇。李灿伸了个懒腰，走在夜晚街上，感叹助眠魔药效果确实很好，但他心里还是忍不住嘀咕，昨天去异世界的经历难道真的不是一场梦吗？抱着怀疑的心态，李灿一路走到了之前的地方，没想到那间亮着招牌的便利店竟然真的还停留在原本街角。
看着眼前真实存在的店铺，李灿彻底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伸手推开便利店大门，伴随着清脆的门铃声响起，心里还琢磨着是不是只有自己能看见。可刚走进店里，眼前的一幕就让他愣住了。一名穿西装的尖耳客人正死缠烂打地向店长讨价还价，非要当场把酒喝完退瓶盖押金。李灿在一旁看得彻底傻眼，心里直呼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店长耐心解释店内依法禁止饮酒，劝客人付全款买回家喝。客人却气地质问卖酒为什么不能喝，店长只能赶忙严肃澄清法规。话说一半，突然察觉到了异样，店长正强调店外也不能喝酒，一转头发现李灿已经站在身后，连忙询问他什么时候到的。李灿客气地表示自己刚到没多久。店长刚想问李灿怎么来的这么早，旁边的尖耳客人突然冲着李灿大吼，质问一个外人凭什么插嘴。李灿平静地表明自己也是这里的店员。听说李灿也是店员，客人顿时更加气急败坏，控诉店员居然敢顶撞顾客，还质问李灿是不是因为他是精灵就看不起他。李灿连忙澄清自己绝没有这个意思，可客人完全听不进解释，指责拒绝售卖就是不尊重人，甚至狂暴地挥舞拳头，叫嚣两个人族就是自以为是。店长刚要解释，也被当场吼了回去。见讲不通道理，精灵客人干脆躺在地上撒滚耍赖，控诉自己受到了歧视。李灿赶忙上前阻止，店长却显得十分淡定，一边假装关心提醒客人注意安全，一边在柜台底下悄悄按下了报警按钮。没过多久，警车就停在了便利店门口。赶来的警察当场制服了精灵客人，并向店员核对事情的详细经过。店长确认了对方未付酒钱和滋扰营业的行为，随后带着警官去调取监控证据。警察随后进后室调取监控，店里只剩下李灿和店长二人。李灿忍不住感慨，这里的精灵和自己印象中的完全不同。店长有些好奇，询问李灿原本世界里的精灵是什么样子。李灿解释，在他们那里，精灵通常被描绘的优雅而高贵，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们十分尊贵，没想到这里的精灵会是这种作风。店长听完若有所思，表示在几十年前的战争发生前，这里的精灵其实也是那个样子。几十年前，这个世界曾经历过一场重大的科技变革，当时人类推出了大量的全新科技，号称能改善所有种族的生活品质，而人类正是这场技术变革的幕后推手。其他种族尝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后，便纷纷接受了这种改变。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各地很快展开了大面积开发。虽然自然环境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破坏，但生活确实变得方便了许多。大部分种族都对此感到满意，唯独精灵族坚决拒绝接受这一切。店长接着说道，精灵甚至为此发起了一场战争。李灿听完十分惊讶，没想到单凭科技就会引发战争。店长解释到，精灵习惯与自然和谐相处，绝不允许科技破坏环境。他们开始四处拆毁工厂和建筑，局势很快演变成全民战队。各族必须在人类和精灵之间做出选择，是跟着人类推动科技发展，还是配合精灵维持世界原貌。最终大家的决定空前一致，所有种族都选择站在人类这边，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精灵。虽然精灵数量庞大，让战争拖延了很久，但双方最终和解的代价却极其惨烈，人类和精灵的数量都急剧减少，战后幸存的精灵更是遭受了长期打压，直到最近局势才稍微好转。店长提到刚才去调监控的精灵警官，直言他能当上警察一定付出了极大努力，提醒李灿以后遇到其他精灵要尽量友善。李灿听完好奇地追问，那也包括刚才挑事的那个人吗？店长立刻斩钉截铁地表示，除了他以外，以后再碰到敢在店里撒野的，直接把对方轰出去就行。说话间，精灵警官调完监控走了出来。店长提出边走边听情况汇报，警官表示要先把闹事的精灵带回警局，做完笔录才能决定怎么处置。李灿在旁点头表示了解。随着便利店大门推开，警官向李灿敬礼交代，有事随时联系。店长也叮嘱李灿好好照顾自己。随后两人一起离开了店里。店里终于恢复了平静，李灿趴在柜台上叹了一大口气，感叹这才第二天就累得够呛，要是不赶紧习惯异界的工作，以后恐怕很难在这里生存。结果还没等李灿喘一口气，门铃声就再次响起。一位穿西装的犬人顾客大步走入，对着趴在桌上的李灿大声质问，怒吼着叫他赶紧起来工作。看着眼前态度恶劣的顾客，李灿无语地抬起头，默默想起了店长之前的嘱咐，忍不住在心里发问，这种撒野的能不能直接轰出去？面对犬人客人的大声催促，李灿只能硬着头皮起身询问对方需要找什么商品。对方极不耐烦地表示要买牙膏。李灿顺口提醒，牙膏就在对方昨天买的牙刷旁边，并顺手指了指货架方向。没想到这句话直接踩中了雷区，犬人客人当场冲着李灿狂吠起来，怒吼着指责他态度恶劣，光指的方向根本不算服务。李灿心里直呼吃不消，但也只能无奈走出柜台，亲自领着犬人来到了牙膏货架前。犬人站在货架前询问哪款牙膏更好，李灿坦诚自己并不清楚。犬人瞬间炸毛，质问员工怎么连商品都不了解，这样店里还怎么挣钱？李灿心里无奈，吐槽顾客太难伺候。为了解决麻烦，李灿指着买一送一的牙膏劝他考虑。犬人起初嫌多，李灿赶忙解释买一送一相当划算。犬人盯着牙膏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拿下了这款。回到柜台结账，李灿报出牙膏价格，并询问是否需要购物袋。犬人伸手正要掏钱，目光突然落在了柜台旁的解酒药上，顺手拿起解酒药，决定一起结账。李灿扫完码宣布一共6300块。
罚现解酒药也是买一送一。犬人表示自己用不上多的一份，当场把赠品塞给了李灿。李灿连忙推辞说不能要客人的商品，犬人却丢下钱，嚷嚷着随他怎么处理。随后大步离开了便利店。看着客人离去的背影，李灿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只吉娃娃千万别变成常客，不然以后值班可就糟了。还没等李灿松一口气，店门再次被推开，一位长着恶魔翅膀和长脚的女性顾客走到了柜台前。这位顾客开口询问店里有没有卖辞职信。李灿赶忙蹲在柜台下打电话给店长，说明昨天的魅魔客人又来了，虽然喝了酒，但看起来比昨天冷静。店长让他用检测器先扫描，确认没异常就不用多管，叮嘱他注意安全后挂断了电话。李灿心里有些打退堂鼓，但想到店长发奖金时的鼓励和这1个月的高额薪水，还是决定打起精神干活。李灿拿出了店长交代的检测器，客客气气地向魅魔顾客说明，如果要在店里停留，需要配合做个快速扫描。对方很配合地伸出手背，顺利完成了例行检测。检测刚结束，魅魔顾客却支支吾吾地提起了昨天的事，红着脸向李灿郑重道歉。李灿刚想确认是不是指他在店里涂彩虹呕吐物的事，对方立马羞得尖叫打断，哀求他千万别再说了。他抱头哭诉，自己昨天是在单位接触了过量魔法，神志不清才会闹出笑话，心里实在非常抱歉。李灿听完有些好奇，顺口打听他是做什么工作的。魅魔顾客这才解释，自己就在附近一家制药公司上班。魅魔顾客接着解释，自己当时正在研发一种爱情魔药。李灿有些好奇，询问魔药难道不是由巫师制作的吗？对方耐心说明，由于魅魔天生具备魅力与诱惑的优势，大部分与爱情相关的行业都由他们经营，除了在制药公司研发魔药，还会担任心理医生，帮人解决感情困扰。不过他最近工作很不顺利，昨天这才一时失控闹出了笑话。说罢再次向李灿表达了歉意。李灿听完在心里默默感叹，没想到异世界的魅魔居然这么正经，但也让他产生了新的疑问，既然这份工作听起来如此适合他，为什么还要跑来买辞职信呢？面对李灿的询问，魅魔顾客支支吾吾，显得有些犹豫。魅魔顾客支吾半天，终于哭着坦白，自己其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这话把李灿听得目瞪口呆。李灿忍不住质疑他可是个魅魔，对方急得拍桌哭诉，自己学生时代全在埋头苦读，毕业了连恋爱的影子都没见过。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可因为不懂爱情，研发魔药时屡屡搞砸，向同事请教也得不到统一答案，这才萌生了辞职的想法。意外听到这种隐私，李灿一时间有些尴尬，只能递还魔杖，轻声安慰，说第一份工作谁都不容易，劝他别对自己太苛刻。魅魔顾客呆呆地看着他，店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魅魔顾客坦白，自己今天专门跑来，是因为一直在琢磨李灿昨天说的话。李灿听了一头雾水，回想半天，才想起是自己昨天在出租车上随口感叹的那句爱是想要却得不到。见李灿想起来，魅魔顾客激动的一拍桌子，直言其他人都在讨论爱是开心还是麻烦，唯独李灿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全新视角。这话让他震撼的一直在脑海里回荡。他越说越激动，逼近柜台，非要追问李灿对爱到底怎么看。李灿连忙后退一步，说明自己其实也不怎么懂爱情，昨天那句话只是随口一说。紧接着李灿坦白，自己其实也是打出生起就一次恋爱都没谈过。魅魔顾客大吃一惊，连忙追问原因。李灿耷拉着脑袋解释，是因为自己这张脸跟谈恋爱根本搭不上边。两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魅魔顾客眼神里充满了理解与同情，李灿被这眼神看得彻底崩溃，带着哭腔劝对方别再看了，买完东西赶紧回家吧。魅魔拿出本子做好准备，强调谈话内容绝对保密，仅供个人参考，希望李灿能如实回答。李灿坐在对面一头雾水，想不通事情怎么发展成了这样，自己也是个单身狗，哪懂什么真正的爱情，再这么聊下去根本帮不上忙，必须赶紧换个话题。李灿凑上前提出建议，与其在这采访自己，倒不如他亲自去谈个恋爱，凭他的长相，平时搭讪的人肯定不少。魅魔听完有些犹豫，承认确实常有人来搭讪，但因为心里害怕，他全都躲开了，这才在进公司后赶忙去搞理论研究。魅魔坦白梳理，和大家把爱说得太玄乎，可爱又看不见摸不着，每个人最后的结局也不一样，这种未知让他害怕的一直逃避，甚至自嘲身为魅魔竟然会害怕恋爱。李灿却安慰说，这再正常不过，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谁都会害怕，感情本身就很复杂，谈恋爱自然不会轻松。李灿接着劝他，既然工作避不开爱情，不如重新试着深入思考一下。面对魅魔的追问，李灿坦白自己并不认同爱情玄乎的说法，而这全是他从已婚朋友身上悟出的道理。朋友恋爱时天天秀恩爱，逢人就夸找到了灵魂伴侣，可等两人真正结婚同居后，各种以前没注意到的缺点全都暴露出来，两人不仅天天吵架，朋友甚至亲口承认后悔结婚了。魅魔听得十分认真，连忙把这些案例全都记了下来。李灿感叹，最讽刺的是，朋友恋爱时还宣称连缺点都喜欢，可随着环境改变，感情也就跟着变了，可大家却偏偏觉得爱情应该永恒不变。李灿解释，感情之所以会变，是因为恋爱是由不同的人在谈，人心千变万化。他劝魅魔不妨放宽心态去试试，恋爱虽然特殊，却也没那么神秘，不用把它想得太可怕。不过李灿也顺便提醒他要小心避开那些危险的恋爱。魅魔一听，连忙好奇的打听，
李灿解释，在他看来，一种是强行把自己的感情塞给对方，另一种则是知感，在远处默默观望。这两类表面看起来截然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单相思，到头来只会留下伤痕，让人彻底封闭心扉。李灿最后感叹，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只有两个人共同回应，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恋爱。魅魔听完，赶忙记在笔记本上，又忍不住低声发问，自己难道真的也能谈恋爱吗？他心里实在没什么底。李灿立马肯定地鼓励他，说他明明非常有魅力，根本不会有人拒绝他，劝他放宽心，自信去尝试。说着说着，李灿突然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连忙捂住嘴，抱歉地表示自己明明也是个没谈过恋爱的单身狗，居然说了这么多大道理。魅魔反过来连忙安慰李灿，直言自己不仅没谈过恋爱，甚至还在研发爱情魔药。正因为李灿也是单身，从同为单身者的视角来解释，反而让他觉得更容易听懂。李灿听完，只能在心里默默哀求，求他别再反复强调单身这件事了。魅魔突然注意到时间，赶忙提醒李灿该准备下班了。李灿这才反应过来，首班公交车确实快要到了。两人一起走出了便利店，魅魔由衷的向李灿致谢，表示今天这趟来的太值了。李灿顺手掏出此前客人送的解酒药，直接递到了魅魔面前，解释他待会儿还要上班，吃点解酒药能舒服一些。魅魔有些意外的接过解酒药，再次轻声道谢。正准备离开时，魅魔有些害羞的停下脚步，轻声询问李灿，自己以后是不是还能再过来？接班的店长听说李灿答应让魅魔常来，连忙提醒他，魅魔的执念其实非常重，万一被纠缠上会很麻烦。李灿听完也只能赶忙答应，以后多加注意。随后店长顺口提起，那个纯血龙族的小孩今天居然没过来。话还没说完，店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两人被这声音吓了一跳，赶忙一起跑出门查看。只见门外一辆自行车侧翻在地，骑车的人也重重摔倒在墙边。店长赶忙冲上前去询问对方有没有受伤，对方抬头回应表示自己没事。店长这才发现摔倒的居然是个机器人。李灿顺手帮对方扶起自行车，好奇询问怎么会突然在路中央摔倒。机器人解释是因为踏板失灵，车链子意外脱落了。李灿推过自行车查看情况，判断是换挡时掉了链子，他顺手把链子重新挂回齿轮上，几下就将自行车给修好了。看到车子恢复正常，机器人和店长都忍不住欢呼起来，店长更是一阵猛夸，直言招李灿来上班真是找对人了。李灿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只是从小骑自行车比较多，为了表达感谢，机器人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说自己是一家怪物屠宰场的老板，只要李灿有需要，他可以免费提供一次屠宰服务。看着名片上恐怖的头衔，李灿吓得连忙婉拒，可机器人态度坚决，留下一句随时等他电话，便骑上自行车离开了。目送机器人远去，店长提醒李灿赶快回家休息，因为明天会非常残酷。李灿一头雾水，以为明天是有大批货物要到。店长解释，明天可是周五，要是今天不好好补觉，明天上班绝对会后悔。李灿这才猛然想起来，自己太久没在便利店工作，居然把恐怖的周五夜给彻底忘了。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周五，终于能卸下一整周的工作压力，在这一天尽情狂欢。释放压力最好的方式，自然就是和朋友聚在一起喝酒。每到周五晚上，酒吧的生意都会飙升，便利店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来到便利店的这群客人，画风可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有人直接坐在地上吃着零食打拍子，旁边这位更是把酒瓶当成麦克风，当场高亢地唱起自己的悲情主打歌，深情动人的歌声瞬间感染了现场。一位长着翅膀的客人跟着高歌起舞，甚至直接在店里腾空飞跃，搞得整间便利店羽毛满天飞。李灿站在柜台前落了一头羽毛，面对这群各显神通的奇葩客人，只能感叹这就是便利店的日常，甚至好奇谁会想来和他一起上夜班。李灿直接走上前，一把夺过精灵客人还没结账的酒水和零食，他态度坚决地提醒对方，就算喝醉了狂欢，没结账前也绝对不能随便拆封。客人被这严肃的气场镇住，赶忙答应全都买下，一路小跑去柜台付款。李灿这边刚把秩序维持好，身后又突然传来了求助声。他刚一转身，那位长翅膀的客人再次腾空飞起，落下的羽毛甚至直接塞进了他嘴里。看着满天乱飞的羽毛，看热闹的客人们反而更加兴奋，纷纷鼓掌叫好。李灿赶忙一把接住空中飞舞的客人，对方还沉浸在自己变成天鹅的幻觉里。李灿忍无可忍，劝他赶紧回自己家去跳。这话还没说完，大门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整扇玻璃门被硬生生撞得粉碎。一头喝得烂醉的牛头人跌了进来，趴在地上迷糊糊问自己撞到了什么。李灿看着砸烂的大门，只能在心里疯狂吐槽。还没等李灿处理这混乱的现场，柜台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李灿趴在地上拨通了店长的电话，苦苦哀求对方赶紧来救救自己。没想到店长此时也瘫趴在地上，坦言自己今天也是自身难保。店长抱怨今天店里的怪客人多得离谱，先是个哥布林要把账单拆开，硬要分刷在一大堆银行卡上，偏偏后面还排着一长串等待结账的客人，结果结账到一半，又有鱼人族客人强行插队，两人当场在柜台前大吵了起来。听完店长的惨烈遭遇，趴在柜台上的李灿不禁感叹，虽然知道平时周五就够乱了，但今天这混乱程度简直是另一个级别。店长在电话里问起李灿的情况，说他刚才听起来疲惫不堪，以为遇到了什么麻烦。李灿看着用纸箱临时糊上的大门，坦白刚才有头牛头人砸碎玻璃门闯了进来，
电话那头的店长吓得直接坐了起来，连忙追问李灿有没有受伤。李灿赶忙解释自己毫发无伤，不仅留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还把大门给暂时补上了。结果这话一出，电话那头却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听着手机里传来的沉默，李灿还以为店长是被这糟糕的消息给吓到了，不禁自责刚才说话实在太直接。店长沉默半天，其实是在想怎么安慰李灿，还表示从李灿第一天上班起就准备找点东西给他防身。李灿听完赶忙表示不用这么麻烦，店长却认真地向他解释，在这个世界里，各个种族天生都拥有独特的魔法或优势，比如精灵长寿，魅魔擅长魅惑。可李灿偏偏是来自异世界的外来者，在这些强悍的种族面前，反而最容易遭遇危险。好在李灿拥有特殊的抗魔体质，还能凭自己的意志主动控制，但这体质到底能不能挡住极端的魔法，店长心里也没底。店长在电话里强调，物理层面的威胁同样不可小觑，他会想办法找些东西帮李灿防身。李灿由衷道谢，随后挂断了电话。看着手机，李灿感叹店常人真好，居然会这么关心自己一个兼职生，暗下决心发了工资一定要请对方吃饭。正想着，门外响起迎宾铃，一位客人推门走进了便利店。李灿赶忙起身热情招呼，对方指明要买一盒蓝色款式的商品，随后又在柜台上加了一瓶药水。可当李灿准备结账时，却注意到对方递钱的手上布满了极为奇特的伤痕。李灿一时没忍住脱口而出，意识到失礼后，赶忙捂住嘴向对方道歉。客人大方表示没关系，这种炒股留下的伤痕确实少见，感到好奇也是人之常情。接着他主动开口询问能否在便利店里稍微坐一会儿。李灿连忙热情答应，指引对方去休息区就坐。李灿一边办理结账，一边暗自感叹对方举止优雅，看起来非常有绅士风度。结账完成后，客人并未急着离开，而是站在一旁不停操作着手机。李灿注意到他久久没有放下手机，心里有些纳闷，对方是不是在处理急事？看着对方深夜还穿着一身利落的正装，李灿推测他大概是个加班到很晚的金融行业白领，实在按捺不住好奇，李灿主动上前打听，询问对方手机上是不是股票交易界面。客人却微笑着否认了。客人解释自己只是在工作。李灿顺势打听起对方的具体职业，对方坦白自己其实是个司机，随后亮出手机上的接单页面，说明自己做的是代驾。马路上喇叭声响个不停，车流早已堵得水泄不通。李灿趴在柜台前看着休息区，那位狼人绅士正安静地看着接单软件。过了0点，店里再没来过奇怪的客人。李灿感叹好久没上过这么舒心的夜班，在心里祈祷这份安宁能持续到下班。结果对方突然拿着手机走了过来，向他打听地图上的位置。李灿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地图，抱歉表示自己刚来没几天，对附近的路线还不熟悉。对方听完表示自己其实也是刚干代驾不久。李灿顺口打听起对方的工作近况，坦言自己昨天之前一切正常，今天却碰上牛头人破门而入。对方看着糊满纸箱的大门，这才明白门被破坏的原因。两人正聊着，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李灿被这声音吓得一哆嗦，赶忙转头朝窗外望去，只见马路中央2辆车撞在一起，车头正冒着烟。一位绿皮兽人怒气冲冲地下了车，一把揪住另一人的衣领，怒骂对方开转向灯，还敢强行插队。两人互相指责对方闯红灯强行插队，说着说着就直接在马路中央动手扭打起来。李灿和绅士站在门前目睹整场大乱斗，感叹居然能在便利店打工时亲眼看到兽人摔跤。这两人招招到肉，却连保险都还没报。路过的行人早已见怪不怪，吐槽又是这群脑子里全是肌肉的兽人。看着周围冷漠的反应，李灿深刻意识到这里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异世界。想到这场事故，代驾绅士转身询问身边的李灿，这难道不会影响他的生意吗？李灿却一脸从容地转过头反问他是什么意思。对方解释自己其实是担心便利店的生意，外头这2个兽人一直打下去，根本没有客人敢进店消费。李灿看着聚在门口围观的人群，也忍不住叹气，今天这生意算是泡汤了。没想到绅士听完，直接转身朝大门外走去，打算亲自出去给那2人一点警告。李灿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已经大步走到了马路中央。绅士径直叫停了打架的2人，要求他们立刻收拾好事故现场。李灿在后头直接看呆了，这才发现对方西装后竟有一条大狼尾，眼前这位分明是一位高大的狼人绅士。2个兽人正打得起劲，转头瞪着上前劝架的绅士，嘲讽他一个老狼凭什么多管闲事。面对凶神恶煞的兽人，狼人绅士默默握紧了拳头。话音刚落，狼人绅士直接出手，一掌就把其中一个兽人当场拍晕倒地。后头围观的李灿直接看傻了眼，完全没看清这老老实实的绅士是怎么出手的。同伴瞬间被秒杀，让剩下的另一个兽人彻底发飙，叫嚣着朝狼人绅士猛扑过去。面对凶猛砸来的重拳，狼人绅士显得游刃有余，只是轻描淡写的微微侧身，就轻松避开了对方的所有攻击。避开攻击后，狼人绅士顺手一拳将剩下这个兽人也当场放倒，耳边终于恢复了安宁。他转头叫来躲在车后的代驾司机，提醒对方趁现在赶紧联系警方和保险公司。司机连忙道谢，绅士客套几句便准备转身离开。目睹全程的李灿彻底坐不住了，赶忙追问对方以前究竟是干什么的，还有他到底是哪个种族。绅士淡定解释自己其实是个狼人，因为
今天不是满月才看不出原形。至于在做代驾之前的工作，狼人绅士谦虚地表示自己年轻时什么都干过一点，现在不过是个普通的退休老头。李灿看着眼前身手非凡的绅士，结合对方手上的伤疤和刚才的身手，断定他退休前绝对非同寻常。正聊着，绅士的手机响了起来，他顺势向李灿道别，准备继续回去接单工作。此时警方赶到了现场，绅士感谢李灿刚才让他进店休息，李灿则客气地表示不用放在心上。考虑到便利店经常有喝醉的客人，李灿主动向对方索要名片，方便以后联系他来接单。绅士爽快地答应下来，掏出一张名片递到了李灿的手中。李灿拿着名片仔细端详，发现上面写的确实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代驾服务。李灿仔细检查了下名片，发现上面没有任何魔力反应，看来这位绅士确实没有骗人。还没来得及多想，门外的迎宾铃再次响起，一只可爱的小白狗欢快地跑进了便利店。李灿赶忙开口提醒，店里规定不能携带宠物，希望客人把狗系在门外。可这位愚人客人却不太乐意，一边嚷嚷着要买2包烟，一边辩解小狗绝对不会在店里乱尿，希望李灿能通融一下带狗采购。客人抱来一只白色小狗，强调他平时非常安静，买完香烟和啤酒马上就走。李灿考虑到这个时间段没什么顾客，便同意对方带狗进店，但要求必须全程抱在怀里。客人一口答应，抱着小狗走向了货架区。趁着客人选购的空档，李灿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打开一看，是店长发来的消息。店长询问他之前提到的定制工具有没有具体的个人需求。李灿想了想，觉得只要能方便日常工作就行，于是他回复想要一把多功能拖把。这接地气的要求把店长给整不会了，连忙劝他再想想别的需求。李灿倒是不挑剔，表示店长给什么他就用什么。这时客人抱着小狗回到柜台，直接掏出银行卡准备结账。李灿接过银行卡刷卡结账，结果机器却显示扣款失败。听到刷卡失败，客人一下子慌了神，表示自己出门遛狗只带了这一张卡。李灿提醒也可以使用手机转账，对方却说出门太急连手机都没带。眼看没办法，客人直接把怀里的小狗抱上柜台，打算跑回家拿钱包，嘱咐李灿帮忙照看10分钟。还没等李灿开口拒绝，对方拔腿就冲出了大门，只留下小狗在柜台前和李灿面面相觑。客人解释把小狗留在店里是为了证明自己绝不赖账。李灿实在拿对方没办法，只能答应帮他看管，但要求必须在10分钟内赶回来。看着桌上的小狗，李灿忍不住叹了口气，实在无法理解这种随手把宠物当作抵押物押给陌生人的行为。李灿坐回椅子上，伸手轻轻摸了摸小狗的头，感叹摊上这样的主人实在不容易，平日里肯定没少跟着折腾。李灿打趣地问小狗，心里是不是也有很多委屈想吐？没想到话音刚落，眼前的小狗竟然直接开口说起了人话。李灿被突如其来的狗吐人言吓得一屁股摔倒在地，小狗却歪着脑袋，礼貌地询问现在能否说话。李灿缓过神来，满脸不敢置信地向他确认。小狗十分坦然地承认自己确实会说话。李灿忍不住质问他刚才为什么不开口，要是早点说话，也不至于被当成抵押物留在这。小狗解释自己平时本就不爱说话，而且在主人面前必须更加谨慎才行。李灿好奇地追问原因，小狗透露只要自己平时稍微叫上几声，主人就会嫌它太吵而大发雷霆。小狗补充，主人甚至拿歌声带威胁他。李灿听完直呼对方根本不配当主人。李灿坐下来向他打听姓名和年龄，小狗自我介绍叫武飞，今年正好2岁。李灿惊讶于他才2岁就沟通得如此流利，武飞却表示2岁对狗来说早就成年了。李灿这才意识到自己对狗的了解太少。李灿接着打听武飞是否见过其他会说话的狗，武飞失落的表示自己从未遇过同类，别的狗都只是围着主人欢快叫唤，从没有哪只狗能像他一样开口交流。武飞猜想别的狗也许同样害怕被割声带，才选择保持沉默。他失落地耷拉下脑袋，怀疑是不是只有自己过着这种日子。李灿安抚道，大多数人其实都非常疼爱宠物，自己甚至有朋友专门带狗出国旅游。武飞听完眼中满是羡慕。李灿顺口打听他是不是经常被当成抵押物，武飞无奈的大声吐槽，主人一和妻子吵架喝醉回家就会拿他发泄，甚至还会带着满嘴酒气强行亲他。虽然看在提供吃住的份上只能默默忍受，但有时候他也会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李灿见状便建议他尝试和主人沟通解决。武飞吓得一惊，生怕这么做真的会被割掉声带。李灿解释主人只是不知道他会说话，才拿个声带吓唬他。虽然这主人确实挺糟糕，但流浪的日子只会更不好过，还是建议他试着和主人聊聊。武飞听完觉得有道理，决定找机会和主人沟通。李灿顺口打听主人去拿钱都过了10分钟，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武飞失落地表示自己有时甚至得在这里等上1整小时。李灿一听顿时心疼起他的处境。武飞突然凑过来，好奇地打听绝育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前几天偷听到主人2口子商量，说下周1就要带他去绝育。看到武飞还一无所知的模样，李灿直接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武飞还一脸单纯地追问到底什么是绝育，为什么自己非做不可。看着他一无所知的模样，李灿直接拿出纸和笔，脸色变得无比沉重。为了能让他听懂，李灿让武飞一定要保持冷静，他打算用画图的方式把这个残酷的真相给他解释清楚。李灿向武飞科普起绝育的含义，表示很多主人为了预防疾病会选择绝育，也有人会选择帮宠物寻找伴侣。
这些决定虽然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出于爱。主人在做选择前都会反复斟酌，可要是狗能自己表达，又会怎么选呢？终于听懂绝育含义的武飞当场崩溃，彻底撕下冷静的面具，大声咆哮着表示绝对无法接受。武飞愤怒的大声咆哮，强调自己平日里表现乖巧，凭什么要遭受这种残忍的对待？李灿刚想劝他这是为了健康，武飞便反问，换成李灿愿不愿意绝育？听到李灿一口否定，武飞更觉荒谬，指责人类凭什么强加自己都不接受的事。李灿被呛得哑口无言，武飞越说越委屈，忍不住掉下眼泪，埋怨自己才刚成年，连真爱都没遇到，更别说繁衍后代了。武飞仰头发，出一声长啸，崩溃直呼连做雄性的尊严都要被剥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看着情绪彻底失控的武飞，李灿在一旁尴尬的小声道歉，后悔自己把真相说得太直接。李灿倒了一杯水递给武飞，温柔的帮他顺气。大口喝完水后，武飞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不好意思的向李灿道歉，承认刚才确实是被吓坏了。李灿安慰他不必介意，接着提醒他，既然已经提前知道了真相，不如趁现在赶快回去和主人沟通，也许主人会听取他的想法。没想到武飞却立刻站起身，一口回绝了李灿的建议，表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武飞解释自己从小就认为忠诚顺从是狗的宿命，但这种没有自我的日子根本不算生活，要想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彻底和主人断绝关系。武飞甚至十分郑重地向李灿道谢，表示要不是李灿点醒他，自己根本做不出这个决定。听完这番话，李灿直接被吓得愣在原地。李灿连忙劝他别太冲动，强调流浪的日子可不好过。武飞却态度决绝，表示留在主人身边一样艰难，这一天反正迟早要来，况且这还关乎雄性的尊严，更成了他非走不可的理由。看着眼神无比坚定的武飞，李灿一时间找不到话反驳，只能无奈地表示赞同。武飞表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希望李灿能帮他解开脖子上的牵引绳。虽然李灿心里有些犹豫，但还是伸手帮他扣开了绳扣。摆脱约束的武飞伸了个懒腰，感觉浑身轻松。李灿见状问他还需要什么帮助，武飞希望李灿能帮自己和主人做最后道别。李灿对此感到有些意外。武飞解释，虽然以前过得并不开心，但对方毕竟是主人，他想好好的给这段关系画上句号。李灿被他的想法打动，答应帮这个忙。正好主人拿着钱推门走进了便利店，看到回来的主人，李灿主动开口打招呼，主人却一眼注意到武飞没系牵引绳，疑惑地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李灿没有多解释，直接告诉对方是武飞有话想说。主人还以为李灿在开玩笑，没想到武飞径直走到他面前，当场开口叫了一声主人。主人当场吓得目瞪口呆，武飞则语气平静地向他确认，问他把自己留在这里是不是真的只是去拿买烟的钱，以及下周一是不是真的要带自己去绝育。面对会说话的狗，主人吓得支支吾吾，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是真的。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武飞向他道了谢，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彻底离开他，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让主人不要问原因，也不要阻止他。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就在走到门口时，武飞忽然停下脚步，回头问李灿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经常来找他玩。李灿爽快表示随时欢迎。武飞开心地向李灿道谢，祝便利店生意兴隆后，便推门离开了便利店。一旁的主人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呆呆地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随后他彻底崩溃，喊着武飞的名字扑向李灿。李灿好不容易将对方安抚好，送走主人后，这才重新坐回柜台前。刚才主人回过神后脸色大变，哭着喊着冲出门去找狗，甚至连钱包都落下了。李灿觉得他虽然不算个合格的主人，但或许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武飞。不过别人的事李灿也不打算多想，他伸了个懒腰，准备继续忙手头的工作。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打喷嚏的声音，李灿疑惑地回头看去，发现马路上骑来一辆脚踏车，车上坐着的正是前几天见过面的龙族女孩。女孩揉揉鼻子，笑着向李灿打了声招呼。李灿拿来纸巾帮龙族女孩擤鼻涕，问她是不是感冒了。女孩摇摇头，表示自己没感冒。李灿好奇她为什么一直吸鼻子，女孩解释说只是鼻子发痒，话还没说完就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甚至还喷出了不少火星。李灿无奈感慨这喷嚏动静可真大，随后让他稍等片刻，转身去倒了一杯温水，又翻出一盒感冒药准备让他吃下。李灿拿热巧克力当诱饵，劝女孩把感冒药吃了。女孩一开始还想找借口，说自己今天没带钱。李灿一眼看出她只是不想吃药，李灿干脆吓唬她，现在不吃药，等病情加重就要去打大号针头。女孩吓得立马妥协，乖乖接过了水货药。李灿顺口问起周五早上怎么没来做给妈妈的礼物，女孩解释那天早上要去上钢琴课。李灿提醒她今天最好也先别做，免得打喷嚏把礼物给烧了。女孩一边吃药一边表示自己今天只是来打个招呼。李灿一边给她倒热巧克力，一边好奇她为什么只打招呼。女孩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来便利店本来应该买东西的。女孩解释说打算攒够零花钱再来。李灿顺口问她准备攒多少，女孩说要攒够2000韩元，因为妈妈每天只给500。李灿在心里算了一笔账，按这进度4天才能来一次，距离母亲节不到2周，肯定赶不及。而且让小孩觉得非要消费才能进来，也让他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李灿突然注意到旁边的棒棒糖，拿了2根后把热巧克力递过去，夸女孩刚才吃药表现得很好，顺口问她现在手里有多少钱。女孩一边吹着热气一边说有500。李灿笑着展示手中的棒棒糖，表示这2根刚好只要500，店里
其实有很多这个价位的零食。李灿告诉女孩，只要想来，随时带500韩元过来，他可以带她挑选合适价位的零食。女孩听完，立刻决定买下这2根棒棒糖，掏出500韩元递给李灿。女孩拿着棒棒糖坐在桌边发呆，李灿以为她是想换口味，没想到女孩开口问他喜欢什么味道，以为他又要分享的李灿连忙拒绝，劝他留着自己慢慢吃。女孩解释说，除了热巧克力，妈妈还叮嘱过一天吃太多糖会得糖尿病。听到小孩嘴里蹦出这种词，李灿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女孩接着补充，东西大家一起分享才更好吃，坚持要李灿拿走1根。面对女孩的盛情难劝，李灿只好无奈答应，顺着她的意思选了个酸味的。李灿接下棒棒糖，心里多少有些尴尬，没想到自己又拿了小孩的零食。看着女孩开心的喝着热可可，李灿感叹现在的孩子确实单纯善良。他想起店长曾说，幼龙能凭颜色感知人的内心。女孩虽然聪明，但他依然忍不住有些担心她的安全。女孩突然打听起李灿的住处，听说李灿家离便利店只有3分钟，她显得格外高兴。李灿顺口问她是不是也住在附近，女孩却说自己家坐地铁要1个小时。李灿正惊讶她跑这么远，女孩解释说她的学校就在这附近，是在学院区的一所大院校。女孩补充说学校里有很多同龄人，妈妈也在附近工作。李灿顺势问她今天是不是从妈妈公司骑过来的。女孩点头，随后跳下椅子，表示要带李灿出去看看妈妈的公司。两人一起走到门外，女孩指向远处一栋高耸的大厦，说自己昨晚就睡在那里，平时放学也是和妈妈从这里一起回家。李灿感叹他妈妈的公司确实气派。女孩转过身，兴奋地说自己非常喜欢那里，而且现在又多了一个喜欢的理由，因为李灿就住在附近，以后两人就能经常见面了。李灿笑着泼了盆冷水，表示自己不会一直在便利店干下去，这本就只是份临时兼职，他迟早得去找一份正经工作。听完这番话，女孩当场愣在原地。李灿回想起这段时间在便利店的经历，从假证件喷烟花到进化龙鳞，从被吉娃娃痛骂再到给魅魔做恋爱咨询，虽然确实精彩，但他总不能一辈子待在便利店。看到女孩瞬间耷拉下脑袋，满脸是失落，李灿意识到自己说话可能太直白了，他连忙伸手轻轻抚摸女孩的头，安慰她自己短时间内还不会离开，让女孩不要太难过。女孩吸着鼻子向他确认，李灿肯定的给予答复，随后顺势叮嘱女孩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后不要太轻易相信不熟悉的大人。女孩疑惑地问为什么不行，李灿耐心地解释，太容易和陌生人接触很不安全，提醒她要记住妈妈的教导，随时保持防范意识。可女孩并不认同，她反驳说李灿不仅帮她准备了母亲节礼物，还给她拿了治喷嚏的药，平时更没少照顾她，在她心里李灿就是值得信任的好人。说完，她顺便拜托李灿明天上班时去趟文具店，帮她带一张画纸。李灿在便利店理货时，店长推门走了进来，主动笑着向他打招呼，李灿也连忙向店长问好。店长注意到坏掉的大门，感叹李灿昨天肯定过得很不容易。为了奖励李灿的辛苦，他主动掏出了一部智能手机，表示以后这就是李灿的工作工具。店长解释说，这是家里的备用机，为了能在魔法局完成注册登记，他特地通宵熬了一整夜办手续，现在手机已经可以直接使用。看着上一秒还在兴奋讲解，下一秒就满脸憔悴的店长，李灿忍不住关心起他的身体状况。店长则坦言自己已经快要累瘫了。店长向李灿展示手机里的特殊功能，上面的盾牌图标是防御法术，旁边的应用则用来做魔法修复。它的用法和普通相机差不多，对准想要修复的目标拍照，再按提示一步步操作就行。在店长的鼓励下，李灿有些紧张地拿过手机，准备用损坏的大门试一试。他对准门口按下快门，屏幕上立刻弹出提示，要求按下到带键选择恢复的时间。就在李灿准备按下向店长确认时，店长突然慌张地喊道，让他站在原地，千万别动。店长赶忙解释，使用魔法修复时绝对不能乱动，不然可能会把事情搞砸。李灿听完赶紧答应。店长凑过来指导，让他按住倒退键，推到大门损坏前的画面。李灿听话的按下了按钮，随着画面快速倒退，刚才发生的一切全被倒放了一遍，连牛头怪破门而入的场景都清晰可见。李灿看着手机彻底愣住了，店长及时叫停，指着屏幕提醒他，现在按下播放键就能把大门恢复原样。李灿怀着震惊按下播放，不敢相信这真的是在倒流时间。下一秒，蓝色的魔法光芒瞬间包围了他们，耀眼的法阵在空气中展开，碎裂的玻璃片在光芒中倒流拼合，眨眼间大门就恢复得完好如初。店长推门试了试，确认门锁和感应铃全都正常，满意的问李灿效果怎么样。李灿看着手中的手机，有些担忧的向店长确认，这种涉及时间倒流的法术真的确定安全吗？李灿想起刚才视频里出现的顾客，担心时间倒流会波及到他们，把他们也变回小时候。店长连忙摆手安慰，表示这种魔法对活物根本不起作用，世上还没人能对生物倒流时间。李灿听到这里才彻底松了口气。店长补充说，时间魔法极其复杂，全世界研究多年也没什么进展，成本极高，目前绝对不可能影响生物，让他只管放心使用。李灿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随后小声向店长确认，自己真的可以随便使用这部手机吗？
店长解释这部手机已经搁置很久，为了重新激活，不仅得去魔法局备案登记，还要跑好几个部门办手续。李灿疑惑这种手机难道很不常见？店长说明上面镶着特殊的魔法石，连接网络就能下载并使用魔法程序，还特地叮嘱他下载时多留意流量，平时使用更要小心保管。李灿由衷佩服店长的本事，顺口打听起这部手机的来历。刚才还滔滔不绝的店长顿时有些不自然，只含糊解释是多年前熟人送的，自己也是最近才想起来。李灿郑重道谢，并承诺会用心保管。店长顺势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疑问。李灿想起先前的经历，好奇打听这里的狗是不是也会说话，直接把店长问得一头雾水。店长琢磨了一下，表示李灿提到的很可能是灵兽。李灿好奇追问，难道是传说中拥有神奇力量的生物？店长解释，在这个世界，只要有特殊能力都被统称为灵兽，他们大多智商极高，能听懂语言，但能说话的却极少。那只狗显然没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店长补充说，灵兽数量极其稀有，平时看着和普通动物没两样，通常需要某种契机才能觉醒能力。店长却有些担忧地问，那只狗还会不会来？李灿听完觉得相当神奇。店长凑过来小声透露，灵兽在市面上极为罕见，价值至少在10亿韩元以上。李灿听得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之前遇上的狗居然这么值钱。店长有些担心那只灵兽的处境。李灿想起之前的交道，说明对方提到过还会再来。店长叮嘱李灿，如果对方出现就立刻通知他，随后提醒今晚有雨。到了晚上，外面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李灿站在门前看着外面的雨景，知道今天恐怕少不了要频繁拖地，连倒垃圾都变得极其麻烦。这时口袋里的新手机突然响起提示音，李灿掏出一看，发现上面收到了一条新消息。店长不仅提醒手机里装了翻译软件，还顺便发来海鲜饼和啤酒的照片向他炫耀。李灿会心一笑，感叹店长实在够意思，居然真的为了帮他登记手机而通宵熬夜，想着等发了工资一定要请店长好吃一顿。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起，雨中走来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正是之前痛骂过他的那只狗。对方站在门外，大声质问伞架放在哪里，催促李灿赶紧拿出来，甚至凶神恶煞地警告李灿，伞架拿来之前，他绝对不会踏进店里半步。狗客人指着啤酒询问口感，李灿坦言自己从未喝过，对方立刻吐槽便利店的服务态度。李灿只能解释这里只是普通便利店。李灿顺势推荐了买一送一的促销款，狗客人原本表示不需要2罐，在李灿的劝说下还是勉强买下。结账时，李灿把赠送的啤酒递过去，狗客人却无奈拒绝，抱怨李灿总把买一送一的赠品塞给自己，表示生活用品还能接受，酒精饮品实在没办法。他一边要塑料袋结账，一边抱怨在公司加班喝酒太离谱，还反问李灿加班时会不会偷着喝。李灿有些心虚地承认自己有时候确实会喝。狗客人理直气壮地抱怨，觉得公司不该安排自己周末加班，怎么可能让人清醒着放弃假期？李灿连忙提醒对方，再这样抱怨下去怕是要被开除。夜空中飘落下一片片羽毛，允和骑着飞马降落在便利店门口，他轻声安抚好自己的坐骑，叮嘱他乖乖留在原地，随后迈步走向便利店。允和推门走进便利店，热情地跟李灿打起招呼，却发现李灿正对着前台的啤酒发呆。允和以为他要上班偷喝酒，李灿吓得连忙收起啤酒，解释这只是客人送的赠品，自己正发愁该怎么处理。李灿顺势提到刚才那位狗客人，担心对方天天抱怨加班，迟早会被公司开除。允和听完觉得新鲜，夸赞李灿对顾客用心，非常适合这份工作，还顺口提到自己以前在这儿打工时也吃过不少苦头。李灿听完十分惊讶，没想到允和居然还是这家店的前员工。允和坦言自己当时没干多久就辞职了，打工期间遇到过太多奇葩顾客，不仅经常莫名其妙被骂，甚至有人拿着吃完的空袋子要求退款。当时有顾客吃完零食跑来耍赖，硬说是吃了店里的东西才导致不舒服，店长好言解释无法退款。允和实在忍无可忍，当场揪住对方领口准备挥拳，幸好店长及时抱住他，全力阻拦，这才没有真的动手。但允和也因此当场辞职。如今回想起来，依然大感头疼。李灿在一旁听得十分理解，随后顺口打听起允和今天的来意，毕竟今天并没有需要投递的包裹。允和拍了拍脑门，这才反应过来，赶忙解释自己今天不是来送货的，而是碰到了困难，专门跑来找李灿帮忙。允和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随身带来的东西，问李灿能不能帮自己看一眼。李灿转头看去，瞬间愣在原地。允和手里拿着一颗散发着紫色光芒的器官，他说明这东西叫做魔兽核心，希望李灿能试着摸一摸。允和急忙开口拜托，李灿却连连摆手斩钉截铁的拒绝，表示自己绝对不会碰这种恶心的东西。允和连忙解释，这东西早已被净化过，没有任何危险。李灿依然坚决拒绝，顺势询问这所谓的魔兽核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允和耐心地解释起来，从传送门里跑出来的怪物被称为魔兽，而这东西就相当于他们的心脏，因为它蕴含着庞大的魔力，常被用作火车的动力源，价格非常昂贵。允和补充说明，这其实和便利店这次订购的商品有关。李灿听到这里有些意外，赶忙追问这难道是店长订的货？允和解释店长订购的是魔兽标本，和上次那块流脓的龙鳞来自同一家厂家，因为信不过对方的净化效果，他想让抗魔体质的李灿帮忙测试，只要李灿接触后没有反应，就能证明这批货物安全合格。李灿看着眼前的器官依然很抗拒，但想到店长平时对自己的照顾，决定把这当成一次报恩的机会。
李灿握紧拳头确认，是不是只要快速碰一下就行？允和顿时双眼发光，兴高采烈的连连点头。允和再次保证核心已经净化。李灿深吸一口气，终于鼓起勇气伸手碰了上去。没想到刚一触碰，核心瞬间在店内炸开耀眼的紫光，两人吓得赶忙冲出便利店。李灿趴在店外喘着粗气，转头一看，整间便利店已经弥漫着浓浓的紫色烟雾。李灿急得连忙向允和质问，说好的没有任何危险，那这股散发着鸡粪味的烟雾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东西根本就有毒？听完李灿的质问，允和气得一拳砸向旁边，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地骂道：“那帮卖家居然敢骗他！”允和撂下狠话，让李灿在原地稍等，他要立刻找卖家算账。说完便打着电话离开了。李灿看着他离去，虽然理解对方为什么发火，但看折满是紫烟和臭味的便利店，今晚恐怕根本没法营业。就在这时，身后突然有人打听店里有没有魔兽核心现货。李灿回头一看，认出是前几天汽车摔倒的那位机器人客人。对方见李灿还记得自己，非常高兴。客人看着店里的情况解释，其实这种烟雾和气味正是魔兽核心进化时产生的正常现象。客人看着眼前散发紫烟的核心，顺势向李灿打听，他现在是不是正好在进化魔兽核心？李灿有些尴尬地承认，确实在进行进化，但因为整间便利店全是难闻的紫烟，今晚根本没法正常营业，只能抱歉地劝客人去其他店家。还没等李灿把话说完，旁边就传来允和愤怒的吼声，他正对着电话痛骂卖家是骗子，要求对方必须赔偿全部营业损失。听到对方耍赖，便称根本没钱，允和气的一拳直接砸碎身旁的墙壁。看着怒火中烧的允和，李灿只能小心翼翼地上前询问状况。允和气愤地向李灿抱怨，卖家坚持进化流程完全合规，不仅死不承认问题，甚至还想把责任全推到他头上。李灿只能无奈地在一旁附和，但眼下最棘手的是，周末其他处理公司全都休假，店里的紫烟和臭气根本无法清理。允和感到十分自责，抱歉地表示一开始就不该找李灿帮忙。一旁的机器人客人突然主动请缨，表示自己能立刻解决店里的麻烦。李灿和允和听得大吃一惊。机器人开口解释，上次李灿热心帮他修理自行车，让他心中深受感动，这次正好借机报答李灿的恩情。机器人拍着胸口保证，自己很快就能彻底搞定。说完便转身走进了满是紫烟的便利店。允和有些不好意思地打听对方是不是店里的熟客。李灿解释说其实算不上，只是前阵子对方在门前摔倒，自己和老板顺手帮了一把。允和听完顺口追问起机器人的职业，李灿回忆着回答，对方自称开了一家魔兽屠宰场。此时走进店内的机器人已经启动面部扫描设备，对着桌上的魔兽核心展开了分析。允和看着机器人的手法，向李灿解释机器人一族手艺极强，对方既然能开屠宰场，绝对是行内顶尖的高手。话音刚落，店内突然爆发出耀眼的蓝光，强大的电流瞬间贯穿整间店铺。在店外等待的二人直接被这巨大的动静彻底震撼。没过多久，机器人就捧着进化完成的核心走出来，高兴地宣布进化已经100%成功。李灿和允和连忙上前询问情况，机器人表示刚才的动静只是为了加速进化，彻底进化完成的核心会变得通体发亮。机器人接着提醒允和，千万别再和先前的卖家合作，对方为了节省昂贵的药水成本，偷工减料，核心要是放着不管，甚至会直接爆炸。得知对方为了省钱，差点引发爆炸，允和气得当场杀气腾腾，狠辣的表示要把对方千刀万剐，吓得旁边的李灿根本不敢开枪。机器人叹气解释，最近偷工减料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传送门活动减少，导致魔兽供应不足，工厂没了生意，只能铤而走险。他坦言自己的屠宰场上个月就没了订单，今天也是心烦意乱才出来散步。李灿一听连忙表示对方运气不错，允和正好缺少靠谱的合作伙伴。听到这里，允和立刻双眼发光，表示手头有大把订单可以交过去，询问对方愿不愿意当场签订合同。机器人感动的连声答应，允和当即拉着他登上飞马，准备回去签合同。看着二人准备离开，机器人突然想起一件事，询问是谁完成了2次进化。店里既没有设备，也没有药水，李灿到底是如何搞定进化的？李灿一时有些慌张，犹豫着要不要说出自己抗魔体质的秘密。好在允和及时出声打断，笑着表示这是商业机密，让机器人不要再继续追问。李灿看着远去的背影，忍不住感叹，想过平静日子真难。这时手机突然收到允和发来的短信，原来他从老板那里要到了李灿的联系方式。允和在信里大夸李灿手艺厉害，还表示报酬会直接结算给老板，希望下次还能找李灿帮忙。李灿看着短信，只能无奈接受感谢。交代完毕后，允和便骑着飞马带着机器人飞向夜空，还不忘回头跟李灿挥手道别。李灿越想越觉得奇怪，允和不仅了解魔兽实力，还强得离谱，难道在这个世界只有狠角色才能干配送这行？李灿摇了摇头，决定等下次见面再找机会询问。眼下他最关心的是便利店里的臭气到底散尽没有。还没走到门口，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李灿吓了一跳，赶忙上前询问情况。对方有些不好意思的连声道歉，可当李灿看清对方的模样时，整个人却瞬间愣住了。站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位长着羊角和翅膀的粉发少女。少女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歉，解释说自己今天本来和同事去夜店，结果却被同事们当场抛下了。看着眼前精心打扮大变样的少女，李灿纳闷对方怎么会跑来便利店，便顺口问她怎么不留在夜店玩，甚至调侃说不定还能碰到真爱。
听到真爱2个字，少女急得立马按着桌子站起来反驳，表示要不是同事硬拉着，自己根本就不想去那种地方。少女委屈的解释，自己只是向同事请教怎么谈恋爱，对方却坚持想脱单就要去夜店，硬生生把她拉了过去。结果到了地方，同事们打着积累实战经验的旗号，直接把她一个人推上了舞池。在舞池里手足无措时，一只章鱼怪突然跑来缠着她跳球偶舞，把她吓得够呛。而同事们却光顾着和其他一族搭讪，完全不管她的死活。好不容易甩掉章鱼怪，又有更多奇形怪状的家伙围了上来。说到委屈处，少女忍不住当场大哭，痛骂同事们实在太坏了。李灿在一旁听着，忍不住感叹对方今天过得也是够折腾。李灿顺口打听同事除了劝她去夜店，有没有给过其他脱单建议。少女坐回位置，想起同事还推荐过交友软件，只是自己以前从来没用过。李灿听完便主动凑上前要来少女的手机，决定先帮她设置个人主页的照片。可当李灿举起手机准备帮她拍照时，少女却瞬间绷紧了脸，眼神死死瞪着镜头。李灿无奈地提醒她放松一点，这又不是在拍护照照片。少女害羞地解释自己只要一面对镜头就会犯紧张。少女小声抱怨自己的妆容有点花了，平时拍照也总是不好看。李灿却直言她平时就很漂亮，今天精心打扮过后更是好看。被李灿这么一夸，少女害羞地露出了笑容。李灿趁机按下快门，成功拍下了满意的照片。李灿把手机递还过去，让少女填好个人信息和简介，软件就能自动寻找合适的对象。少女兴奋地接过去照做，没想到才刚点了几下，屏幕上就弹出了匹配成功的提示。少女惊呼，居然这么快，赶忙把手机拿给李灿看，问他觉得画面里的梦魔怎么样。少女还在琢磨要不要给对方发信息，李灿一看到照片整个人愣住了，对方身上挂满了假金饰，甚至还留着旁人带有红指甲油的手，显然是把合照裁掉当成了头像。少女凑过来解释，对方简介里写的是古语言名字，意思是纯真挚爱，还觉得这名字挺酷。李灿听完再也忍不住，一把抢过手机，干净利落的点击了删除。面对一脸懵的少女，李灿忍不住追问，那个推荐软件的同事平时是不是经常戏弄他？少女惊讶的表示李灿居然全猜中了，坦言对方总是拿她开玩笑，每次自己生气，对方也根本不当回事。少女坦言，今天带她去夜店的同事里正好就有对方。李灿听完全明白了，对方带她去夜店纯粹也是为了捉弄她。为了转移注意力，李灿顺势打听起他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见少女有些困惑，李灿解释说，把理想型想得更具体，找对象才会更容易。少女若有所思地沉吟起来，直言想找个能让自己敞开心扉，随时可以依靠的人。不仅愿意听他分享琐碎小事，即便自己陷入低谷或脾气糟糕，对方也能笑着包容他。可随着少女描述的越来越具体，她描绘出的那个形象竟然和坐在对面的李灿一模一样。少女当时突然回过神，说了句要走，就匆匆离开了。李灿在便利店门口扫地，心里还在担心他有没有安全到家，也自嘲一个单身汉居然给别人当起了导师，琢磨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正想着，少女就元气满满的跑了过来，高兴的表示今天带了画纸，特意早一点过来画画。结果跑得太急，脚下一绊，重重地摔倒在地，吓得李灿连忙上前查看。李灿将摔倒的少女抱了起来，关切地询问她有没有受伤。少女带着哭腔摇了摇头。路过的兔子行人见状凑上前，好心的拿出一盒药膏，问李灿要不要给自家女儿涂点。听见对方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李灿抱着怀里的少女当场懵在原地。紧接着，进店的顾客们都误以为少女是李灿带上班的女儿，纷纷热情地送上各种零食饮料。看着怀里塞满零食的少女，李灿自嘲要是早点结婚，确实能生出这么大的孩子，心里还是不禁嘀咕，难道自己真的显得这么老？少女不好意思的低声道歉，觉得是一早跑来打扰了李灿工作。李灿听完连忙温柔表示完全没关系。李灿轻轻摸了摸少女的头，安慰说她其实帮了大忙。李灿解释，大部分上班族一到周一就会犯星期一综合征，像丧尸一样死气沉沉。今天大家一进门看见少女，烦闷的心情立刻好了大半。李灿顺势拜托少女，希望她能微笑着向顾客打招呼。少女开心的一口答应下来。李灿帮忙把零食装进袋子。这时一位疲惫不堪的顾客推门进来，死气沉沉的打听姐酒药放在哪里。李灿指向身前的柜台，顾客顺着方向看过去，正看见趴在柜台前笑脸相迎的少女。少女甜甜的一声问候，瞬间把死气沉沉的顾客萌翻，对方感动的直呼要心脏就停。不仅夸赞李灿有这么个女儿真幸福，还心情大好的爽快买单，满意的打招呼离开。李灿看着这一幕直发愣，没想到少女不仅能安慰顾客，竟然还能顺便带动便利店业绩。送走顾客后，李灿打算帮少女完成正事，询问她有没有带齐蜡笔，准备帮她一起给妈妈画礼物。少女甜甜的应了一声，赶忙掏出画画工具，两个人准备从背景开始画起。李灿询问背景想画什么，少女表示要蓝天下的大片花田。李灿鼓励她画满整张纸，等画完再把剪好的纸花贴上去。少女听完便开心的下笔画了起来。这时门铃响起，一位猫人顾客推门进来打听零食位置。李灿顺手指了指隔壁货架，对方道谢后径直走了过去。李灿看着对方离开，心里感叹今天过得挺平静，有少女在，甚至接待顾客都变轻松。还没感叹完，李灿发现少女突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她死死盯着刚刚走过去的猫人，小声对李灿说：“那个猫人的颜色是黑色的，
李灿有些纳闷，对方身上的毛发分明是棕色，以为少女指的是衣服颜色。少女连连摇头，澄清是指对方的心是黑色的。两个人躲在柜台后偷偷观察。李灿小声询问少女的意思是不是指对方是个坏人。少女解释说，每当有人准备做坏事，心就会变成黑色。李灿想起老板曾经说过，幼龙能够看穿别人的魔力。少女也表示自己以前见过这种人。李灿顺口夸赞，这项本领以后一定能派上大用场。可看着正在货架前挑选零食的猫人，目前并没有任何可疑举动。李灿一时间有些犯难，但比起毫无征兆的顾客，他还是选择相信眼前单纯的少女。李灿跟少女交代了一句，抓起拖把就朝着货架走了过去。李灿装作在附近擦地，眼神死死盯着猫人，随时准备在对方动手时给予制裁。可猫人只是拿了一包零食，径直走到柜台前准备结账。看着对方丝毫没有要偷东西的意思，李灿当场愣在原地，只能硬着头皮走回柜台帮对方买单。李灿一边扫码一边纳闷，对方分明什么坏事都没做。躲在柜台后的少女也在偷看，琢磨对方是不是打算换个地方下手。李灿犹豫着要不要直接放行，可当猫人从钱包里掏出钞票时，上面竟缠绕着诡异的黑色魔力。李灿当即一把按住对方的手，客客气气地提出想借对方的钱包看一眼。猫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一愣，不明白李灿为什么非要看自己的钱包。李灿注意到钱包散发着彩虹光芒，和之前在吸血鬼身份证上见过的魔法一模一样，只要亲手摸一下就能立刻确认。可猫人反应十分剧烈，一把拍开李灿的手，坚决不让他靠近。李灿一时间不知该如何上手，大声夸赞猫人的钱包非常帅气，说自己一直也想买一个。李灿顺势借口想看看品牌，请猫人展示一下，猫人却情绪激动，甚至大喊要叫警察。面对防备极强的猫人，少女突然泪汪汪地看向对方，委屈巴巴地哀求也想看一眼。猫人瞬间抵挡不住可爱攻势，被蒙得手上一滑，钱包直接掉落。李灿见状眼疾手快，赶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伸手抢下了钱包，还不忘大夸少女配合得漂亮。李灿刚把钱包拿在手里，钱包上突然泛起异样的魔力，瞬间从他手中滑脱，掉落在地。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掉在地上的钱包竟然快速膨胀，爆发出耀眼的强光。眼看情况不对，李灿立刻扑上前，一把将少女死死护在怀里。伴随着一声剧烈巨响，强烈的爆炸席卷了整个便利店。等冲击平息下来，李灿紧紧抱住少女，小心翼翼地抬头查看眼前的情况。爆炸平息之后，地上散落着大量商品。李灿定睛一看，发现全是自家店里的零食。李灿这才反应过来，猫人竟然是用魔法钱包在店里偷东西。刚才只是钱包支撑不住，这才把偷藏的所有货品喷了一地。弄清真相后，李灿让少女留在原地，自己转身抓起拖把，直奔躲在远处的猫人走去。李灿把拖把往地上一戳，当场拦住猫人的去路，厉声警告对方把东西全部放下，立刻离开便利店，以后永远不许再他进来一步。面对态度强硬的李灿，猫人被吓得当场瑟瑟发抖。李灿冷冷地补充警告，要是敢再来就用对方的毛来拖地。吓得猫人当场仓皇逃跑。看着一地狼藉，李灿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这已经是今天清晨以来自己第二次打扫卫生了。少女走上前关切询问，李灿温柔地摸摸她的头，直夸要不是少女提醒，自己根本发现不了有人偷东西。可还没等两人多说，李灿一抬头，发现店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正盯着乱成一团的便利店发呆。李灿赶忙慌张地试图解释，店长却露出微笑，要他好好交代一下，这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店长拿起地上遗落的钱包，询问偷走的货物是不是全装在这里。李灿推测对方只要拿起商品，就会被自动传送进钱包里。店长仔细端详后确认了猜测，表示这是一个非法改装的道具，里面不仅融合了传送和空间扩张魔法，还专门做了避开防盗术式的修改。店长有些纳闷，好奇李灿怎么能一眼看出这么多细节。李灿神情一慌，赶忙支吾着说以后再解释。店长便立马转过头夸奖并感谢起一旁的少女，可少女却立刻警惕地躲到李灿身后。店长当场崩溃倒地，急忙喊着自己绝对不是坏人。眼看时间不早，李灿连忙提醒少女该去上幼儿园了。他帮忙收拾好背包和打包好的零食，约好下次再继续完成给妈妈的礼物。送走依依不舍挥手告别的少女，店长这才向李灿打听，他能发现那个钱包的异常，是不是因为他拥有独特的抗魔体质。李灿坦言确实如此，刚才只要一靠近那个钱包，周围的空气就会发生明显的扭曲。店长解释说，以前还需要凑近仔细观察，这次却能一眼看出来，说明李灿的体质正在变强。李灿听得一愣，店长接着分析，魔法师使用魔法越多，实力就越强，李灿的能力也是同理。他来到这个世界后经历了这么多事，这种体质自然也跟着提升了。店长表示具体的今晚再细聊，眼下得先把今天的事解决。李灿有些拿不定主意，觉得对方毕竟还没真正把东西偷走。店长反问了一句，随后直接掏出手机报警。没过多久，负责案件的警察就赶到了便利店，对方一到现场就直奔主题，询问起案件的具体经过。警察一边做着笔录，一边仔细核对案发的细节，得知店里没有任何损失之后，也顺口夸赞起李灿的应变能力。随后警察提出要拷贝监控证据，店长表示自己操作非常熟练，主动带着警察前往后台处理。就在这时，店长的手机响了一声，他低头看了一眼，便连忙告诉李灿，允和刚刚给他转来了一笔钱，留言里还专门说明这是之前净化兽核的报酬。
允和还在消息里顺便拜托店长，希望他能在李灿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店长不好意思的向李灿表达歉意，觉得帮忙前应该先和他沟通。李灿表示不在意，毕竟也是合作伙伴。店长接着有些犹豫的开口说道：“李灿来之前便利店招聘一直不顺，担心李灿以后会跳槽离开，便拜托他如果打算离职，一定要提前通知。”李灿听完，直接打消了店长的顾虑，明确表示自己哪也不会去，就算在这个世界重新找别的工作，也得再次通过便利店向别人解释情况。最重要的是，李灿坦言自己其实挺喜欢和店长一起工作。听完这番话，店长彻底放下心来，笑着提议两人以后继续好好合作。店长笑着猛拍了拍李灿的后背，答应稍后把报酬转到他账户，并提到该好好研究一下他的特殊体质。李灿还没来得及开口细问，警官就已经处理完监控和工具，走出后台表示调查会很快展开。随后警官突然转向了李灿，指出证物钱包上的魔法咒语在被李灿接触之后竟然全部消失了。警官询问李灿是否知道具体原因，希望他能够实话实说。李灿顿时感到一阵头疼，不知该怎么向警方解释。面对警官的严厉追问，店长在旁边连连打着手势，示意李灿千万不能说漏了嘴。李灿被逼的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编造了一个理由，表示自己当时只是轻轻碰了一下，钱包就莫名其妙的炸开散落。警官听完对此感到有些怀疑，询问这难道是钱包自己失效的？李灿赶紧支支吾吾的打着哈哈，店长也连忙在一旁帮着解围，推测有些非法魔法道具被别人触碰后就会自动解除。警官听完最终接受了这个说法，还顺口问李灿是不是魔法师，表示具体原因的带回警局检查才知道。随后感谢了便利店的配合。警官顺口询问两人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李灿还没来得及开口打招呼，店长就急忙举手打断了对话。店长热心的关心起警官的睡眠质量，警官表示自己睡眠非常充足，每天至少能够睡上半个小时。听到这个极其夸张的数字，李灿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店长更是担心起警官开车时的安全，店长热情的提议下次警官再来时要送他睡眠药剂。警官婉言谢绝了这份好意，担心这样会触犯反贿赂法。店长赶忙拿出相关规定解释，表示药剂价值低于法定限额，自己只是纯粹关心警官的健康，希望警官能够安心收下。面对店长过分热情的推销攻势，警官有些难以招架，只好扭头看向一旁的李灿求助。李灿也只能尴尬的打着哈哈回应。店长依然卖力的推销草莓味药剂，强调这款药剂效果极佳。警官被缠的只能无奈的叹气，表示调查结果出来后会再联系。随着警车缓缓驶离了便利店，李灿有些好奇的向店长询问，如果刚才如实交代真相会怎样？店长推测警官可能会邀请李灿加入警局，毕竟这种抗魔体质十分罕见。但店长转念一想，对方一收到东西就提及法律，或许只是讲原则，不想接受好意。李灿也觉得警官十分谨慎，不想留下任何把柄。店长感到有些纳闷，不懂一个普通警官为何一天只睡半小时。李灿推测对方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们，李灿忍不住向店长开口打听，大家是否真的会因为历史战争而讨厌所有的精灵。李灿坦言，虽然能理解历史造成的隔阂，但如果连真心悔过并努力帮助其他种族的精灵都要遭受排挤，实在让人感到有些唏嘘。话音刚落，路边就发生了一起摩擦，一名精灵不小心撞到了行人，对方分明已经赔礼道歉，精灵却突然暴怒，喊着对方歧视自己。李灿看完吐槽，看来被讨厌单纯是因为性格太差。这时店长收到了允和的消息，说今晚要专门过来找李灿。店长透露昨天和允和聊起过李灿的体质，允和表示自己或许有解决办法，让李灿等会儿亲自跟他聊聊。到了晚上，允和准时来到便利店，一见面就兴奋地提出建议，劝李灿去考一张抗魔执照。允和表示凭李灿现在的能力，通过考试完全轻轻松松，而且拿到执照对李灿大有用处，鼓励他赶紧行动起来。店长向李灿解释，抗魔执照是官方认证的专业证书，专门用来处理各种魔法难题。允和也认为考取执照是解决李灿目前困境的最佳方案。李灿犹豫地提出顾虑，自己来自异世界，连这个世界的身份证件都没有。店长让他完全不用担心，保证会妥善解决身份问题。李灿顺口确认允和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店长表示目前必须保密，只对允和透露李灿来自某个偏远荒岛。李灿听完十分无语，随后准备去找允和面谈。李灿走到前台与允和会合，允和询问店长是否解释清楚，李灿向他表达感谢，允和表示不必客气，准备正式聊聊正事。允和直言，李灿的抗魔体质根本藏不住，虽然拥有抗魔能力的人不少见，但李灿的体质强的完全不在同个级别。他不仅能净化各种物品，还能直接废掉魔法道具，而且这股力量还在不断变强，足以让研究员研究几十年。他和店长见过不少专业人士，但没有任何人能与李灿相比。李灿忍不住吐槽，自己听起来就像个实验对象。允和笑着安抚他，强调这分明是在夸他天赋异禀。他提醒李灿纸包不住火，能力早晚会被外界察觉，到时候肯定会有大批人马找上门求助，必须抢先做好准备。李灿好奇考取执照的作用，允和分析说，李灿现在只是普通兼职，一旦有人找上门，店长没有合理立场帮他拒绝，但只要拿到专业执照，就能以专业人士身份跟店长签订正式的独家雇佣协议。有了这份协议做盾牌，店长就能名正言顺挡调外人干预。
李灿听完觉得这招确实高明。不过允和纳闷的补充，店长似乎没有完全赞同这个方案。明明在这个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李灿坦言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自己刚来到这个世界，活动范围从没离开过便利店30步，一旦参加考试，就意味着要乘车前往，和各种异族并肩而坐，真正踏入这个全新的世界。就算侥幸通过，后续也必然会与更多人产生交集，自己无法预料接下来的走向，更不确定是否真的做好准备。允和听后表示，店长其实比想象中更关心李灿。自从李灿来上班，店长口中全是他的事情，今天下午更是全程都在替他操心。允和补充说，店长甚至非常犹豫，要不要主动建议李灿去考执照，他这才决定替店长开口，也是头一次见店长如此顾虑重重。允和顺势询问李灿到底打算怎么选择。这时店长提着炸鸡推门进来，允和开心的当场欢呼。店长满脸兴奋的表示，碰到这种好日子，今晚根本顾不上睡觉。还没等店长坐下，李灿就果断做出决定，明确表示愿意去参加考试。李灿笑着安慰二人，连店里奇怪怪的顾客都能轻松应对，区一个考试根本不在话下，完全不用为自己担心。刚做下决定，店长就从包里倒出一堆合格祈愿符，解释说本想亲手制作，但时间紧迫，只能一口气全买回来。允和看着满桌幸运物，感叹大手笔。店长随后当场拍板，宣布李灿即刻暂停兼职，直到考试结束前都不用上班。李灿有些不敢相信，赶忙追问店里的班次谁来顶替。店长十分温柔地表示，支持李灿去挑战难关是应该的，接下来还会亲自帮他辅导复习。李灿心里刚感到温暖，允和突然想起什么，有些尴尬地打断大家，坦言眼下还有一个大问题。他拿出手机查了查，发现考试竟然就在明天早上9点。面对猝不及防的时间，李灿和店长当场吓得目瞪口呆。第二天，店长凭着提前设好的传送点，带着李灿直接来到了学区。看着眼前风格迥异的建筑，李灿忍不住感叹，这里简直就像个主题公园。店长解释说，这里的建筑融合了各族风格，市中心最宏伟的城堡是当年战争中唯一留存的建筑，如今不仅是和平的象征，还被改造成了顶尖名校。李灿顺势询问具体考试地点，店长伸手指向正对面的建筑，李灿这才发现店长竟然把便利店直接传送到了考场正对面。店长表示这是李灿的第一次考试，自己当然要多加照顾。眼看时间差不多，店长关心起李灿当下的心情，李灿坦言感觉有些奇妙，就像重新回到了学生时代。临出门前，店长叮嘱他考完及时联系，到时候会亲自过来接他。刚走没几步，店长就冲着背影大声加油，叮嘱他千万别太紧张。李灿笑着挥手回应，答应考完就会立刻回来。李灿刚走没多久，允和就发来短信打听情况。店长看了眼时间，虽然嘴上让李灿尽力就好，心里却忍不住替他担心。而考场这边的李灿，因为出门太急，什么都没带，眼看考试马上开始，他只能赶忙找旁边的一组考生，借对方的模拟题库翻拍复习。对方爽快的答应让他拍照，李灿拍完后送上一小条果味糖当做谢礼，祝对方考试顺利。随后找了个空位坐了起来。环顾四周，李灿发现场的考生远比想象中要多。本以为这种高难度考试没多少人报名，结果不仅坐满了各种异族，放眼望去，居然只有他一个人类。李灿收回心思，打开手机的翻译软件，准备抓紧最后的时间刷题。软件很快将翻拍的内容翻译出来。第一道提问的是 A 级魔兽在繁殖期会导致巢穴湿度失衡，具体原因是什么？又该采取哪些解决措施？看着这种完全脱离常识的魔法考题，李灿当场被整不会了。李灿继续往后翻，发现题目一道比一道离谱，救治魔力触电，处置魔力炸弹，甚至计算解除大面积冰封需要的魔力。面对这些毫无头绪的考题，李灿彻底没了底气，脑海里甚至浮现出店长和允和劝他下次再来的画面。看着周围认真复习的一组考生，李灿这才明白抗魔专业涉及的领域竟然这么广，也终于懂了允和让他考执照的用心。只靠常识根本不可能一次考过。李灿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以后恐怕少不了要来这里补考了。考官德卡德走上讲台，宣布距离开考还有5分钟，要求考生立即关闭所有电子设备，装进包里。随后德卡德详细说明了考试规则，考试将于9点准时开始，答题时间共60分钟，整张试卷包含1道听力题和79道选择题，满分为200分。接着他严肃警告，考场内严禁任何形式的作弊行为，违者不仅当场取消资格，还会直接影响其他职业执照的考试资格。随着指针指向9点，考试正式开始，听力题可以直接在试卷上作答，李灿也只能打起精神，拿起笔准备迎战。考官德卡德打了个响指，开启播音设备，提醒大家有疑问安静举手。随后正式播放听力音频。李灿翻开试卷，准备认真听题，可广播里传出的居然是一首欢快风趣的儿歌。歌词里唱着，有一户兽人家庭住在一起，兽人爸爸身材魁梧，兽人妈妈非常强壮，兽人宝宝却瘦骨嶙峋。面对这离谱的听力内容，李灿当场整个人都看懵了。广播提示要求写下歌曲名字，李灿顺手填上了兽人一家，以为这只是道送分题。可当他继续往后翻看，却发现卷子上全是基础的算术和字母，甚至连1+1都拿来当做考题。和先前那些极其复杂的复习题相比，眼前的题目简单的太不正常。李灿感觉情况不对，连忙举手示意。考官德卡德走到桌旁询问，李灿直言这份试卷看起来怪怪的，打听考试题目是不是发错了。
可德卡德却极其冷淡地回答：“题目没有任何问题。”德卡德甚至冷冷地反问：“如果真有问题，也是你自己的问题。”随后叫李灿把心思放在答题上。李灿被对得一时有些无语，没想到这些极其简单的题目，在这个世界居然算是正常水平。他干脆不再多想，埋头写完了全卷。9点15分，距离开考才刚过去15分钟，李灿就已经提早交卷，走出了考场。刚出来他就打通了电话，对方一接通就忍不住质问，以为他是全靠瞎猜才直接放弃。李灿却有些纳闷地打听，这里的执照考试，难不成真只有小学生水平？电话那头一听当场急了，立马大声反驳道：“这个世界的智力标准其实高得很。”李灿坐在长椅上与对方通话，确认听力测试不仅包含儿歌，剩下的题目更是只有小学难度。自己当时专门找监考官核实，结果反而被对方当成了怪人。不过所有题目他确实全都答完了，顺便打听其他考试是否也是如此。话音刚落，电话那头突然爆出一阵狂笑，把李灿和身旁的一组小孩都吓了一跳。店长笑够后开口解释说，这次的考官相当聪明。他接着询问李灿在卷子上有没有发现异常，李灿表示自己并没有察觉。店长这下彻底明白了，考官直接对整个考场施加了感官扭曲和降低认知的魔法。他打听起其他考生的反应，李灿回想起大家答题时都极其痛苦。店长解释说，其他人看到的其实是正常的试题，跟李灿眼里的完全不同。正常情况下，那些抗魔专业的考题至少需要准备1年才能写出来。店长接着说明，如果直接解答那些被扭曲的假题目，即便拿到及格分，也只能算作勉强压线通过。只有现场识破并破解扭曲魔法，答对真正考题的人，才能直接拿到包过资格。这场所谓的笔试，本质上已经提前考察了实战能力。考官特意准备2套考题路径，就是为了筛选出能看穿魔法的人，在后续的实操环节给予加分，或者根据表现调整测试难度。店长补充道，如果让实战能力不足的人贸然参加高难度的考核，在充满变数的魔法测试中，很容易发生意外，所以考官才需要提前把关，用这种方式谨慎挑选考生。李灿听完若有所思的应了一声，交代完考场上的门道。店长一边用魔力整理货架，一边顺口打听什么时候去接他。李灿表示现在就可以过来。店长答应下来，招呼完刚进店的客人，便准备出门接人。李灿给店长发去消息，让他先忙手头的事，不用焦急。等待的空档，旁边2个一组小孩聊起了学校八卦，听说昨天有同学和隔壁班起了冲突。李灿在一旁听着，本以为这里的校园生活也挺硬核，结果对方接着澄清，那根本不是打架，而是比试谁更可爱。听说水獭同学甚至率先发动卖萌攻势，这出乎意料的展开，让李灿听得当场愣在原地。隔壁班的小熊猫也不甘示弱，跟着发动了卖萌反击，双方你来我往，转圈较劲，直到午休结束都没停下来。听故事的小孩急着打听谁赢了，结果这场比试根本没分出胜负，中途因为别的班龙族小孩介入，比试就这么草草结束。见没热闹可看，小孩随口聊起他们班也有个龙族，打听对方平时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李灿则在一旁静静听着。小孩抱怨起班里的龙族同学，说他性格古怪，每次试图找大家聊天，现场气氛就会瞬间变尴尬，与其他龙族完全不同。李灿在一旁听得太过入神，直接被小孩当场抓包。面对偷听的质问，李灿一时尴尬的不知该怎么解释。好在店长的消息及时发来，表示自己已经到了，问李灿具体在什么地方。李灿连忙跟小孩赔个不是，随后赶忙离开。可刚才听到的龙族同学却让他有些挂念。小孩口中那个性格古怪的同学，让李灿不禁联想到了自己认识的龙族女孩，怀疑2人会不会就是同一个。不过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觉得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正想着，店长已经走过来打招呼，2人顺利在街边汇合。夜幕降临，李灿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路上，心里有些担心连续熬了2晚的店长。刚才他本想去帮着分担工作，却被对方态度强硬的赶了回去，要他考完试就赶紧回房休息。可当李灿推门走进店里，迎面突然炸开漫天彩纸，大家大声向他送上了祝贺。李灿被这突如其来的祝贺搞得一头雾水。店长笑着递过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抗魔笔试的成绩单。李灿不仅顺利通过，居然还拿下了200分的满分第1名。看着眼前的成绩，李灿感到相当意外，毕竟考试时题目过于简单，他还一度怀疑是试卷发错了。店长也表示收到结果时同样大吃一惊。还没等李灿高兴多久，店长就提醒他实操考试的日程极其紧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7点。面对这猝不及防的时间，李灿忍不住发愁，完全来不及做准备。可店长却打了个响指，直言准备工作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店长刚说完，就伸手召唤出一道金色法阵，阵中浮现出几个红色的球体。他叫李灿伸手摸一下，李灿虽然有些迟疑，还是听话的伸手碰了过去。没想到手刚接触到红球，现场瞬间引发剧烈爆炸，强大的光芒与冲击波瞬间炸开。爆炸过后，法阵里散落的红球开始四处狂飙。李灿被吓了一跳，赶忙向店长求助。店长立刻叫李灿赶紧把球抓住。眼看红球在店内四处乱蹦，李灿集中注意力，盯紧轨迹，飞身跃起，将球一把收入囊中。被抓住的球瞬间消除了异样，不再发出异响，原本耀眼的红色也变成了黑色。看着手里的黑色圆球，李灿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店长解释道，这其实就是弹弹球原本的样子，他在上面施加了多重魔法。随后他表示，接下来由他来向李灿说明
今晚实操考试具体需要练习的内容。店长见状恍然大悟，原来李灿不仅能破解魔法，连结界也能一并解除。面对李灿的困惑，店长耐心的解释，这颗球上施加了3种魔法，分别是自动运动、声音和变色，专门用来给他做特训。李灿只需要解除运动和声音魔法，保留变色效果即可。面对这项任务，李灿心里有些打鼓，不确定这跟考试有什么关系。店长肯定的表示，抗魔专家虽然负责破解魔法，但也绝不能无差别破除所有魔法。店长进一步解释，这个世界的很多机械都附带魔法，比如列车虽然靠电和油驱动，但也装有控制车速和防过热的魔法引擎。如果一股脑把上面的魔法全部解除，不仅会导致交通瘫痪，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修复，到时不仅会被追讨巨额赔偿，更会被整个抗魔行业彻底封杀。听完这番话，李灿顿时心凉了一截，毕竟自己之前一直都是无差别破除魔法，照这么看，他恐怕连今晚实操考核的门槛都没达到。店长却表示事情并非没有转机，他提醒李灿，他的体质其实能根据意愿来控制，如果真的只能无差别消除魔法，当初他就根本无法成功进化龙灵，更别说平安回到家里。所以李灿现在真正需要练习的就是学会靠意愿控制体质，每次精准解除指定的一项魔法。听到这里，李灿重新燃起信心，表示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见李灿打起精神，店长开心的打了个响指，透露自己做了整整1盒弹弹球，收在香烟柜下方的抽屉里，方便李灿有空时随时拿出来练习。看着满盒的弹弹球，李灿没想到店长为了帮自己特训，居然一口气准备了这么多。店长表示自己说过会全力支持他，虽然在魔法上能帮的忙有限，目前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但他坚信李灿一定能够做到。听到这番鼓励，李灿握紧拳头，鼓足勇气，正式拉开了特训的序幕。李灿紧盯着罐里不停弹跳的彩球，找准时机捏在手里，上面的魔法却依旧被瞬间全部解除，再次变成了一颗黑球。面对这又一次的失败，李灿叹着气把球丢进箱子，不知不觉间，这已经是第50次尝试失败。李灿发现光，在脑子里想，要精准解除某种魔法根本没用，眼看罐里只剩最后3颗球，剩下的机会所剩无几。既然体质是由意愿控制，难道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才行？正当李灿苦思冥想时，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与铃声。李灿赶忙收拾好桌上的东西，招呼来客稍等片刻。一抬头才发现进店的竟然是好久不见的郎先生。郎先生笑着跟他打招呼，很意外李灿还能一眼认出自己。李灿一边结账一边打听郎先生最近是不是在别处兼职。郎先生解释说是听了同伴的建议，想多去不同的地方看看，虽然开阔了眼界，但因为交通不便没法经常回来。面对郎先生对自己近况的关心，李灿只能尴尬地表示一言难尽。两人聊着聊着，店门再次被推开，一位白发少女缓缓走进了店内。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少女突然抽噎着大声打听店里的纸巾究竟放在哪里，把李灿和郎先生当场看愣在原地。李灿指了指最右边的角落，少女一边哭着道谢，一边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李灿悄悄向郎先生打听，那位客人该不会是水鬼吧？郎先生观察了一下，推测对方很可能是雪女。话还没说完，少女突然失控大哭，强大的寒气瞬间席卷全场，将周围的一切全部冻结。郎先生解释，雪女的冷气会随着情绪波动剧烈增强，看来她遇到了相当伤心的事，必须先想办法让她冷静下来才行。面对这突发状况，李灿坦言自己并不擅长安慰别人。郎先生见状主动提出帮忙，觉得多个人开导或许解决得更快。李灿考虑到对方阅历丰富，确实比自己更擅长沟通，便点头答应下来。两人一起走到哭泣的雪女面前，开门见山地跟对方沟通，表示理解她心里难受，但如果冷气再继续扩散，店里的生意可就没法做了。听到两人的劝阻，雪女哭得更加伤心，哀求能不能在店里多待3分钟，3分钟后自己一定离开。面对这可怜的模样，李灿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郎先生顺势蹲下身子，用极其温柔的语气安抚对方，劝他把心里的烦恼讲出来，多个人倾听或许能轻松一些。看着郎先生突然切换沟通模式，李灿在一旁看得当场愣住。在郎先生的引导下，雪女终于说出了伤心的原委，原来是她的男朋友出轨了同事。听到居然是这种戏剧性的理由，李灿当场给整懵了。雪女哭诉说男友骗她今天要加班，结果她自己去看电影时，正好看见对方和女同事一起走出来。李灿听完忍不住感叹，这剧情简直就像电视剧一样。郎先生顺势打听当时有没有直接吵起来，雪女坦言两人当场爆发了冲突，甚至还互相揪头发，最后因为实在太疼，他才不得不撒腿就跑。更离谱的是，对方居然还在身后大声叫嚣，威胁要把他彻底撕碎。听到这么彪悍的言论，李灿直呼这哪是什么言情剧，分明就是恐怖片。雪女越想越觉得荒谬，气得紧紧捏住手中的纸巾，周身的寒气也随之猛然暴涨。雪女气不过，抱怨那个女人明抢了她男朋友，平时就总是针对自己，如今竟然还能那么嚣张。一旁的李灿刚想开口，郎先生便接过话头，询问雪女心里是否还爱着对方，又或者想找那女人好好谈谈。雪女的情绪渐渐平复，直言自己根本不想再跟那种恶心的人有任何交集。郎先生却指出，他心里显然还有未解的遗憾，如果现在不把事情彻底说清楚，这份不甘就会变成一辈子的负担。郎先生接着劝道，
哪怕现在再艰难，也该试着去解开这个心结，这样未来才能重新露出笑容。听完这番话，雪女擦干眼泪，承认如果现在继续逃避，以后一定会更加后悔。她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内耗上。雪女转身走向店门，表示哪怕回去还要互相揪头发，这次也绝不会再退缩，一定要把事情彻底解决。出门前，她微笑着向郎先生和李灿道谢，终于下定决心去面对问题。还没等雪女出门，店外突然传来一阵轰鸣，一辆红色跑车在门口急刹，车门缓缓打开，身穿红西装的女人走下跑车，一开口便对着雪女冷嘲热讽，质问她逃出来难道是为了找其他种族帮忙，还是想找新目标勾搭？女人冷笑道，雪女还是一如既往的窝囊。面对这番嘲讽，雪女质问对方抢了人怎么还有脸出现，女人却根本懒得听她废话，不仅当面承认抢走了对方男友，还大言不惭地表示感情本来就是要靠自己去争取，劝雪女趁早放弃。这番嚣张的发言瞬间把雪女彻底点燃，极寒的冰霜魔力瞬间从她脚下蔓延，眼看地面转眼被冻结，一旁的李灿直接惊呆，没想到两人竟要直接在门前开打。李灿赶忙上前劝解，希望两人能坐下来好好沟通，顺带提醒女人这里不能停车，希望她能把车挪走。可话还没说完，女人直接叫他闭嘴，掌心瞬间凝聚出剧烈火球，威胁李灿这个局外人少管闲事，否则连他一起送进医院。李灿吓得赶忙解释，表示门口有监控，自己也没打算带谁走。可雪女根本听不进去，伴随着极寒冰晶爆裂升起，她怒吼着表示就算死也绝不会把男友拱手让给对方。被夹在火球与冰霜中间的李灿彻底沦为了这场冲突的受害者。关键时刻，郎先生突然出手，轻拍雪女，劝她冷静。原本狂暴的冰霜瞬间消散，雪女也脱力瘫倒在地。眼看突发变故，手握火球的女人当场愣住，质问李灿这老头究竟是哪来的，为什么总是多管闲事？怒气冲冲的女人正准备出手，威胁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谁知郎先生瞬间移动到了他身后，干脆利落的将他一击打晕，随后客气的向对方道了个歉，轻松化解了这场危机。郎先生坦言自己本想看两人自行解决，但眼看冲突升级要互相伤害，这才不得不出手干预。随后他接住晕倒的女人，顺口关切起李灿的情况。听着郎先生轻松的问候，李灿呆呆的表示自己没事，却忍不住打听，难道做代驾司机还需要掌握这种身手吗？郎先生理所当然的表示，代驾只要接单就要随叫随到，反应不快根本没法在行业里生存。看着郎先生一本正经的解释，李灿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身手怎么看都不像个普通司机。不过眼下的冲突虽然解决，门外留下的巨大冰块却成了接下来要处理的新难题。李灿好奇这些冰块放着会不会自己融化，郎先生解释魔法冰块可没那么容易消退，只要内部残留着魔法就极难融化，通常得找抗魔专家处理才行。听完郎先生的解释，李灿这才反应过来，既然目标是彻底消除这些冰块，那根本不需要像特训时那样刻意控制意愿。他试着伸手触碰眼前的冰晶，指尖刚一碰到，巨大冰块便瞬间开始消融，连一旁的郎先生看了都直呼神奇。看李灿轻松消除魔法，郎先生好奇打听他是不是专业抗魔。李灿不好意思的表示自己只是懂点皮毛，顺便打听对方是怎么看出来的。郎先生解释说，自己每月固定时间都要去趟医院，看那里的抗魔专家接诊，接触久了自然就能看出门道。听说医院里居然有抗魔专家，李灿赶忙打听起详细情况，坦言自己正在考抗魔资格证，虽然理论笔试已经通过，却一直卡在实操环节，希望能从郎先生的分享里找线索。郎先生听完十分意外，毕竟看李灿刚才化解魔法的手法，根本不像还在学习阶段的实习生。听完李灿的困境，郎先生顺势提出想请他帮忙，觉得直接展示出来会更清楚。郎先生主动挽起袖子，露出手腕上带有锁链的魔法印记。看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印记，李灿当场愣住，追问这究竟是什么东西。郎先生解释，这是用来压制狼人本能的压制术士，能抑制过敏的感官，以及满月时想要仰望夜空的冲动。他每个月都要去找医生接受治疗，用来抵消体内的狼人本能。而在这个过程中，抗魔专家最核心的能力就是学会温柔的施展魔法。听到温柔施法这个词，李灿感到十分纳闷。郎先生接着解释，如果施法手段不够温柔，可能导致感官过于迟钝，变成植物人，或者让狼人在满月时只能低头看地。简单来说，如何稳妥削弱强悍种族的特征，才是抗魔的核心所在。李灿听完全明白过来，原来抗魔专家需要懂得魔法，才能对压制效果进行中和，但这却让李灿犯了难。他天生就没有任何魔力，根本没办法使用魔法，这跟正常的抗魔方式截然不同。郎先生见状顺势打听李灿平时究竟是怎么控制能力的。李灿坦言自己全凭意志控制，这早已成了他体质的一部分。听完这番话，郎先生若有所思地表示，李灿的情况其实和他非常相似。话音刚落，郎先生便展示出了自己的狼爪。李灿被眼前这一幕吓了一跳，连忙打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郎先生随口安慰道，只要不乱挥就不会有危险。接着郎先生解释说，如今技术有了进步，已经不需要再经历那些波折，但在过去为了压制狼人的本能，他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才形成了如今的体质。李灿听完恍然大悟，明白了，郎先生正是靠着这些努力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体质。郎先生对此表示认可。李灿顺势追问，当年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希望能了解得更具体一些。郎先生
沉吟着陷入了思考。狼先生回忆起过去的训练，那时他们会被锁链绑住，面前放着够不到的生肉，只要顺从本能扑过去，锁链就会刺进肉里，只能靠强忍剧痛来维持理智，从而磨练出极强的耐力。听到这种残酷的压制方式，李灿吓得当场打起冷战，生怕对方也要用这招训练自己。狼先生见状顺势询问李灿拥有这种体质究竟想做什么。李灿坦言自己只是想考下抗魔资格证。狼先生听完却指出，这是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是真正想做的事。李灿听得一头雾水，觉得这两者根本没什么区别。狼先生主动讲起自己的过去，他当年曾在战争中的特战队服役，那时大家都在拼命战斗，满月时狼人的力量最强，根本不需要压制本能。可当战争结束，和平时代到来，大家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狼先生自己，他的本能比其他狼人都更强，为了能正常生活，他付出的努力自然比别人更多。狼先生坦言，当初越是强行压制本能，对身心造成的损伤就越大。李灿听完忍不住追问，那后来又是怎么控制好的？狼先生解释说，比起找到了有效的方法，不如说是一个契机改变了一切。直到女儿降生，第一次抱起襁褓中的孩子，他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想随时用人类的双臂守护她，而不是用野兽的爪子。凭着这份强烈的信念，在女儿出生后的第一个满月，他终于成功战胜了兽化本能。狼先生表示，女儿的出生就是他的转折点，只要李灿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契机与渴望，就一定能够做到。听完这番话，李灿深受启发，郑重地向狼先生致谢。解开心结后，狼先生指了指倒在地上的雪女和女人，问李灿接下来打算怎么处理这两个人。李灿这才想起正事，赶忙打听他们什么时候会醒。狼先生估计大约需要20分钟，并询问李灿是否打算报警。见李灿有些迟疑，狼先生补充道，即便刚才的冲突没有造成实质伤害，私自用魔法伤人也已经构成了严重犯罪。狼先生提醒李灿，无论如何，两人私自使用魔法都已经违法了。见倒地的两人逐渐醒来，狼先生便问李灿打算怎么处理。李灿犹豫再三，考虑到没人受伤，也没造成严重后果，便决定这次不追究了。不过李灿还是有些担心，不知道他们之后会不会再打起来。狼先生听完微微一笑，表示他们一定会体谅李灿的心意。危机彻底化解，狼先生打完招呼便准备离开，李灿也连忙点头向他道别。李灿向狼先生郑重致谢，抱歉耽误了他一整夜的代驾工作。狼先生笑称这经历挺新鲜，自己也算乐在其中。临走前，狼先生特意停下脚步，祝李灿的抗魔资格考试顺利，相信他一定能做到，属于他的转折点很快就会到来。送走狼先生后，李灿坐在店里拖着腮发愁，虽然解开了心结，可自己依然没找到控制魔法的具体办法。而抗魔实操考试偏偏就在今夜，看到李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在旁边画画的小女孩主动关切，以为他是太困了。李灿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只是在想些事情。李灿接着提起前几天一直没在店里看到他，还以为他是生病了。听到李灿的关怀，小女孩害羞的表示感谢。看着桌上的画册，李灿顺口夸赞起来，打听画里是不是他和妈妈。小女孩开心的点头承认。李灿笑着说，他妈妈收到这幅画一定很高兴。得到夸奖的小女孩兴致大发，当即表示也要给李灿画一张。这突如其来的热心反而把李灿吓了一跳。李灿连忙摆手拒绝，解释说被画进别人画里太尴尬了，劝他还是别画了。可小女孩根本没在听，依然埋头在画纸上涂涂改改。见李灿不同意，小女孩退了一步，表示可以把李灿画成蝴蝶，接着双手合十开始撒娇拜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可爱攻击，李灿彻底败下阵来，心里忍不住吐槽，怎么自己总是毫无防备的遭遇暴击。李灿最终还是心软答应了。小女孩高兴的动起笔来，李灿坐在一旁安静的陪着，看着她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往画纸上贴着纸花。没过多久，画就完成了。草地上不仅画了两个人，还铺满了粉红色的纸花。李灿见状赶忙鼓掌夸奖。小女孩期待的打听，妈妈收到之后会喜欢吗？李灿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会喜欢了。李灿夸赞他画得很用心，正好赶在母亲节前完成。为了防止画纸损坏，李灿细心的帮他把画包装妥当。可画好之后，小女孩却低落起来，沮丧的喃喃自语，以后再也没有理由来这里了。看出了他的依依不舍，李灿笑着开口打趣，问他还记不记得之前一起抓过的那个小偷。小女孩愣了一下，点点头。李灿接着提醒道，当时小偷想偷价值5万韩元的东西，顺势问他知不知道5万韩元到底是多少。小女孩算了算，自己每天只有500韩元零花钱。李灿告诉她，想要攒够5万，得整整存上100多天。为了感谢他之前帮忙阻止偷窃，李灿主动承诺，在这100天里会随时帮他，不管是作业还是困难都可以找他。小女孩连忙追问，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李灿点头答应，并顺口打听他现在是否有需要。小女孩当即掏出一张写满神秘符号的纸，解释这是需要在睡觉时完成的幼儿园作业。看着纸上完全看不懂的文字，李灿连忙拿出手机拍照，打算用翻译软件查查上面究竟写了什么。翻译软件很快识别出了内容，原来这份作业的主题是我的梦想，并且要求和小朋友的父母一起讨论完成。小女孩表示后天就要交作业，可自己对题目完全一头雾水，甚至以为这是在问睡觉时做梦的内容。李灿见状赶忙解释，这里的梦想指的是未来想做的事。看清要求后，李灿直言这份作业自己没办法帮他。小女孩大吃一惊，赶忙追问原因。李灿解释说，上面明确写着必须和父母一起完成，
小女孩失落的坦言，妈妈现在正在外地出差。李灿顺势打听妈妈什么时候能赶回来，小女孩低着头表示要到明晚11点才能到家。知道妈妈工作忙也是无奈，李灿摸了摸她的头，建议她先想想自己的梦想。小女孩握着笔，反而好奇地打听起李灿的梦想。李灿笑着表示这是他的作业。面对小女孩的迷茫，李灿耐心地开导她，不用把梦想想得太复杂，就想想那些现在想做却做不到的事，鼓励她好好思考后落笔。小女孩一边在纸上认真书写，一边说出自己的心愿。她希望能交到朋友，还能和朋友们一起快乐地玩耍。好奇这算不算是梦想？阳光下的公园里，小朋友们正聚在一起开心打球，欢声笑语响彻了整个场地。可每当皮球滚到脚边，小女孩捡起球主动表达想一起玩时，其他小朋友的神情就会变得非常阴沉。小女孩失落地表示，大家似乎都不太愿意带着自己玩。听到这里，李灿赶忙打听她是不是在学校遭到了欺负。小女孩赶忙摇头否定，表示大家并没有欺负她，只是不愿带她一起玩。李灿听完追问这件事她妈妈是否知情，小女孩点点头坦言，妈妈曾提出带她换一家幼儿园，但如果搬去很远的地方，以后就见不到李灿了，所以她坚决不同意转学。听到这番真实的心意，李灿被感动得捂住脸，想不通这么懂事听话的孩子怎么会一个朋友都没有？明明在多种族共存的世界，大家不会因为外貌差异就排斥别人，那究竟是为什么？小女孩这才说出真实原因，其实是她自己害怕去跟别的小朋友说话。小女孩解释起害怕的原因，她说每当自己试图询问时，只要一和对方对视，对方身上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这让她总觉得全都是自己的错。李灿听完主动提出建议，问她如果自己能让她看不到那些颜色，她是否愿意再去尝试和大家沟通。李灿接着补充自己有一项特殊的本事，想借小女孩的火焰验证一下。小女孩却说医生早已明确表示过这根本无法消失。其实小女孩属于极为稀有的龙族，那些影视作品里的威猛形象才是这个种族真正的原貌。为了方便在日常生活里行动，成年龙族都会用变形魔法保持半人半兽姿态，可年纪还小的孩子无法独自施展，所以他每隔2周就要去大学医院接受一次变形魔法。当时他特意向医生问起看清颜色的事，医生却说他体内的火焰生长得很好，以现在的技术根本无法消除，这反而是值得珍惜的祝福。妈妈听完也觉得彻底放了心。小女孩困惑地问李灿，这难道真是什么坏事吗？李灿当即否定了她的顾虑，直言这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个能让别人无法欺骗他的神奇能力。李灿顺势提起他之前抓住小偷的经历，表示自己完全理解他妈妈的心情，有了这项本事就意味着他这辈子都不用担心会被别人坑骗了。可如果能力会让人无法靠近别人，宝贵的童年眨眼就会过去。李灿不禁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受过的委屈，绝不能让这种遗憾重演。李灿劝小女孩先别管医生和妈妈的说法，认真询问她自己到底想怎么做，毕竟感到难受的人是她自己，她的意愿才是最关键的。既然她心里渴望交到朋友，李灿表示可以帮他暂时消除那些黑色，但要想真正和大家拉近距离，还是需要他勇敢迈出第一步。面对李灿的询问，哈娜犹豫再三，终于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只要看不见那些奇怪的颜色，他就敢去和朋友们说话。他恳求李灿帮帮自己，李灿点头答应下来，让哈娜转过身面向自己，接着提出要摸摸他的脚，解释说只有碰到脚才能施展能力。哈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表示因为是李灿，自己完全信任他。看孩子这么信任自己，李灿瞬间斗志昂扬，发誓这次一定要成功。他在心里仔细盘算起施法的注意要点，首先必须在不破坏医院变形魔法的前提下，精准屏蔽掉脚看清颜色的能力。其次，不能永久消除这项能力，只需要让他在幼儿园上课期间暂时失效。毕竟要是真把孩子的脚给弄坏了，到时候哈娜妈妈非找他算账不可。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得先保住他自己的身体安全。李灿在心里暗暗打愿，发誓这次绝对不能搞砸。他提醒哈娜自己要开始了，随后按住他头上的小脚施展能力。可还没过几秒钟，李灿就宣布大功告成。哈娜摸着小脚，有些不敢置信，困惑地追问是不是已经结束了。看孩子这副反应，李灿紧张地以为出了差错，赶忙打听是不是哪里感觉不对劲。哈娜却摇摇头表示并不是那样。哈娜半信半疑地走到门口，紧张地握紧了门把手。一想到那些令人害怕的刺眼颜色，她心里还是有些发慌。但想到李灿刚才的承诺，哈娜咬咬牙，一把推开门走了出去。当他抬头看向街上往来的人群，原本笼罩在路人身上那些杂乱的颜色，居然真的全部消失了。看着眼前明亮又干净的世界，哈娜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哈娜忍不住连连发出赞叹，兴奋地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干净的世界，眼前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无比新鲜神奇。哈娜擦着眼泪，好奇地追问李灿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李灿坦言自己只是单纯靠意志力去尝试。看着哈娜激动的模样，李灿陷入了沉思，意识到自己之前可能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他联想到之前那位司机的转变，契机同样也是因为女儿，并不是为了多么宏大的梦想或未来，只是想安抚怀里刚出生的孩子，单纯希望孩子能获得幸福。哈娜有些担忧地打听，要是自己主动开口，大家还是不愿意一起玩怎么办？李灿毫不犹豫地表示，那就把他们全带到店里来，自己会备好零食和桌游，陪大家一起玩。
李灿耐心地开导哈娜，刚开始尝试可能会有些困难，但只要迈出那一步，就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复杂。鼓励他不用害怕，只管自信地去和大家交流，相信他一定能做得很好。听到这番话，哈娜备受鼓舞，开心地表示一定会自信地去试试。李灿也高兴地为他鼓掌加油。考虑到还要随时观察他的情况，李灿便打听起他的家庭电话。没想到哈娜直接掏出智能手机，主动要求相互留个联系方式。李灿一边配合一边暗自感慨，现在的幼儿园小朋友居然都有手机了。存好号码后，哈娜打听起李灿的名字，李灿顺势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李灿。哈娜开心地把名字存好，也笑着介绍自己叫哈娜。隔天一早，店长开门进店，热情地跟李灿打招呼，却发现李灿正虚弱地瘫趴在柜台上，整个人仿佛被掏空了一样。店长关心地上前询问情况，打听他是不是因为练习弹珠太辛苦。这句话瞬间提醒了李灿，他猛然回过神来。李灿摇摇晃晃地支撑起身体，执意要继续把剩下的弹珠练完。店长见他连站都站不稳，连忙出言劝阻。李灿解释说只剩下最后一个弹珠了，店长这才反应过来，惊奇地打听他是不是把其他的都练完了。李灿抱歉地表示麻烦店长特意过来帮忙。店长打听他掌握的如何，李灿表示中间虽然波折不断，但自己确实摸到了仙门道。看李灿的状态实在虚弱，店长劝他把练习推迟到晚上，赶紧收拾准备回家休息。李灿连忙道谢答应下来。看着剩下的一大堆弹珠，店长自责地叹了口气，觉得是自己把任务安排得太难，这项练习连专业人士都觉得吃力，更别说留给李灿的时间还这么短。店长一边整理剩下的弹珠，一边担心李灿在考试时会打击到信心。可当他拿起其中一颗时，却惊奇地发现弹珠上只剩下了变色魔法，这意味着李灿不仅没有放弃，还真的成功练成了。睡了一大觉醒来，李灿感觉神清气爽，但他心里十分纳闷，以前打工再辛苦也从来没累成过那样。还有弹珠练习的事，他依稀记得在失去意识前，店长兴奋地告诉他，就只剩最后一颗弹珠了。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赶在倒下前练成了。虽然心里百思不得其解，但想想自己从小体质特殊，李灿便打算等之后再去向店长请教。比起这些，李灿更担心哈娜的情况，赶忙拿出手机发去消息，询问她今天感觉怎么样。看到哈娜回复说一切正常，李灿这才松了口气，叮嘱她一旦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一定要立刻联系自己。哈娜也爽快地答应下来。李灿看着回复，发现哈娜拼写还没完全掌握，便提醒她把给妈妈的礼物藏好。哈娜兴奋地答应下来，李灿也发自内心希望她的惊喜能顺利。这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新提醒，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恩赫发来问候，打听李灿最近过得怎么样。李灿心里一阵纳闷，从去年12月到现在，两人就再也没联系过，不知道这家伙怎么会突然找过来。他有些无奈，要是把自己最近的经历实话实说，对方绝对会以为他疯了。犹豫片刻，李灿还是礼貌地打字回复，表示自己最近一切都好。李灿来到便利店，一推开门，直接愣在原地。店里挤满了来自异世界的各种顾客，现场热闹非凡。看到店长正熟练地忙着结账，李灿赶忙跑上前想帮忙，店长却笑着拒绝了他，表示这个时间段平时就人多，自己完全应对得过来。他还提醒李灿，自己已经联系了允和，一会儿过来，专门负责送他去考场，让他放松心情，可千万不能耽误了考试。李灿提出在允和赶来前先留着帮忙，没想到店长却说人已经到了，允和早就在店里打起了招呼，让李灿大吃一惊。店长递给李灿一瓶疲劳恢复剂和一张充好钱的特制交通卡，让他留着买饮料补充体力。李灿连忙道谢，与店长告别。李灿跟着允和走出便利店，允和一见面就打趣起他，笑着称呼他为第一名，接着准备带他出发前往考场。两人坐上了前往考场的地铁，看着车厢里来来往往的乘客，李灿发现这里的早高峰气氛和自己原本的世界其实差不多，早知道这样感觉，自己一个人来也没问题。这时允和突然凑过来打听，问他是不是真的第一次搭乘地铁，解释说店长担心他不熟悉路线，这才特意安排自己过来陪同。李灿有些不好意思的坦言，自己现在看着路线应该也能找到地方。允和却果断泼了盆冷水，表示要是没有他带路，李灿绝对找不到考场。允和解释说这条地铁线路极其复杂，甚至被大家戏称为地狱魔法阵，每天上班族都像在渡劫，所以让他安心跟着自己就好，反正他今天时间充裕的很。听着这夸张的别称，李灿拿出店长给的疲劳恢复剂，遗憾好多问题都没来得及请教店长。允和见状便顺势打听起他的疑惑。李灿坦言自己在练习时研究了体质，虽然现在已经能随心所欲控制，早上还帮了店里熟识的小朋友，但事后却会感到异常疲惫，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听完李灿的描述，允和立刻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允和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消耗了比平时更多的力量。李灿听完更加困惑，允和进一步补充说，反魔法专家确实常遇到这种情况。接着顺势打听他之前用能力做过最难的事是什么。李灿回忆其早上帮哈娜处理脚的经历，坦言当时必须同时顾及好几个细节。允和若有所思地分析，这很可能促成了他体质的变化。以前他都是无意识地施展能力，而这次不仅是主动控制，消耗的能量也远超以往。说完，允和打量起李灿，顺口打听他平时有没有做过体能锻炼。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李灿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允和接着补充道，熬夜再加上过度消耗体力，感到疲惫也是理所当然。这也让他终于明白，
店长为什么会特意准备恢复剂？两人随后顺利抵达了考场。面对眼前的考场大楼，李灿坦言心里比预想的还要紧张。允和安慰他放轻松，表示这次本就是来积累经验，即便没过，重新准备再考就行，到时候自己还会亲自训练他。李灿向允和道过谢，便收拾好心情，独自迈向考场。允和招呼李灿考完后去附近的咖啡店找他。李灿一边给自己打气放轻松，一边推开2号讲堂的大门。主考官德卡德早已等在里面。随着所有考生到齐，他当场变出一个收纳箱，宣布在考试开始前要收缴大家随身携带的物品。面对台下的考生，德卡德态度严肃冷峻地监督着全场，随时准备展开接下来的考核。德卡德开始讲解时操考试规则，表明这场考核旨在评估众人是否具备国家反魔法认证的实务能力。只见他指尖轻弹，考生们的随身物品被全部收走，每人桌上凭空出现了一台平板。德卡德随即宣布，考方已提前准备好实务任务清单，屏幕上弹出了任务选择界面。李灿环顾四周，打量着现场，发现加上自己在内，全场一共只有6名考生参与考核。德卡德接着公布具体考核规则，这次一共准备了18个任务，全都分布在学区范围内，考生只需挑选并完成其中3个，随后按时返回讲堂即可。为了防止考生私下恶意竞争，在正式接下任务之前，具体内容与难度将完全保密。面对这种盲盒一样的抽题规则，李灿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吐槽。德卡德随后严肃交代考场禁令，考核期间严禁任何暴力与犯罪，除了对接委托人，禁止接触其他考生或无关人员，同时也严禁作弊，严禁使用未经授权的魔法道具，或是擅自离开指定考场区域。德卡德进一步警告众人，一旦违规被检测系统抓包，不仅会被取消本次考试资格，还会面临整整3年的禁考处罚。但他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只要不触碰既定的规则底线，考核过程中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李灿听到这里再次暗自吐槽，这底线范围听起来过于含糊。面对其他考生的疑虑提问，德卡德表示任务均已按能力定制，完全不必担心难度问题，确认全场再无其他异议。德卡德看了一眼时间，此时正好是早晨7点08分，要求众人必须在10点10分前完成3个任务并返回此地。随着考官一声令下，国家反魔法实操考核正式开始。考核指令刚落，其他考生便瞬间冲出了讲堂，唯独李灿依旧坐在原位，毫无动静。德卡德见状便上前主动询问，打听他为何还不出发。李灿解释说自己原本还有疑虑，请求能否再补充提一个问题。获得考官的许可之后，李灿拿起桌上的平板打听起来，询问这台机器上的所有功能，难道全都是用魔法安装上去的？面对这出乎意料的怪异提问，德卡德顿时愣在原地，无言以对。安静的讲堂里只剩下时钟滴答作响。李灿独自来到外面的长椅上坐下，盯着手中的机器泛起了愁。虽然任务地点的名称已翻译成韩文，但他对异世界的常识一无所知，根本无法理解具体委托的含义。眼看其他同考人员早已出发，李灿犹豫是否干脆碰运气盲选，可转念一想自己29年来的倒霉运，向神明祈祷从来就没有管用过，最终还是决定打消盲选念，头重新斟酌。这时李灿忽然想起德卡德的交代，只要不触碰底线便可用任何手段，但对方自始至终都没说过不能对检测平板本身下手，若这属于违规行为，作为考官绝不可能不提前说明。李灿仔细打量手里的机器，发现屏幕上隐隐流转着魔法痕迹，上面的功能确实全由魔法安装。他也终于恍然大悟，刚才德卡德为何会陷入沉默，没有正面拒绝，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变相默许。想到这里，李灿直接伸手按住屏幕，准备对这台考场平板大干一场。李灿当即催动自身的能力，一举消除了平板上的检测魔法。顺利搞定之后，他立刻带着机器离开考场，准备找允和帮忙验证筛选。两人很快在咖啡馆碰面。听完李灿这一连串的离谱操作，允和整个人当场呆滞在原地，感叹他居然能在短时间内想出这种出人意料的破解手段。李灿只能无奈地笑着表示，当时时间紧迫，自己也是别无选择。允和接过平板，仔细检查后确认机器依然在正常维持运转，除了被抹除的检测功能之外，其他魔法模块全都完好无损。第一步验证顺利过关，李灿赶忙凑上前询问具体的任务列表，想知道是否有适合自己的项目。允和翻看屏幕后表示，列表里确实有几个自己了解的委托，但郑重建议李灿优先排除掉4号与8号任务。面对李灿的追问，允和解释4号委托位于殡仪馆，反魔法专家被叫去那种场所，往往意味着极其棘手的麻烦事。至于8号委托，则在建筑工地，现场环境一片混乱，负责人过于忙碌，根本无暇顾及他。听到这些分析，李灿反倒觉得省去了不少心思，至少成功避开了2个陷阱。随后，允和在剩余任务中筛选，建议他去尝试17号委托。该地点距离咖啡店仅5分钟路程，以李灿目前的实际水平，绝对能够轻松应对。2人随即一同前往17号委托地点。沿途经过街边时，李灿目睹路人竟在搀扶骷髅长辈出行，允和在前方急促催促他快步跟上。李灿看着平板上的定位指示，忍不住再次向允和发声确认，这里难道就是委托的目标地点？允和给出了十分肯定的答复，眼前这座建筑正是那骨堂。本次委托要求检查内部的骨头，核对是否存在混淆错乱的情况。允和直言，虽然与骷髅打交道很棘手，但也总比直接面对尸体强得多。
允和带着李灿走进那古堂内部，可眼前的场景却让李灿大吃一惊。这里不仅环境明亮温馨，甚至还有兽人和骷髅在欢快交流，完全没有想象中肃穆安静的氛围。看着这颠覆常识的画面，李灿一时间愣在原地发起呆来。允和连忙叫醒他，提醒他时间紧迫，赶紧办正事。前台的羊角工作人员开门见山催促他说明来意，李灿这才反应过来，上前表明自己是来做反魔法实操考试的。李灿补充说明，委托人是这里的馆长，麻烦帮忙联系一下。工作人员一听，立刻热情的在前面带路。看到李灿突然变得这么礼貌客气，一旁的允和忍不住偷笑起来，调侃他这说话语气跟在便利店打工时完全不一样，活脱脱像个公务员。李灿无奈解释，自己以前上班为了避免麻烦，早就习惯了这种工作态度。允和好奇追问他以前难道真是公务员？李灿表示自己只是个普通社畜。说话间，工作人员将两人带到了地方，让他们在此稍等片刻，自己这就去请馆长过来。门关上后，李灿还是忍不住向允和打听，这里不仅氛围过于明亮，大家还在聊寻找骨头的事，难道是要把骨头磨成骨灰？听完李灿的疑问，允和大吃一惊，连忙向他解释异世界的常识。在这里，骷髅身体最多只能维持2周，因为容纳灵魂的头骨会损耗，必须定期更换新的骨头。而这家耐骨堂就是专门存放、挖掘或合法捐赠的遗骨，来为骷髅们提供替换材料。听完允和的解释，李灿连忙表示是自己想多了。看着眼前保存完好的遗骨，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小时候在科学教室也见过骨骼模型，这总比直接处理尸体要强。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一位面如骷髅的男子走了进来，对方自我介绍正是这里的馆长。在确认李灿是来参加反魔法考核的考生后，准备详细交代委托内容。据馆长透露，几天前那古堂收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遗骨，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馆长解释说，运来的遗骨出了2个问题，处理公司注入了过量的防腐剂，而且这批遗骨的对应清单也弄丢了，补办档案至少需要1周时间，到那时遗骨早就腐烂，无法使用了。听完这些，李灿也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要帮他们找出那批出问题的遗骨。馆长无奈表示，现场的棺木数量实在太多，挨个检查不仅费时，重新修复里面的魔法阵成本也太高。李灿听完爽快答应，问清位置后，跟着馆长一起前往现场。允和悄悄凑上前询问，觉得这委托听起来有些含糊，不上手打开棺木，真的能找出问题的遗骨吗？李灿琢磨了一下，表示没问题，以前在便利店时自己就处理过类似的情况。听李灿这么说，允和放心的表示，那很快就能搞定了。然而等推开门进入现场，眼前的场景却让两人瞬间愣住，成百上千的棺木密密麻麻排开，数量多的完全超出了想象。馆长介绍，现场一共有384口棺木，其中只有1口装有出问题的遗骨。允和听完忍不住唏嘘，直言李灿这下真的遇到大麻烦了。李灿上前挨个趴在棺木旁观察，忙活半天却完全毫无头绪。允和在一旁忍不住提醒，过去了10分钟才检查了7口棺木，照这进度恐怕整场考试都要耗在这。李灿承认自己确实低估了难度，原本以为能像平时那样一眼看穿，可所有棺木都施加了魔法保护，在他眼里全是一片模糊，根本无法快速找出目标。看着剩下的377口棺木，李灿意识到挨个检查根本行不通，必须重新想个办法。这时他注意到场地中央的梯子，立刻有了主意。李灿赶忙叫上允和帮忙搬梯子，解释说既然一口口查太慢，不如爬到高处俯瞰全场，争取一次性找出有问题的棺木。允和觉得这办法听起来可行，但还是有些怀疑他能不能做到。李灿踩着梯子径直爬了上去，表示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试上一试。站在高处俯瞰，整座内骨堂的棺木在李灿眼里全被扭曲。他推断出问题的遗骨带有魔法防腐剂，对应的棺木扭曲程度肯定非同寻常。强行观测大量魔法信息，让李灿瞬间感到一阵恶心不适。梯子下的允和见状，赶忙劝他别勉强。李灿咬牙支撑着继续搜寻，终于在密密麻麻的棺木中锁定了一口散发着独特光芒的目标。他立刻叫允和去把馆长喊过来。馆长赶来确认并勾点了完成委托，连声感谢李灿迅速解决了难题。没想到出问题的遗骨居然不止1具，多亏有李灿才没有酿成大祸。刚才强行使用观测能力，让李灿感到阵阵恶心，整个人虚脱地瘫在了允和身上。允和笑着表示他休息一会儿就好。想到考试时间紧迫，允和顺势向馆长打听附近是否还有其他委托。馆长查了查，表示离这5分钟路程的地方正好有一个。允和低头征求李灿的意见，李灿无精打采地点头同意。随后两人谢过馆长，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考点。李灿喝了口饮料，感觉身体恢复了不少。允和见状有些担心，询问他是否还能坚持。李灿表示自己精力充沛，刚才的虚脱只是暂时的。两人边聊边走，很快就来到了馆长提到的银行。走到银行门口，李灿看到一位身穿西装的哥布林，便上前打招呼，表明自己2人是来处理实操考试委托的。对方一听是介绍来的考生，二话不说就将2人往里面推，催促他们赶紧进去解决问题。李灿试图询问委托的具体情况，对方却态度恶劣的嚷嚷，说细节全写在了申请表上，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说完便径直关门离开。面对这莫名其妙的态度，李灿忍不住向允和吐槽起来。话说到一半，室内突然响起一声巨响，允和反应迅速，一把抓住李灿，将他扑倒在地。等两人定睛一看，飞过来的居然是一个垃圾桶。允和提醒李灿往前看，只看见拖把
扫帚和垃圾桶凭空漂浮在半空，正围着机器叫嚣着要抢钱。李灿怀疑这是遇到了骚灵现象，允和却若有所思，让李灿赶紧拿出表格确认具体要求。李灿翻出申请表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处理 ATM 抢劫犯。看着这奇葩的委托，两人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李灿凑近询问允和，这些工具是不是被恶灵给附身了？允和肯定了他的猜测。允和耐心地向李灿解释，所有生物活动时都会散发微量魔法残渣，这些残渣长期聚集就会凝聚成恶灵，通常会附着在容易被咒骂的物品上，虽然本身危险不大。李灿听完直言，这玩意刚才可砸过他们。允和解释，是银行一开始没当回事，长期放任不管才闹成这样。说话间，空中的工具们突然暴躁起来，疯狂叫嚣着让银行赶紧交钱，否则就要把这里全部砸烂。李灿这才完全搞明白，原来这次的委托任务就是要解决吊附在机器上的恶灵。李灿表示，要消除恶灵必须动手碰触，但眼前的工具太过暴躁，根本没法轻易接近。他打算假装满足恶灵的要求，借机寻找靠近的机会。听到恶灵叫嚣着要银行卡，允和果断掏出了卡片，提出由他先上前吸引注意力，李灿则趁机找机会碰触恶灵。两人商量好对策后，允和举起卡片径直走向机器，大声喊话，成功吸引了恶灵的注意。允和高举银行卡，大声谈判，表示只要放下武器就能好好沟通，要是敢继续造反，就把卡片和他们全部扔进废品回收站。这招威胁相当管用，原本暴躁叫嚣的恶灵瞬间安分下来，漂浮的工具纷纷掉落地面，机器屏幕甚至亮起粉色爱心，极尽谄媚的邀请允和插卡。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允和忍不住吐槽这机器对钱执着得过分，同时低声提醒李灿赶紧行动。李灿会意后立刻猫着腰，趁恶灵被允和完全吸引，悄悄向机器靠近准备动手。李灿顺利按在了机器上，本以为能像刚才一样消除恶灵，可眼前的紫色残渣却没有任何消退迹象。按理说触碰后就能解决问题，还没等李灿想明白怎么回事，机器突然阴森的开口质问，发现上当后当场彻底暴走。危急关头，允和大喊危险，飞身上前硬生生扛下了砸向李灿的机器。暴躁的机器不断发疯反抗，允和咬牙死死将他按住，局势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在将发疯的机器彻底按到后，李灿赶忙询问允和有没有受伤，允和松了口气，表示自己没事，接着追问刚才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李灿坦言恶灵根本没有被消除，允和纳闷是不是附着在了其他地方，但李灿十分笃定恶灵就在这台机器上。看着毫无反应的恶灵，李灿百思不得其解，以往只要亲手触碰，任何带有魔法的东西都会被瞬间消除，况且德卡德也说过考核难度不会超标。李灿重新推敲起自己的能力机制，如果触碰是生效的基础条件，那现在无法消除恶灵，难道是因为自己根本就没真正碰到它？想通关键后，李灿立刻朝着允和大喊起来。李灿大声喊道，恶灵藏在机器内部零件里，刚才只是碰到了机器外壳，这才导致能力没能生效，只要设法触碰到内部的组件，就能彻底消除恶灵。允和瞬间听懂了李灿的意思，这就意味着得把机器强行砸开。他再次向李灿确认恶灵是否真在里面。李灿十分笃定恶灵就在里面，只是无法确定他藏得有多深。确认恶灵就在里面后，允和直接把银行卡插进插卡口，随即顺手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准备直接找借口强行把机器给拆了。李灿猛然认出那张银行卡竟是工会的公款卡，可还没等他开口阻止，机器就弹出了成功存入的提示，卡里存下的上千万工会资金瞬间被这台机器全额扣光。允和取回卡片，看着空空如也的余额，提醒李灿工会所有的资金都没了。既然是被恶灵机器摆了一道，那接下来动手砸烂它，顺理成章就变成正当防卫了。允和握紧手中的短刀，这下证据和理由彻底充分了，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被骗走的钱全抢回来。话音未落，他挥起短刀对着机器疯狂砍砸，伴随着一阵剧烈轰鸣，整台机器瞬间被暴风般的攻击拆解。看着允和失控的破坏力，李灿赶忙出言提醒，建议直接把外壳剥开会更省事。允和举着拆下来的机器零部件，询问李灿还需要砸到什么程度。李灿看着眼前惨不忍睹的现场，只能表示稍微再拆一点点就行。允和刚觉得拆得差不多了，一只扫帚突然从身后飞出，径直刺向毫无防备的李灿。好在允和反应极快，果断挥出短刀，一击将袭来的扫帚劈成碎片。可还没等两人喘口气，身后突然传来阴沉的质问，怒吼着控诉他们是在犯罪。周围的工具再次亮起红光，凶狠的重新悬浮在半空，显然是被两人的破坏彻底激怒了。恶灵叫嚣着要让两人付出代价，允和顺势出手拦截，单手爆发出惊人重量，直接将恶灵死死按在地上，周围悬浮的工具瞬间掉了一地。恶灵拼命挣扎，却根本动弹不得。允和见状出言嘲讽，没想到闹事的恶灵连这点重量都扛不住。见恶灵彻底被收拾老实，允和转头叫上呆立在一旁的李灿，轻松表示危机已经解除，接下来交给警察处理，善后就行。哥布林职员看着被砸得稀碎的现场，忍不住抱怨怎么搞得这么乱。李灿赶忙解释，恶灵躲在机器内部，只能强拆。对方虽然无奈，还是按规定确认了委托完成。两人顺利搞定任务，走出银行。李灿向允和道谢的同时，忍不住担心起刚才的事情，毕竟允和为了引诱恶灵，把公司卡里的钱全部花光了。
想到回去可能会被公司严厉惩罚，允和也只能露出尴尬的笑容，承认这下确实遇到了大麻烦。允和坦言明天可能得写检讨报告，但还是安慰李灿不用太挂怀，并为惹出来的麻烦向李灿道歉。允和伸手弹了弹李灿的额头，让他收下这份好意就行，自己出手指是为了报答之前的恩情，这点麻烦他完全承担得起，只要李灿能顺利通过实操考试就好。听到这番话，李灿感动地向允和道谢。走在街上，李灿忍不住夸赞允和实力强悍，好奇是不是所有外卖员都这么厉害？听到外卖员的称呼，允和愣了一下，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还没介绍过真实职业。允和笑着表示自己的真正身份其实是一名猎人。允和补充说自己属于半公职人员，刚才使用的其实是控制重量的魔法，之前他把恶灵直接加重到了1吨，而现在指尖上的短刀却只有100来克。他笑着为之前没好好自我介绍道歉。话没说完，允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的正是店长。店长接通视频，询问允和是否已经安全把李灿送到了考场。可话还没说完，店长就突然愣住了。他从画面里看到李灿居然正和允和在一起。店长忍不住大声质问允和：出门前难道完全没有确认过时间吗？店长在视频里表示，李灿已经顺利完成了前2个实操测试，剩下的任务需要谨慎挑选。允和随即把测试列表展示给店长看，确认距离截止时间只剩下到晚上10点。眼看时间紧迫，店长果断指引李灿直接选择第6号题目。李灿点开任务后却有些吃惊，上面居然显示内容需要协商后决定。店长接着解释，这个任务地点的名字隐喻着起点。店长在电话里劝李灿相信他，表示这位监考官绝对不会难为他，让李灿直接过去参加考试。李灿听从建议来到测试房间，发现这次的监考官竟然是德卡德。德卡德在桌上摆出一个魔方，说明上面的每个小块都附着着不同咒语，但他不会提供任何提示，只要李灿能破解这些咒语并把魔方还原，就能顺利通过第6号任务。李灿听完拿起魔方开始研究起来，德卡德便出沙漏，宣布测试限时40分钟，等沙子流光，考核就会立刻结束。交代完规则后，他询问李灿有没有问题。李灿弱弱地举起手里已经还原的魔方，坦言自己在对方说明规则时就顺手解开了，随后试探着询问自己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回家了。考核结束后，李灿在街上再次向允和致谢，表示多亏了他的帮忙，自己才能顺利完成考试。允和有些无奈地打断他，吐槽李灿坐地铁时就一直在道谢，劝他不用再把这件事挂在嘴边。李灿指了指允和响个不停的手机，担心是公司在急着催他回去。允和却显得十分坦然，表示这都是常态，让他不必挂心。随后，允和询问李灿是否真的要立刻赶回便利店兼职，并表示姐姐不会介意他今天多休息1天。李灿解释，店长为了让他安心考试，已经连续顶班守了2天，自己实在不想再给对方增加负担。李灿笑着提议，等之后有空大家在一起聚餐，由他请客。允和也笑着答应了这份邀请。李灿回到便利店后，店长立刻认真地向他打听考试情况。得知李灿顺利通过，店长高兴地直接欢呼起来，热烈祝贺李灿这段时间的努力。随后店长继续询问监考官除了公布成绩之外，有没有再交代其他事情。李灿回忆起考场的经过，表示当时考官确实还有话要说，但由于其他考生突然闯入，对话只能被迫中断。德卡德在离开前特意交代，说自己近期会亲自上门拜访，随后便结束了当天的考试。李灿顺势询问店长，是不是早就猜到监考官会这么做，才特意推荐自己去参加考试。店长笑着给出肯定答复，表示监考官本身也是魔法师，看到李灿的成绩后，必然会被他的特殊能力吸引。为了弄清李灿身上的秘密，对方就绝不可能让他落榜。李灿这才明白德卡德说要登门拜访的原委。李灿心里默祷着德卡德千万别来。店长将话题拉回正题，准备趁着李灿通过抗魔认证，重新和他商议全新的雇佣合同，并表示会为此增加新的工作任务。新任务是让他管理地下仓库，负责检查里面的异常商品。李灿瞬间想起上次龙鳞事件的地点，店长解释仓库里还有很多特殊物品，平时也会安排抗魔专家进行检查。李灿好奇这些商品是否对外展示过，店长表示物品概不上架，全靠客户之间口口相传。由于客户只在白天光顾，负责夜班的李灿这才从未见过。李灿疑惑，既然已有专家检查，为何还需要自己重新过手？店长这才坦言，专家们的检查结果其实相当含糊。店长补充道，每周换不同的专家过来检查，不仅折腾，还容易弄得一团糟，所以想直接把这项工作交给李灿，问他愿不愿意接下这个任务。李灿没有丝毫犹豫，当场一口答应。见他回答的这么干脆，店长忍不住感慨他做决定还是一如既往的快。李灿则表示考取证书本就是为了派上用场，完全没必要纠结。店长笑着点点头，让他等会儿一起去地下仓库，自己会把具体的管理细节交代清楚。李灿也爽快地应了下来。紧接着店长抛出了最关键的薪水待遇，基础时薪定在2万韩元，夜班和周休补贴一应俱全，算上之前的加班费，都会一并结算在当月薪水里。店长接着补充，仓库检查、案件计法、绩效和危险津贴全额打卡。看到如此丰厚的待遇，李灿忍不住嘀咕，新人刚来就能拿这么多补贴吗？店长歪头反问，那这笔钱干脆就不给了？李灿瞬间改口，既然是制度规定，自己当然该拿就拿。薪水刚敲定，店长又想顺势给李灿升职为代理，
李灿连忙婉拒，表示当个普通员工就挺好，太高的头衔反而有压力。接过正式的劳动合同，李灿心里终于踏实了下来。李灿忍不住感慨，自己从没想过能当上便利店员工，甚至还能拿起全额补贴。回忆起以前打工的经历，老板们不仅扣押夜班费，还总拿学历刁难讽刺他，动不动就用开除来威胁。然而眼前的店长却完全不同，见李灿为了考证付出这么多努力，店长笑着表示自己今后也要做个更好的老板，更加努力配合他的工作。拿着丰厚的薪金待遇，李灿带着满满的干劲安心入睡，睡前还不忘暗自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做个优秀的好员工。到了上班时间，李灿一路小跑赶往便利店，刚推开门准备接班，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当场愣住。店里的异界顾客无一例外全都戴着口罩，看着眼前这奇怪的场景，李灿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次又出了什么状况。李灿走进便利店，发现连店长也戴着口罩，他连忙上前准备帮忙结账，顺便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店长无奈地表示，店里的口罩全被哥布林抢购一空，此刻店内挤满了异界顾客，全都在询问有没有口罩。店长顺手递给李灿一个口罩，坦言现在各地都在大量订购，后续的供货恐怕大有问题。戴上口罩的李灿越发忧心，看到全员抢购的异常景象，不禁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传染病蔓延开了。李灿忍不住向店长打听大家抢购的原因，店长这才反应过来，提醒李灿拿出手机关注一下最新新闻。李灿打开新闻播报，这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今天下午，双叶公园附近爆出了大量花粉，专家解释是因为高温异常和魔力污染，才导致花粉量瞬间激增。虽然只是短暂的异常现象，但官方还是建议大家出行佩戴口罩。新闻里正播放着最新消息，花粉正在周边区域快速扩散，市政打算本周展开全面消杀，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周时间。这种花粉夹杂着被污染的魔力，体型较小或魔力偏低的人群，很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和哮喘。专家建议消杀完成前尽量减少出门。看着新闻里的病情通报，李灿意识到情况比预想的更严重，接下来口罩恐怕会持续断货。好在店长已经提前安排了补货，说是允和会在中午12点把口罩送来。李灿看了看时间，现在才刚到上午10点。李灿手里用来关注新闻的平板，其实是店长专门送给他的。为了让他能尽快了解这个世界，店长把近乎全新的设备直接塞给他，还随时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需求。想起店长先前要当好老板的承诺，李灿心里十分感动。对方不仅全额资助他考证，平日里的补贴和福利也十分大方。受了店长这么多的照顾，李灿正琢磨着自己能为对方做些什么。店门上的风铃突然响起，一位很久没来的兽人顾客推门进来，一开口就急切地询问口罩放在哪里。李灿只能无奈地解释，现在店里只剩下儿童口罩了。注意到对方戴着一副红色的护目镜，李灿顺口打听这是否是最近的新流行。兽人顾客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解释自己戴护目镜是因为眼睛被花粉刺激的发疼，而这一切全怪他的上司。不久前上司嫌办公室闷硬要开窗，自己拼命劝阻都没能拦住，结果大量花粉直接涌进室内，同事们全都因为眼睛不适请了急假，导致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加班。看着越说越怒的兽人，李灿忍不住在心里感叹，看来不管在哪个世界，坏老板带来的困扰都是一模一样的。得知对方一直戴着护目镜独自加班，李灿忍不住感慨，这种敬业程度简直就是标准的模范社畜。李灿接着解释，店里现在确实没有现货，补货得等到中午12点，劝他明早再来或者去其他店看看。没想到兽人看了一眼时间，决定直接在店里干等1个半小时，完全不听李灿的劝阻。见李灿担心他刚加完班会累，对方反而表示自己是在帮便利店增加业绩，顺便让李灿推荐一款啤酒。时间到了12点20，整整2个小时都没新顾客光顾。平日这个时间总有人来买酒，李灿怀疑大家都被花粉困在了家里，加上允和也迟迟没有出现，让他担心对方是不是遇到了变故。干等的兽人顾客突然开口，吐槽店里居然不上背景音乐，埋怨这里既阴暗又冷清，催着李灿赶紧去向店长提意见。面对李灿觉得无伤大雅的态度，兽人顾客强调细节直接影响业绩。话音刚落，店门被猛地推开，戴着护目镜与面罩的允和赶到了店里。允和搬着沉重的货箱赶进店里，整个人累得直喘粗气。面对李灿的佩服，允和顺势吐槽外面的花粉太大，飞行时根本看不清路。他正想找扫帚掸去身上的灰尘，李灿便拿来湿纸巾让他擦拭。紧接着，兽人顾客直接走到允和面前，质问对方为什么没有按时送货。兽人顾客急切地催促李灿赶紧拿个口罩。兽人不满允和说话太冲且不用敬语，还指着他脸上的面罩吐槽太脏，甚至提出要掏钱顺便给他买个新的。这番嫌弃瞬间把疲惫的允和彻底点燃，他冲着李灿大声吐槽对方的态度。李灿连忙上前打圆场，让允和先把口罩拿给客人。兽人拿着啤酒和零食来到柜台，李灿迅速帮他算好账。结账时，兽人留下1万韩元，表示剩下的钱不用找了。李灿有些犹豫，想起上次对方也是这样硬给，兽人干脆让他拿剩下的钱请允和喝饮料。允和顺势将口罩递了过去，兽人抱怨了几句现在的年轻人，便提着东西离开了便利店。
送走客人后，允和好奇的打听，问对方是不是店里的常客。李灿将湿纸巾递给允和，表示自己刚来打工时，对方就经常光顾。比起其他麻烦的顾客，他其实算很好沟通的。允和感叹在便利店打工实在不容易，李灿则表示冒着花粉送货的允和才是真正辛苦的人。李灿以为允和是因为花粉才送货迟到，担心他等会儿返程会有麻烦。允和这才道出原委，表示自己迟到是因为被经理惩罚，一大清早6点就被派去支援市政府，在公园清理花粉，这才耽误了送货时间。允和吐槽这项差事还得连续干好几天。李灿听完却立刻发现了不对劲，他有些疑惑地打断允和：猎人除了常规的讨伐之外，难道连清理公园这种杂活也得负责吗？允和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李灿紧接着追问：经理好端端的干嘛要惩罚他？结合之前的种种细节，李灿心里突然冒出一个猜测，难道上次公款刷卡的事情是被允和一个人把责任全扛了下来？李灿想起允和先前提起过，传送门涌出的魔兽极为凶残，只要将尸体进行加工，就能变成极其珍贵的资源。猎人讨伐魔兽，关闭传送门，就是为了防止危害世界。可奇怪的是，每年1到5月份，猎人的工作量就会大幅减少。允和连忙解释，统计显示5月份传送门极少出现，猎人都会在这个时期兼职其他工作，比如协助地方部门干活，高端劳动力帮忙更容易拿到补贴。最重要的是，讨伐魔兽时常破坏周边设施，需要官方认定为不可抗力，要是不小心搞砸了关系，赔偿损失会让人难以承担。帮地方干杂活，本就是猎人建立善意的日常工作。他让李灿不要用同情的眼神看着自己。李灿虽然听明白了却，接着追问：既然是正常工作，为什么经理要说是惩罚呢？允和承认自己闯了祸，本以为写检讨就能过关，没想到经理动了真怒，直接罚他去公园干活反省。他让李灿放心，自己绝不会把他牵扯进来。李灿打听惩罚要持续多久，听到可能要干到5月底，他暗自推算，连续20天每天干16个小时，这种工作强度堪称地狱。李灿猛地拍下桌子，劝允和赶紧向经理坦白实情。允和坚决不同意坦白，表示自己一个人就能搞定。李灿立刻反驳，连续1个月每天干16个小时，铁打的人也撑不住。允和顺势反唇相讥，指出李灿每天也在上12小时夜班。李灿强调自己干活有工资拿，而且店长绝不会这样折腾他。他还提醒允和，官方抓到猎人这种高端劳动力，绝不可能只让他清理花粉，肯定会压榨他直到月底。允和被说的有些动摇，答应去向经理坦白，但李灿依然有些担忧，如果物流送货频繁迟到，被店长察觉后无法交代，到时候店长还会怪他没有早点帮忙。允和坦言不想让经理失望，也不想让经理替自己操心。李灿听后深有感触，表示自己也有同样的顾虑。允和接着道出真正的担忧，如果坦白了一切，李灿此前展现出的顶级实力必然会吸引经理的注意，到时候不仅法人卡会被追查，各种外包杂活也会全部派到李灿的头上。听说会被指派干活，李灿反而打听起干活给不给工钱，只要能拿到报酬，多干几次杂活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只要新工作不影响便利店排班。李灿让允和尽管去向经理坦白，后续的情况他会亲自去说明。允和不想看到李灿为了自己受累，但在劝说下，他答应会好好考虑，随后便打招呼准备离开。看着允和离去的背影，李灿忍不住轻声感慨，对方性格确实太善良了。李灿看着便利店外遍地的粉红花粉，感叹这里简直被玫瑰覆盖，难怪早上的口罩会被一抢而空。他拿工具准备打扫门口，却发现花粉死死粘在地上，用普通扫帚根本扫不起一点。店长看到他的举动，夸他在这种时候还这么勤快，但也提醒他花粉不好打扫，花粉里混杂着被污染的魔力，用普通的工具根本拿他没办法。李灿意识到花粉里含有魔力，便蹲下身，伸手试着触碰原本死死粘在地上的花粉，在他碰触后竟化作光芒飞向天空。看到花粉自动飞向天空，李灿觉得这样打扫省事多了，一旁的店长却被吓了一跳，连忙出言制止，提醒接触这东西可能会危害身体。李灿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店长依然不放心的叮嘱，让他回家后做好全身消毒。李灿也笑着乖乖点头应下。店长突然想起一件事，打听李灿之前提到的灵犬是不是一只白色的博美。店长回忆说，昨天下午6点左右，有一只白色博美一直在店门口偷看，猜想可能是李灿要找的那只，可刚走出门查看小狗就拔腿跑了。店长拿出当时拍下的照片递给李灿，表示小狗看起来像是在找他。李灿看着照片一时不敢确定，面对店长询问小狗为何会来，李灿想起曾让对方晚上来找他，怀疑小狗可能没有听清。看着外面漫天飞舞的污染花粉，李灿心里担心起小狗的安全。此时武飞正躲在柱子后，身上的毛发已经被花粉沾满，正吐着舌头喘着粗气。李灿也一直盼着他能再次回来。店长趴在柜台上长吁短叹，李灿看到他手里拿着业绩表，以为他是因大家都不出门导致便利店业绩下滑而发愁，还在琢磨该怎么安慰店长。结果对方一开口，却是在纳闷那只小狗为什么总躲着他。李灿这才发现自己完全想差了，向店长一打听才知道，刚才那只博美确实又跑过来了，可店长刚追出门，小狗就再次拔腿跑没了影。店长失落地表示自己连狗零食都准备好了。李灿安慰他，等小狗下次过来，自己会帮着引荐交流。
转眼到了午夜12点多，李灿看着手机直纳闷，按理说小狗今晚该过来了，难道打算明天再来？他正担心小狗会不会出意外，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犬吠。李灿循声走出门外，果然看到武飞正站在店门口，亲眼确认小狗平安无事。李灿终于彻底放下了心，连忙招呼武飞进店吃零食。李灿伸手替武飞清理身上的花粉，武飞怎么甩都甩不掉的杂质被李灿轻轻一碰就瞬间消散。武飞感觉浑身轻松，连声向李灿表达感谢。李灿随口解释说自己体质特殊，接着顺势打听起小狗的主人，好奇他那天是不是费了不少劲，才终于把后面追赶的主人甩掉。提起那天武飞直呼倒霉，回忆起前主人当时边哭边紧追不舍，他以为一旦被抓住就会大祸临头，这才拼尽全力甩开对方逃跑。武飞接着说道，当时自己慌不择路，一路跑到了公园，虽然成功甩掉了前主人，但第一次独自跑出来心里非常害怕，又饿又渴，却找不到食物和水，而且公园里的路人总盯着他看。武飞非常担心会被送回原主人身边，所以刚逃出来那会儿，他根本没体会到重获自由的快乐。李灿听完提议，边吃边聊，还顺便打听起武飞偏爱的口味。武飞坦言喜欢吃带肉的磨牙棒，虽然觉得已经欠了李灿很大的人情，但面对食物还是爽快接了下来。李灿把零食递给武飞，安慰他放心吃，这本来就是店长专门给他准备的。武飞歪着头一脸纳闷，好奇李灿口中的店长究竟是谁。李灿解释说，刚才在店里的那位就是这家便利店的店长。武飞没想到对方来头这么大，顿时觉得有些尴尬。李灿安慰他不用在意，店常人很好，真觉得过意不去就把这些零食全都吃掉，明早顺便跟店长见个面，店长了解他的情况。武飞听完爽快地答应下来。李灿把磨牙棒拿给武飞，让他慢慢吃，自己转身去拿水。看着武飞大口啃着零食，李灿知道他受了不少苦，打算今晚先让他在店里好好睡一觉。不过听到武飞跑去公园的事，李灿心里不禁琢磨起来。李灿一边拿水一边问武飞待的公园是不是叫双叶公园。武飞点头承认，说自己不久前就一直住在那儿。武飞补充说，那片公园也是黑风帮的地盘。李灿听得一愣，好奇这黑风帮到底是什么来头。原来黑风帮是一群流浪狗集结的帮派，最近直接霸占了整座公园。可公园最近突然被官方封锁，还有一群穿着防护服的人跑来清理，导致他们的处境变得极为艰难。武飞回忆说，自己刚到公园时虽然有些害怕，但适应后日子过得还算惬意，能睡在草地上喝饮水机的水，公园里遗留的食物也很充足。直到公园被封锁后，食物来源中断，黑风帮便开始疯狂向外扩张地盘。李灿倒了一杯水放在武飞面前，打听那些流浪狗现在的去向。武飞猜他们应该在附近的汤饭店，那家店的老板心肠很好，经常把剩骨头分给流浪狗。虽然那里原本属于别的狗群，但对方性格友善，还会主动跟新来的狗分享食物。然而就在今天，黑风帮突然跑去抢占汤饭店，原本的狗群奋起反抗，却因数量劣势惨败退走。武飞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说伤口就是当时混战留下的。李灿听完吃了一惊，听说武飞也参加了战斗，李灿感到十分惊讶。武飞解释自己当时想去帮忙，结果刚出手就被黑风帮首领打倒，本以为这次彻底完蛋，没想到对方不屑于欺负弱小，直接把他们给放了。武飞接着道出今晚前来的真正原因，公园和狗群的变故全都是因为漫天花粉，他特意打听花粉什么时候才能消退。李灿表示大概需要1周时间，但也可能会提前结束。武飞听完有些失落，打算接下来先去垃圾堆里凑合躲上一段时间。李灿见武飞没地方去，主动开口让他今晚直接留在店里睡。武飞觉得已经欠了李灿很大人情，不好意思再继续打扰。话还没说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李灿顺势把武飞抱进了怀里。武飞仔细听着动静，猜测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咔车，但又和他平时听过的音色完全不同。两人好奇地抬头朝窗外望去，只见漫天花粉的夜空中居然飘过一只体型无比巨大的鲸鱼。李灿看着会飞的鲸鱼感到十分新鲜，但也纳闷这种生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怀里的武飞突然开口说，那条鲸鱼刚才正在嘀咕，抱怨自己想快点干完活回去休息，还纳闷为什么有人这么晚还在外面。武飞觉得鲸鱼口中的那些人指的就是他们俩。李灿听完彻底愣住了，不敢置信地问武飞，居然能听懂鲸鱼在说什么。武飞向李灿解释说，那只鲸鱼正在抱怨花粉积的太多，听在李灿耳朵里却只是普通的鸣叫声。李灿打趣说自己要是能听懂，早就去大公司高就了。李灿接着向武飞科普说，天上飞的是体型巨大的鲸鱼。武飞有些转不过弯来，纳闷鱼类明明应该生活在水里，眼前这只怎么会跑到天上去？李灿指出，这只鲸鱼不仅能在天上飞，还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停着。既然武飞能听懂其他物种说话，李灿便顺势提出建议，让武飞试着跟那条鲸鱼沟通一下。听完这个大胆的提议，武飞当场吓了一跳，不敢相信李灿居然想让自己去搭话。李灿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再次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李灿推测鲸鱼可能遇到了麻烦，催促武飞赶紧开口沟通。武飞只能硬着头皮向空中的鲸鱼打招呼。见鲸鱼斜眼看了过来，武飞吓得连忙求饶，解释自己和李灿只是出来散步，绝对没有打扰的意思。谁知还没等话说完，武飞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李灿赶紧问对方要不要紧，甚至急着想去帮他拿水。武飞这才勉强缓过一口气。
随着一阵沉闷的鸣叫，庞大的鲸鱼径直转过头来，低头死死盯着路边的二人。这只巨大的鲸鱼童年其实非常普通，它在母亲照料下正常长大，和其他同类一样在海洋里畅游。直到他3岁那年，像往常一样浮出水面呼吸，身体却突然脱离了水面，直接不受控制地飘向了天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母子俩都吓坏了，无论怎么尝试，小鲸鱼都无法再落回海里，折腾许久也没能解决问题。年仅3岁的小鲸鱼只能被迫独立，告别母亲，独自在天上生活。可天空里根本没有食物，在连续挨饿漂流了3周后，它终于飘到了沿海城市上空。飘到海岸后，鲸鱼被一群陌生人带进了研究机构，身体遭到了各种检查和研究。后来他又被移送到了市政厅，之后便一直生活在城里。听完鲸鱼的讲述，李灿和武飞都觉得这遭遇可不算小事，但鲸鱼说起来却显得十分平静。李灿顺势打听起对方该怎么称呼，武飞翻译说，能听懂他说话的人通常叫他长子，而且他今年其实才25岁，让李灿以后不用再管他叫大爷。得知鲸鱼今年才25岁，李灿震惊，他居然比自己还小，外观上完全看不出来。鲸鱼不满李灿一直在用敬语嘀咕，李灿没想到对方居然能听懂，连忙开口向他道歉。李灿顺势打听起鲸鱼深夜前来的目的，武飞翻译表示，鲸鱼正奉市政厅的命令，要在这1周内独自清理掉城里的花粉。李灿正好奇鲸鱼打算怎么清理，武飞突然转述鲸鱼的提醒，让两人赶紧抓紧身边的东西。话音刚落，巨鲸便张开了大嘴，周围瞬间卷起一股强烈的吸力风暴。李灿紧紧把武飞抱在怀里，在狂风中艰难站稳，完全没料到动静会这么大。他抬头看向空中，只见原本漫天弥漫的花粉正被疯狂吸入巨鲸的口中。李灿这才猛然反应过来，原来对方口中的清理花粉竟然是用嘴把它们全都给吸进去。风暴过后，漫天的花粉消失得无影无踪，整条街道眨眼间就被清理得一干二净。李灿和武飞站在门口看傻了眼。武飞翻译解释道，被巨鲸吸入体内再吐出的花粉以后便不会再粘附在这些地方。李灿听完有些纳闷，清理这么大一条街连10秒都没用到，为什么还需要花上1整周的时间？难道他需要负责的区域非常庞大？巨鲸低鸣了一声，转头看向站在便利店门口的二人。武飞翻译解释道，消杀本身花不了多少时间，真正麻烦的是巨鲸的后背。李灿听了一愣，好奇他的后背是不是受伤了。武飞接着说道，巨鲸工作时有些花粉吸不到，全粘在了他碰不到的后背上，花粉堆积的越多，后背就会变得奇痒无比。巨鲸只能在市政厅大楼上蹭痒，搞得工作人员头疼不已，所以他每天早晨都要去清理，这才大大拖慢了进度。如果有魔法帮忙清理就能快很多，可他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李灿听完，看着在空中游过的巨鲸，忍不住感慨，看来不管在什么地方打工，大家活得都不容易啊。武飞接着说道，巨鲸从小就受了不少苦，至今都还在承受这一切，正因如此，他提起自己的遭遇才会显得那么云淡风轻，因为他根本无法开口说话，受了委屈也无法哭喊，只能默默忍受，久而久之连情绪都变得麻木了。听完这番话，李灿看着空中准备离开的巨鲸，觉得对方像极了曾经的自己。李灿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他几步走到路灯旁，抬手凝聚其体内的魔法，朝着天上的巨鲸大声喊了一声。李灿的喊声瞬间吸引了巨鲸的注意，魔法落下的同时，巨鲸背上堆积已久的花粉硬块轰然脱落，砸在了地上。巨鲸发出一声疑惑的低鸣。武飞在一旁翻译解释，巨鲸好奇李灿究竟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能把背上的花粉彻底清除。李灿随口开玩笑说自己只是帮他挠了挠痒。随后李灿向巨鲸发出邀请，要是他明早有空可以再来一趟，自己愿意继续帮他清理后背。李灿让巨鲸下班后再过来，自己会继续帮忙清理后背。既然这条街反正还要重新打扫，地上的狼藉不如就先放着不管。巨鲸发出沉沉的低鸣。武飞翻译说他想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好报答李灿刚才的帮忙。李灿摆摆手腕拒了这份好意，解释说自己也是为了加快进度，让他不必放在心上。巨鲸刚准备回应，旁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打断了俩人的对话，表示有事想向巨鲸打听。武飞凑上前打听，问自己能不能也去市政厅找份工作，他最近正愁生活没保障，急需找个班上。巨鲸回应说他们这种属于零售。武飞一听有些纳闷，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巨鲸那样厉害的超能力。巨鲸解释能听懂他说话就是能力，劝武飞赶紧打消这个念头。武飞还以为是市政厅工资太低，巨鲸这才吐露实情，自己在被派到市政厅之前，曾作为研究对象被解剖检查了整整7年。巨鲸警告武飞，要是去了市政厅，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也会像试验品一样被随意丢弃。他清理花粉的能力就是当年逼出来的。当时听说研究员要把自己扔回天上等死，他拼尽全力才终于保住了现在这份工作。听完这番遭遇，武飞彻底打消了去打工的念头。他转头看向一旁的李灿，心里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愿意听自己说话的只有李灿。巨鲸看着眼前的李灿，忍不住暗自感慨，他本以为这辈子注定孤独，再也不会有人理解自己，可今天李灿的举动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巨鲸在夜空中向远方游去，他向李灿表达了感谢，谢谢他愿意耐心的听自己倾诉。
武飞想起李灿之前说过自己和巨鲸的情况有些相似，便好奇地向李灿打听，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其实也是灵兽。李灿坦白是店长之前提过一嘴，说灵兽通常智力超群，有的甚至还拥有特殊能力，他这才建议武飞去跟巨鲸沟通。武飞听完这才恍然大悟。李灿看着眼前的武飞，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连忙向他道歉，觉得要不是自己当初鼓励他离开家，武飞也不至于急着跑出来找工作。武飞听完当场反驳，表示当年决定保护花生是自己的选择，他从没后悔过。武飞坦言，外面生活虽然辛苦，但收获的幸福早就盖过了一切，尤其是每天晚上出来散步，能够靠自己探索外面的世界，这让他感到无比满足。武飞特意叮嘱李灿不用再为自己感到抱歉，比起以前遭遇的一切，现在的日子已经足够幸福了。第二天，在便利店内，听完原委的店长打听起巨鲸的后续，李灿坦言，巨鲸今早确实又跑来了一趟，而且背上堆积的花粉比昨晚看到的还要多。为了解决麻烦，自己便顺手帮他清理了后背，打扫完整条街道才离开。说到这里，李灿不好意思地向店长道歉，承认自己上班时又偷懒干了私活。店长笑着让他不用道歉，表示新闻上正在大肆报道消杀工作提前完成的消息，大家都在好奇原因，市政厅也给不出合理解释。他这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李灿的功劳。面对店长的夸奖，李灿心里却有些犯嘀咕，他毕竟需要隐瞒异世界人的身份，担心私自出手会暴露端倪，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店长却让他放宽心，因为李灿的体质特殊，根本检测不出任何魔法留下的痕迹。按常理使用反魔法，多多少少都会留下痕迹，但李灿这次却没有留下任何残留。虽然毫无痕迹本身也可能惹人怀疑，但能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极少，让他大可放心。李灿听完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店长看向一旁沉睡的武飞，忍不住夸赞起他的可爱。李灿顺势打听起附近的宠物医院，店长好奇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李灿解释说，武飞耳朵上有伤，想带他去检查一下。可当他低头仔细查看时，却发现武飞耳朵上的伤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彻底消失了。店长也感到纳闷，武飞耳朵上的伤口怎么会突然消失？他顺口向李灿打听，是不是和允和出了什么问题，并提醒李灿过会儿会有客人来，让他提前做好准备。此时允和正拿着手机向便利店走来。店长接着解释，允和前阵子还说有空会常来，转头又改口说忙得抽不开身，甚至之后都很难再联系上，便问李灿知不知情。李灿犹豫着表示，确实有些事之前没来得及坦白。正当他打算说出考试期间的隐情时，便利店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门铃响后，推门进来的居然是一只高大的熊人。对方开门见山质问李灿是不是那个和允和一起给他们办公室带来损失的李灿。面对气势汹汹的熊人，李灿吓得赶忙承认了身份。熊人一步步逼近，接着说明来意。上周因为李灿和允和使用了公司卡，导致他们的委托任务直接失败，光是违约金和客户的信任损失金额就高达3840万韩元。熊人态度强硬，要求李灿必须帮忙弥补损失，表示他作为成年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根本不给李灿任何拒绝的机会。李灿只能赶忙赔礼道歉，尝试解释自己当时也是事出有因。还没等李灿把话说完，店长突然上前揽住李灿，微笑着打断了对话。店长提醒熊人不要这样直呼李灿的名字，毕竟李灿可是自己非常重要的员工，希望熊人接下来的沟通语气能够尽量放温柔一点。贝尔确认店长就是这里的老板，主动为没有先自我介绍表示抱歉。他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递过去，名片上写着三文鱼猎人事务所总经理贝尔。贝尔顺势介绍起自己的业务，他们经营着一家中型猎人事务所，专门处理怪物传送门以及非法使用魔法等麻烦委托。他接着说明背景情况，表示非法魔法和传送门往往会在短时间内随机爆发。贝尔解释说，他们的工作极其讲求时效，一旦延误就会造成巨大损失。可就因为便利店员工冻结了账户，导致原定的3项合同全部泡汤，事务所也收到了大量客户投诉。贝尔理直气壮地反问，发生这一切后自己骂一句难道不应该吗？店长先是代表员工表达了歉意，并表示如果需要自己愿意承担全部的损失赔偿。紧接着店长话锋一转，表示就像贝尔护着自己的员工一样，自己也同样非常珍视店里的员工，再次要求贝尔说话客气一点。店长顺势补充，要求贝尔不能强迫李灿过度工作。面对体型悬殊的贝尔，店长丝毫不退让，一旁的李灿吓得不敢吱声。没想到贝尔突然大笑起来，夸奖店长相当有骨气，店长也笑着欣然接受。缓解了紧张气氛后，贝尔重新看向李灿，询问他愿不愿意去事务所工作抵债。李灿当场答应了下来，但也顺势提出了2个条件。李灿要求不能影响便利店晚班，而且必须由自己决定接什么任务，只要贝尔同意这2点，他随时可以过去帮忙。贝尔听完有些纳闷，质问李灿凭什么在抵债时提要求。李灿却自信地表示，允和之前肯定提过自己的能力，只要同意这2个条件，自己保证能把活办得漂漂亮亮。贝尔若有所思，感慨店长和李灿都很有骨气，既然连副总经理都夸过李灿，说明李灿确实本事过人。李灿听到这里，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允和经常提到的姐姐就是事务所的副总经理。贝尔决定把条件写入合同，并征求店长的意见。店长表示只要李灿没意见，自己便没有任何异议。
贝尔当场敲定合作，表示后续会安排允和对接，任务一共分2次执行。事务所不仅给报酬，还会全额报销餐资和交通费。交代完细节后，贝尔询问两人是否还有其他疑问。李灿顺口打听起允和的惩罚加班何时结束。贝尔表示花粉清理比预想快得多，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允和就能正常上班。李灿听完这才松了一口气。交代完事项后，贝尔提着行李离开了便利店。店长接着询问李灿，如果今晚10点要跟贝尔执行简单任务，他打算怎么安排？李灿表示那个时间自己必须在柜台值班，实在抽不出空。店长听后二话不说，直接提出要帮李灿调整排班。李灿连忙开口拒绝，店长却态度坚决地打断了他，解释说只有赶紧把债务结清，李灿才能安心继续在店里工作，让他听从安排准备出发。李灿连忙向店长道谢，承诺会照顾好武飞。店长则假装生气，埋怨李灿没能早点向自己坦白。他叮嘱李灿以后遇到困难绝不能再一个人硬撑。得到李灿的保证后，店长便让他先回家准备。之后在整理货架时，李灿接到了店长打来的电话，店长转告说武飞一直记挂着他，正发愁该怎么报答这份恩情。李灿听完却表示只要武飞能健康成长就足够了。店长在电话里笑着转述，武飞觉得自己身为灵兽，却不知道有什么特殊能力。李灿提醒说，武飞能听懂巨鲸说话，这就已经是相当厉害的能力。店长解释道，通译魔法其实非常复杂，武飞不仅能跟巨鲸无障碍沟通，事后还因为体力透支陷入沉睡，正好符合使用魔法的特征。李灿听完又追问起另一件事，想知道武飞耳朵上的伤口为什么会突然消失。这时便利店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店长在电话里推测伤口自动愈合或许也是武飞的能力，就像传说中的菲尼克斯那样。话还没说完，便利店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李灿习惯性开口招呼客人，一抬头却愣住了，进来的竟然是德卡德。面对李灿的疑惑，德卡德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表示自己是专门来送证书的。李灿领着德卡德在休息区坐下，并主动拿来一罐饮料招待。德卡德刚要打听价格付钱，李灿连忙表示这罐由自己请客。李灿顺势打听起派送流程，好奇平时难道都需要主管亲自送达？德卡德坦言通常都是走邮寄，但他特意跑这一趟是因为有必须当面交代的事。德卡德将证书推到李灿面前，宣布他正式成为反魔法专家，随后说明了证书的使用规范，若损害其他种族权益，被判刑违规借证，或未达季度工作量，都会被吊销或暂停资格。李灿打听起工作去向，询问是否必须为政府效力。德卡德解释只要合法合规，在任何领域从业都可以。不过社会普遍更看重工作经验，新人刚入行往往很难积累资历，好在官方有相应的保障政策，也不必太担心。李灿顺势打听其保障政策的具体内容，德卡德解释说，官方会为新人安排持证专家担任导师，而他自己就是李灿的导师，这也是他特意亲自跑这一趟的主要原因。德卡德提到李灿在笔试和实操中都拿下了第1名，随后正式向李灿抛出橄榄枝，邀请李灿担任自己的助教，只要表现优秀，最快8年就能晋升为正教授。李灿有任何条件都可以提出，他会尽全力满足。李灿想起以前和朋友喝酒的情景，其中一位刚考上研究生的朋友，才过了几个月就哭着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要搞学术。朋友抱怨每天被教授24小时召唤，天天忙着给学生批改考卷，根本抽不出空做自己的论文研究。看到满怀梦想的朋友落得这般落魄，当时只有高中学历的李灿也下定决心绝对不去读研。然而德卡德接着解释，教授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做科研，授课只是为了争取学院的经费支持。他希望李灿能来当自己的助手，这样既能跟着他搞科研，也不会耽误从事反魔法工作。听完这番话，李灿整个人当场愣住了。德卡德补充说明，自己平时不会过多干预李灿的活动，研究或工作上有困难随时可以找他。随后询问李灿还有什么疑问，李灿立马提出心中的疑惑，不明白德卡德为什么会直接给自己提供助教级别的职位。德卡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打了个响指，凭空召唤出之前实操考试用的魔方，反问李灿知不知道那道考题的真实用意。李灿猜测这只是用来筛选合格考生的手段，德卡德却道出了实情，那个魔方其实经过特殊设计，在40分钟的限时内根本不可能解开。德卡德表示，这道考题真正考的是能否快速认清并接受自己的极限，在他看来，在不可能的事情上死磕最为愚蠢，及时放弃才能避免低效工作。听完这番言论，李灿直呼遇到了疯子。可德卡德紧接着话锋一转，表示李灿拿到魔方不到5分钟就破出了上面的全部魔法，这突如其来的惊人表现让他非常震撼，也正是看中这份潜力，他才破例提供职位。德卡德询问李灿是否明白了自己的用心，李灿挠着头表示理解，但紧接着却当场拒绝了这份邀约，直言自己只有高中学历，根本当不了教授。这番话让德卡德当场愣住，完全不敢相信凭李灿的能力居然只有高中学历。李灿表示这是个人隐私，不便多说，自己目前已经在便利店工作，希望德卡德今后能作为导师多关照。德卡德听完一时语塞，再次确认李灿是否真要拒绝自己的邀约。还没等回答，门铃突然响了起来，李灿习惯性起身招呼进店的客人，来人正是便利店店长。店长解释自己原本想点夜宵，结果发现钱包不见了，便跑来询问李灿有没有在柜台上看到。
得知没看到后，店长这才注意到坐在旁边的德卡德。面对德卡德的点头示意，店长也热情的打招呼。李灿趁机凑上前，向店长说明了德卡德的导师身份。明白原委的店长当即决定替李灿接班，催促他赶紧去好好招待远道而来的导师。店长叮嘱两人安心沟通后，便转身回到了柜台。李灿赶忙向店长表达谢意。看着店长回到柜台的背影，德卡德开口向李灿确认对方的身份，似乎发现了什么，但犹豫片刻后还是没再多说。德卡德重新把话题拉回正题，要过李灿的手机开始操作。李灿在一旁有些犯嘀咕，好奇的卡德难道认识店长？可看店长的态度却完全像是个陌生人。没等李灿细想，德卡德已经将手机递了回来，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研究委托。德卡德解释说，这些都是送到他实验室的待处理事项。德卡德提醒李灿，每月至少要完成2项合格的委托，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手机里的这些任务可以留作备用。德卡德承诺平时不会干涉他的选择，但要求李灿接下任务后必须第一时间联系自己。李灿看着手机，暗自嘀咕，怀疑对方早就料到会被拒绝，才特意准备了这套方案把自己绑在身边。李灿顺口打听后续该怎么沟通，德卡德让他直接在告示板上提交报告，并补充说明证书会自动记录所有工作情况，只要按时达标，其余时间李灿完全自由。听到这里，李灿赶忙追问，这本证书能不能当做身份证明，比如去酒吧买酒？得到肯定答复后，李灿顿时喜出望外。李灿确认没有其他疑问后，德卡德起身准备离开。他交代自己已把联系方式存入手机，提醒李灿作为正式的反魔法专家，要时刻保持警惕，并表示非常期待他后续的表现。随后，店长好奇地翻看起李灿的专家证书，发现封面是用纯银和魔力刻制的魔法阵，每一页还专门附带了防损防护咒语。店长继续补充说明，证书直接连接着魔法部，能自动记录并筛选李灿的所有工作，感叹如今的技术确实进步不少。李灿趁机打听起刚才的事，好奇店长是不是早就认识德卡德。店长表示自己合作过数十位吸血鬼，德卡德当年可能还不是教授，所以一时没能认出来。他把证书还给李灿，鼓励他早日填满记录，获得象征资历认定的星级勋章。看着手机里密密麻麻的任务，李灿再次犯起了选择困难。店长见状主动凑过来，帮他筛选最合适的委托任务。店长在任务列表中挑出一个验证药效的委托，认为这个非常适合李灿。看到委托方是一家魔法药剂公司，李灿忽然升起一丝顾虑。李灿提醒店长，记不记得之前在店里涂彩虹雪顶的魅魔，对方曾提到自己在制药公司上班，这个委托很可能就来自他所在的地方。两人正聊着，店长一抬头发现快要错过末班车，赶忙起身道别，一路风风火火地冲出便利店。李灿追在后头大声打气，看着店长拼命狂奔的背影，忍不住轻声感叹起来。刚送走店长，店里就又进来了新客人，一位举着手机直播支架的白发老爷爷，晃晃悠悠地走进了便利店。他一进门就打听店里有没有超大号的拉面或者拌面，还放话纸要有就把存货全部包圆。李灿看着老爷爷头上顶着的直播设备，忍不住在心里吐槽，难道现在连萨满巫师都开始搞网络直播了吗？李灿帮老爷爷结完账，老爷爷询问还有没有其他口味，李灿表示其他款式目前都断货了。李灿好奇打听对方是不是要准备做吃播，老爷爷爽快承认，表示粉丝就喜欢看他大口吃面，虽然这只是兼职，但大胃王般的食量让直播效果非常好。老爷爷觉得只有这几款种类太单调，便打听便利店能不能提供送货上门。李灿说明只能通过外卖软件下单，得知要用外卖软件，老爷爷坦言自己根本不会操作。李灿十分意外，追问他平时怎么搞直播。老爷爷解释自己只负责点开播，后续剪辑全由儿子帮忙打理。李灿好心安慰说，其实并不复杂，只要选好商品，填上地址和支付方式。可老爷爷听得一脸懵逼，眼神空洞的像是在听天书。发现对方完全没听懂，李灿也只能无奈停下。老爷爷索性把手机递了过去，请李灿直接上手演示。李灿指着手机界面，告诉他在对应的框里填上地址。老爷爷点点头，表示明白。没想到老爷爷上手极快，划拉几下就搞定了一切，熟练的手法把一旁的李灿都看愣了。老爷爷边输入卡号边抱怨步骤繁琐，李灿在一旁帮忙。想起店长交代过空闲时可以协助顾客，听到老爷爷夸赞自己善良，李灿有些不好意思的回应，老爷爷则顺利完成了下单。老爷爷端详起李灿的面相，直言他贵人运极佳，总能吸引好人留在身边。面对李灿的好奇，老爷爷透露自己研究过面相，紧接着却话锋一转，提醒李灿到年底前都会比较辛苦，询问他是不是藏着什么心事。李灿坦言正在纠结接下来该怎么做，老爷爷开导他想做就放手去做，提醒他过往的难关都挺了过来，未来就算遇到一个人搞不定的难事，也终究会化险为夷，变作福报。听着这番话，李灿深受触动，递点头答应。与此同时，手机界面也顺利完成了保存，得知以后可以随时网购下单，老爷爷喜出望外，连忙连声致谢。紧接着老爷爷竟掏出一大叠现金递了过来，表示这是长者的谢礼，不能拒绝，直接把一旁的李灿当场给看懵了。老爷爷坚持把钱留给李灿，道谢后便径直离去。李灿把这整整50万韩元放在了便利店柜台上，询问店长能不能当失物登记。在他看来，自己只是顺手帮忙，拿这么多钱实在受之有愧，况且眼下也不急着用钱。
店长见状打趣起李灿，调侃他原来这么容易害羞。李灿立马赶忙辩解，表示只是单纯觉得有负担，结果越否认，反倒越被店长打趣。店长拍手决定把钱先保管1个月，要是到期没人领，李灿便提议到时候请大家一起去吃大餐，听得店长满心期待。店长顺势打听起此前那个制药公司的委托，李灿表示昨晚已经和对方联系过，双方约定今晚直接在便利店见面沟通。原来昨晚通话时，对方提出想当面聊，李灿考虑到自己的情况，便主动建议把地点改在便利店。说完还为自己的擅自决定有些不好意思，店长连忙拍拍他，表示不在意，还提醒李灿到时候可以先脱下工作服。随后打听起对方的具体名字，李灿透露这家公司名叫爱默制药。店长表示那家公司离这里只有几站路，可他转念一想，忍不住打趣，难道真会有这么巧的事？转眼到了约定的那天，李灿换好衣服，站在便利店门前接听电话。对方表示研究员10分钟前就已经出发。得知李灿还没收到联络，对方安抚说人应该很快就到，毕竟那位研究员坚持要亲自过去。李灿赶忙打听对方的外貌特征，对方表示到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来人是一个粉发魅魔。话音刚落，一道熟悉的粉色身影便奔到了面前，对方热情地打起招呼，表示看到地址时就猜到会是他。李灿这才想起，眼前的正是之前在店里弄出彩虹雪顶的那位顾客。一听到彩虹雪顶这4个字，魅魔瞬间没了脾气。李灿见状连忙改口，承诺以后绝对不再提起这件事，这才帮对方解了围。挂断电话后，李灿顺势打听起对方的近况。魅魔叹了口气，抱怨起来，表示自己这2天为了寻找课题靶点，忙着赶论文和撰写企划案，几乎就没离开过工作岗位。魅魔感叹，完全没想到李灿居然会是反魔法专家，毕竟这一行的竞争可是出了名的激烈。李灿听完有些不好意思，坦白自己拿到证书其实还不到1周，这次正是他接下的第一个正式委托，担心对方会因为自己是新手而产生顾虑。没想到魅魔连忙摆手，表示完全不介意。他顺势掏出一台平板电脑打在桌上，表示会把内容讲解得非常简单易懂。随后兴奋地向李灿展示起演示文稿，准备开始介绍公司正在研发的魔法新药，并提醒李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提出。魅魔指着平板解释，情侣吵架往往是因为不够坦诚，公司因此专门研发了一款魔药，能让双方彻底敞开心扉。李灿听完有些疑惑，好奇魔药不该是让人坠入爱河的吗？魅魔解释说，凭空制造爱情属于违规，他们只负责维护现有感情，帮助双方建立理解与共情。李灿听懂后再次提出疑问，感觉这听起来很像土真剂。魅魔笑着摇了摇头，随后轻点平板准备说明区别，指出影视剧里的土真剂并不能让人发自内心坦诚。魅魔解释说，土真剂指是削弱认知功能，让人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说出的信息根本谈不上真实。而他们研发的这款新药不仅顺利通过了相关审批，还必须有2个人同时服用才能生效。李灿听完感到有些好奇，询问就算要求双方一起喝，难道就不能拿来强行审讯吗？魅魔立刻否定了这个猜测，表示如果审讯时双方都喝了药，犯人询问说了实话能否被释放，审讯者因为无法撒谎，只能如实回答不会，导致犯人会立刻选择闭嘴。魅魔补充说，强行审讯只会引发强烈反抗，导致药效大幅衰减，根本达不到吐真剂的效果。他们正是凭这一点通过了审核，并在药水里添加了保护成分，没想到却引发了新的难题，这才找来李灿帮忙解决。李灿看着平板上的难题清单，发现情侣间如果毫无保留的坦白，把过去的恋情全说出来，反而更容易直接导致分手。李灿对此表示十分赞同，魅魔也点头确认，表示他们为此又添加了特殊魔力。了解到对方想预防副作用后，李灿提出希望能亲眼看看，甚至亲自尝试一下这款新药。魅魔顺口答应后，猛然反应过来，吓得连忙开口阻止，解释药水还在初期实验阶段，不确定亲自服用会有什么后果。李灿明白对方在担心安全性，但考虑到解释高魔抗太费时间，便退一步询问对方身上是否带着其他魔法物品。魅魔翻了翻随身包包，表示正好带了一瓶魔法香水。魅魔介绍说，这瓶香水主打吸引力，号称能让3米内的人注意到自己，他只是出于好奇买来试试。李灿征得同意后，往身上喷了几下，暗中发动魔抗，解除了香水效果。面对魅魔的询问，李灿直言自己完全没受到影响。魅魔大吃一惊，纳闷不已，明明网上全是好评，怎么到了李灿这里就不灵了？正当李灿准备开口解释时，魅魔却突然恍然大悟，反问是不是因为自己毫无魅力。魅魔误以为自己的魅力太低，低到连魔法香水都失去了效果。李灿见状连忙开口澄清，说明是自己主动解除了魔法，这完全是他的能力所致。魅魔听后松了一口气，连忙表示完全能够理解，还顺势夸奖说，要不是因为李灿有这项能力，自己恐怕早就移不开视线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夸奖，李灿只能无奈的让他别再安慰自己。李灿接着询问能否把新药直接带到便利店来进行测试。魅魔以为药品无法带出公司，李灿赶忙解释手续并不复杂，1-2天就能顺利办好。真正的难点在于便利店这边，如果后续换到公司层面对接，负责项目地可能就不再是他了。魅魔一听可能要换人，当即毫不犹豫的一口回绝，表示更想继续与李灿合作，希望他能一直担任项目代表。在魅魔看来，2人十分投缘，李灿的沟通解释也非常到位，他非常期待
接下来能继续合作。送走魅魔后，李灿打通电话汇报进展，对方顺势打听魅魔的反应。李灿无奈吐槽，对方竟然认真询问店里是不是藏着什么宝物。谈到后续的测试方案，考虑到李灿特殊的抗魔体质，只能由他亲自服下新药。李灿心里有些顾虑，打听药水是否会有副作用，对方安抚说严重的话不可能推进临床，紧接着却抛出一个关键难题，询问李灿到时打算和谁一起试药。面对这个难题，李灿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对方解释，这款药水需要双方存在感情基础才能奏效，光靠李灿一个人服下根本无法验证，必须找另一个人共同试药。对方顺势打听是否有合适人选，李灿提出自己全喝下与内心对话，或是干脆和店长一起尝试，结果被当场拒绝，称过于荒谬。对方建议李灿直接去找魅魔沟通，提醒他即便为了工作，这也非同小可，必须好好解释。与此同时，魅魔也在电话里答应下来。魅魔明确表示不想去公司对接，希望李灿能一直担任他的项目代表。可刚说完期待以后继续合作，魅魔却突然感到有些奇怪，明明只是正常的业务沟通，自己的心跳不知为何竟莫名其妙的疯狂加速。挂断电话处理完事务后，李灿站在柜台前观察店内，发现今天光顾的家庭顾客格外多，猜测是因为赶上了5月家庭月，店内挤满了前来购物的各族家庭。这时店里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小孩子死死拽着妈妈的裙角，嚷嚷着非要吃棉花糖不可。妈妈耐心解释店里没有棉花糖，答应带他去别处购买，可小孩根本听不进去，依旧耍赖，嚷嚷着现在就要吃。妈妈见怎么劝说都没用，干脆吓唬他说再不听话就会有恶龙飞过来把他抓走。一旁的李灿听得满头问号，小孩虽然被吓得哇哇大哭，手上的动作却依旧没停。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起，李灿刚准备打招呼，便一眼认出了推门而入的哈娜。面对李灿的问候，哈娜有些拘谨地轻声回应。哈娜听到刚才的动静，好奇地开口询问关于恶龙会把人抓走的说法。哈娜接着抛出一连串问题，好奇龙为什么要抓人，抓走之后又会做些什么，直接把李灿给问住了。李灿瞥了一眼旁边被吓坏的小孩，只能尴尬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随后转头询问那位妈妈还需要买点什么。妈妈见状赶忙表示已经选好了，连拉带拽地带着小孩往店外走，顺便答应带他去买棉花糖。李灿顺势关心起哈娜，问他是不是很久没见到朋友了，还表示下次一定会准时送他回幼儿园。哈娜却摇了摇头，表示上周才在儿童咖啡馆和朋友聚过，只是当时大家的状态有些奇怪。李灿听得一头雾水。哈娜接着回忆，当时他主动加入一起玩过家家，在游戏里扮演妈妈，结果当他做汤找不到汤勺时，其他小伙伴全都吓得瑟瑟发抖，赶忙恭敬的双手把汤勺递了过来。哈娜一招呼准备开饭，小伙伴们更是直接毕恭毕敬的低头，大喊谢谢妈妈赐饭。讲完这段尴尬的经历，哈娜一脸低落问李灿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了。李灿赶忙开口安抚，表示他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看着眼前委屈的哈娜，李灿心里彻底明白了过来，那些小朋友之所以表现得像在侍奉女王，纯粹是因为对龙充满恐惧。在小孩们的认知里，龙就是不断逼近的可怕存在，而造成这种恐惧的根源，正是大人平时总用不听话恶龙就会来抓人这种话去吓唬孩子。李灿在心里暗自吐槽，一般吓唬小孩不都用虚构角色吗？怎么这里的家长偏偏拿活生生的龙来当反面教材？正当李灿纠结要不要找店长请教时，哈娜突然指着门口，提醒李灿往那边看。顺着哈娜指的方向，只见门外站着一只脏兮兮的小狗伍飞，正扒着玻璃门打招呼。李灿伸手摸了摸伍飞，纳闷他到底跑去哪儿打滚了，怎么浑身弄得脏兮兮的。伍飞摇着尾巴对着李灿一阵汪汪乱叫，李灿听得满头大汗，纳闷他怎么突然真像狗一样叫了起来，难不成是突然失去了说话能力？一旁的哈娜看到可爱的小狗，兴奋地蹲在一旁直勾勾盯着。李灿见状，凑到伍飞耳边低声询问，是不是因为哈娜在场才不敢开口？伍飞同样小声凑过来承认，表示自己可不想再经历一次折磨。随后说起了早上的遭遇。原来花粉散去后，伍飞像往常一样去公园晒太阳，刚好赶上有人在场地里布置活动，结果其中一个人没注意，直接重重踩中了他的尾巴。伍飞痛得当场叫了出来，瞬间引来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这一叫可倒好，周围人立马叫嚷着要抓他，足足追了他2个小时，最后他躲在自动售货机底下，才算侥幸逃过了一劫。李灿听完一阵无语，纳闷那公园到底是有什么魔咒，但眼下也只能劝伍飞先留在店里。李灿让他尽管放心说话，伍飞却顾虑地看向一旁的哈娜，坦言今天这事让他彻底明白了，除了李灿和店长，根本没几个人能接受会说话的狗，所以自己以后必须更加谨慎。就在这时，哈娜凑过来拉了拉李灿，好奇打听他在跟小狗干嘛。李灿没多想，顺口就说自己在跟小狗聊天，甚至还邀请哈娜一起加入，直接把一旁的伍飞吓得够呛。伍飞吓得只能连声叫喊。李灿见状耐心劝导他，要是以后遇到麻烦时自己和店长不在，他总得有其他能依靠的朋友。李灿表示哈娜性格善良单纯，便询问哈娜愿不愿意帮忙保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灿鼓励伍飞放宽心。伍飞最终选择相信李灿，当场开口跟哈娜打起招呼，把哈娜惊得直呼小狗居然会说话。伍飞吓得连忙劝他小声点。得知狗狗说话需要保密后，哈娜乖巧地答应了下来。看着2个小家伙很快握手打成一片，李灿在一旁欣慰地感叹，可爱的小家伙
果然更容易玩到一块。李灿问哈娜现在能不能重新看到爱心，哈娜抱着武飞表示，自从上次施展魔法后，第二天早上8点就又能看到了。李灿听完打算再帮他施展一次，虽然哈娜提醒自己今天不去幼儿园，但李灿表示并不影响，顺便把一旁的武飞也叫了过来。面对哈娜的追问，李灿解释这次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只要跟着他一起去交朋友就行。交代完具体要求后，哈娜和武飞爽快地答应下来，随时准备按照李灿的计划行动。一对兽耳父子刚进便利店，爸爸就让儿子自己去挑选零食。李灿见状立马锁定了目标，可小家伙性格十分强势，一开口就嫌弃店里全是便宜货，吵着非要去百货商场。爸爸劝说商场离游乐园太远，小家伙这才勉强妥协。李灿看着孩子年龄和哈娜差不多，决定按计划试上一试。这时爸爸主动走到柜台，托李灿帮忙看一会儿孩子，承诺选好的零食等会儿由他结账。李灿爽快答应了下来。送走爸爸后，小家伙独自来到货架前，准备挑东西。武飞听从安排，主动跑去跟兽耳男孩打起招呼。角落里观望的李灿见状大喜，以为成功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准备顺势把男孩引向哈娜。没成想男孩竟一脸厌恶，当场嫌弃武飞长得太丑，还大声向李灿抱怨，质问店里怎么会有这么脏的流浪狗。这突如其来的毒舌打击，瞬间把武飞给整愣住了，连暗中观察的李灿也直接被吓了一跳。男孩见李灿没反应，大声催促他赶紧把这只狗赶出去。就在气氛僵住的时候，哈娜紧紧抱起武飞站了出来，委屈的澄清这是他们自己的狗，而且既干净又可爱。说着说着，哈娜难过的眼泪直在眶里打转。在李灿原本的计划里，只要先用小狗吸引注意，再让哈娜抱着小狗登场，就能顺理成章帮哈娜交到朋友。可现实却完全脱离了掌控，哈娜含着眼泪逼男孩道歉，把武飞当场吓傻，自己也生起了大气。看着眼前的局面彻底乱套，李灿赶忙出声喊停，打算先叫停这次交友计划。李灿连忙出来打圆场，提议请大家喝果汁吃零食，坐下来好好沟通。小兽耳男孩刚准备过去，转头却一眼看呆了，在他眼里面前的哈娜美得像个天使。此时哈娜正抱着武飞道歉，自责是自己害的小狗被骂。男孩被哈娜的善良彻底击中，瞬间心动不已。李灿见状赶忙趁热打铁，问他既然觉得哈娜这么好，要不要为刚才的话向小狗道歉。男孩一开始还嘴硬反驳，坚称自己只是说了实话，可看到哈娜伤心的样子，他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弯，红着脸大声改口，只夸小狗其实既干净又可爱。兽耳男孩为了证明自己，直接向哈娜提出了挑战。他从货架上拆开几盒饼干，提议来一场叠饼干塔比赛，限时1分钟，看谁先叠好。男孩得意的炫耀这是最流行的游戏，自信的放话自己赢定了。哈娜也被激发出了胜负欲，大声回应自己绝对不会输。两人一拍即合，直接找旁边的李灿来当裁判。李灿看着终于玩到一块的两个小家伙，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李灿拿出1分钟倒计时，比赛规则很简单，谁能在规定时间内先把饼干塔叠好，输的人就必须服输并主动道歉。李灿按下计时器喊出开始，两人立刻手忙脚乱地叠起饼干。武飞小声向李灿表达担心，生怕哈娜要是输了会难过落泪。李灿倒觉得这只是个小游戏，哈娜顶多会有些失望，就算真生气了，到时再想办法安抚。谁知话还没说完，男孩就大声宣布自己叠完了。李灿凑近一看，男孩居然只用了24秒就搭好了一座精致的饼干塔。男孩得意的炫耀自己从没输过。李灿赶忙转头看向哈娜，只见哈娜看着面前刚搭了一半的饼干，委屈的开口承认自己输了。看着哈娜眼眶里打转的眼泪，李灿和武飞当场吓得目瞪口呆。李灿赶忙开口安慰哈娜，夸她在规定时间内也叠好了一层。这时店里又进来一对父女，孩子哭闹着要吃冰淇淋，爸爸见状便大声恐吓孩子，说再不听话就把恶龙叫来抓他。李灿听完赶忙上前劝阻，请他不要在店里大声喧哗，尤其别当着哈娜的面提到恶龙。那位爸爸见状赶忙道歉，带着孩子离开了便利店。一旁听到的哈娜低头抓紧裙角，难过的开口反驳，坚称龙才不会伤害小朋友，而是会带他们去天空中的游乐场。兽耳男孩认真向哈娜解释，龙抓小孩只是想找人一起玩，等孩子们玩累睡着后，就会完好无损的送他们回家。哈娜好奇的追问真假，男孩坚称这是自己爸爸说的。哈娜却想起刚才那位爸爸的说法，好奇要是为了陪玩，为什么偏偏只抓不听话的孩子。男孩被问得一时语塞，赶忙解释那是刚才那位爸爸误会了，毕竟带不听话的孩子只会让自己更累。这时选完商品的爸爸拿来果汁，招呼孩子们喝完准备出发去游乐园。没想到男孩转过头，直接热情的邀请哈娜同行，不仅要一起坐过山车和跳楼机，还要留在那里看晚上的巡游表演。面对男孩的盛情邀请，哈娜最终还是开口拒绝，表示自己今天还要留在店里陪李灿叔叔。被拒绝的男孩狠狠瞪向李灿，李灿赶忙道歉退到一边，顺口问哈娜为什么总为了自己放弃去玩。男孩见直接邀请不成，干脆掏出手机递给哈娜，要她的联系方式。他承诺以后每天发信息提醒，约定下次一定要一起去游乐园。面对男孩突如其来的执着，哈娜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后来店内陆续来了不少带孩子的客人，李灿便决定继续推进帮哈娜交朋友的计划。可接连尝试却到处碰壁，有的家长嫌弃小狗脏不让孩子摸，有的孩子心思完全不在小狗身上。几次尝试下来，全部以失败告终。帮哈娜交朋友的计划被迫叫停。遭受冷落的武飞感到难过不已，直接趴在地上委屈的大哭起来。李灿看着可爱的小狗陷入沉思，随后蹲下向武飞郑重道歉，承认这次计划完全是自己误判。为了补偿武飞的付出，李灿提出结清这次活动的劳务费，准备给他发放3万韩元工钱。武飞觉得这是在帮哈娜的忙，说什么也不肯收下这份报酬。李灿表示干活拿报酬是店里的规矩，如果觉得拿现金会有负担，也可以换成等值的宠物零食。武飞听完立马爽快答应下来。就在这时，一旁的哈娜突然开口，热情邀请武飞去家里玩，直接把旁边的李灿听得一头雾水。武飞开心极了，爽快答应了哈娜的邀请。看着2个小家伙兴高采烈地讨论去家里玩什么，一旁观望的李灿感到十分欣慰。哈娜总算是交到了好朋友。晚些时候，李灿一边整理货架，一边聊起大人害怕龙的原因。当时龙在战争中展现了毁天灭地的恐怖力量，见识过这股力量的长辈一代代告诫后人，大家这才对龙产生了恐惧。这种警告传着传着，在小孩听来就成了可怕的传说，而大人在社会上接触过真正的龙，了解真相后反倒没那么害怕了。这时，对方好奇地询问李灿，今天为什么拼命帮哈娜交朋友？李灿被问的一愣，赶忙开口道歉，以为自己工作走神被抓包了。对方笑着表示只是单纯好奇，想知道他这么上心是否有原因。李灿有些不好意思的坦白，自己看到哈娜就不由得想起童年，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他其实一个朋友都没有。李灿回忆起小时候因为贫穷，经常被班上的同学嘲笑，即使找老师也没能解决问题，只能回家向妈妈哭诉抱怨。那是他一直渴望能有靠谱的大人挺身而出，如今自己长大了，就想成为当年自己期待的那种人。听完这番话，店长称赞李灿是个很棒的大人。李灿听了有些不好意思的赶忙否认。店长接着表示，换做其他人顶多顺口安慰几句，李灿却真的拼尽全力去帮哈娜。正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经历自己曾经受过的委屈和痛苦，才会主动伸出援手。在他看来，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是真正了不起的大人。虽然话很感人，但店长当时的表情实在有些吓人。李灿听完一时都不确定这算不算夸奖。店长顺势打断了话题，指着窗外提醒李灿，有人把垃圾乱扔在了便利店门口，而且从下午3点就一直丢在那里。李灿主动提议去把垃圾收拾干净，店长却反应强烈，大声阻止了他。店长解释，要是主动帮忙清理，乱倒垃圾的人就会觉得这里可以随便扔，以后绝对还会再来偷倒，所以垃圾必须留在原地，等那个人下次再来扔时，就能直接举报抓个正着。对方离开前特别叮嘱李灿，今晚最好不要开门。李灿以为又是花粉问题，对方解释是今晚附近要修路。没多久，门外就响起了施工声，2名施工人员走进便利店买酒，交流起来十分干脆高效。原来他们是因为打赌输了，才不得不加班干活到凌晨2点。看着施工人员一出门就直接边干活边喝上了酒，李灿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虽然通宵加班确实辛苦，但工作时间喝酒真的合适吗？李灿看着窗外路过的警察，觉得对方似乎有些面熟，仔细一看才认出来人正是伊鲁尔警官。自上次处理完非法盗据案后，2人就一直没有见过。伊鲁尔的发色比起之前改变不少，注意到李灿一直盯着自己，伊鲁尔推门走进了便利店，上前询问是不是出了状况。李灿赶忙摆手澄清，解释自己只是久别重逢有些惊喜，顺便感谢他特意过来巡查。伊鲁尔语气平静地表示，提前预防犯罪本就是警察的职责。李灿忍不住在心里感慨，平时见惯了爱闹腾又爱哭的精灵，眼前安静靠谱的伊鲁尔简直就像天使一样。为了不耽误伊鲁尔巡逻，李灿赶忙出声感谢他的关照，客气地送他出了门。李灿回想起以前在大店工作时，几乎1年到头都见不到警察，说明这里平时确实平安无事。这时门铃响起，一位蜥蜴头顾客走进店里，熟练地买走了1包香烟。付完钱后，蜥蜴头顾客顺口打听店里有没有收到失物，比如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钱袋。李灿听得一头雾水，对方表示听说有人把钱袋丢在了便利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离奇打听，李灿一时间满头问号，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李灿仔细查验后告知对方，店里并没有收到失物，对方道谢后便转身离开。李灿在心里感到纳闷，没有人丢了钱袋不亲自过来，反而让朋友代为打听。不过他也只能希望对方下次注意。没想到10分钟之后，好几位不同的顾客陆陆续续走进来，询问的问题竟然完全一样，全都在打听店里有没有捡到钱袋。李灿赶紧打电话向店长说明情况，店长听完也觉得不对劲，当即决定直接报警。李灿担心警察会以为是恶作剧，店长表示这是超出了处理范围，由自己向警察说明情况，并让李灿保持电话通畅。就在这时，李灿注意到伊鲁尔警官正好站在门外，赶忙叫停了准备报警的店长。伊鲁尔进店记录情况，边写笔录边向李灿再次确认，从深夜11点到12点半，先后有4位客人来找钱袋，而店里今天压根没收到过任何失物。李灿确认情况完全属实，见伊鲁尔有些犹豫，连忙表示可以带他去检查失物招领处。伊鲁尔停下手中的笔，表示自己完全相信李灿，并且对这起怪事有了初步直觉。
为了证实心中的猜想，伊鲁尔决定留在店里喝茶。他顺手脱下警帽和警用背心，向李灿借了一件便利店制服。伊鲁尔推测，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更多客人来找钱袋，他打算留在店里守株待兔。他嘱咐李灿不必紧张，像平时一样正常接客即可。随后，伊鲁尔走到后方货架旁，用无线电向警局汇报最新情况。李灿一边蹲在货架前整理商品，一边纳闷丢钱的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本人不亲自过来，非要让朋友接连跑来打听？话音未落，门铃再次响起，一位精灵顾客气势汹汹地推门而入，一开口就强硬地让李灿交出钱袋。他径直走到柜台前，声称自己是替朋友来拿遗失的钱袋，还警告李灿不要试图私吞。李灿只能耐心解释，表示店里今天真的没有收到失物。对方听完情绪更加激动，指责李灿痛骂人类不可理喻，认定李灿是在撒谎，想据为己有。面对指控，李灿只能无奈再次强调，店里确实什么都没有收到。李灿补充说明，即便店里真有失物，也只能亲手交给失主本人。精灵顾客见状彻底恼羞成怒，指责李灿继续痛骂人类狡猾。就在这时，伊鲁尔挺身而出，现场背诵起种族平等法案，严肃警告对方的言论已构成种族歧视，依法可以直接追究刑事责任。伊鲁尔随即给出选择，问他是自行离开还是去警局配合调查。一听说要进警局，精灵顾客顿时吓得大惊失色，丢下一句狠话便匆忙逃走。见警报解除，李灿连忙向伊鲁尔道谢，并打听接下来的核查计划。伊鲁尔安慰李灿不必在意，表示这次行动已经掌握了关键线索。他分析之前来店里的顾客全都是声称替失主寻找钱袋，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全是黑市的跑腿人。听到黑市这两个字，李灿顿时大吃一惊。伊鲁尔接着解释，黑市主要交易非法魔法道具等违法物品，上次李灿举报的非法钱包，失主交代也正是从这个黑市购入的。伊鲁尔顺口补充，上次举报的那位失主当天就跑去警局自首了，目前已经被依法拘留。伊鲁尔接着说明，黑市通常利用非法网站发布类似兼职的招聘，雇佣身份正常的普通人帮忙做事。之前陆陆续续打听的顾客，其实全是黑市招来的兼职跑腿。伊鲁尔向李灿再次确认，店里到底有没有捡到过钱袋？李灿非常肯定地表示绝对没有，若真捡到，店长肯定早就报案了，况且店长也说没见过钱袋。说到这里，李灿突然回想起店长之前提到过门口从下午就扔在原地的垃圾袋，他顿时猛地反应过来。李灿猜测门口堆着的垃圾袋很可能就是大家都在寻找的钱袋。伊鲁尔上前检查，表面看只是普通的生活垃圾，得知垃圾袋从下午3点就堆在门口，伊鲁尔立刻察觉到了异常，袋子周围居然隐约散发着法术气息。李灿这才后悔没有早点留意店长的话，导致惹来这么多麻烦。他一把拎起垃圾袋，向伊鲁尔请示能否直接破解上面的法术。看到李灿准备强行解开法术，一旁的伊鲁尔相当吃惊，忙问他是不是破魔师。李灿坦言自己最近刚考取了破魔资格证，并再次向伊鲁尔征求破解许可。得到伊鲁尔同意后，李灿立刻上手解除垃圾袋上的伪装法术。随着法术被强行破解，现场瞬间爆起一阵白烟。待烟雾彻底散去，原本看似普通的生活垃圾，竟直接露出了真面目，变成了一个精致的手提箱。李灿仔细一瞧，发现手提箱上的锁早就坏了，忙向伊鲁尔询问该如何处理。伊鲁尔接过去仔细检查，他掂了掂箱子，发现分量很重，里面却没有半点声音，显然已经被填得严丝合缝。伊鲁尔顺势推算，如果里面装的是1万面额韩元，大约能有1亿，要是全换成5万面额，涉案金额恐怕高达5亿。听到5亿这个惊人数字，一旁的李灿被吓得直接大叫起来。为了查清事实真相，李灿带着伊鲁尔来到后台调取监控，按照店长提供的时间节点，很快锁定了下午3点左右的监控画面。画面里，一名哥布林将袋子扔在便利店门口，动作十分怪异，身上的法术痕迹清晰可见。伊鲁尔当即决定拷贝一份监控留作证据。李灿一边帮忙导出数据，一边说出心中的疑问：既然里面装有整整5亿巨款，失主为什么不亲自过来拿，反而找来一堆跑腿人员？伊鲁尔道出了黑市的阴险算计，幕后主使为了用跑腿人员干扰警方调查，挑选的全都是身份干净的普通人，即使被抓也查不到失主头上，随时都能断臂求生。伊鲁尔接着询问招聘信息上的细节，李灿回忆起之前来询问的那些跑腿人，他们开口寻找的都是钱袋而非垃圾袋，既然特意把箱子伪装成垃圾袋扔在门口，招聘指令里却完全没提垃圾袋。李灿忍不住吐槽，要不是店长一直没去清理，这堆价值5亿的垃圾早就被当作废品扔掉了，把巨款直接扔在大街上的风险实在太大，正常人绝不可能选择这种作案手法。面对陷入沉思的伊鲁尔，李灿连忙表示案情细节不跟自己交代也无妨。伊鲁尔则说明向相关人员通报进展属于警方义务，让李灿不必放在心上。伊鲁尔反问李灿，难道没意识到店长的疑虑也顺带解开了吗？看着一脸茫然的李灿，伊鲁尔提醒他回想刚才破解法术时的细节。伊鲁尔提到之前那个非法钱包的案件，警方反复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魔法痕迹。今天看到李灿展现的破魔手段，才终于解开了心中的谜团。李灿有些不好意思，尴尬的为当时隐瞒真相道歉。伊鲁尔却表示完全不在意，解释说平时解除法术需要专门聘请专家，往往要等上很久，这次多亏李灿出手帮忙，调查才能推进的这么顺利。
李灿顺口打听起伊鲁尔的真实职务，好奇他究竟是不是刑警。不料伊鲁尔一口气念出一长串部门，从刑事调查到网络犯罪，再到安全管理，一个人居然兼任了10几个部门。李灿被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才想通他为什么每天只需要睡半小时。寻找钱袋的人一直持续到了凌晨4点，幸好有伊鲁尔在现场坐镇，才没有让骚乱继续扩大。据伊鲁尔透露，每年6月份警方严打黑市时，就会有人把赃物偷藏在便利店附近。得知自己的便利店被当作非法交易地点，店长气得当场发火。在他看来，这里可是自己和李灿珍视的店面，绝对不容许黑市随意破坏，甚至还小声嘟囔自己明明早就把黑市拆了。李灿在心里暗暗震惊于店长的彪悍战绩，随后向店长说明箱子已被警方带回调查，只要一有新线索，警察很快就会再次过来。李灿还提到警方想聘请自己作为专家协助办案，店长听完爽快的表示赞成，还透露自己当年也曾跟警方合作过。李灿担心自己接下警方的破模工作后，外出协助办案的时间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离开便利店，便试探着询问店长会不会介意自己频繁请假去干兼职。店长不仅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反而跟李灿聊起了自己过去的经历。在李灿来应聘之前，他几乎一天24小时都守在店里，过着枯燥又单调的生活。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他偶尔会关上店门去咖啡馆坐，但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日子，依然让他感到十分厌倦。就在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这样过一辈子时，李灿来到了这家便利店。店长接着说道：“李灿作为一个毫无魔法根基的异界人类，却偏偏拥有极其罕见的破魔能力，而且李灿每次分享的各种遭遇都让他觉得十分有趣，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期待每一天的生活。”店长连忙解释，自己绝对没有看他遭罪的意思。李灿也表示完全理解店长的想法，也正因如此，店长爽快同意了李灿去接破魔兼职，随后催促他赶快收拾准备下班。就在这时，李灿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此前联系过的制药公司表示审核通过，询问今天能否安排药剂测试。李灿在电话里和对方沟通好，希望能尽量礼貌地调整测试时间。挂断电话后，李灿提醒靠窗借座办公的顾客，一会儿店里有事处理，可能会有些吵。对方听完气得捏扁了手中的饮料罐，大声吐槽老板搞砸项目害他加班，让李灿只管做自己的事，不用理他。李灿正感叹对方不容易时，门铃响起，预约测试的人准时推门走进了便利店。对方一进门便表达了感谢，对方表示在测试开始前想先沟通一下具体的注意事项，并询问该坐在哪里。李灿引导他来到休息区域，随后李灿客气地询问对方想喝点什么，对方却非常兴奋地抢着要请客，反过来热情地问李灿想喝什么。制药公司带来的实验指南视频里，吉祥物孔达基正在讲解规则，要求测试双方像相亲一样自然相处，期间严禁上网搜索任何恋爱技巧，只需放松心态，展现真实反应。看着这段奇葩的指引视频，李灿一时间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对方连忙上前解释，表示这是公司专门设计的测试流程，甚至提出自己也要亲自喝下药剂。面对感到震惊的李灿，他道出了这款药剂的特殊之处，想要验证药效，必须有2个互相深爱的人共同服下。魅魔正式向李灿征求许可，询问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完成测试。李灿爽快的一口答应，表示自己刚才也想提出这个建议。李灿拿出一旁的试剂瓶解释，虽然自己只能在物理层面提供协助，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也打算共同服下药剂，承担副作用。得知李灿的心意，魅魔非常高兴的连声赞同，坦言自己参与了这款药剂的研发，本就希望能亲自验证药效。准备开始前，李灿有些犹豫的提起了旁边的顾客，担心在便利店测试会打扰对方。魅魔表示自己并不介意，李灿也补充说，顾客刚才就明确表示让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就行。确认没有后顾之忧后，魅魔伸手在包里掏了起来，很快掏出一个精致的饰品盒，准备开始交代服药细节和场景布置。魅魔打开精致的饰品盒，展示里面散发着光芒的药水。他解释说，公司巫师已消除了风险，这款还在研发中的药剂需要掺进普通饮料里才能服用。李灿看着眼前的药水，连连称奇，随后打听起具体的测试场景。魅魔解释说，药效发挥的前提必须是2个明确心意、互相深爱的人。为了满足这个服药条件，他有些害羞地低着头，希望李灿能爱上自己。这出乎意料的发言，直接把李灿给整不会了。李灿这才理清对方的意思，既然2个人并不是真情侣，为了达到测试标准，接下来就要假装谈恋爱了。魅魔连声附和，为刚才引起的误会连忙道歉。李灿表示自己只是有些意外，并不介意。魅魔接着解释，视频里严禁的是刻意人工表演，像相亲一样自然相处不会影响测试，只要双方放下戒备，像指南里那样展现真实反应，药效就能正常发挥。李灿听完表示理解，决定立刻开始测试。魅魔将药水配比滴入果汁，随后与李灿一同喝了下去。刚一入口，一股明显的苦味就蔓延开来。魅魔尝完也承认，即便掺了果汁，苦味依然很重，后续还需要继续改良口味。魅魔接着交代，药水服下后大约2分钟起效，作用时间能维持1个半小时左右。魅魔补充说明，药水可能会引发头晕、发烧和醉意，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恋爱反应混淆。双方随后
敲定正式开始，两个人相对而坐，现场却瞬间陷入极其尴尬的沉默。李灿正不知该从何说起，旁边的顾客突然向他弹了一颗爆米花。李灿转头看去，发现顾客在电脑屏幕上打字，催他赶紧夸魅魔今天好看。李灿正对顾客的操作发愣，魅魔突然问他在看什么，李灿吓得连忙摆手掩饰，谎称刚才只是看到了虫子。不料李灿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魅魔见状吓了一跳，连忙承认这是药水起效了，问他刚才是不是撒谎了。李灿有些不好意思的承认，确实撒了一点谎。魅魔解释说，药水增加了强制诚实的机制，只要说谎就会引发生理反应，正常只是心跳加速或出汗，但因为药剂尚未完善，所以刚才的反应才格外强烈。魅魔接着询问李灿，按照1到10的严重程度，刚才谎言的伤害有多大？李灿看了一眼隔壁盯着自己的顾客，只能硬着头皮回答只有1级。李灿打断话题，打听解决办法。魅魔表示只要坦诚承认撒谎，身体的不适就会迅速消退，得知症状可以平复后，李灿终于松了一口气。魅魔随后主动提出想要问李灿一个私人问题。魅魔顺势开口，说起自己最近一直很好奇，打听李灿平时都住在哪里。面对魅魔打听住址的要求，李灿有些害羞地追问原因。魅魔谎称是前辈教的破冰套路，不料话刚出口就触发了药效机制，腹痛、恶心感瞬间袭来，受不住折磨的魅魔只能老实交代，承认自己其实是想去他家坐坐。看到李灿难受的样子，魅魔也向他吐露了真心话。魅魔坦言自己很喜欢听李灿说话，希望下班后能去李灿家里聊个痛快。李灿听完一脸无奈，提醒他自己还在值夜班，难道就不能在店里聊吗？魅魔觉得光在便利店聊还不够，他兴高采烈地描绘起理想的安排，要准备炸鸡啤酒，一起看电影，聊聊工作琐事和遇到的猫，一直聊到困了为止。魅魔坦言自己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些，随后小心翼翼地追问李灿，难道讨厌和自己一起做这些吗？李灿承认自己来之前其实也在想。眼看魅魔越说情绪越激动，李灿连忙伸手按住他的肩膀，让他先冷静下来，等之后再好好聊。魅魔这才猛地回过神来，不敢相信地确认自己刚才是不是把啤酒炸鸡都说出来了。李灿也跟着确认，说他连去家里看电影都全招了。魅魔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控招了真心话。李灿解释自己刚才冒昧打断，是为了帮他摆脱药水的副作用。魅魔发觉药效比预期还要强烈，加上身体感到一阵头晕恶心，便向李灿提出暂停测试休息10分钟。李灿爽快答应，旁边的狗头人顾客却坐不住了，抱怨戏码正精彩居然要暂停，随后便仗着消费打发李灿去拿运动饮料。李灿刚准备去拿，狗头人顾客却又突然转头叫住了旁边粉色头发的魅魔。狗头人顾客劝魅魔放松点，嘲讽两人根本不是在做实验，反倒像是在拍恋爱真人秀。魅魔连忙解释两人是在认真工作。李灿也在一旁劝狗头人别找茬。狗头人顾客没理会，一口气买下多罐运动饮料，顺手把多余的塞给他们，甚至连找零都嫌麻烦不要，直接转身离开。魅魔忍不住吐槽对方态度粗鲁，李灿却解释这就是他的习惯，虽然嘴上骂骂咧咧，但其实人并不坏。魅魔好奇打听店里是不是常有这种怪人，李灿表示这种奇葩独此一家，不过性格鲜明的顾客确实不少。李灿顺着话题回忆起来，提起最近一位兼职做主播的老爷爷顾客。魅魔听说还有主播来买大号拉面，感到十分新鲜。工作告一段落，两人站在便利店门口道别。魅魔有些担心，觉得自己整完只是在聊天，没能好好完成测试。李灿连声肯定他的表现，表示这次不仅顺利收集到了数据，还确认了坦诚相对时的副作用。魅魔也夸赞李灿应对副作用很有办法，还提起李灿刚才讲的那些顾客故事，觉得非常有趣。眼看一切顺利收场，魅魔却突然叫住李灿，问出了自己压在心底的疑惑。他很想知道李灿刚才为什么愿意听他聊那些琐事，虽然自己先前说过是因为李灿的话才来到这里，但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魅魔坦言自己找不到人倾诉，以前每当提起关于爱的烦恼，大家要么无视，要么敷衍，只有李灿不仅认真倾听，还帮他解决，这让他很好奇李灿这么做的原因。李灿沉吟片刻，解释说只是看魅魔太拼命了，自己成年后一直在兼职打工，从未像他这样去执着过什么，却被魅魔追求真爱的坚持所打动。既然自己做不到，就希望能帮魅魔找到想要的答案。听到李灿的真心话，魅魔郑重地向他道谢。李灿随后顺口提起魅魔先前说想去他家拜访的事，不过李灿有些尴尬地表示，现在因为各种原因不太方便，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考虑。双方随后约定好下次再见，魅魔也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下来。折腾了一整晚的实验，李灿疲惫地打着哈欠，算着离下班还有3个小时。这时店长突然提早赶来，郑重交代李灿，待会儿如果有顾客打听，必须统一口径说自己是早班。李灿还没来得及问清原因，一大群魔物顾客就蜂拥而入，把便利店挤得满满当当。一位顾客上前询问谁是夜班店员，李灿想起店长的交代，连忙撒谎说自己只是早班。对方随即拿出手机，表示大家是看了那位老爷子主播的视频才专门找过来的。老爷爷在直播里大夸李灿服务热心，不仅让他喜欢上了外卖，还打算近期再去店里拜访。店长认出这就是给过李灿50万的顾客，透露对方其实是一位擅长农业魔法的土地神。李灿想起这位土地神之前还帮自己看相，预言他虽然会经历波折，但最终都会化险为夷。
面对铺天盖地的流量和顾客，店长倒是乐见其成，但也看出李灿被这阵仗吓得够呛。李灿实在想不通，大家是怎么精准摸过来的。店长推测，大概是观众在直播里认出了便利店周边的环境。店长透露，昨晚看直播时就发现弹幕提到了便利店，观众们这才组团跑来消费。他也是为了帮李灿打掩护，才特意提前赶过来。李灿看着手机感叹，自己当时不过是随手帮忙，没想到会带来这么大的反响。李灿顺势向店长打听，这位土地神平时都播些什么？店长解释，老爷子主业其实是打枪战游戏，还特别擅长用狙击枪，说是为了弥补年轻时的遗憾。聊完主播的事，店长一边整理货架，一边打听起李灿昨晚和魅魔的测试情况。李灿坦言过程还算顺利，店长听完忍不住感叹，魅魔果然名不虚传。随后丽丽马上前抓住李灿的手，迫不及待地追问起昨晚的细节。店长甚至非要现场还原昨晚的动作。李灿无奈地问他是否有必要重演，店长却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为了核实细节。得知李灿居然扛了过去，店长夸奖之余，随后严肃地透露，他昨晚其实对他使用了魅惑魔法。店长解释，魅魔一族天生自带这种魔法，只要心里希望眼前的人喜欢自己，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动，被施法的人几乎都会沦陷。好在李灿天生免疫魅惑魔法，这才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李灿连忙向店长解释，魅魔当时是因为药水副作用神志不清，加上现场还有其他顾客，可能只是误触发了魔法。店长听完决定先不纠结这事，提醒李灿趁着还没下班，今天得一起清点仓库补货，完成续约时安排的新职责。正说着，哈娜推门走进了便利店，主动向两人打招呼。店长见状直接告诉哈娜，李灿今天有新任务要忙，恐怕没法陪他玩了。李灿也抱歉地表示确实走不开。听到新任务，哈娜好奇地打听细节，店长解释是要去像地下城一样的地下仓库清点里面的商品。一听到地下城，哈娜瞬间打起了精神。哈娜兴奋地表示自己也想参加这场冒险。李灿在一旁连忙澄清，这根本不是去冒险。店长却顺势邀请哈娜加入，还试探地问她知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意思。哈娜回答，工作就是妈妈平时一直在忙的事。店长见状顺水推舟，表示只要她愿意来帮忙，忙完还能吃到不少零食。面对零食的诱惑，哈娜立马高声答应。店长当场给哈娜套上便利店马甲，正式雇佣她成为1日兼职员工。三人走进宽敞的地下仓库，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哈娜惊叹连连。李灿有些担心地向店长询问，带哈娜一起来盘点仓库是否合适。店长以为李灿在担心卫生问题，解释说刚才换衣服时就已经给哈娜施过了清洁魔法。李灿连忙澄清自己的顾虑，他是担心仓库里那些像龙鳞一样的特殊物品。店长笑着表示，那些东西早已单独隔离存放，今天主要盘点的全都是儿童商品。李灿听完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店长让李灿和哈娜在原地稍等，自己先去货架那边搬运货物。哈娜见状想要主动上前帮忙，李灿笑着表示物品并不算重，让哈娜留在原地休息即可。不料哈娜突然高声呼喊出大事情了，李灿顺着声音连忙回头看去，发现哈娜蹲在一个长满尖牙的巨大宝箱前，失望的抱怨里面根本没有宝藏。李灿吓得立刻冲上前抱起哈娜，紧张警告她那里非常危险，不能靠近。哈娜困惑询问宝箱是否真的很危险。远处的店长听到动静赶来瞪清，解释那并不是危险的宝箱，并询问李灿究竟发生了什么。店长顺势指向一旁插在石头上的宝剑，介绍这是以前流行过的勇者之剑。可李灿依然紧盯着那个尖牙宝箱，追问这难道真的不是宝箱怪？店长展示出箱子内部的驾驶座和方向盘，澄清这其实是给小朋友玩的骑乘设施，通常用来在剧本表演里当做假宝箱道具。一直围着插石剑打转的哈娜听到这里，眼睛瞬间发亮，赶忙询问能否试着把剑拔出来。店长建议先让李灿检查一下设施，再和哈娜一起把剑拔出来。哈娜爽快地开口答应了。李灿上前仔细观察那把插石剑，发现宝石周围有空间波动的迹象，但直接触碰却没有产生变化，这让他想起之前测试时的经历。李灿特意向店长确认，如果检查时弄坏了设施要不要紧。店长表示店里有保险，让他放手尝试。有了保证后，李灿叫上哈娜准备动手。店长顺手关掉了仓库的电灯，提醒说这款玩具拔出来时会发光。李灿便让哈娜听口号准备发力。随着李灿喊出倒数的口号，哈娜用力将宝剑一把拔出，剑身上瞬间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还伴随着阵阵音效，让哈娜兴奋不已。李灿看着眼前炫酷的特效，店长随手重新打开仓库电灯，解释这套玩具是模仿当年热播动画设计的，下面的石头其实是个充电底座，通过光魔法来实现技能特效。不过店长很快发现了不对劲，表示剑本身应该也会跟着发光。李灿也看出玩具似乎出现了故障，店长决定把剑拿近些仔细检查。李灿向哈娜要过那把勇者之剑，确认上面镶嵌底确实是魔石。他想起刚才触碰时没有任何反应，推测关键机关可能藏在内部。李灿试着用力按压宝石旁边的接缝，居然直接将魔石给抠了下来。可宝石刚一脱落，剑身中竟爆出一阵猖狂的笑声，伴随着浓烈能量，大声叫嚣要占领这里。结果话音未落，能量就瞬间熄灭，现场只剩下一阵尴尬的沉默。突发状况消散的实在太快，店长一时间也没有看明白。
李灿拿过玩具仔细检查，哈娜注意到掉落的魔石上面沾着一层像木炭一样的污垢，店长推测是刚才那股能量留下的痕迹，随即拿来湿纸巾帮李灿一起擦洗魔石。随着李灿把清理好的魔石重新装回剑身，整把剑瞬间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店长这才彻底看明白，刚才正是因为魔石被污垢堵住，才导致剑身无法正常发光。检查完勇者之剑，店长紧接着拿出了下一个商品，一把木铲形状的魔法棒，得意表示这是上个月抢到的热门货。还没等店长多做介绍，哈娜一眼认出这是动画里的炎之魔杖，兴奋的眼睛直放光。李灿有些意外，哈娜居然连这都知道。店长顺势将魔杖递给哈娜，解释说这同样是当下最火的动画周边，难怪哈娜会这么喜欢。店长补充这款玩具的功能完全不同。哈娜拿着魔杖开心的表示，有了它就能和朋友们一起变身了。店长补充说，这款魔杖最多支持3人变身，提议直接给李灿演示一下。哈娜兴奋答应，并挥动魔杖喊出变身口令，伴随着一阵闪光，哈娜瞬间换上了魔法厨师的服装。李灿直接看呆了，没想到这玩具真的能实现变身。店长也在一旁夸赞哈娜可爱。店长解释这款玩具能分别变身成魔法少女、朋友以及反派，正好足够3个人一起玩。接着他语气一转，透露这魔杖其实还有其他魔法功能，由于功能多的有些离谱，店长心里其实有点犯嘀咕。他转头问李灿，刚才哈娜变身时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李灿表示，刚才哈娜变身时自己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店长听完立刻动了心思，提议把剩下的变身功能也测试一遍。他让哈娜直接对2人施展魔法，把他们变成反派或者朋友都可以。李灿翻开说明书，念出变身步骤，不仅要将魔杖旋转指定角度，连喊咒语都有严格的分贝限制。李灿忍不住吐槽，这要求对小孩太复杂了。店长笑着表示，说明书只是形式，只要手里拿着魔杖就能施展魔法。哈娜有些困惑的提问，店长平时不用魔杖也能使用魔法？店长解释自己能在脑海中直接计算数式，但对大多数新手来说，魔杖就像是帮你计算公式的计算器。店长补充说，等以后经验和技术提升了，可能就不太需要魔杖了，但大多数人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会随身带一把备用。考虑到仓库空间太窄，店长提议换到走廊测试变身。哈娜开心的一口答应。来到走廊后，店长开始手把手指导哈娜，让她把魔杖举到指定高度，保持姿势，念出变身咒语。哈娜自信的表示完全没问题。哈娜准备施展变身魔法，店长却注意到李灿站在一旁有些迟疑，关切的询问他是不是累了。李灿有些无奈的表示，自己只是觉得一把年纪玩变身游戏有些尴尬。店长笑着劝他只是个游戏，不必太当真。李灿还在试图放轻松。哈娜突然挥动魔杖喊出反派变身，强烈的光芒瞬间将店长笼罩，把旁边的李灿吓了一跳。烟雾散去后，店长换上了红色斗篷，头上还长出一对恶魔角。哈娜兴奋地夸赞店长造型酷炫。店长确认身体没有异样，便让哈娜立刻对李灿施展魔法。看着哈娜再次举起魔杖充能，李灿吓得赶忙喊停，提议先休息5分钟再说。店长用冰淇淋做条件，哈娜随即喊出咒语，发动朋友变身。面对瞬间袭来的强光，李灿只能闭上眼睛准备接受。可等光芒彻底散去，李灿检查身体发现没有任何变化。哈娜困惑地看着魔杖，想不通叔叔为什么没有成功变身。就在2人怀疑魔杖坏了时，店长突然提醒李灿，是否还记得先前讨论过魅魔诱惑对他无效的原因。李灿听完陷入了沉思，原来是自己的绝魔体质会在不知不觉中消解魔法，难怪变身对他完全不起作用。店长耐心地向哈娜解释，李灿叔叔是因为特殊原因才无法变身，魔杖本身并没有坏。听到魔杖没坏，哈娜虽然松了口气，但还是觉得相当可惜。她原本非常期待看到李灿叔叔变成动画里的甜心公主。李灿听得有些心虚，连忙问店长那个公主造型到底长什么样。店长笑着摇了摇头，直接拿出手机展示出角色的照片。看着照片上极其夸张粉嫩的少女造型，李灿顿时一阵后怕，无比庆幸自己的绝魔体质救了一命。店长耐心地安慰哈娜，说哈娜肯定是因为想和李灿叔叔搭档，毕竟这个角色是主角最好的朋友。哈娜听完认同地点了点头。哈娜小声解释，说自己是想穿上同款变身服，觉得这样看起来才像朋友。李灿走上前摸了摸哈娜的头，温柔地告诉她不必这样，因为大家早就已经是朋友了。店长也在一旁笑着附和，说能在一起工作和玩耍就是朋友，还顺便开玩笑说只是年龄差的有点大，惹得哈娜立马出声抗议。见解开哈娜的心结，店长将话题拉回正题，询问哈娜是否还记得魔杖的其他功能。得到肯定答复后，店长一把拉住身边的李灿，兴致勃勃地准备把变身游戏彻底玩个痛快。店长顺势变身成了反派，配合剧情演起了戏，声称自己抓走了甜心公主。哈娜见状立马举起魔杖，喊出火焰魔法的咒语，把烤箱预热到700度。没想到魔杖瞬间喷出惊人的火焰，将前方彻底吞没。李灿看着眼前这夸张的威力，忍不住质问店长，这真的是儿童玩具吗？面对突如其来的熊熊烈火，李灿赶忙高声询问店长该怎么办。没想到店长直接伸出手，把漫天的火焰全部吸收了回去，火势瞬间消散得干干净净。危机解除后，店长把东西交给李灿，让他先带着哈娜回楼上去。接着店长感谢哈娜帮忙工作，让他把魔杖放下，拿上泡泡枪先去外面玩。哈娜乖巧地答应了一声，李灿便带着他一起回到了楼上。走在路上，李灿关心起
哈娜有没有受伤。哈娜表示自己没事，接着有些担心的低声询问店长姐姐是不是生气了。李灿摸了摸哈娜的头，解释店长并不是针对她，只是出于魔法师的职业责任感。回到店门外，那兴高采烈地玩起了泡泡枪。李灿站在一旁，却有些犯嘀咕，疑惑店长怎么去了这么久？难道那把魔杖的问题真的很严重？而且刚才发生异样时，居然没有出现平时常见的闪烁现象。正当李灿百思不得其解时，后方突然传来了搞定的声音。哈娜用泡泡枪吹出了李灿的头像。李灿夸赞这玩具居然还能画画。看着时间不早了，李灿提醒哈娜该去上幼儿园了。哈娜却表示今天不用去，因为老师说今天很危险，幼儿园附近出现了奇怪的东西。送走客人之后，李灿发现今晚店里异常清冷，明明已经到了晚上11点，街上却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不仅如此，早就过了下班时间整整1小时，店长却还在办公室疯狂敲击键盘。李灿好奇地走过去打听情况，店长这才猛然注意到时间，解释自己正在整理一份报告，准备将昨天的魔杖事件提交给魔法局。接着店长聊起了魔力的概念，还提醒李灿是否还记得，虽然这世上所有生物都拥有魔力，但像哈娜这样的纯血龙族，魔力总量竟然高达1万点。李灿听到这个数字惊得目瞪口呆。店长继续解释其中的原因，一般魔法道具都是按固定比例抽取魔力，遇到哈娜这样庞大的魔力基数，才会导致咒语的威力瞬间暴增。店长补充解释说，玩具公司为了节省生产成本，在设计时偷工减料，省去了一道计算，才让原本威风级别的魔法变成了威力失控的灾难。店长深深陷入了自责，怪自己当时不够谨慎，差点让哈娜和李灿2个人遭遇危险。李灿见状连忙出言安慰，表示如果是自己遇到那种突发状况，早就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多亏了店长及时化解危机，自己事后才能顺利安抚好哈娜。正是因为店长一直以来沉着可靠，自己才能安心在这个店里工作。听到这番真挚的话语，店长笑着夸赞李灿总是这么温柔。这时店门外的迎客铃声突然响起，身穿警服的伊鲁尔推门走了进来。店长主动打招呼，询问对方是不是为了那包钱来的。伊鲁尔确认了来意，但在正式交接钱财之前，先向2人仔细核实是否与案件有关。在得到肯定的否定答复之后，伊鲁尔开始说明目前的调查进展。为了防范涉案人员再次出现，魔法局已经在周边布置了监视术士。交代完基本情况之后，伊鲁尔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身为反魔法专家的李灿能协助调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李灿一时间有些愣住。伊鲁尔连忙补充解释说，有李灿的加入能大幅加快调查进度。李灿表示只要不干体力活就没问题。店长更是兴奋地高举双手，毛遂自荐，表示自己可是正牌魔法师，非常乐意配合警方调查。为了更好地协助调查，店长主动提出一起重看之前的监控。伊鲁尔爽快地将 U 盘插进电脑，看着店长一改往日的随性作风，李灿在心里不由得有些好奇，店长过去作为魔法师相当活跃，如今怎么会跑来经营这家便利店？看完监控记录，店长迅速推断出了关键线索，那个涉案的哥布林恐怕现在已经在医院急诊室了。听到哥布林在急诊室，李灿还以为对方是出于内疚自首，店长连忙澄清，哥布林住院完全是因为别的缘故。伊鲁尔按例要求详细说明情况，店长指着监控画面解释说，哥布林当时做出的那个手势，其实是在接管钱包上的伪装术。李灿好奇2人怎么能共用魔法，店长表示只要协调好计算和术士，2个人就能合作施展同一个魔法，而哥布林负责的就是持续输送魔力。见李灿听得一头雾水，店长拿魔法剑举例说明，直接飞出消失的是一次性魔法，能远程操控持续飞行的就需要源源不断消耗魔力。那个哥布林不仅一直在输送魔力，甚至还立下了可怕的承诺契约。店长提醒是李灿解除了魔法，李灿这才猛然意识到，那个承诺承担全部责任的哥布林下场恐怕相当惨烈。店长解释，由于魔力被持续抽干，那个哥布林几乎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主谋显然是想让输送魔力的人来承担对应金额的代价。由于李灿在清晨强行破除了术士，导致严重的魔法反噬，哥布林才被直接送进了急诊室。得知是因为自己破除魔法才导致这个后果，李灿一时间感到十分自责。伊鲁尔随即推断，负责输送魔力的人当时肯定在附近监视，如今钱没拿到，同伙必然也在寻找那个哥布林，所以警方必须尽快排查附近医院。交代完调查方向，伊鲁尔表示会回警局核实店长的资格，并为2人申请协助调查的报酬。随后敬礼道别，准备展开搜寻。店长曾经十分厉害，李灿很好奇他如今为何只经营便利店。店长坦然表示干太多事情太累，这次帮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人在店里恶作剧，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机见见过去的同行。想到刚才没能掏出资格证，店长忍不住后悔没带在身上。李灿劝店长，要是觉得尴尬，不如退出，况且警察核实身份还需要时间，协助调查的报酬恐怕也会延期。店长却坚决拒绝，表示大魔法师的尊严绝对不能低头。这时李灿的手机突然收到短信，通知他明晚需要一起加班。李灿看了一眼屏幕，告诉店长允和明天要过来。店长好奇打听允和的意图，李灿表示自己最近和对方联系不多。店长见状心生怀疑，质问李灿是不是又偷偷和允和搞了什么动作。李灿吓得连忙出言否认。见李灿不像在撒谎，店长正纳闷允和过来的真正原因，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店长翻出手机上的新闻，表示允和过来，恐怕和学院突发传送门事故有关。第二天下午，武飞跑来便利店串门，还打趣说听了李灿的劝告，打算开始追求自由生活。店长在一旁吃着零食，夸奖李灿很有做服务业的天赋。李灿给武飞分了零食，庆幸下午有他陪着解闷，不然店里连个顾客都没有。店长解释说，自从李灿离开之后，新闻一直在铺天盖地报道这场事故。随后店长递过手机，让李灿看看现在的严峻局势。新闻里正在报道传送门事故，这片区域平时很少出现传送门，官方从早上就已经介入处理。李灿推测这会导致客流量减少，允和今晚过来大概也是为此，甚至联想到哈娜的幼儿园停课。这时店长注意到武飞的尾巴，询问他是不是受了伤，武飞却一直在回避话题。李灿见状劝店长先下班回家，等之后再向他解释。送走店长后，李灿严肃地让武飞坦白真相，武飞这才交代自己是为了对抗黑风帮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李灿以为武飞又是为了抢食物打架，武飞却澄清自己是在保卫领地，而且这次黑狗的状态非常诡异，不仅双眼翻白，嘴吐白沫，还嚷嚷着武飞身上有星辰的味道。对方胡言乱语后，直接咬伤了他的尾巴。李灿听完觉得难以理解，既然对方明显处于失控状态，为什么不及时逃跑？武飞坦白自己只是想变得可靠，成为店长和哈娜能够依赖的对象。他想起之前受邀去哈娜家做客，两人在院子里高兴地玩抛接木棍，不料木棍意外卡在了大树高处，两个小家伙都拿不到。哈娜急得满脸委屈，自责没把木棍扔好，向武飞道歉。哈娜的温柔让武飞心生感激，可看他那么自责，武飞心里也很难受。他觉得只要自己变得强壮，哈娜就不会跟着受委屈，于是他决定不再逃跑，正面迎战黑风帮。听完这番话，李灿严肃地劝阻武飞，表示以后绝不能再这么干。李灿原本以为武飞只是想独立生活，这才选择尊重他的决定，但他实在无法接受武飞为了大家去冒这种风险。面对李灿的质问，武飞赶忙解释自己并非鲁莽。李灿陷入了沉思，过去的黑风帮做事一直很讲道理，如今状态却失控的像是得了狂犬病。李灿紧接着向武飞打听起当时的具体细节，武飞交代当时对方来了20多只，一见到他就歇斯底里的吼叫。李灿据此推断，这恐怕不是普通的狂犬病，得狂犬病的狗很难发出这种大叫，也不可能同一时间群体感染。他接着向武飞打听黑风帮的规矩，武飞表示首领黑风过去一直管理得很严。正聊着，李灿接到了允和打来的电话，对方的声音在电话里断断续续，还没等李灿仔细询问，整座便利店突然发生了剧烈晃动。武飞吓得以为发生了地震，急忙喊李灿躲到柜台底下，李灿却安抚他冷静下来，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地震。李灿抱着武飞走出便利店，夜空中一匹飞马正缓缓降落，骑在上面的正是允和。刚才电话里巨大的杂音，不过是他在空中飞行时刮过的风声。允和骑着飞马赶到便利店，提醒李灿连续熬夜根本顶不住，严厉告诫他绝对不能通宵加班。李灿无奈表示自己已经在值夜班了。允和顺势开起玩笑，表示这次带来了李灿白天订的大批货物。就在他准备递出货单时，李灿怀里的武飞突然叫了一声，允和瞬间被这只可爱的小狗吸引，连忙打听武飞是不是李灿养的。李灿澄清小狗并不是自己养的，还顺口问允和怎么现在才注意到。允和不好意思的承认刚才没看清，接着打听起小狗的名字。还没等李灿回答，武飞就直接开口做起自我介绍。允和顺着应完，才猛然意识到眼前的狗居然会说话。李灿赶忙让震惊的允和冷静下来，随后把武飞的来历解释了一遍。这小家伙为了自由逃跑离家，现在独自生活在附近的公园里，平时经常跑来找李灿玩。李灿补充说，武飞正在为了自我提升做打算。允和听完有些不满，反问李灿怎么忍心让这么可爱的小狗受苦。武飞见状，连忙出面维护李灿，表示李灿已经帮了自己很多，让允和千万不要怪罪。允和这才笑着答应，不再生气。李灿有些好奇，问武飞平时明明相当谨慎，怎么会主动向初次见面的允和开口？武飞坦白，是因为允和骑来的那匹马，他向允和打听飞马是不是灵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武飞向允和提出了请求。武飞解释自己最近一直在向店长请教，得知灵兽拥有不同于魔法的特殊力量，为了能尽快觉醒能力，店长建议他多和其他灵兽交流。允和听完有些纳闷，悄悄问李灿武飞口中的店长是谁。李灿小声解释，那就是允和的姐姐。允和爽快地答应帮忙，不过也顺势向武飞提了个条件。允和提出要求，要等他和李灿先忙完工作，顺便打听姐姐刚才和武飞聊了什么。武飞爽快答应，让两人不用焦急。随后允和打听起今天的客流量，李灿坦言受传送门影响没什么生意。允和顺势掏出一个小玻璃瓶，瓶里装着奇特的水火融合液体。李灿看着瓶子有些纳闷，一旁的武飞也凑上前，两人都在琢磨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允和透露，这东西来自学院区出现的传送门，门里是一片海滩，沙滩上莫名出现了一个深坑，液体就是从坑里拿到的。而他们今晚的任务就是弄清这到底是燃烧的水还是能烧水的火。允和坦言，如果是前者还好，如果是后者麻烦可就大了。具体缘由允和打算稍后再细说，眼下只想让李灿先帮忙鉴定。看着这瓶怪异的液体，李灿也不禁陷入了沉思。李灿把武飞托付给允和照顾，随即拿起玻璃瓶仔细端详。李灿顺口打听起这瓶液体的价值，允和坦言，由于非常稀有，每毫升大概能卖10万韩元。
观察片刻后，李灿询问能否将这瓶液体破坏。面对疑惑的允和，李灿解释自己需要做个简易实验来确认成分，并表示具体缘由等做完实验再细说。允和听完一时间有些犹豫，确认好情况不对就立刻制止后，李灿当即拔开瓶塞，直接把奇特液体倒在自己手上，带火的水滴一落在掌心，瞬间冒出阵阵白烟。李灿盯着手心观察片刻，随着烟雾散去，他淡定表示这确实是能烧水的火。看着李灿居然直接上手测试，允和被他的做法惊得直呼厉害。允和好奇李灿是怎么做到的，李灿表示这是自己考取反魔法资格证时掌握的小技巧，可以挑选并消除特定的魔法属性。他在考试和接触各种魔法时发现，不同魔法所需的魔力量并不相同，这瓶液体也是同理，其中水和火消耗的魔力都非常大。为了确认哪种属性需要的魔力更多，李灿从最高魔力标准开始逐步扣减，最后残留在手上的成分就是这瓶液体的真实身份。庆幸的是，测试最终顺利成功了。允和打趣说，他熟练的像干这行多年，难道是开启了第二次人生？李灿赶紧打断这番调侃，顺势追问允和为什么想弄清成分。允和坦言，这种液体根本不符合学院区的情况，学院区原本不该有传送门，即便偶尔生成，内部通常也是海洋环境，而东南方向10公里外，公园附近的那座传送门里面却是片火山地带。允和补充说，公园传送门最常见的物质就是这种水烧火。当初在学院区发现时，他大吃一惊，还以为是传送门内部发生了水下火山喷发，这才找李灿帮忙核实。如今测试结果印证了他的猜测，说明这两座传送门之间产生了共鸣。李灿听得一阵惊诧，追问这是否意味着公园那座门也已经开启。允和顺手揉着怀里的武妃，坦言门有没有开启并不是最危险的。李灿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允和接着解释，传送门本身不算什么巨大威胁，真正棘手的是它所引发的其他隐患。允和指出，传送门有2大风险，一是门里冲出的魔兽会四处作乱，二是传送门长期无人管辖自行关闭时，如果没能取出里面的核心，就会引发严重的灾难。面对李灿的追问，允和进一步解释，严重时会导致地震、台风，甚至让周边动物发狂，或是植物发生异常生长。见李灿对这些常识一无所知，允和忍不住吐槽他是不是住在无人岛。李灿尴尬的解释，自己老家是个极其偏僻的乡村，平时根本见不到传送门。允和听完十分羡慕，直言那种没有传送门的地方，自己都想搬过去住了。武妃听完心里一动，顺势向允和发问，允和爽快的答应下来。你刚才说野生动物会变得暴力，这包括流浪狗吗？武妃解释，公园野狗的异常刚好能和允和掌握的情况对上。允和注意到公园就在学院区对面，便决定带上武妃亲自过去调查，顺便满足武妃想和飞马交流的心愿。看着满地还没收拾的货物，允和心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李灿让他放心的出发调查，表示剩下的货物交给他就行。就在允和准备帮忙搬运货物时，武妃突然开口叫住了他们，表示自己有话想要单独对李灿说。武妃想起了那只挑战黑风帮的小狗，觉得对方说是为了李灿和哈娜，或许只是找个鼓起勇气的借口，好让自己能够真正变得强大。武妃表示多亏了李灿刚才的开导，自己终于彻底想通了。武妃承诺自己不再急躁，会一步步找到属于灵兽的道路，希望李灿能继续监督自己。允和骑着飞马带走了武妃，李灿在地面目送着他们远去，随后转身开始清理满地的货物。本想尽快把所有货物收拾干净，李灿却高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口气搬完大批重物后，一不小心把腰给闪了。店长拿来医药箱帮李灿处理伤势，劝他以后遇到重物千万别硬撑。李灿听后乖乖答应了下来。注意到店长面露愁容，李灿忍不住向他打听情况，询问店长为何看起来心事重重。店长提出想要握一下李灿的手，李灿虽然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还是主动伸出手答应了下来。店长握紧李灿的手长，舒了一口气，表示自己瞬间感觉轻松了许多。店长解释自己作为大魔法师，感知敏锐，只要附近发生魔法引起的坏事，身体就会立刻产生本能反应。多亏李灿的特殊体质帮他阻挡了魔力。聊完身体状况，店长又提起了便利店的生意，表示早上的销量虽然还算不错，但夜班的营业额却惨不忍睹。结合李灿提到的传送门异状，再加上新闻劝阻民众靠近危险区域，店长预料生意还会继续萧条一阵，便决定让李灿先回去好好休息。李灿走出便利店，看着眼前空旷安静的街头，心里清楚，在看似平静的日常之下，其他地方甚至是另一个世界，恐怕早已陷入了一片混乱。对比着眼前的街景，李灿意识到这里和老家截然不同。这里既没有飞在天上的鲸鱼，也没有频繁出现的传送门。他伸了个懒腰，准备回家睡觉。当他再次走回便利店时，店长正和一位朗耳大叔聊得热火朝天。大叔夸赞李灿业务掌握得很快，店长笑着表示全靠李灿自己能力出色。见李灿推门走进来，大叔主动开口向他道贺，祝贺李灿顺利考取了资格证书。店长也在一旁跟着附和，表示自己早已把李灿的近况全交代了。李灿感到有些意外，忍不住打听两人究竟聊了多久。店长解释，今晚7点后就没客人上门，连大叔那边也没接过一通业务电话。聊着聊着，店长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他转头郑重地提醒李灿，今晚恐怕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夜晚。店长推测附近可能有魔法战斗，严厉叮嘱李灿今晚千万不要走出店门。李灿让店长
放心的回家休息，心里却觉得附近不可能凭空出现传送门。待店长离开之后，大叔感慨李灿和店长的关系真好。李灿坦言自己刚来此地全靠店长照顾，顺势向大叔打听起外面的路况。大叔表示今晚的生意同样很不景气，自己也特意嘱咐了老伴不要出门。聊到兴头之上，大叔掏出随身携带的合照给李灿看，看着照片里乖巧的小女孩，李灿夸赞这孩子可爱的足以去当童星。大叔顿时满脸自豪，开始滔滔不绝地夸赞起孙女的魅力。大叔顺势聊起教育儿子的往事，话匣子一开根本停不下来。李灿赶紧找准机会打断了大叔。大叔反应过来后连忙开口道歉，李灿笑着表示自己并不介意，心里明白大叔一提到家人就会大变样。想起刚才聊到的内容，李灿打听照片里为何没有老伴的身影。大叔闻言伸手指了指照片上的另一处，大叔满脸自豪地介绍起老伴，表示即使已经过去了60年，老伴依然保持着年轻美丽的状态。李灿凑近仔仔细细看了一眼，瞬间被眼前的情景彻底惊呆。照片里的女人居然年轻的如同美少女，两人的外貌年龄差大的令人不敢相信。李灿看着照片里20出头的女子，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委婉地向她打听老伴属于什么种族。大叔坦言老伴确实是稀有种族，见李灿有些不好意思深入打听，大叔笑着表示没关系，顺势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当年大叔还在军队服役，被分配到了保护部队，负责护送一位精通魔法的贵宾，而那位贵宾正是他现在的妻子。大叔自豪地透露，老伴其实是一位非常温柔的精灵。听到老伴居然是长寿的精灵，李灿瞬间愣在了原地。见大叔提及战争时期的往事，气氛不知不觉沉重了起来。李灿赶紧主动找话题，打听起大叔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大叔笑着分享自己的日常，前阵子他和老战友聚会，第一次尝试打台球，还一起看了部战争电影。结果战友们觉得电影拍得太假，看了一半就直接把电视关了。看到战友们如今生活平静，大叔心里虽然感到欣慰，可内心却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空虚感。正因如此，他才不顾周遭人的劝阻，硬是坚持出来干这份代价工作。大叔坦言，本以为自己还能做很多事，但看完电影后，服役时的记忆全都涌了上来，那种空虚感反而越来越强烈。李灿顺势打听起大叔是否还和当年战友联系，大叔却摇了摇头，表示战争结束后，大家拍完合照就各奔东西，甚至约定好绝不再互相联系。面对李灿的疑惑，大叔解释这是长官留下的最后一道命令，如果将来还想再相见，就必须先忘掉所有痛苦的记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大家为了避免勾起残酷的回忆，即便心里思念，也克制着不再见面。大叔自嘲深夜容易多愁善感，不该说这些废话。李灿听完若有所思，建议大叔尝试去见见那位长官。在他看来，长官的命令其实另有深意，正因为有大叔和战友们当年的牺牲，大家才能拥有如今的和平。李灿接着解释，战争的痛苦只有亲历者能懂，长官背负的压力恐怕沉重得多。那道绝不联系的命令，也许是长官无法独自忘却痛苦时的求助。大叔听完大受触动，难道长官一直在等着战友去找他吗？李灿不好意思地表示，比起一个人硬撑，和战友聚在一起喝酒发泄，更容易走出阴霾。意识到自己有些越界，李灿赶忙向大叔道歉。大叔感慨长官向来强大靠得住，自己从没想过对方也会受折磨。他真心感谢李灿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李灿表示是大叔愿意听自己说话。这时门外推进来一位醉醺醺的客人，李灿赶忙收起心思上前招呼，大叔主动上前帮忙。客人醉醺醺的要买几瓶烧酒，付款时却掏出一只松鼠，声称好不容易才抓到，想直接拿他抵扣账单。李灿低头仔细一看，那只松鼠身上居然嵌着一块发光的蓝色宝石。还没等他追问出处，松鼠身上突然炸开狂暴的电光。大叔察觉不对，大喊着一把将李灿按倒在身后，下一秒一道强光轰然炸裂，恐怖的闪电瞬间席卷了整间便利店。那只松鼠在货架间疯狂上蹿下跳，不断向四周释放电击魔力，店里顿时乱成一团，货架和商品全被炸得一片狼藉。李灿躲在货架后往外查看，玻璃门外竟聚集了一群眼冒紫光的野狗。还没等他理清状况，店里的松鼠再次释放出狂暴的电击。李灿忍不住大声质问松鼠，让他赶紧停止破坏店铺。可松鼠根本不听劝，反手一道闪电劈向李灿。关键时刻，大叔一把将李灿推开，躲过攻击。两人猫在货架后避险。大叔问起刚才门外的异常，李灿连忙确认门外乱成了一团。大叔分析松鼠似乎只在看到人时才会反应，提议由自己出手，趁松鼠不备直接制服他，征求李灿的看法。李灿听完若有所思，突然叫停了大叔。李灿仔细观察货架上的松鼠，发现魔石的光芒和平时完全不同，而松鼠正拼命抠弄魔石，似乎想把它从身上拔出来。李灿意识到松鼠并不是故意伤人，而是在痛苦地发出求救。他立刻向大叔提议，必须先把松鼠抓住，仔细检查那块异常的魔石。李灿注意到松鼠胸口的魔石像是被人硬装上去的，这说明闪电并非松鼠本意，而是魔石彻底失控暴走，上面甚至可能被施加了某种皱纹。还没等两人细想，松鼠再次引爆狂暴雷电，强烈的电流瞬间炸裂开来，两人只能缩在货架后死死躲避。面对漫天乱飞的闪电，李灿一时不知该如何下手。大叔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由自己出去吸引松鼠的注意力，让李灿看准时机出手制服松鼠。大叔拿起一罐硬币，叮嘱李灿待会儿一定要保持冷静。
两人低声确认好行动步骤。随着倒数结束，大叔瞬间从货架后冲了出去。货架上的松鼠听到动静，立刻将闪电对准了大叔。眼看强烈的电光袭来，大叔看准时机，甩出手里的硬币，散落的硬币成功将电流引开，在空中炸开一团强光。见大叔成功吸引了注意力，他立刻喊话让李灿行动。李灿抓准时机，果断出手，直奔受惊跳起的松鼠而去。李灿看准松鼠刚释放完雷电，以为他短时间内无法连续攻击，打算趁机一把将其按住，没成想手还没碰到，松鼠胸口的魔石再次爆发狂电，快速积蓄几根恐怖的能量。就在电光轰然炸裂的瞬间，大叔一个闪身挡在李灿的前面，用身体替他挡下了这一击。惊得李灿和松鼠当场愣在原地。大叔硬抗下电流后，瞬间爆发出强悍的力量，一拳重重砸向地面。巨大的冲击不仅震散了电光，也将松鼠当场震飞出去。大叔趁机大声呼喊，提醒李灿立刻动手。李灿毫不犹豫冲上前去，飞身一把将松鼠扑倒在地。摔得浑身发痛的李灿趴在地上直哼哼，抱怨为了这只松鼠受尽折磨。被制服的松鼠也晕晕乎乎瘫在一边。大叔关切地上前查看状况，李灿忍着剧痛大呼要命。大叔却突然注意到松鼠胸口的那块魔石看起来和刚才不太一样了。李灿反应过来要赶紧把魔石取下来，谁知手才刚碰到，魔石竟直接碎成了一地粉末。李灿解释是自己的特殊体质导致了碎裂。大叔推测魔石本就处于爆炸边缘，被人硬生生粘在了松鼠身上。随后大叔提议去门外看看，两人一起走出了便利店。原先围在门外的那些动物全都不见了踪影，大叔判断他们可能已经转移到了别处。李灿顺手放开了抓着的松鼠，看着他迅速逃离了现场。大叔夸奖了李灿刚才的应对，李灿也赶忙客套回应。这时李灿突然想起之前的异状，好奇地追问大叔，刚才用双手引开雷电，难道那是什么特殊的魔法吗？大叔坦言这是将魔力集中在手上的结果，还称赞李灿察觉到了细节。李灿反过来直夸大叔厉害，并好奇地追问起其中的原理。大叔耐心地解释，魔力不只能用来施展魔法，根据训练方式的不同，可以开发出各种应用，比如注入物体来提升硬度。说话间，大叔蹲下身子，将手贴在地面上，利用魔力产生的震动，轻松徒手拿起了一块地砖。大叔表示，如果用在实战中，能无痛脱臼对方的关节。刚才他也是靠着招弹开了雷电。李灿听完惊叹不已，大叔顺势提出可以教李灿一些魔力技巧，觉得以李灿的悟性，很快就能学会。李灿却连忙摆手拒绝，表示自己平时根本用不上这招。话音未落，李灿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见是允和打来的电话。李灿向大叔打了个招呼，便接了起来。可电话那头全是不清晰的电流杂音，允和急促的断续喊着传送门和快跑，提醒李灿时间不多了。听得一头雾水的李灿还没反应过来，一旁的大叔突然察觉到了异样，警惕地转头看向身后，似乎有什么异状正向他们逼近。允和在电话那头急切大喊，让两人赶紧关门找地方躲避。还没等李灿弄明白意思，一声巨响突然在两人身后轰然炸裂。看着周围突如其来的变故，手拿手机的李灿彻底懵了，完全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巨响过后，整座建筑物开始剧烈震动。便利店内一只鸽子双眼突然冒出红光，狂暴地展开巨翅向两人扑来。大叔瞬间挡在李灿的身前，准备迎战。就在这时，湛蓝色高马尾的允和从天而降，及时挡在二人面前。李灿还没来得及问清电话里的情况，允和就急忙冲上前，一把抓住李灿，剧烈摇晃起来，紧张地检查他全身有没有受伤，把原本就猛圈的李灿摇得晕头转向。大叔及时出面打断，表示李灿看起来并无大碍。允和这才松手，主动向大叔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现役 A 级猎人。大叔好奇询问刚才制服狂暴巨鸟的细节，允和解释自己用的是重量操控魔法，只要知道重量，远距离也能直接施法。随后允和叫李灿上前帮忙，李灿伸手刚碰到倒地的巨鸟，对方就瞬间恢复成普通鸽子的模样，咕咕叫着飞走了。允和解释说，因为传送门异变，大量动物发生了变异，虽然大部分已被镇压，但还是有漏网之鱼冲了过来。看着一片狼藉的便利店，允和好奇追问刚才的遭遇。大叔坦言先是有会放电的松鼠，随后又来了一群狂暴的鹿。李灿在一旁赶忙补充，幸好有狼人大叔出手，不然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跟店长交代。处理完眼前的情况，允和看向狼人大叔，表示想单独和李灿聊聊。大叔则顺势询问自己能否在旁听一听。允和爽快同意大叔旁听，前提是绝不能向外透露。他提起之前预测过的东南方公园，那里的传送门不仅真的开启了，而且还在多处同时爆发。允和掏出地图向两人展示，东南森林公园和学院区两处传送门此时已经产生了同步。刚才袭击便利店的动物狂潮，正是因为穿过传送门受到了魔力侵蚀。更糟糕的是，当多个传送门过度同步，很可能会诱发核心传送门。大叔和李灿听完一脸茫然，追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允和解释说，所谓的核心传送门就是能将分散的各个传送门连接在一起，
允和继续解释，核心传送门最大的危险在于它连接的传送门位置和形态完全随机。如果城里突然出现体育场大小的传送门，另一头还连接着活火山，整座城市瞬间就会陷入毁灭。李灿听得心惊肉跳，直言这简直是特大危机，问大家是不是得赶紧把它找出来。允和表示自己已经在追踪了，之前听到小狗武飞提到流浪狗异常，他就顺藤摸瓜，在附近公园找到了一处新开启的传送门。允和指着地图上的标记分析，从最先出现的学院区到后来的森林公园，如果将这些地点连成一片，核心传送门极有可能就在这一带开启，而便利店刚好就在预测范围内。李灿大惊失色，不敢相信核心传送门居然就在店附近，甚至可能已经开启了。狼人大叔赶忙追问，就不能进行更精确的定位吗？允和表示传送门无法精确预测，目前只能做大致推断。随后他表示会继续搜寻，叮嘱两人不用太担心。说完便准备先行离开。狼人大叔注意到预测范围包含了自己的住处，为了安全决定今晚回去陪同伴。允和赶忙为引发焦虑道歉，大叔则表示能提前得知信息反而是件好事。允和主动提出可以协调人手帮忙监控该区域，大叔婉言谢绝，随后顺便安慰起一旁紧绷的李灿，表示现在的应急响应很完善，危机很快就能解决。见李灿一脸严肃，允和打趣问他是不是害怕了，李灿赶忙开口否认。大叔在一旁看着两人，忍不住笑着感慨他们关系真好。到了道别的时候，李灿郑重感谢大叔今天的多次搭救，并承诺日后一定找机会报答。大叔欣慰的回应后，便先行离开。送走大叔后，允和交代起店里的维修事宜，表示姐姐安排的保险会全额赔付，只要修好大门就行。其他传送门也有办事处在跟进，让李灿不必过于担心。李灿叫住准备离开的允和，好奇追问：把核心传送门这种内部机密直接透露给他们，真的没问题吗？允和开玩笑问他，难道打算到处散播谣言？李灿听完赶忙否认。允和笑着伸手揉了揉李灿的头发，表示大家又不是外人，共享信息没关系。他叮嘱李灿把今天的事全告诉姐姐，便展开翅膀飞离了现场。送走允和后，李灿回到便利店里，和店长聊起大叔展现的魔力控制技巧，好奇这种能力是不是其他种族也能学会，这让他隐约想起很久以前，似乎也有人使用过类似的招式。看到柜台后的店长面露难色，李灿疑惑地开口询问，店长十分抱歉地告诉李灿，由于传送装置意外损坏，今晚没办法送他回原本的世界了。店长过去曾协助过护卫队，当时对方找他询问能否定位10公里外，企图刺杀总统的狙击手。为了能成功生擒敌人，店长推荐了高功率探测魔法，但也特别提醒，行动时绝对不能释放魔力，避免被对方察觉。这意味着他们只能靠双腿，在半小时内跨越10公里。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群人真的奇迹般的抓到了敌人，事后还专门登门致谢。店长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察觉目标地瞬间，用魔力极致强化了身体，全速冲过去制服了对方。联想到狼人先前展现的技术，店长忍不住开始怀疑，大叔当年会不会也是护卫队的一员？看到李灿瘫倒在地上发呆，店长关切地询问他的状况。店长解释说，核心传送门影响了便利店装置，导致计算公式全乱，目前已无法运行。李灿担心自己会被永远困在这儿，店长赶忙澄清，表示重新编写公式后，只需通过魔法局审核认证，最多1-2天就能搞定。虽然时间并不长，但面对接连爆发的传送门危机，李灿心里依旧没底。想到昨天全靠狼人和允和相救，他实在没信心能撑过这2天。看出李灿的不安，店长郑重向他保证，无论如何2天内一定会送他安全回家。李灿承认自己确实感到不安，店长温柔地安慰他，异世界感到不安很正常。随后店长从收银机里掏出一个信封，交到了李灿的手中。李灿认出这是之前那位主播留下的，店长表示对方一直没来取，这笔钱按规定本就属于李灿，正好让他拿去附近的旅馆住宿。李灿提醒这笔钱原本计划留着大家聚餐，店长这才反应过来，干脆掏出钱包要给钱。面对店长过度的热心，李灿赶忙开口制止。时间转眼来到第2天清晨，李灿独自走在空旷的街道上，看着稀少的行人，怀疑这是否也是传送门带来的影响。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看到屏幕上教授的来电，李灿有些头疼地叹了口气。李灿接通电话确认身份，对方一上来就要求他长话短说。李灿汇报其手头的工作，表示制药公司的项目正在推进，协助警方的任务则需要更多时间。电话那头的德卡德让他不必焦急，稳住节奏就好。李灿吐槽这种话发短信也能说，好奇对方到底在忙什么。德卡德却表示工作内容必须保密。李灿突然反应过来，追问对方是否在处理核心传送门的事。德卡德感到十分意外，连忙质问李灿是怎么知道的。李灿解释昨天店里遭遇狂暴动物袭击，听帮忙的朋友提起过。德卡德这才坦言自己正在核心传送门对策委员会任职，目前已有60名专家在监控30平方公里的区域。李灿质疑这点人手怎么可能管得过来，德卡德承认人手确实不够，所以他们还在持续招募，并顺势向李灿抛出了橄榄枝，只要加盟，李灿就能全权负责便利店方圆1公里半的区域，拥有无需上级批准的紧急处置权。当然，李灿也有权选择拒绝。李灿听出了话外之音，这是要让他独立应对便利店附近的核心传送门。德卡德表示，若非看中他的能力，一开始根本不会提这件事。
面对这份重任，李灿陷入了犹豫，想起昨天便利店爆发的混乱场面，自己对这个世界缺乏了解，也毫无应对这种大危机的经验。理智告诉他，直接拒绝或许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李灿提出想先考虑一晚，顺便打听官方对认证人员是否有相关补贴。德卡德表示晚点会把具体福利发过去，让他必须在今晚午夜前做出决定。李灿应声挂断了电话。刚挂断电话，李灿就接到了埃琳娜发来的短信，对方想约他见面讨论药物的问题。李灿以为药品出了状况，便直接答应下来，并询问见面地点。随后，李灿乘车前往约定地点，途经跨江大桥时，江面上突然跃出一条由水凝聚成的巨龙。这震撼的一幕让李灿忍不住发出赞叹。前面的蜥蜴人司机见状聊起天来，听说李灿是从乡下小岛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司机遗憾地表示，若非传送门异变，城里本有许多值得游玩的地方，并热情邀请他日后有机会再来。李灿笑着答应了司机的邀请，出租车向着目的地继续行驶。李灿顺着地址来到了约定的地点，看着眼前巍峨的古风建筑，忍不住吐槽，这里与其说是咖啡馆，倒不如说更像民俗博物馆。这时埃琳娜小跑着赶了过来，连声为自己的迟到向李灿道歉。李灿表示受传送门影响公交改道，自己其实也没等多久。埃琳娜提出今天由他买单，让李灿想喝什么尽管点。李灿顺势夸赞起埃琳娜的品味，表示几次私下见面她穿的都挺漂亮。面对李灿的夸奖，埃琳娜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害羞的表示自己只是随手挑的衣服。李灿听后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埃琳娜借口是为了研发药剂做参考，顺势打听起李灿喜欢什么样风格的女朋友。李灿虽然疑惑这货药剂有什么关系，但还是表示只要像埃琳娜这样穿的适合自己就好。埃琳娜闻言赶忙谢过，拉着李灿快步朝店内走去。李灿随后主动提议，既然不在便利店，再用店长和顾客称呼太生硬，不如以后直接叫彼此的名字。埃琳娜欣然同意了改口称呼的提议。桌上摆满了精致的甜点以及几瓶外观特殊的药水，埃琳娜这才聊起今天约见的正事。李灿好奇问起这些是不是也在研发中的土真剂，埃琳娜点头确认，表示上次的测试结果上报后，上面对表现非常满意，本需2周才能搞定的测试，多亏了李灿的帮忙，1天之内就全部解决，项目推进的十分顺利。因此上级专门叮嘱他，希望能邀请李灿参与后续的更多合作。李灿表示可以等眼前的测试完成后再细聊未来的合作细节，埃琳娜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埃琳娜介绍起桌上的新药水，表示这是此前土真剂的改进版本，不仅提高了稳定性，还额外新增了对自己诚实的效果。埃琳娜解释自己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上次开会时她提出，如果一个人连对自己都无法坦诚，又怎么可能对别人坦诚？组长听后觉得有意思，便让他把这个构想加进药水里。李灿听完赞叹，这真的很厉害。李灿称赞埃琳娜在工作上一定很受重视，毕竟年轻新人的意见能被采纳并不容易。埃琳娜谦虚的表示只是运气好。李灿顺势问起她私下会不会自己制作魔药，埃琳娜坦言偶尔会当成兴趣做一些。李灿听完更加赞赏她的天赋。埃琳娜解释自己只做最简单的那些，并顺势询问李灿是否有需要的药水。李灿坦言自己对魔药了解不多，但很希望能亲眼看他制作一次。听李灿这么说，埃琳娜有些出神，随后主动向李灿打听起他的过去和喜好。他表示不能总是聊自己的事，也希望能多了解一些李灿的情况。李灿坦言自己平时没什么爱好，便利店下班后只想睡觉，即便在过去的工作里，也因为频繁出差疲惫不堪。说到更久以前的经历，李灿的表情微微冷了下来，坦言那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故事，问埃琳娜是否还确定想听。察觉到气氛变化，李灿笑着化解了尴尬，主动将话题拉回正题，打听起眼前这款新药水的作用。埃琳娜解释这款药水只需1人饮用，它会复制出使用者的人格与想法，但复制体的反应完全无法预测，因此询问李灿是否愿意尝试。李灿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一口答应下来。李灿向埃琳娜请教起新药水的使用注意事项与应对方法。离开后，李灿来到了官方安排的5星级酒店，前台服务员核对完身份信息，便带领李灿前往预定好的商务客房。看着窗外繁华的高楼街景，李灿感叹反魔法专业人员竟能享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收到官方发来的决定期限短信后，李灿庆幸自己省下了一大笔住宿费。当服务员推开房门的瞬间，眼前无比奢华的房间布置让李灿彻底愣在了原地。服务员贴心交代，房间已调整好最舒适的温湿度。李灿连声道谢，目送对方关门离开。李灿来到床边坐下，摸着极其软绵的床垫，感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软的床。他掏出埃琳娜给的那瓶新魔药，虽然对方提醒过独自使用存在风险，但他现在迫切想认清当下的自我。回想起早前接听电话时的迟疑，作为异世界的局外人，他深知自己根本无法从容拒绝，只能借口说再考虑一晚。李灿细想起来，当初要是没有允和店长一路帮忙，自己根本不可能在这个世界撑到现在。可既然全靠大家照顾，又为什么偏偏不敢拒绝上司的要求呢？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房间里突然传来一阵呼喊，一个抱着足球的小男孩凭空出现，关切地询问李灿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看着这莫名出现的孩子，李灿赶忙追问对方的身份，没想到小男孩坦言自己叫李灿，今年只有9岁，甚至向李灿打听起这里究竟是哪。
小男孩仰着头看着高耸的天花板，惊叹这里大的能开运动会，还好奇打听李灿是不是一个人住。为了彻底确认身份，李灿特意向小男孩核对名字的具体汉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孩子就是9岁时的自己。看着孩子一身破旧的衣服，脚上顶出窟窿的运动鞋，还有那颗快要解体的破足球，李灿不由得回忆起童年的往事。那时他彻底迷上了足球，整天缠着妈妈买新球，可妈妈拿回来的却是一颗不知从哪弄来的旧球。幼小的自己当时大失所望，为此在家大哭大闹了好几天。但妈妈始终没有妥协，最后还是小李灿先熬不住，只能拿着破球跑去踢，少不了被同伴们各种嘲笑。看着手里的魔药，李灿这才反应过来，艾琳娜之前就提醒过，药水可能会短暂呈现使用者的自我，所以才召唤出了过去的自己。李灿主动问起眼前的孩子，同伴们是不是还在笑话他的破球？小李灿立马戒备起来，以为眼前的叔叔也是来嘲笑他家穷。李灿笑着招呼小李灿过来聊聊，小李灿却一口拒绝，说妈妈交代过不能和陌生人说话。李灿为了打消他的戒备，提出付他1万韩元当做咨询费。李灿掏出钞票预付了咨询费，这才让小李灿放下戒备坐了下来。看到天花板上闪烁的星光，小李灿好奇打听这里是不是真的有魔法。李灿耐心的解释，整间套房都布置了各种法术，连天花板也是用魔法造出来的。李灿顺势提到自己还有一个能让物品恢复原状的魔法手机。小李灿听完眼里满是羡慕，说要是自己也有这种本事，就能把手里的破足球变成全新的。李灿却泼了一盆冷水，提醒他这个世界可不只有好玩的东西，危险同样随处可见，比如会发射闪电的松鼠。李灿继续补充说，这里甚至有变成钢铁袭人的鸽子，充满各种违背常识的危险，绝不能掉以轻心。小李灿听完却当场拆穿，直言这一切都是假话，叔叔真正害怕的根本就不是这些，如果真害怕这个世界，早就该断然拒绝上司的邀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犹豫不决。小李灿接着指出，原本打算存够钱就辞职，现在不敢拒绝，无非是想向这里的人隐瞒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其实是个一无是处的普通人，从20岁起就一直在打工，缺乏知识和经验，整天只能挨上司的训斥。当初因为只想赚钱，没办法融入任何人，拼命工作也换不来好结果，最后干脆放弃了一切。但自从来到这个世界，那个只想混日子的叔叔，如今却急着回应大家的期待，无非是因为喜欢这里。这番话让李灿猛然醒悟，眼前的孩子并非过去那个软弱的自己，而是支撑他熬过阴郁岁月的信念。李灿露出了释怀的笑容，坦然承认自己确实喜欢这里，因为在这里第一次有人愿意听他讲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第一次有人因为得到他的帮助而真心感谢，在这里第一次有人不把他当外人，甚至像庆祝自己的事情一样为他的成果感到高兴，这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安心。可李灿紧接着说出了内心的不安，正因为太珍惜眼前的生活，他反而害怕无法回应大家的期待，最终再次像过去那样被彻底抛弃。李灿转过头看向小李灿，询问他觉得这次是不是也会重蹈覆辙。小李灿抱着足球缓缓走开，直言这一切全凭叔叔自己决定，既然也是第一次拥有真正的朋友，这次不如就全力以赴去拼一次，只要真心对待朋友，大家自然也会同样喜欢他。这番话让李灿彻底释怀，笑着承认他说的确实没错。小李灿离去前问李灿还有没有话要对自己交代，李灿笑着叮嘱他以后一定要对妈妈好一点。随着小李灿化作光点散去，李灿心中的犹豫彻底烟消云散。这时手机响起，面对上司的再次询问，李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合作。第二天，李灿回到便利店，刚准备打招呼，却发现狗头顾客又在疯狂敲键盘。李灿正疑惑对方怎么天天把店当家，一旁便传来了问候。李灿转头看去，好奇他为什么拿了这么多牛奶。店长笑着解释，说是那位狗头人顾客送的，嫌他个子太矮，特意买了一堆牛奶让他长高。李灿听完笑着调侃，对方只是难得看到身材娇小的，在找乐趣罢了。店长提到刚才和对方聊过，感觉他似乎和李灿很熟悉。李灿解释那只是个说话粗鲁的熟客。店长接着表示自己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李灿明天就能正常办完手续。李灿没想到事情处理得这么快，店长坦言自己找了魔法管理局的朋友，自然没出什么差错。至于坏消息，是他今天感觉身体不太舒服，怀疑和核心传送门有关，想去找允和聊聊，于是询问能不能提前下班。李灿爽快答应下来，让店长路上注意安全。店长离开后，李灿的手机突然亮起，屏幕上显示出了教授的来电。接通电话后，对方告知注册手续已经顺利完成，后续的相关信息会再另行通知。对方开门见山地表示，从现在开始，李灿将被正式纳入这次行动，以他所在的便利店为中心，半径1.5公里全划为他的管辖范围。在这片区域内，李灿不仅拥有调配各方人员的权利，在紧急关头甚至能直接处置并消除传送门。面对突如其来的重任，李灿赶忙追问局势是否已经失控。对方坦言，核心传送门的毁灭已进入倒计时，最快2天，最慢7天就会彻底崩塌。对方接着交代，让他就像当年参加国家资格考试时那样，根据现场的实际局势灵活应对，做出能取得最佳结果的判断。李灿看着手机地图上标注的范围，发现这里正好就是之前允和预测过的区域。虽然答应得爽快，但真看到具体的管辖面积，李灿心里还是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
如果核心传送门真像允和说的那样，在这片区域爆发，到时候就只能由他独自应对。如今店长和允和都抽不开身，这次只能靠自己独当一面了。正当李灿在街上暗自盘算时，天空突然下起了诡异的雨。还没等他弄清状况，查理便推门走进了便利店。查理一进门就冲李灿大发雷霆，指责他又在偷懒，催他赶紧把雨伞架和吸水垫摆好，别白拿薪水。李灿看着脾气暴躁的查理，提醒他外面因为传送门乱成一团，好奇他怎么还不回家。查理坚决表示还有工作没完成，而不在家做的原因，竟是因为家里的床总在勾引他，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面对这种离谱的理由，李灿忍不住怀疑对方是被工作狂附了身。查理随后又反过来训斥李灿，怪他打完电话还一直盯着手机。李灿解释自己是在查看兼职任务，坦言自己也在参与传送门的应对工作。查理听完大吃一惊，追问他是不是在为官方做事，也在负责这次的对策行动。李灿坦言自己缺乏经验，心里确实有很多顾虑，但既然已经答应下来，就希望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查理听完大感困惑，想不通一个兼职店员为什么非要做到这种地步。查理接着抱怨，受该死的传送门影响，店里迟迟没有顾客，再这样下去，便利店非倒闭不可。于是查理打听起具体任务，得知寻找核心传送门最紧急后，他当即叫李灿别再发呆，带上雨伞就要立刻行动。李灿边走边准备说明细节，他解释只要把频繁爆发的地点连接起来，就能推算出核心传送门的大致位置。搜索范围是以便利店为中心，半径 1.5 公里的区域。得知范围后，查理瞬间火冒三丈，警告李灿接下来老老实实看店，只要敢发出一点声音，绝对会狠狠给他来上一拳。外面依然下着雨，查理坐在电脑前疯狂敲击键盘，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整整10分钟。李灿在一旁暗自纳闷，怀疑对方是不是在做某种复杂的计算。看着查理那凶狠的架势，他决定还是听话保持安静。李灿看着查理，心里总有些不放心，正犹豫要不要留他一个人看店，查理就叫他凑近看看电脑。查理展示出官方公布的传送门现状图，上面的圆圈有大有小，代表着不同区域的爆发密度。紧接着查理又切出一张新地图，这是他收集网上的民间情报，自行汇总出的最新数据，分布情况和官方数据截然不同。查理吐槽，管理局全靠投诉才做统计，根本做不到实时更新，而核心传送门预测比的就是数据量，没有足够信息，根本查不出位置。在他看来，那群人总是反应迟钝，非要等危机临头才肯行动，这才导致局势一步步走向失控。查理边敲键盘边抱怨，全怪管理局拖沓才害他被迫通宵。李灿试探着打听，问他是不是在魔法管理局任职。这句话瞬间戳中查理的逆鳞，他当场暴怒，警告李灿少瞎猜，澄清自己只是偶尔接那里的项目。李灿顺势追问，以为他平时就负责数据收集。查理直言自己其实是安全专家，专门入侵各大机构系统寻找漏洞。见李灿听得一头雾水，查理懒得多解释，直接叫他看电脑。屏幕上是他整理出的分析结果，核心传送门可能出现的位置已经被精准缩小到了具体范围。查理把范围精准锁定到了8个地点。李灿看着地图上的标记松了口气，原本还犯愁要盲目搜寻，没想到查理这一手帮了大忙。查理注意到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索性掏出卡递给李灿，让他结账1杯咖啡和2个环保袋。李灿本想主动请客表达感谢，却被查理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吐槽哪有店员自费请顾客的，催他赶紧扫码结账，自己要赶着回家。看着查理准备离开，李灿心里盘算着受人恩惠得有所回报，脑海里顿时有了主意。他提出用刚才那3张分析图抵消咖啡钱。查理听得一头雾水，吐槽李灿居然跟自己谈条件，催他赶紧扫码结账。李灿坦言今天实在不想收这笔钱，毕竟对方帮了天大的忙，连环保袋都不想算钱，只是怕查理不接受才作罢。查理气得直咂舌，一把要过李灿的手机，直接在上面留下了联系方式。李灿看着屏幕上的名字，确认对方叫查理。查理语气硬邦邦的反问，问他对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意见。李灿赶忙澄清自己毫无异议，却紧接着叫住对方，问他真的要顶着环保袋直接离开。查理直言让李灿少管闲事，只要包和头发没被雨淋湿就行。吐槽完便准备离开。李灿刚准备礼貌告别，查理却突然停下脚步，严肃地交代李灿一定要找到那个该死的传送门，保住这个地方，毕竟这里要是毁了，自己可就没地方接活干了。面对查理这番另类的嘱托，李灿郑重地答应下来。李灿冒雨赶到了最近的预测地点，这里是距离便利店10分钟路程的夜市。此时整条商街一片漆黑，安静的有些反常。如果查理推测的没错，传送门爆发区不该如此平静。李灿冷静下来寻找线索，考虑到传送门蕴含魔石，肯定与魔力有关。他决定像之前在纳古堂那样，集中注意力感应周围。然而当视野发生改变后，眼前的异象却和纳古堂截然不同。四周的建筑并没有保留原貌，反而像被剧力揉捏过一样，呈现出极其诡异的扭曲和塌陷。这种诡异的异象让李灿感到阵阵恶心。搜寻才刚刚开始，他只能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继续向前，同时担心其他几个地点也是这副模样。可当李灿回头看向刚才走过的地方时，却发现那里的建筑恢复了正常。他立刻反应过来，魔力造成的扭曲是有明确影响范围的。
李灿掏出手机查看新闻，证实离传送门越远影响确实越小，但眼下在现场根本看不到传送门本体，光凭他一个人看到的异象，根本无法向其他机构申请支援。想要获得救援，就必须拿到确凿证据。作为局外人的李灿理清思路后，决定不再耽搁，直接全力必跑，加快搜寻速度。李灿冒雨搜寻完8个地点，精疲力竭地回到便利店。虽然连传送门的影子都没看到，但所有地方都出现了和夜市一模一样的异常扭曲。这些异象证明8个点都受到了影响。李灿顺着推算轨迹，在地图上连接对比，惊讶地发现核心传送门的位置竟然就在距离便利店步行不到1分钟的单行道上。得知危机就在眼皮底下，李灿决定立刻打电话给教授寻求建议，可对方正处于战线状态。看来身为风纪委员会顾问的教授，此时也正被各种电话打爆。面对无人接听的电话，李灿翻看着手机里的联系人列表，重新思考接下来还能向谁求助。由于无法清晰察觉魔力，李灿一时间感到有些束手无策。这时他翻出群里店长留下的留言，提醒大家便利店将要出事，在收到通知前绝不要靠近。李灿尝试给店长打电话，对方却直接转接到了语音信箱，想起店长昨晚带着哈娜去见允和。李灿虽然相信店长顶尖魔法师的实力，心里却依然很担心哈娜。正当李灿准备联系哈娜时，手机里突然传来哈娜叫叔叔的声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哈娜居然冒雨从窗外飞了进来。李灿吓得赶忙伸手一把拉住哈娜，防止她摔倒在地，震惊的大声质问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李灿一边给哈娜贴上创可贴，一边问起她和妈妈今天的行程。哈娜说这次要出去7天，虽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妈妈说这里非常危险。李灿非常认同店长的说法，责怪哈娜不该冒雨一个人跑出来，还把膝盖给磕破了。哈娜委屈的解释，感觉今天不来就很久见不到李灿了。面对快要哭出来的哈娜，李灿只能强忍心疼，严厉警告她以后绝对不能再冒这种险。随后便准备送她回店长的工作室。这时李灿注意到哈娜一直在抓头上的小脚，一问才知道，从她跑过来的路上开始，小脚就一直在发麻发痒。哈娜补充说，自己路过那条单行道时，头上的小脚就痒得特别厉害。听完这番话，李灿愣在原地，因为哈娜提到的地方正好就是他推算出的核心传送门爆发位置。李灿向哈娜再次确认，得知他经过单行道时，小脚确实产生了强烈反应，这彻底证实了李灿之前的推断，核心传送门就在那里。可李灿透过窗户看向外面，街上根本没有任何异样，普通传送门肉眼就能看到，眼前却连影子都没有。情况紧急，李灿只能寻求哈娜的帮助。李灿带着哈娜来到雨中的街道，他牵起哈娜的手，再次交代计划。一会儿由他握着哈娜的小脚往前走，让哈娜随时调节脚的感知度。李灿担心哈娜的小脚一会儿还会难受，哈娜却坚决要帮忙。他一直记着李灿帮他准备礼物，还带他认识了小狗朋友。这次他也想站出来帮李灿的忙。聊起好几天没见的小狗五飞，李灿答应等找到他后再一起玩。说完，李灿伸手按住哈娜的小脚，准备借此感应魔力。哈娜惊喜地发现小脚立刻不痒了。李灿提醒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发作。哈娜这双小脚的能力正是魔力检测，而龙族头上的龙角也会随着生长发育不断成熟。纯血龙族对魔力的感知极其敏锐，哈娜正是靠着头上的小脚，早早察觉到了核心传送门的存在。李灿带哈娜在雨中搜寻，急切地寻找传送门的藏身之处。两人搜寻途中，哈娜突然停下脚步，指向脚下的井盖，直言这里让小脚反应最剧烈，地下绝对藏着东西。李灿看着井盖，瞬间醒悟，自己之前完全想错了方向。新闻里的传送门全在空旷地面或高空，让他误以为传送门只会出现在地上，实际上只要是有空隙的空间，就能形成传送门。这就意味着真正的危机就藏在脚下的地下下水道里。李灿提醒哈娜一会儿小脚可能会更痒，接着慢慢调低哈娜小脚的感知度，请她帮忙查看下水道里面的状况。随着感知深入，哈娜在地下极深的地方察觉到了一个诡异的黑色团块，这确凿的信息让李灿终于锁定了传送门的位置。有了这个证据，就能直接申请支援。李灿立刻叫停了感应，顺便帮哈娜延长了舒缓效果。随后准备先送她回妈妈的工作室。可当李灿掏出手机准备呼叫支援时，电话里却只传来一阵杂音，手机竟在关键时刻彻底失去了信号。李灿看着手机上显示的店长来电，猜测信号异常可能和传送门有关。电话接通后，里面全是断断续续的杂音，店长的声音极其模糊，根本听不清具体内容。还没等李灿追问，手机突然迸发出魔法光芒，店长的声音随即变得清晰起来。他解释自己正身处魔法局，刚获得许可，使用类似心灵感应的魔法传递声音。店长交代，昨天和允和见面后，确认了局势的严峻，特异魔法师申请高级魔法手续繁琐，他回便利店接班的时间需要推迟3个小时，这段时间只能由李灿独自看店。随后店长提醒，受传送门影响，各地正降下暴雨，部分区域甚至出现了积水。话锋一转，突然要求李灿念出一句特定口令。李灿虽然感到困惑，但还是照着念了一句。话音刚落，一个巨大的魔法阵瞬间在他面前轰然展开。原来
这是店长布置的防水魔法，能确保便利店不会被洪水淹没。店长再次确认李灿能否独自看店3小时，李灿让店长放心处理，自己一定会守好便利店。挂断电话后，李灿转头看向窗外，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外面的天色已经一片昏暗，积水甚至已经漫到了高处。要不是有店长的魔法保护，便利店恐怕早已经被暴雨淹没。还没等李灿多想，门外突然传来阵阵焦急的呼救声。只见汹涌的洪水中，一只白色小狗正拼命挣扎，哭喊着说自己不能死在这里，他还有极其重要的人要去见。听到小狗的呼救，李灿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推开店门，冒着暴雨冲向洪水救人。李灿在大雨中大声提醒飘在水面上的武飞小心危险。武飞忍不住吐槽，让他先顾好自己。话音刚落，李灿就被湍急的洪水卷了进去，眼看两人都要被洪水冲走，允和突然赶到现场，一把将李灿和武飞从水中救起。看着突然出现的救命恩人，李灿整个人愣在原地。允和笑着解释，自己预感到这边有危险，才特意赶来，有他这个大姐头在，现在的局势已经稳了。暴雨依然在外面肆虐，好在允和及时出手，把李灿和武飞带回了便利店。李灿被水呛得直咳嗽，允和打趣他当时应该多等一会儿。李灿直言看到小狗飘走，根本无法不管。脱险的武飞主动道歉，觉得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李灿和允和连忙摆手，表示完全没有人会怪他。李灿顺势问起武飞落水的原因，武飞解释原本待的公园被淹了，危急时刻刚好飘来一个木箱，他爬上去一路漂流，这才机缘巧合碰到了他们。李灿好奇允和怎么有空赶过来，允和表示收到了李灿发来的短信，还提前回信说马上就到。李灿赶紧拿出手机查看，这才发现大家发来了一连串问候，见众人都在挂心便利店和自己的安全，李灿十分内疚，赶忙准备打字回复，可还没等他把消息发出去，手机信号就再次彻底中断。允和提醒这是传送门在严重干扰通讯，正因如此，他才第一时间赶来确认他的安全。如今确定李灿平安无事，允和便准备离开，继续去搜寻核心传送门。李灿十分惊讶，问允和是不是加入了解决小组，毕竟那边招人要求至少3年经验。允和解释，当年考试时，考官卡德成了他的导师，有了导师推荐，自己才得以参与搜寻核心传送门的任务。李灿恍然大悟，接着问允和有没有掌握线索，随后直接透露自己已经精准锁定了核心传送门的位置。允和大吃一惊，连忙追问。李灿表示稍后解释，眼下急需允和的帮忙。话还没说完，一旁的小狗武飞突然有了反应，他听到马路对面传来一阵咒骂，而且声音正快速朝着便利店逼近。李灿和允和还没搞清楚状况，外面的深水里竟有人一路拼命游了过来，来人一跃冲破水面，居然是一位佩戴护目镜的狗狗兽人。他刚站稳，就冲着李灿一阵咆哮，质问李灿为什么一直不回他的短信。看着眼前出乎意料的来客，李灿和允和直接被看懵了。狗狗兽人浑身湿透踏进店里，李灿一脸懵地问他为什么大洪水天跑去洪水里游泳，难不成是疯了，想去拥抱大自然？狗狗兽人根本听不进解释，气冲冲地索要卫生间钥匙。原来他家里已经被洪水淹没，肚子实在憋不住，才一路拼命游过来借用卫生间。听完这番话，李灿却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表示便利店的卫生间也早瘫痪了，外面淹成这样，这一带的马桶全都无法使用。得知残酷的真相，狗狗兽人当场愣在原地，众人瞬间陷入尴尬的沉默。无奈之下，狗狗兽人只好另想办法。借不到卫生间的狗狗客人决定硬憋着，留下来继续敲电脑工作。这敬业的态度把李灿直接看傻了。允和凑到李灿耳边悄悄打趣，怀疑对方只是找借口想多陪陪李灿。李灿赶紧让他别胡说八道。允和很快把话题拉回正题，问起核心传送门的具体位置。李灿坦言，多亏2位高手帮忙，才顺利锁定了坐标。其中一位正是眼前这位狗狗客人。他听完分析后，直接在电子地图上画出了确切位置。李灿希望允和能联系其他猎人呼叫支援。允和虽然信任李灿的判断，但也无奈表示仅凭这些证据还不够，毕竟传送门尚未完全确认，眼下有限的支援力量都被优先派去保护政府大楼和昂贵地段。允和虽然对官僚高层感到十分不爽，但他完全信任李灿的判断。不想继续浪费时间的允和决定亲自出手，问李灿怀疑的核心传送门到底在哪。两人很快冒雨赶到了现场，可看着被洪水彻底淹没的街道，允和仔细观察了一圈，表示单靠肉眼确实很难发现异常。李灿担心允和带着自己抵抗水流太吃力，允和却开玩笑嫌李灿太轻，解释自己施展了重量控制魔法，能随时增加体重在水里站稳。为了搞清楚地下的状况，允和戴上护目镜潜入水中，在这个角度依然看不出任何异常。允和摸到水下的井盖，希望李灿的推断没有错，随后双手发力，硬生生将沉重的井盖直接掀开，剧烈的水花伴随着强大波动瞬间炸开，水面急剧的翻滚冒泡。允和这才承认李灿的判断完全没错。两人凑近往水下深处查看，终于看清了隐藏在底部的景象。底部的魔力扭曲到了极点，规模远超之前确认过的所有区域。感受着水下散发出的强烈魔力，李灿彻底确认，眼前这就是隐藏的核心传送门。看着藏在下水道深处的核心传送门，允和忍不住低骂了一声。
就在两人盯着下水道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问候。李灿猛地回头，发现来人竟是之前店里的狼人。狼人解释自己收到了李灿发的消息，这才特意赶过来确认情况，接着好奇地问起两人眼下的举动。允和回忆起几年前自己曾跟着前辈去关闭核心传送门，当时传送门出现在一座隧道里，哪怕大白天，周围也诡异的让人发毛。明明开着灯，里面却被漆黑彻底吞没，连空间都在眼前扭曲。前辈指出，这不单单是在吸收周围，而是在一边扭曲一边往外喷吐。眼下这个井口给允和的感觉完全一样，水流居然无法倒灌进去，说明下水道深处正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外推挤。允和询问李灿的看法，李灿仔细观察水下，确认空间正在发生诡异的扭曲，似乎有什么东西正从内部向外泄露，这让允和意识到事态比想象中更严重。他回忆起当年隧道的遭遇，当时由于局势极其不稳定，他们特意找来测量专家计算衰退时间，专家断定核心传送门会在3小时内自然消失，而眼前的井口跟当年几乎一模一样。旁边的狼人见状当即表示，必须立刻联系魔法管理当局请求支援，一旦放任不管，局势随时可能会彻底失控。允和劝狼人先回家，狼人坚持留下来帮忙，表示家里安全，妻子也正熟睡，留在这里才能尽快解决危机。看着眼前的局势，李灿心里十分清楚，传送门大约会在3小时内消失，可眼下通讯依然被严重阻断，哪怕联系上当局支援，也未必能在时间内赶到。他现在只剩下2个选择，要么趁早撤离，要么跟随允和放手一搏。就在李灿权衡利弊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呼唤，狼人提醒马路对面有2个女人正走过来。允和顺势询问李灿认不认识对方，只见远处的积水中，伊鲁尔警官正扶着咳嗽喘气的埃琳娜，两人在暴雨中艰难前行。看到这一幕，狼人忍不住抱怨怎么大家都跑过来了，李灿则赶忙招呼允和上前帮忙。李灿踩着积水跑了过去，询问伊鲁尔警官的情况，主动接过了埃琳娜，表示这位魅魔是自己的旧识，可以放心的交给他照顾。伊鲁尔警官体力透支险些倒下，一旁的狼人及时将他扶住，劝他这种关头没必要硬撑，大家携手合作才不会受伤，即便是警官也需要喘口气。听完这番话，伊鲁尔不再坚持，感谢了大家的帮忙。见大家都安排妥当，允和主动提出在前面打头阵开路，李灿紧紧拉住允和，其他人紧跟在身后，一行人冒着暴雨继续向前推进。允和打头阵在积水中开路，见他在强劲的水流中稳稳前行，李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给他也是个重量控制魔法，这样就不用一直紧紧拉着手。允和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解释非专业法师随便对活人施法非常危险，需要考虑的细节极多。李灿听完这才明白过来。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呼唤，店长抱着小狗舞飞，热情地向李灿打招呼。抱狗的店长感慨今天店里真够热闹，他刚从魔法部处理完大量文件，签得手都快断了。看着浑身湿透的众人，店长打趣李灿这段时间挺能折腾，李灿也只能无奈承认。店长随手解开了李灿身上的魔法，紧接着一道光芒瞬间笼罩了在场所有人。面对李灿的惊讶，店长笑着表示自己今天可是无敌状态。店长解释自己原本身上有9个无敌增益，刚才为了传送过来消耗了1个。李灿在一旁尴尬的笑着，直叹这效果简直能维持整整1天。店长准备先安排好便利店里的大家，允和却神色严肃地走上前，表示有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跟店长单独谈谈。店长顺手揉了揉小狗舞飞，爽快地答应下来，同时把一旁的李灿也一起叫上了。进屋后，允和直接说出计划，他打算和店长2个人亲自下到井盖底部。李灿听完大吃一惊，完全不敢相信他们竟然不打算申请支援。允和解释，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和途径去呼叫支援，这个核心传送门最多还能维持3小时，甚至随时都可能提前消散，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赶在消失前动手。不过眼下最大的难题是人手不足，如果他和店长都下到井盖底部，便利店就会彻底失去保护。好在有伊鲁尔警官守在店里，顾客们的安全暂时还有保障。只是店长很久没参与过这种实战，听到允和质疑自己，店长气得当场大声反驳，强调自己明明还处于巅峰期。允和笑着表示危险依然存在，随后又看向了一旁的李灿，纠结要不要把他也一起带进井盖。这番话听得李灿瞬间愣在原地。传送门内部的状况难以预测，允和希望有反魔法能力者同行应对风险，但他没把握同时照顾好李灿和店长，因此才一直在犹豫。店长坚称自己能够应对，允和却觉得没那么简单，直言要是有额外的战斗战力才让人安心，甚至打算把李灿留在店里。店长当即表示不需要外人帮忙。一旁的李灿这时主动站了出来，表示如果只是担心这个问题，自己有办法轻松解决，问他们愿不愿意相信自己一次。李灿直接走出来召集店里的所有人，坦言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拜托大家。他向狼人伊鲁尔警官和埃琳娜等人解释，外面的局势已经非常严峻，尤其是便利店附近还出现了最棘手的核心传送门。为了解决眼下的危机，自己打算做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急需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说到这里，李灿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嘲连第1个月的工资都还没拿到，恳求大伙能帮自己一把。听到李灿的号召，一旁的兽人顾客询问具体做法，允和主动站出来接过了话头，详细说明接下来的行动计划。他和李灿店长
以及狼人4人负责下前清理核心传送门。至于便利店的安全，则托付给伊鲁尔警官帮忙看守。允和坦言，李灿曾夸奖过伊鲁尔，考虑到店里的顾客并非都会魔法，希望他能在大家离开期间守护好店内的所有人。伊鲁尔警官当即一口答应，表示保护市民本就是警察的职责，让大家不必担心，专心执行任务即可。安排完店内的防守，允和又将目光投向兽人顾客，询问对方能否在10分钟内帮他联系上魔法管理当局。兽人顾客抱怨现在完全没有信号，手头缺少工具，根本无法操作。允和听完火冒三丈，李灿见状赶紧在一旁劝他消气。店长及时掏出魔法部的紧急通讯设备，询问兽人只要有了信号能否拨通。兽人接过设备研究了一番，当即表示给他5分钟就能搞定。搞定通讯安排后，店长又看向了一旁的埃琳娜，得知对方在药剂公司工作，希望他能帮忙准备4瓶魔药。店长列出了所需的4种魔药，最关键的是能让大家在淹没的下水道里水下呼吸。不过传统的水下呼吸药水已被管制禁用，店长连忙询问有没有替代方案。埃琳娜翻了翻随行包，确认确实有替代魔药，只是药效只能维持大约30分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埃琳娜戴上眼镜，当场开始调配，自信保证5分钟就能全部搞定。在埃琳娜和兽人顾客忙碌时，允和主动找上了狼人，询问他当年是否参加过大战。狼人坦言自己曾隶属于特种卫队。允和提到店长以前接触过一位总统护卫，狼人推断那正是自己的老队长，以出色的魔力、操控和制作技术著称。得知狼人也拥有同样的顶尖技术，狼人直接询问需要自己做什么。允和顺势指了指身边的李灿，希望狼人能一起下井保护李灿。他打算进入传送门后分组行动，由自己保护店长，狼人则负责看顾李灿。下水道内部的能量浓度远比外面更加可怕。埃琳娜按时调配好了魔药，店长惊叹她居然真的只用了5分钟，连自己来做都需要花更长时间。被夸奖的埃琳娜有些不好意思。与此同时，兽人顾客也顺利修好了通讯设备，他把响起的手机递给李灿，提醒他接通后直接说明来意，不必解释信号是怎么连上的。李灿赶忙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显得非常慌乱，急切地询问他是哪个部门。这反应让李灿一头雾水，只能如实回答自己并不是魔法部的人。见对方急需确认身份，店长赶忙递来写好的提示，李灿立刻会依照着上面的字伪造出某位教授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把传送门的情况报了上去。对方没有产生任何怀疑，迅速受理了支援请求。处理完这一切，李灿顺手把手机还给了兽人顾客。可李灿心里依然有些发虚，嘀咕着希望千万别被警察抓包。不料一旁的伊鲁尔警官听得清清楚楚，顺势留下一句咱们局里见，吓得李灿当场崩溃大叫。就在李灿慌忙辩解时，埃琳娜突然叫住了他，表示自己刚才趁着空档特意多调配出了1瓶魔药。埃琳娜把魔药递给李灿，说明这瓶药虽然只是基础急救用，但能止血、镇痛、治疗骨折，应对各种重伤都管用。埃琳娜正要教他怎么使用，李灿却打断了他，严肃地质问他为什么非要跑过来。李灿明确提醒过外面极度危险，发信息让他千万别出门，可埃琳娜还是冒着危险赶了过来。埃琳娜解释自己在新闻里看到了这家便利店，发现这里还亮着灯，心里实在放心不下李灿。李灿直言他明知道便利店情况糟糕，却还是冒着大雨跑来，不仅半路掉进水里，现在还被彻底困在店里。埃琳娜握紧双手，说出了心里话。自从上次分别后，她每天都在担心李灿，生怕自己当时说错了话让李灿生气。直到在电视上看到便利店的画面，她终于再也坐不住，这才不顾一切的赶了过来。埃琳娜解释自己当时脑子里只想着过来，根本顾不上多想，抱歉给人添了麻烦。李灿听完连忙解释自己并不是怪他，而是太害怕他冒着危险受伤。他郑重叮嘱埃琳娜，以后遇到危险千万不要再贸然跑过来，正如埃琳娜担心自己一样，自己也同样会挂念他的安全。埃琳娜乖巧地点头答应，提醒李灿一定要平平安安回来。李灿郑重收下了魔药，刚倒完谢，一旁的兽人顾客突然凑了过来，满脸八卦的吐槽这就结束了。李灿被问得一头雾水，兽人顾客却情绪激动地表示，按剧情发展，接下来明明应该做那个才对，直接把李灿给整不会了。兽人顾客神秘的暗示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做。李灿被问得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对方到底在指什么。兽人顾客无奈地叹了大口气，一脸嫌弃地吐槽李灿真是个木头。店长笑着走过来打圆场，李灿注意到他怀里竟抱上了武飞，店长解释武飞也嚷着要一起去。李灿担心带小狗太危险，店长说明自己刚才咨询过允和，只要把武飞装进包里保护好就行。考虑到武飞本就不是普通小狗，李灿这才放下心来，笑着给武飞加油打气。武飞叫了一声，大家收拾妥当便立刻出发。一行人很快冒雨赶到井口，店长确认这里就是传送门所在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店长和允和决定先下井探明情况，让其他人留在上面稍作等待。没过多久，下面就传来了可以通行的信号。狼人提醒李灿注意脚下，下水道里一片漆黑。李灿把武飞小心地装进背包，紧跟着踩上梯子，向着深不见底的地下爬去。下水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安静的有些诡异。李灿正疑惑下水道怎么会这么深，脚下突然剧烈晃动起来，底部的传送门正不断释放空间扭曲。允和急忙大声提醒李灿抓紧梯子。话音刚落，梯子瞬间断裂，李灿脚下一空直摔了下去。
下坠途中，狼人赶忙接住了李灿，狼人让李灿抓紧自己，表示眼下不如顺势直接往下落。一片刺眼的强光过后，李灿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一片沙滩上，店长抱着武飞蹲在一旁，正焦急地呼唤他的名字，确认店长和武飞都平安无事，李灿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李灿赶忙坐起身，询问允和和狼人的下落。话音刚落，允和与狼人便从不远处走了过来。允和见李灿醒了，表示时间正合适，他指着前方的大海，直截了当地询问李灿的意见。大家现在需要立刻决定是否要直接跳进眼前的传送门里。允和解释，大家正处在核心传送门上方，这里就像一座不断生成传送门的大工厂，眼前的这片大海正是通往核心传送门的入口。店长也证实探知魔法在海底有强烈反应。李灿心虚的打听要下潜多深，允和估算大概有2000米。听到这个数字，李灿当场吓傻，这简直就是深海，凭自己的体质，怕不是要直接被水压成干鱼。店长见状，连忙安慰李灿别慌，眼前的海水并不是真正的海水，而是纯粹的魔力聚合物，根本不会产生致命的水压。得知李灿拥有强效抗魔体质，在魔力构成的海里行动确实不会受压，但店长也提醒大家别掉以轻心，核心传送门内部不仅环境多变，还很可能盘踞着大量怪物。允和对此非常担忧，越靠近核心守护的怪物就越多，眼前的海里恐怕也不例外。狼人察觉到脚下传来微弱震动，推测或许已经有怪物在靠近。允和征求李灿的意见，问他是否赞成直接出发。李灿虽然心里打鼓，但想到大家千辛万苦赶到这里，还是坚定表示必须得去。狼人笑着让李灿放宽心，保证会全力保护他的安全。狼人伸手把李灿从地上拉了起来，表示李灿已经展示出了勇气，自己自然也会陪他一起前往。李灿赶忙开口道谢，心里却觉得有些尴尬，意识到自己刚才害怕的模样已经被狼人给看穿了。随后众人正式潜入水下，靠着魔药在海里顺畅穿行。李灿忍不住发出感叹，不仅水下呼吸没有任何障碍，连大家的实时通讯也十分流畅。狼人也夸奖艾琳娜的技术，能在5分钟内调配出这种魔药，平时肯定没少花心思。下潜途中，店长突然叫停允和，察觉到周围异样，提醒大家有东西正快速靠近。话音未落，庞大的海底怪物伸出巨大触手，瞬间逼近到了李灿的面前。允和赶紧示意李灿保持安静，眼前的巨型章鱼只是要回巢睡觉，要不刺激他就能平安过去。店长推算看到章鱼，说明大家已经下潜了2/3，核心就在前方不远处。可话还没说完，下方深处突然泛起强光，无数尖牙怪鱼从海底猛冲上来。允和立刻大声提醒大家低头躲避，怪鱼群呼啸着从众人身边擦过，竟然径直扑向了那只巨型章鱼，开始狂乱的撕咬啃食它。庞大的章鱼在围攻下毫无还手之力，局势瞬间再次恶化。水下局势瞬间失控，巨型章鱼再啃咬下疯狂挣扎，强大的水流将众人猛烈卷开。混乱中，店长急忙朝狼人大喊，拜托他一定要看好允和和李灿，让大家先冲向核心入口。可话还没说完，允和突然拔出腰间短刀，借着水势径直冲向了暴走的章鱼。店长惊得大声阻拦，急忙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允和却没有丝毫退缩，眼神坚定，握紧短刀，面对迎面挥来的巨大触手，反手一刀狠狠砍了上去。强光散去后，众人顺利落到了海底。店长扶着李灿在海底站稳，准备拿出魔法卷轴，可李灿却感到视线一片模糊，周围浓郁的魔力压得他头晕目眩，根本找不到店长所说的入口。店长赶忙让李灿和狼人低头，随即在上方展开了魔法防护，无数怪鱼接连从上方砸落下来。狼人意识到这些怪鱼吃饱后，居然把目标转向了大家。李灿有些担心允和的安危，店长笑着安慰李灿，以允和的实力，怪物根本进不了身。说完，店长道出安神药水喂给李灿，甜甜的药水入口迅速缓解着李灿的紧张。店长正解释甜食能抚平情绪，药效很快就会起作用。李灿却突然发现了异样，店长在海底发现了一扇封锁的铁栅栏，连忙让李灿拿出金属溶剂去融化障碍。话还没说完，剧烈的震动感再次传来，一条巨大的断裂触手猛然砸落在面前。允和顺手将溶剂丢给李灿，自己则反手拔刀迎向袭击的触手，大声催促大家抓紧时间破门。看着有些手忙脚乱的李灿，狼人提醒他集中注意力，趁着允和争取的空档赶快行动。李灿赶忙将溶剂倒在铁门上，金属围栏瞬间开始快速融化。店长向后方大喊，融化还需要2分钟。允和自信的回应，别说2分钟，就算2个小时自己也能撑住。可话音未落，旁边的触手猛然将他死死缠住，局势瞬间再次失控。店长正准备动用魔法解救允和，武飞却突然发动了炎灵技能，直接开口向眼前的巨型章鱼求情。面对武飞的劝说，原本暴怒的巨型章鱼竟被感动落泪，主动松开触手，放开了允和。李灿和店长见状，连忙向章鱼致谢，并保证大家绝不会再冒犯他。章鱼随后转身向深海游去。化险为夷的众人大受震惊，狼人解释这是武飞使用了炎灵魔法，这才靠着沟通顺利解开了这场危机。刚救下大家的武飞用完炎灵后便直接脱力睡了过去。店长解释释放这种能力消耗极大，好在允和没有受伤。狼人察觉到深处的魔力正在剧烈波动，提醒大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必须立刻继续出发。众人顺着通道向更深处走去，越往里走空间扭曲的就越厉害，浓郁的魔力压得皮肤隐隐作痛。店长特意叮嘱李灿，要是一会儿撑不住，一定要立刻开口。
话音未落，走在最前方的允和突然停下脚步，大家纷纷疑惑地看过去。允和活动着手套，直言要在灾难发生前先下手为强。允和提醒大家，越靠近核心遇到的魔兽就越强，眼前这个石头构成的大家伙正是最难缠的那种，必须抢先把它解决。李灿一眼认出眼前的怪物竟是巨大的石魔像，允和纵身冲上前去，挥刀狠狠砍在魔像身上，可魔像的身体极其坚硬，刀刃根本无法穿透。还没等允和后撤，魔像的攻击已猛然砸下，千钧一发之际，狼人瞬间冲上前去，硬生生将允和给救了下来。狼人直言允和先前消耗过多，体力早已透支，他劝允和接下来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自己来处理。巨响再次在洞窟深处轰然炸响，狼人站在石魔像面前沉稳开口，光是阻挡敌人会让大家陷入危险。他转头向允和询问，能否直接将眼前的怪物彻底清除。看着从容不迫的狼人，允和愣了一下，赶忙答应，叫他只管放手去将魔像砸个粉碎。得到许可的狼人瞬间纵身跃起，避开魔像挥来的巨拳，一击精准打断魔像体内的魔力流动。身后的李灿看得目瞪口呆，一眼认出这是狼人提到的绝技。失去了魔力支撑的石魔像被狼人随后一拳打得彻底粉碎。狼人活动着手脚，直言终于能好好活动筋骨了。店长果断调整计划，让李灿跟着自己先去寻找核心大门，毕竟剩下的时间已不足20分钟，再拖下去大门随时可能消失。允和被留下来恢复体力协助狼人。交代完毕，店长紧紧拉住李灿的手，叮嘱他待会儿千万不能松开。临走前，李灿突然叫住准备迎战的狼人，特意叮嘱他千万别受伤。狼人笑着应下，随即转身向前冲去。店长发动魔法，拉着惊呼的李灿瞬间消失在通道尽头。看着转眼就没了影的两人，允和不禁感叹店长速度惊人，狼人也笑着点头赞同。收回视线后，狼人准备收拾残局，可眼前的石魔像站在原地，迟迟不敢上前。见对方不敢动手，狼人不再等待，直接散发出魔力，准备主动发起进攻。传送离开后，两人却发现脚下空无一物，这一带的空间还没有完全形成，根本没有可以踩踏的地面。面对悬空的情况，店长随手再次施展魔法，凭空在脚下变出了草木组成的地面。见店长轻松化解危机，李灿忍不住佩服起这神奇的魔法。店长得意地表示，自己当年好歹也是顶尖的大魔法师，这点小事根本不在话下。由于越来越接近核心大门，店长向李灿要来魔力中和剂稳定局势，随后带着李灿继续向深处推进。随着不断深入，周围散发的魔力波动越来越强，店长心里有些打鼓，担心核心要是没有实体事情可就麻烦了。走着走着，店长突然开口向李灿道歉，李灿被这突如其来的道歉弄得一脸茫然。店长坦言，李灿原本来自没有魔法的世界，自己在他第一天上班时就暗下决心，绝不让他接触这个世界危险可怕的一面。可惜这次还是没能保护好他。李灿让店长不必为此道歉，他承认来到这个世界后，自己确实一直很害怕。第一天就被巨龙欺负，接着又遇到会发射闪电的魔物，刚才甚至看到了像游戏里一样的巨大章鱼，这些在他原本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可李灿话锋一转，坦言自己真正害怕的并不是这些危险，而是担心一旦自己失误犯错，会把大家全都置于险境。李灿坦言自己过往从没把事情做好过，他最害怕的就是再次失误，导致大家离他而去，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一起欢笑。店长听完，温柔地安抚李灿，承诺自己一定会尽全力协助他。两人说话间，前方深处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发光水滴，核心大门正隐藏在水滴内部。店长吩咐李灿去采集里面的冰冻核心，随即施展魔法，在两人面前铺出一条光芒闪烁的阶梯，引导李灿一步步走向核心。踏上店长铺好的阶梯，李灿调侃自己享受到了特殊待遇。店长笑着叮嘱李灿一定要安全回来，表示自己始终相信他的能力。李灿微笑着向店长道别，跃入发光水滴内部后，浓郁的魔力瞬间扑面而来，强烈的压迫感让李灿头疼欲裂。他很清楚自己在这种环境下撑不了多久。李灿强忍着不适寻找目标，前方深处忽然凝聚起紫光，随之显现出一个巨大的结晶，核心大门的核终于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李灿凑近一看，发现核心中央竟缓缓睁开一只眼睛，正死死盯着自己。李灿强忍着被注视的压迫感，嚷嚷着要把打扰自己下班的家伙扫地出门，一把死死抓住了核心。可核心突然爆发出狂暴的魔力，疯狂冲击着李灿的手臂。李灿咬紧牙，关死不松手，是要坚持到核心彻底消散为止。在狂暴的冲击中，李灿死撑着不肯松手，想亲眼看着核心彻底消失，好好完成在这个世界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他快要撑不住时，店长突然伸手一把拉住了李灿，称赞他已经做得足够出色。店长笑着让李灿把剩下的交给他，随后发动魔法接管后续，带着李灿准备正式下班。李灿迷迷糊糊中听到周围传来嘈杂的声音，脑子里冒出不少疑问，想不通大家都在忙些什么，更想不起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他隐约记得自己明明抓住了核心，却被爆发的狂暴力量震晕过去。关键时刻是店长及时拉住了他，说剩下的交给他，并立刻施展了魔法。在那之后的事情，李灿彻底记不清了，感觉就像眨了个眼。等他再次睁开眼睛，店长和允和已经守在他的身边。李灿回想起大家一起回到店里，原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却发现便利店再次乱成一团，竟然是因为大门发生异响，导致街道上的银杏树跑来游行。看到李灿睁开眼睛，艾琳娜连忙凑上前关切询问，确认他有没有哪里受伤。李灿笑着让他不必过于担心，
可一旁的狗头顾客看到李灿躺在地板上休息，顿时气得面露凶光。狗头顾客叫李灿别再躺着，赶紧起来帮忙打扫店铺。李灿吓的瞬间弹了起来，正在整理货架的允和和狼人笑称李灿这一醒，店里瞬间又热闹了起来。清理完毕后，店长高兴地拍手，感谢大家的帮忙。虽然眼前只能用泡面招待，但店长热情表示管够，承诺下次一定请大家吃牛肉大餐。大家围坐在店里吃着泡面，便利店终于恢复了往日的融洽。正吃着泡面，李灿突然收到魔法局上司发来的消息，询问他现在的具体状况。在店长实话实说的建议下，李灿如实回复自己已经毁掉了核心。对方很快回复夸赞了他，让他提交任务报告来申请拨款，并表示近期会亲自过来拜访。李灿心里有些发虚，担心是因为自己未经许可使用了对方的名字。店长见状连忙开导安慰，让他到时候如实说明就好。听到这里的李灿瞬间动了心思，凑过去问店长要不要顺便把店铺损坏的费用也报了。店长原本只考虑过保险和政府赔偿，觉得李灿的提议确实可行，不过他决定先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再决定要不要提交报销申请。店长转身询问大家的意见，表示政府会承担这次大门事件的赔偿，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这突如其来的福利让在场所有人一时都没反应过来。告别时分，大家陆陆续续准备离开。狼人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李灿，别忘了刚才提到的报酬申请。允和和埃琳娜也笑着向二人挥手告别。送走大家后，店长注意到李灿依然面带倦容，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李灿揉着脖子坦言，虽然刚睡醒，却依然浑身乏力。见李灿消耗过度，店长随手施展魔法，为他驱散了残留的负面效果。随着光芒散去，李灿瞬间感觉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可李灿很快意识到，这恐怕已经是店长剩下的最后一点魔法。店长笑着拿出一瓶药水，表示自己早有准备，特意让埃琳娜帮忙调制了恢复药剂。店长叮嘱李灿回家后喝下药水，好好睡觉。接过药水的李灿若有所思，突然向店长问起自己的体质。他坦言自己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偏偏是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还独独拥有罕见的反魔法能力。工作这1个月来，他也从未见过其他种族有这种特性。听到这里的店长拖着下巴，表示自己其实也一直对此十分好奇。随后店长灵光一闪，提议不如趁现在直接做个测试，并当场询问今天能不能去李灿家里。突如其来的请求把李灿直接给整懵了。两人通过传送装置来到了李灿的家乡，店长对眼前的街景赞不绝口，李灿却表示这里只是个偏僻的小镇。店长对没有魔法的世界十分好奇，甚至询问这里出行是不是骑猛犸象。李灿意识到店长可能只是想来旅游。店长补充说，或许能顺便查清李灿穿越的原因。两人正向前走着，店长却突然撞上一道隐形屏障，被直接弹了回来。看着捂着额头叫疼的店长，李灿赶忙上前询问状况。店长拿出硬币朝屏障扔了过去，没有魔力的硬币顺畅穿过屏障，稳稳落在了对面的地面上。这一幕让店长瞬间明白过来，带有魔力的存在会被屏障隔绝，只有不含魔力的物体才能通过。这意味着所有依靠魔力的异世界居民根本无法踏入李灿的世界。店长有些遗憾地坦言，看来这次没法去李灿家里拜访了。不过他很快收拾好心情，准备在附近随便逛逛。可刚准备迈步，李灿却突然伸出手一把拉住了店长。店长被拉过屏障后满脸震惊，急忙向李灿询问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李灿解释说，第一天带回家的安眠药以及刚放进口袋的药水都能顺利带回这个世界，所以他猜想凭借自己的反魔法体质，或许能直接带店长一起穿过屏障，于是便当场试了一下。得知原委的店长惊喜万分，夸赞李灿已经成长为合格的反魔法师。李灿则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还差得远。看着眼前的景象，店长感叹这里和自己的世界其实大差不差。李灿却指出这里的建筑风格大不相同，完全看不到任何魔法道具，整座小镇显得既古朴又迷人。店长看着温馨的街景，坦言能亲自拜访这样的世界，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的梦想。店长坦言自己一直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平静生活，多亏了李灿，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随后由衷地向李灿表达了感谢。回到家后，李灿的手机突然收到店长发来的消息，提醒他第一笔打工薪水已经到账。李灿这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在异世界打工换来的报酬。本以为算上加班费也就100万左右，可当他仔细数清账面上的位数时，2003万韩元直接让他看傻了眼。李灿赶紧发消息向店长询问，店长随后发来详细的薪资明细，底薪加上夜班和仓库清扫补贴是1300万，剩下的700万全是今天表现优秀的额外奖金，甚至还特意多赚了3万块让他去买炸鸡。看着如此大手笔的奖励，李灿忍不住感叹，从没听过哪家便利店给这么多奖金。虽然有些受宠若胜，但他还是决定先拿出300万，剩下的好好存起来。李灿开始细细规划这笔钱的去处，交完房租和生活费，给爷爷买烟，给艾琳娜准备高级咖啡，再买些恢复药水答谢伊鲁尔警官，最后再请店长和允和吃顿大餐。想到终于有能力报答身边帮助过自己的人，李灿心里升起前所未有的踏实与满足。
剧烈的敲门声打破了屋内的平静，门外的人大声嚷嚷着要谈房租。李灿被吓得一愣，摇摇晃晃走上前去询问情况。对方自称是房东太太的儿子，表示自己刚接手管理，查合同发现他这6年每月房租只要30万，便硬说李灿占了便宜，要求这个月重新签合同并涨价10万。面对突如其来的涨房租，李灿在心里大翻白眼，看出对方根本不懂相关法规，纯粹是想借机搜刮租客的钱。对方甚至连门都不敢进，隔着门丢下一句月底再谈就径直离开，只留下满脸无语的李灿，在心里吐槽对方毫无礼貌。李灿坐回床边，吐槽对方也没好到哪去。不过说实话，自己在这住了挺久，纯粹是因为房租便宜才一直没搬。可要是以后真让那小子当房东，只怕麻烦少不了。李灿开始认真考虑搬家，甚至寻思起便利店附近不知道有没有便宜合适的新房子。李灿找店长打听附近的房屋信息，表示自己打算在这个世界长久定居，想问问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公寓。店长听完感到非常惊讶，李灿解释说现在的住处有些状况，而且最近觉得在这里生活很不错，便想趁机换个地方做些新尝试。两人正说话间，便利店大门突然被一把推开，李灿和店长转身准备打招呼，却发现进门的客人居然是德卡德教授。德卡德向店长礼貌打过招呼，便直接说出自己的来意，想借用一下处理大门事件的李灿去店外单独沟通。李灿将整理好的费用清单递过去，德卡德开始认真核对上面的报销项目。埃琳娜要了80万的药水制作费，还帮伍飞申请了顶级宠物零食。到了狗头顾客这里，清单上却写着1箱0度可乐，外加一个便盆。看着这份古怪的报销清单，德卡德忍不住开口质问，李灿连忙尴尬的解释，那是自己整理时忘了删除。两人走到便利店外面，德卡德好奇大家怎么只要这些，李灿解释说大家都不太想拿现金，尤其是黑镜魔法局的狗头顾客，生怕拿了钱暴露身份被抓，所以只要了1箱可乐。李灿希望德卡德能帮忙把预算批下来，毕竟全靠大家帮忙才化解了危机。听完这番话，德卡德若有所思地看向李灿，问他难道自己就没有什么想要的吗？李灿顿时愣在当场。德卡德直言李灿冒用了自己的名字，导致魔法局以为整件事都是由他主导，如果直接这样结案，大家的贡献就会被大幅削弱。李灿却表示直接这样处理就行，只要能拿到自己应得的报酬。他并不想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更担心身份暴露会牵连周围的朋友，希望德卡德尽量别提及自己的名字。德卡德叹了口气，点头答应，表示会对外宣称是由自己独立完成。李灿看着对方略显无奈的样子，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对方趁机打感情牌。解决完大门事件后，德卡德主动掏出手机给李灿展示了一处环境优美地公寓。看着照片里的房子干净漂亮，李灿顿时来了兴趣，追问地址。可一听说那是学院的助教宿舍，李灿瞬间脸色大变，果断拒绝。李灿明确表示，不管条件多么优越，自己都绝对不可能跑去当助教，希望德卡德别再动这个念头。见李灿态度十分坚决，德卡德也只能作罢。见德卡德离开前打听起店长，李灿暗自提高了警惕。对方问李灿是否了解店长的过去，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李灿有些意外，想起德卡德先前对店长客气的态度，怀疑对方是不是掌握了什么隐情，便保守回应说店长只是个好人。德卡德没有继续追问，交代完预算批复后再联系，便转身离开。李灿回到便利店，店长打趣说看出两人刚才在聊自己。李灿也坦言德卡德确实打听了他的情况。听到这里的店长若有所思，主动问李灿对自己有没有好奇的地方，比如教授关注他的原因，或是他开便利店的来历。坦言还没向李灿正经提起过自己的过去。店长问李灿想不想听自己的过去，李灿摇了摇头，坦言当初德卡德打听时，自己只说店长是个非常好的人。在李灿看来，店长不仅没觉得他这个异界来客奇怪，反而一直尽心照顾他，有这些就已经足够了，让店长不必为此担心。听到这番话的店长心里感动，打趣几句后神色一正，随后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准备把便利店搬走。李灿听完感到非常吃惊，店长解释说受大门事件影响，这条街生意一落千丈，再不搬走恐怕就要露宿街头了。李灿在心里暗自吐槽，店长在生意这么惨的情况下，竟然还给自己发了那么多奖金。李灿追问店长打算搬去哪里，店长表示准备搬到学院区，就是李灿之前参加反魔法测试的地方，正好打算换房子的李灿一听，决定直接去学院区附近找新住处。店长见状调侃起来，笑称李灿是为了方便上班特意搬过去，直夸自己招到了一个绝佳的好员工。店长问起李灿对新住处的要求，李灿兴致勃勃表示想是市复式房，水压要足，还要高楼层，免得被楼上的噪音打扰，顺便打听起学院区附近的租金。店长听完赶紧劝他打消念头，学院区的复式大多被受人住过满，是没搬。水压好的房子挤满水族容易发水灾，顶层的哈比族狂掉羽毛极其难清理，在异世界租房必须提防不同种族的习惯。听完这番话，李灿直接目瞪口呆，感觉这地方租房比原本的世界还坑。心虚的他赶忙拜托店长陪自己去看房，却被店长以便利店全年无休为由拒绝。不过店长很快想起允和正好就住在学院区，便拿出手机给对方发去消息，没想到允和很快就给出了回复。允和收到消息后表示，自己和宠物狗伍飞都在休息，手头刚好有一处房源，听说这房子免押金，月租居然只要25万。李灿瞬间大为心动，表示明天就想过去看看。店长却提醒他租金太便宜，
往往有问题。正聊着，门铃响起，哈娜独自跑进了便利店。两人见她大晚上一个人跑出来，都有些吃惊。没想到哈娜眼眶一红，以为李灿要搬去很远的地方。两人赶忙安慰，澄清只是打算把店搬去学院区。哈娜这才解释，原本因为大门事件要和妈妈搬走，但看到核心危机解除的新闻后，便决定继续留下来。趁着妈妈加班，他这才跑来找李灿玩。店长叮嘱他不能深夜独自出门，准备先送他去妈妈单位。这时允和发来消息，表示已经替李灿联系好了房东。店长爽快承诺明天帮李灿顶班，让他安心去学院区看房。第二天，李灿来到学院区看房，进了屋才发现里面装修精美、干净整洁，完全不像是免押金的低价房。但李灿心里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毕竟月租只要25万。他忍不住向乌龟房东打听这房子到底有什么毛病，房东却故作神秘，表示等他亲自体验了就会明白。话刚说完，屋里突然水管喷水，灯光闪烁，伴随着巨大的噪音和震动，整间房子瞬间陷入大混乱。李灿被眼前的异象吓得目瞪口呆，这才彻底明白了租金便宜的原因。李灿忍不住在心里大声吐槽：难道凶宅闹鬼都是闹得这么离谱的吗？这套房子原本打算修整后高价卖出，可刚一开工就频频遇险，梯子到处乱跑，电路频繁跳闸，施工只能被迫中断。房东请变魔法师花光积蓄也无济于事，只能通过猎人事务所发布消息，承诺只要能抓住屋里的恶魔，就能以极低的租金搬进来。李灿走出大楼，给允和打去电话，坦言屋里到处都是骚灵现象，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允和听完劝他重新选房，甚至提出陪他一起去看。李灿却当场一口拒绝。面对免押金月租25万的全配两居室，他根本舍不得放弃。听着李灿准备先试住1周，允和忍不住在电话里吐槽起来。允和提出下午1点带伍飞过来，得知李灿决定立刻搬过去，坦言既然是自己推荐的房子，就不能看着搭档住在危险的地方。李灿连忙开口道谢，顺便打听起伍飞的状况。允和透露，伍飞虽然醒过几次，但因使用炎灵消耗过大，依旧疲倦，甚至还出现了记忆缺失，表示会照顾好救命恩人，让李灿放心。挂断电话，李灿回到便利店，正巧赶上店长和哈娜在吃零食。店长顺势打听起看房的结果，好奇那房子是不是真的闹恶魔。李灿证实了屋里的混乱情况，表示下午会和允和一起回去处理。根据其他房间没有异常来判断，他推测这次恐怕不是恶魔作祟。旁边的哈娜听说有鬼，不仅一点不怕，反而一脸兴奋地表示想见识一下。正聊着，哈娜包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得知是哈娜妈妈打来的，李灿和店长吓得赶紧催他接电话。哈娜老实交代，正和叔叔待在一起，吓得旁边的李灿和店长一阵紧张，生怕被对方家长误会。挂断电话后，哈娜透露妈妈下班后正往这边赶，要是自己不赶紧回去，就要亲自过来抓人。一听这话，李灿赶忙拜托店长打开传送门，趁着对方赶到前，赶紧把哈娜送走。店长在便利店门前叮嘱哈娜，以后绝不能在半夜独自跑出来，想见李灿也得等白天。李灿顺势向店长提出请求，希望能把店铺搬迁的时间推迟到今晚，好让他有机会向熟客们道别。店长爽快答应下来，表示留住熟客同样重要，让他不用急着搬，慢慢准备。这时街边停下一辆加长豪车，专职司机早已在车旁等待。李灿好奇打听那是不是哈娜妈妈的车，得到哈娜的肯定答复后，李灿看着豪车暗自惊叹，意识到哈娜妈妈的地位恐怕极不简单。哈娜认真向李灿表达感谢并道别，李灿也微笑着叮嘱他路上小心，目送他坐上豪车离开。哈娜高高兴兴地跑向妈妈，车里走出的黑发女人顺势将她抱起。就在两人接触的瞬间，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强烈威压突然直奔李灿袭来。察觉到背后的致命含义，李灿吓得赶紧低下头甲装看手机，根本不敢与对方对视，甚至顾不上和店长道别，就匆忙离开了现场。事后李灿在路上向允和提起这件事，好奇对方为何会散发出如此恐怖的气场。允和解释说，那是龙族特有的魔法感知，专门用来探查对方的底细。由于龙族天生极其敏感，对方会起戒心完全合情合理。允和安慰说，家长见陌生人会警惕很正常。李灿决定改天再联系哈娜。一旁的武飞贴心问候起李灿的情况，李灿微笑着表示自己没事，允和却打趣让他先顾好睡了很久的自己。两人走到屋里，允和突然踩到了积水，赶忙打听是不是房东刚洗过楼梯。李灿也十分诧异，表示刚才看房时明明还一切正常。这时武飞嗅到了异样，连忙提醒大家空气里有怪味。允和仔细一闻，发现到处弥漫着霉味，不禁怀疑是不是气体泄漏。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屋里的水龙头和浴室突然彻底失控，大量水流狂喷而出，瞬间将整间屋子淹没。面对这惨不忍睹的变故，允和难以置信地向李灿确认之前的房况。就在两人被眼前的惨状镇住时，屋里突然传出了一道怒吼。李灿忍不住对着屋里大声质问，喊话藏在暗处的东西当面沟通，别毁了他打算租的新家。允和赶忙劝他先冷静，毕竟连合同都还没签。李灿表示除了自己根本没人会租。两人正说着，屋里突然传出一阵微弱的猫叫声。听到叫声的李灿瞬间反应过来，搞破坏的并不是恶魔。允和正好奇到底是什么，脚下突然被水里的东西蹭了一下，连武飞的尾巴也被撞得正正。意识到水里的东西喜欢猫玩具，李灿赶忙向允和借来粉色毛绒挂件，顺手系在了武飞的尾巴上。他蹲下身交代武飞，等会儿只管拼命摇尾巴，
准备用这招把水里的小家伙引出来。李灿让允和往后退，指挥武飞在水里卖力摇晃尾巴。凭着自己在宠物店打工半年的经验，李灿笃定没有猫能抗拒这种诱惑。果然，挂件刚晃了几下，水里就传来了动静。李灿眼疾手快，一把朝水里抓去，瞬间把扑上来的家伙捉个正着。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只半透明的水蓝色小猫。李灿看着抓在手里的半透明小猫，忍不住惊叹，居然能看到透明的猫。他连忙问允和能不能看见。允和坦言自己其实什么也看不到，只是凭着叫声和李灿手上的抓痕猜出来的。允和接着分析起来，当初听房东说屋里闹恶魔时，他就觉得是有蹊跷，因为房东提到只有有人过来或施工时屋里才会乱套，没人时却什么事也没有。正常恶灵无论有没有人在都会持续发疯，可这里没人时却异常平静。允和据此推测，屋里恐怕根本没有恶魔，而是有某种生物在用念力搞破坏。李灿试着用带有魔法的指尖触碰小猫，没想到小家伙立刻尖叫着剧烈反抗。李灿吓得赶忙收手道歉，这才明白这小东西对魔法极其敏感，难怪总是要把所有进屋的人全部赶走。允和正愁看不见小猫该怎么处理，小猫突然喷出一大股水流，直接冲了允和一身。好在允和并无大碍，还打趣这小家伙是在报复刚才的魔法。李灿冷下脸，严肃警告小猫，要求他立刻为搞出的水灾道歉。不料小猫根本不服气，当场在李灿手上挑衅起来。李灿勒令他立刻收手，把屋里的水灾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就要亲自把他好好洗洗。李灿气得上手，把他一顿揉捏，搓得小猫尖叫连连。李灿趁机严厉教育他，既然自己不喜欢被折腾，就别把这份痛苦强加给别人。随着小猫一声呼叫，屋里蔓延的水流突然打转回缩，顺着管道迅速退得干干净净。水流退去后，屋里瞬间焕然一新，变得一尘不染。李灿看着怀里的小猫，打算先给这小家伙弄点吃的。回到便利店后，店长对着桌上的猫粮研究了半天，却依然看不见小猫的影子。店长推测，连李灿的能力都无法让他显形，说明隐身很可能是他本身的生理特性，大概率是一只精灵兽。得知小猫吃饱后一直在垫子上睡觉，完全没有捣乱，店长这才放下心来。这时门铃响起，银发女子推门走进了便利店，询问能否在店里坐上2个小时。店长招呼刚进门的新顾客随便坐。李灿看着走向休息区的人，发现对方银发银眸，气质独特，既像精灵又透着几分人类的感觉。因为盯得太久，还被店长出声提醒。考虑到店里有其他人在，店长示意改用手机发信息沟通。他特意叮嘱李灿，绝不能对外提起小猫的事。随后顺口打听起便利店搬迁的通知进度。李灿表示早已通知了熟客，还提到伊鲁尔警官晚点会过来一趟，沟通之前那个公文包的案子。店长推测对方可能是找到了线索，便和李灿讨论起到时候如何接待。正聊着，那位银发顾客突然站起身，径直走到李灿的跟前，一开口竟直接打听起李灿的年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李灿当场愣住。李灿老实回答自己29岁，对方听后顺势套起近乎，表示自己刚好20，以后干脆直接叫他哥哥。银发女子接着坦白，刚才自己尝试在店里施展魔法，却不知为何彻底失效了，这种事此前从未发生过。他断定问题一定出在李灿的身上。他突然凑上前，直截了当地质问李灿到底是什么人，甚至怀疑他是来自异世界。李灿被问得紧张的直咽口水，心里更是大吃一惊，不敢相信对方才第一次见面，居然就精准看穿了他的真实身份。这时店长在旁边敲了敲桌子，提醒李灿可以晚点接班，先去和这位顾客沟通一下。李灿觉得没这个必要，店长却觉得对方看起来不像坏人，笑着劝李灿放宽心，让他慢慢聊，不用焦急。李灿只好点头答应，随后和银发女子在桌前面对面坐下，主动打听起对方的真正意图，质问他为何要在店里随意使用魔法，并郑重提醒他魔法不能乱用。面对异世界的质问，李灿没有直接承认，赶忙把话题拉回魔法上，打听对方施法的真实目的。银发女子坦诚用了魔法，但表示原因属于个人隐私，反过来吐槽李灿同样在回避问题。见对方把话题踢了回来，李灿表面冷静，心里却越发纳闷，搞不懂他究竟是靠什么手段，精准看穿了自己的底细。为了彻底打消对方的猜疑，李灿直接掏出自己的资质证明，解释自己天生具备极强的魔抗体质，魔法失效纯粹是受他的影响，跟什么异世界完全无关。银发女子纠缠不休，抱怨李灿依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李灿也毫不客气地反对回去，表示两人还没熟到聊私事的地步。这时门铃突然响起，2个喝得烂醉的客人刚进门就摔倒在地，把店里折腾得一片狼藉。李灿和银发女子在一旁无语至极。同行的绿皮小哥走到柜台前要买烟，店长看了一眼证件，笑着开口拒绝，指明他递过来的居然是高中学生证。被识破未成年的哥布林高中生不仅没放弃，反而提出愿意付3倍甚至5倍的高价，还拿店铺生意不好劝店长通融。一番骚操作把旁边的李灿直接看傻了眼。哥布林高中生还在柜台前胡搅蛮缠，劝店长别为了手法跟钱过不去。李灿在心里暗自吐槽对方太嚣张，见那边有了状况，只能先打断和银发女子的对话。银发女子还想继续理论，李灿表示自己正在上班，让他稍等片刻，便准备过去帮忙处理。见李灿走开，银发女子直接拿出手机拍照打电话，详细交代了便利店的具体位置，要求对方立刻派人过来处理现场。
李灿本以为他又要私自施展魔法，没想到他是在打电话叫人。挂断电话后，银发女子淡定表示3分钟内就能全部解决。佑丽让李灿再等3分钟，表示很快就能把麻烦处理干净。柜台前的店长还在坚决拒绝给未成年卖烟。李灿听得一头雾水，搞不懂这3分钟到底指什么。没一会，佑丽便提醒只剩2分钟。哥布林高中生见店长这边彻底没戏，转头盯上了旁边的李灿，直接掏出一叠钞票，想找李灿这个成年人帮忙代买。见李灿没有任何反应，哥布林高中生甚至表示找林权归李灿。李灿和佑丽被这骚操作看愣在原地。李灿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以前碰上的吸血鬼小孩好歹还办了假证，这小子居然明目张胆玩起行贿。面对哥布林高中生的死缠烂打，李灿义正辞严的当场拒绝，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干这种勾当。正僵持着，便利店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门铃响过之后，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阴冷的声音。佑丽叫来的学校老师直接赶到现场，对着这几个想违规买烟酒的学生，当场开出了极其严苛的惩罚条件：买1瓶酒罚跑50圈外加记过50次，买1包烟罚脑崩20下外加记过30次。刚才还叫嚣的高中生瞬间被吓得瑟瑟发抖。收拾完这几个学生，老师礼貌地向店长赔礼道歉，表示如果造成损失，学校会进行赔偿。店长赶忙摆手表示并无大碍。老师这才拉着3个消停的学生准备离开便利店。临走前，老师顺口向店长打听刚才是谁打的举报电话，说对方不仅使用了变声器，还附带了现场的照片，想好好感谢一下这位热心群众。店长赶忙打了个哈哈搪塞过去，表示自己当时太忙没有注意到。老师也没再继续深究，押着几个一路鬼叫的高中生离开了便利店。看着老师离开的背影，李灿忍不住惊叹教导主任来得真够及时。佑丽笑着亮出手机上的3分钟倒计时，表示自己可没有吹牛。处理完这出闹剧，佑丽再次切回正题，催促李灿赶紧老实交代身份。李灿感到一阵头疼，不明白他为何非要对自己穷追不舍。店长也在一旁笑着打趣，看来新客人确实对李灿十分好奇。面对佑丽的连续追问，李灿顺势提出自己对他的底细同样好奇，佑丽却神色平静地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旁店长笑着打断，指出佑丽刚才展现的手段相当厉害，不仅能精准掌握教导主任的位置。佑丽随口解释是向熟人打听。面对追问，李灿直接用秘密挡了回去。店长见状主动接过话头，表示自己在魔法领域也颇有研究，推测佑丽用的并不是探查类法术，这种法术不仅极其不稳定，还需要借助手机等媒介才能施展。在征得佑丽同意后，店长当场说出了更深层的秘密，表示这种法术需要融合多种魔力，绝非普通法师所能掌控，使用者必须具备混血血脉。店长指出，佑丽身上至少融合了4个种族的血脉，第一眼就看出她并非纯粹的人类。佑丽不想再继续深究，店长便顺势给他留下一句忠告。店长提醒他切勿过度依赖这种法术，偶然掌握的魔力随时可能反噬，正如刚才受李灿影响而失效一样，其他人同样可能看破他的底细。佑丽听后点头表示接受，店长随后笑着把发言权交还给李灿。李灿觉得再聊下去也没有意义，见李灿拿互不相识当借口，店长直接主动报出了佑丽的名字。佑丽顺势看向李灿，表示自己其实很想继续探讨异世界的话题，不过既然李灿觉得两人现在还不算熟络，他愿意等到关系变熟之后再慢慢聊。佑丽顺着话头向店长表示希望能和大家搞好关系，店长笑着表示欢迎，打趣只要下次记得消费就行。不料佑丽直接抛出重磅炸弹，表示自己不是想当常客，而是想直接留在店里打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求职申请，李灿当场惊呆，还没来得及阻止，店长却当场一口答应，直接拍板让佑丽明天上午过来上班。等佑丽打完招呼道别离开，李灿忍不住向店长质疑，真要留下这个底细不明的神秘女孩吗？店长解释说店里确实缺人，而且把佑丽留在身边对李灿更有利，提醒他佑丽此前一眼看穿了他的真实身份，虽然这次用资质证明瞒了过去，但以后难保不会再遇到类似情况，把佑丽放在眼皮子底下，等两人混熟之后，说不定能弄清他看穿秘密的原理，也好提前防范下一次危机。李灿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佑丽确实是第一个一眼看穿他身份的异族，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人，甚至为了回到原本的世界而利用他，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不等李灿多想，店长就拍手宣布便利店搬迁完成，直接将店铺搬到了学院区。店长兴奋地表示，今晚肯定会有大批学生涌入，让李灿做好忙碌的准备。李灿看着眼里只有赚钱的店长，只觉得自己今晚前途未卜。忙碌过后，李灿换上制服，在店里接听电话。面对同伴询问店里是否有客人，李灿淡定地表示目前一个也没有。电话那头觉得奇怪，这个时间段本该挤满学生，李灿坦言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看来店长期待的营业额要泡汤了。这时门铃响起，佑丽推门走进了便利店，李灿见状便挂断了电话。佑丽将一大堆商品推到柜台上，解释自己昨天没买东西，今天既然来了，就要先消费捧场，顺便打听能不能在店长来之前先逛逛。李灿还没来得及回应，便利店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进来的正是狗头顾客，他一脸疲惫地扶着额头，一开口就暴躁地质问李灿店里到底卖不卖毒药。查理一进门就嚷嚷要买无痕剧毒，表示不管花多少钱都行。李灿赶忙打断并询问买毒药的原因，
查理气恼地表示，米格鲁上私接了个离谱项目，硬把2个月工期压缩到3周。传送门事件后，部门本就乱成一团，上司却还在为抢到合同沾沾自喜。查理越说越激动，吐槽上司根本不懂安保，这意味着所有工作都要从零开始，自己恨不得送他上路。李灿听完劝他不如干脆辞职。佑丽顺口打听是否真卖剧毒，李灿赶忙解释只是夸张的打比方。正说着，允和推门走进了便利店，允和熟络地向李灿打招呼，一眼认出查理喊他吉娃娃，惹得查理当场炸毛。允和也注意到了站在一旁的佑丽，允和热情地向佑丽自我介绍，说明自己主业是猎人，同时也兼职店里的配送工作，还顺带打趣身边的查理是店里常客，惹得查理赶忙出声纠正自己的名字。允和安抚佑丽不用拘束，听说佑丽刚满20岁，30岁的允和大感羡慕，主动提议以后大家平辈相处。查理趁机拿年龄打趣允和，偷笑的李灿不幸被当场抓包，一把被揪住领口质问，吓得李灿赶忙开口否认。查理见状不仅没帮忙，反而继续用年龄打趣允和，随后指使佑丽带他去挑选饮料，气得允和在身后当场暴走。查理买好饮料走出店门，允和看着查理离去的背影，吐槽这家伙脾气古怪。李灿笑着帮他解释，说查理只是嘴巴毒了点，其实人相当不错。李灿顺口打听起武飞的下落，允和解释早晨刚把他送回公园，听说便利店搬来学院区。武飞表示处理完私事随后就赶来。听允和说的神秘，佑丽忍不住打听起对方的身份，猜测武飞难道是公园管理员？面对佑丽的奇妙联想，李灿和允和一时尴尬的不知怎么解释。允和赶忙打哈哈打招呼告别，送走允和。李灿和佑丽刚走到柜台前，李灿就接到了店长打来的电话。店长在电话里兴奋地表示，8点过后肯定会有大批学生涌入，自己特意让允和送来了大批饭团，午饭时间绝对能大赚一笔。李灿却直接泼了一盆冷水，淡定表示店里现在冷清得很。李灿对着电话详细解释，8点到，现在只有查理来过。见佑丽凑到旁边，他赶忙提醒店长注意措辞。店长顺口打听佑丽的情况，李灿表示他为了不迟到，提前了整整2个小时赶过来。店长听后直夸佑丽用功。店长打听佑丽是否在准备资质考试，得到肯定答复后，李灿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店长便顺势解释起来，这里的学生升入高中后会分科，魔法科的学生每月都要测试魔力，大家为了准备这场相当于模拟考的考试，恐怕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店长这才突然反应过来，受传送门事件影响，学校停课，考试推迟到了下周1，这意味着这几天店里可能根本不会有生意。面对冷清的局面，店长只能硬着头皮安慰自己，表示附近还有教师和大学生，况且暑假也马上就要到了。得知本月销售额堪忧，店长当场抱头痛哭。悲伤之余，他拿出一份熬夜制定的排班表，安排李灿负责夜班，佑丽接手早班，自己则负责下午到晚上的时段。李灿和佑丽对这个安排都没有异议，店长便准备安排佑丽签订劳动合同。佑丽顺势向李灿打招呼，称呼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称呼，李灿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佑丽解释，李灿不仅年纪比他大，还是店里的资深前辈，为了能更快熟悉起来，不如直接省去那些客套。李灿听后也点头表示接受。李灿搬着刚买的宠物用品回家，路上碰到了乌龟房东，房东顺口打听起驱魔的进度，问他能不能抓住屋里的恶魔。李灿心里直发虚，毕竟隐形猫这种事说出来也没人信，他只能硬着头皮表示抓恶魔难度不大，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听到李灿语气坚定，房东彻底放下心来，甚至夸赞允和果然没有推荐错人。为了表示感谢，房东直接提出用2个月的房租做报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减免优惠，李灿激动的连忙一口答应，保证一定会解决恶魔的问题。送走房东后，李灿高兴的搬着东西上了楼。虽然买用品花了30万，但能免去2个月的租金，这波算下来简直赚翻了。李灿回到家里，就看到隐形猫打翻了粮袋，正躺在粮堆上睡得正香。面对一地的烂摊子，李灿只能无奈的叹气，拿出买好的红色铃铛项圈，摸索着戴在隐形猫的脖子上。有了铃铛的声音提醒，以后至少不会意外踩到它。李灿一边摸着猫，一边叮嘱，让它千万别惹事，破坏了租金优惠。转眼到了便利店，李灿向店长吐槽自己迟到的原因，表示这猫每次都在他放心时把家里搞乱，留他一个人面对满屋狼藉。李灿顺口向店长打听起养猫的经验，店长表示自己从未养过宠物。这时门铃响起，伊鲁尔警官推门走进了便利店，店长热情地上前打招呼，疑惑对方为何会出现在学院区。伊鲁尔解释是因为人手紧缺，自己接下来1个月都会在此支援。随后伊鲁尔说明了来意，表示这次过来是为了之前的现金袋被盗案，需要李灿再次配合案件调查。警方播放的录音里，哥布林交代了下次行动的时间地点，就在本周6午夜的公园男厕所。听完录音，店长怀疑哥布林中了精神控制，店长却认为对方表达正常，并没有中术。随后转向李灿询问看法，李灿坦言自己没有经验，不过幕后黑手既然知道计划败露，未必还会按原计划行动。但他回想起此前检查钱包的细节，施术者在上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凡是对自己魔法
极度自负的人，绝不会轻易改变原定计划。李灿推测对方很可能会带着多重预案，贸然前往公园会非常危险，于是他主动提出周六和伊鲁尔同行，因为幕后黑手极可能用变形术把钱袋伪装成普通的垃圾袋，光靠肉眼很难看穿这种伪装。一旦嫌疑人硬说自己拿的是垃圾，警方在现场根本没办法直接抓人，而李灿能立刻识别出被施术的物品，还能当场解除魔法。听完李灿的分析，伊鲁尔一时间有些犹豫不决。旁边的店长出于对李灿的担心，也主动提出想跟着一起去。伊鲁尔表示会先回警局向队长汇报并申请伏击，若行动获批，到时候还需要大家配合。说完便敬礼告辞离开。伊鲁尔告辞离开后，店长立马严肃地训斥起李灿，怪他自从传送门事件后胆子越来越大，居然敢主动揽下警察的危险差事。李灿试图解释是为了尽快解决麻烦，但店长根本不买账，要求他以后遇到状况必须先汇报。李灿点头答应后，顺势提出疑问：如果周六两人都要行动，便利店该由谁来照看？店长直接推荐了佑利，表示下午已经完成了培训，他完全能够独自看店。虽然李灿有些不太放心，但考虑到考试周街上根本没客人，店长也就没再纠结，只盼着备考期快点过去。到了晚上，李灿按时来到便利店接班，刚进门和大家打招呼，就发现柜台上赫然堆满了咖啡。那些咖啡全是佑利准备的，因为是第一次通宵值班，他打算靠咖啡撑过去，并让李灿放心的把今晚交给他。没过多久，伊鲁尔开着警车赶到，大家注意到他的发色比平时浅了些。伊鲁尔没有多解释，直接催促出发。看到李灿要跟着警察离开，佑利还以为他是犯事被捕了。李灿连忙解释只是配合调查，叮嘱他看好店，有事随时联系。离开便利店后，伊鲁尔带着李灿直奔公园，在车上交代起接下来的行动。此时距离午夜交易还有1个半小时，两人决定先在长椅附近就位，安排人在厕所旁待命观察局势。为了防止行动暴露遭后算账，伊鲁尔提议大家先定个代号，他自己选了麻雀，店长叫企鹅，李灿则取名喜鹊。原本安排店长和李灿守在长椅，伊鲁尔负责盯守厕所，可李灿却主动提出换位置，想由自己承担更危险的厕所看守。面对店长的反对，李灿冷静解释对方这次有备而来，而店长手头缺乏攻击性法术，能解除魔法的自己更适合打前锋。店长正自责能力有限，伊鲁尔拿出了无线耳麦分给大家，只要按住耳塞就能直接实时通讯。伊鲁尔顺手拔出警棍，郑重承诺会全力保障大家的安全，绝不会让犯罪分子伤到任何一个人。李灿躲在厕所隔间里，通过耳麦和同伴确认情况。虽然用代号交流让他觉得有些别扭，但目前周围一片安静。原本以为交易对方会提前赶到，伊鲁尔甚至还在计划完事后请大家喝酒。就在这时，耳麦里突然传来伊鲁尔的提醒，有人正朝着厕所走来。伊鲁尔吩咐李灿先躲在隔间静观其变，紧接着伴随着脚步声，一个身穿西装的羊头恶魔走进了厕所。对方一边走一边打着电话，李灿透过门缝暗中观察，发现这家伙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李灿正诧异钱藏在哪里，羊头恶魔却突然打开了公文包，刹那间耀眼的魔法强光直冲而出，把躲在隔间里的李灿打了个措手不及。强光波及得李灿感到阵阵刺痛，他听到羊头恶魔正对着电话汇报，称附近暂时没有检测到魔力，准备立刻启动封印法术，等新的接头人赶到就当场拿下。李灿瞬间反应过来，正如伊鲁尔预料的那样，交易计划早已暴露，对方这次是有备而来，准备反抓他们。李灿连忙压低声音向同伴求援，虽然耳麦里回应让李灿再坚持片刻，同伴们正在火速赶来，但羊头恶魔已经走向隔间门，根本来不及等救援赶到。李灿直接一脚强行踹开了门板，李灿索性决定放手一搏，趁对方不注意，猛地撞翻羊头恶魔，顺手一把夺过掉落的公文包。顺利拿到关键证物后，李灿立刻按住耳麦汇报现场状况，准备带着公文包紧急撤离。店长在耳麦里赶忙出声劝阻，让他留在原处，千万别动。还没等李灿反应过来，面门就结结实实挨了一记重击。李灿忍着剧痛咬牙爬起身，却发现出入口已被布下只进不出的法术结界。他刚想伸手解除法术，门外却突然飞进来一道哥布林的身影。李灿探头往外一看，倒地的小弟正向老大哭喊哀嚎，直呼外面那名警官实在强得离谱。哥布林老大怒骂手下全是废物，分出2人搜查厕所，其余人全部包围伊鲁尔。成群的哥布林叫嚣着蜂拥而上，伊鲁尔警官敏捷闪避，挥舞警棍，干脆利落的把敌人全数打倒。躲在厕所里的李灿看得目瞪口呆，余下的哥布林还没回过神，伊鲁尔已经握紧警棍，眼神冷酷的站在了他们面前。伊鲁尔顺手收拾掉剩余的哥布林，在耳麦里向李灿询问内部战况。李灿汇报说厕所里只有晕倒的羊头恶魔，伊鲁尔便吩咐李灿留在原地，等待店长赶去支援。还没等李灿松一口气，身后晕倒的羊头恶魔突然苏醒，厉声叫嚣着让李灿把公文包交出来。李灿根本不吃这套威胁，当场直接强行撬开了公文包，发现里面静静躺着一蓝一红2张法术纸。李灿推测出蓝色纸张用于检测魔力，便举起红色那张言辞质问其用途。羊头恶魔嘲讽李灿连基本法术阵都不认识，李灿当场反驳自己可是考试第1名，甚至反过来质疑对方是不是找了替考。
羊头恶魔被彻底恼羞成怒，挥起铁拳就要硬抢公文包。李灿本以为自己要硬生生挨上一拳，关键时刻店长凭空现身，一把稳接下拳头，以正当防卫为由，顺势将羊头恶魔重砸进墙里。面对李灿对瞬间移动的惊叹，店长笑着用隐身术做解释，说自己趁伊鲁尔警官在外面牵制敌人，潜入进来，顺手解除了门上粗糙的封印。正说着话，伊鲁尔警官也大步赶到了现场。伊鲁尔将负隅顽抗的哥布林死死按在地上，面对对方索要钱袋的叫嚣，他掏出手铐，冷冷表示赃款已被依法扣押，结案后将直接充公。李灿对伊鲁尔的强悍实力佩服不已，在伊鲁尔指引下，伸手触碰魔法纸，彻底清除了残留的封印障碍。这时李灿注意到店长正从羊头恶魔身上搜寻手机，看着手中的红色魔法纸，打算顺藤摸瓜将失物归还原主。伊鲁尔通过手机调取通讯记录，找到了幕后黑手的关键线索，纸上附带的违禁麻痹法术，意味着对方这次来头不小，若放任，不管便利店必将面临更大危机。大家当即决定主动出击，会这个幕后黑手。众人决定携带失物前往酒吧会见幕后黑手。李灿也迫切想亲眼见那个威胁过自己的家伙。为了不打草惊蛇，伊鲁尔决定驾驶没收来的兽人面包车，但由于警察身份限制，他无法驾驶为投保车辆，只能询问李灿和店长谁有驾驶资格。可惜李灿把驾照忘在了家里，店长的驾照准驾等级不够，偏目的的是个偏僻山镇，既没有公交出租车，也不愿前往，步行过去至少要花2个小时。伊鲁尔索性建议找个熟人代驾，李灿果断联系狼人赶来充当司机。顺利抵达目的地后，伊鲁尔向狼人表达感谢，并请他在车里稍作等待。由于案件仍在侦办保密阶段，伊鲁尔无法向狼人透露过多细节。坐在驾驶座上的狼人大方表示完全没关系，强调店长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叮嘱大家放轻松，自己一定会把所有人安全送达目的地。众人来到一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酒吧前，店长提醒这里其实是罪犯的地下窝点，他打算带李灿率先推进芥幕后老板，伊鲁尔则叮嘱代驾的狼人留在车里等待支援。狼人大方表示只要有危险自己随时出手，毕竟大家曾是一起经历过灾难的战友，只要有需要随叫随到。布置妥当后，李灿和店长推门步入酒吧，迎面走来一名身材高大的兽人接待。酒吧内部坐满了凶神恶煞的恶徒，李灿意识到只要说错一句话，恐怕就会立刻引爆全场的大战。兽人接待刚准备要求2人点餐，店长就笑着说明了来意，他拿出那张红色法术纸，借口说是捡到了属于老板的失物。话音刚落，幕后老板便缓缓走了过来。他原本正打算派人抓住偷钱的小偷，没想到对方竟然主动送上门来。老板气势汹汹地逼近2人，质问是谁解除了自己的魔法，还抢走了他辛苦赚来的钱。店长当即叫停对方的指控，指出这道法术极为残缺，盲目使用只会酿成大祸。面对老板的嘲讽，店长毫不客气地当面回击，表示自己当年可是赫赫有名的魔法师。店长当场指出法术的致命漏洞，强调必须精准匹配目标地神经系统，稍有偏差就会引发失控攻击，极其危险，甚至连古代文字的写法都彻底用错。哥布林老板看着眼前侃侃而谈的店长，吓得双手指不住的剧烈发抖。他猛然认出眼前这个人正是曾经威名赫赫的恐怖恶魔。哥布林老板想起了从前的日子，那时的集市一如往常般热闹，他为了糊口艰苦度日，盼着日子好起来，直到那个恶魔从天而降，彻底摧毁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哥布林老板回忆起当年的噩梦，铺天盖地的落雷瞬间摧毁了整个黑市，同伴们接连凭空消失，而那个居高临下的恶魔毫无表情。这件事让他躲在家里发抖了很久，如今好不容易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对方却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一旁的李灿听得目呆口呆，连忙质问店长是不是真的毁店绑架。店长急忙澄清，这纯属夸大其词，自己当年破坏的只有违禁武器，至于那些黑市商贩，全都被他完好无损地送进了警察局。李灿听完反应过来，看来当年被抓的都是黑市高层，眼前的哥布林大概只是个打杂的，这才侥幸逃过一劫。店长也恍然大悟，难怪自己毫无印象。被踩中痛处的老板当场气急败坏，直接下令让手下把2人彻底解决掉。面对逼近的保镖，李灿赶忙向耳麦里的伊鲁尔求救，伴随着一阵玻璃碎裂的巨响，伊鲁尔破窗而入，及时赶到现场。伊鲁尔挥舞警棍挡下保镖，让李灿和店长抓紧时间去追嫌疑人。哥布林老板见势不妙，拔腿逃跑。李灿和店长一路紧追不舍，顺着后门逃跑方向跟进了后面的巷子。李灿和店长追着哥布林推开走廊大门，前面的哥布林回头一看，大惊失色，原来他在这些门上施加了随机传送法术，还特意加固了5层防御结界，普通人开门只会被传送到森林或大海，根本不可能追上来。哥布林老板以为终于摆脱了噩梦，正准备推开最后一扇门迎接胜利，没想到门一推开，李灿和店长竟然毫发无伤地从里面走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把哥布林老板吓得当场尖叫。哥布林老板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传送法术为何会被轻易破解，他吓得一边叫骂，一边仓皇逃进办公室，重重关上门。李灿推门追进办公室，长期不运动的店长累得体力不支，只能交代李灿独自继续追击。哥布林老板一路夺路狂奔，李灿在身后紧追不舍，2人互相喊话，一路追到了室外。哥布林老板刚冲出楼外，就撞上了守在门外的狼人，他嚣张地推开对方继续逃跑，
追出来的李灿十分意外，狼人却波澜不惊地表示自己只是出来散步看星星。狼人向李灿确认逃跑的哥布林是不是要找的嫌疑人，得到肯定答复后，狼人瞬间出招，直接将哥布林老板按倒在地，顺势单手拎了起来，任凭哥布林老板如何挣扎叫骂。狼人笑盈盈地问李灿要把这家伙送到什么地方。见狼人出手如此利落，李灿连连夸赞，提议先把嫌疑人押回车上，警方现场致谢，案件顺利解决，多亏大家，后续会发放协助报酬。店长听到有报酬非常开心，伊鲁尔主动提议帮狼人申请市民奖，李灿也在一旁附和，强调抓获哥布林老板全靠狼人。狼人笑着婉拒，表示自己只是按约定接应，是大家把嫌疑人逼入绝路，自己顺手拦截，没必要在意。店长见状大方，表示送他3个月免费香烟。伊鲁尔感慨和大家行动比在警局更让人安心。店长打趣问他是不是很喜欢和大家工作，伊鲁尔愣住，赶忙解释。李灿连忙劝店长别再捉弄警官，被打趣的伊鲁尔有些不好意思，招呼大家上警车送他们回家。李灿和店长最终选择搭乘夜间公交。李灿瘫坐在座位上抱怨，今天跑的路比1年加起来还多。李灿忍不住问店长干嘛不搭伊鲁尔的顺风车，店长坦言哥布林案子非同小可，伊鲁尔今晚肯定要通宵加班，不想再给对方增加负担。李灿陷入沉思，想起哥布林老板之前的反应，又联想到店长非凡的实力，当年既然是顶尖魔法师，怎么会跑来开普通便利店？按捺不住好奇心的李灿直接扭头向店长问出疑问，店长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懵了。李灿坦言听完哥布林的描述，加上店长平时待人极其温和，当年明明发展极好，怎么突然退役？店长笑着给出第一个原因，其实是为了赚钱，在便利店卖珍稀材料能赚大钱。至于另一个原因，则是想过平静的生活，罪犯的恶意他可以不在乎，但连普通人也开始排斥他，不想被大家讨厌才选择退役。李灿听完陷入沉思，店长以为话题太沉重，笑着化解。李灿却认真表示自己绝不会讨厌店长，这并非出于员工身份，而是作为身边人的真实感受。在他看来，店长不仅对自己照顾有加，对待其他人也总是能帮就帮，像他这样善良的人真的极其罕见。店长一时间正在原地，李灿接着劝店长别把哥布林老板的话放在心上，以后再遇到这种人，自己一定帮他骂回去。一想到对方的恶劣态度，就气不打一处来。店长听着有些犯困，顺势靠在李灿的肩膀上，拜托他到站后再叫醒自己，随后轻声向李灿表达谢意，夸他真的是个极其温柔的人。到了第二天，李灿在街上收到允和发来的消息，允和叫他赶紧过来拿新毯子。李灿感叹姐姐休假也这么勤快，正好李灿也打算更换床品，有贴心的姐姐让他心里暖洋洋的。李灿在心里暗下决心，找机会请允和和店长吃顿大餐。李灿见到允和，刚想提议找时间带店长吃大餐，允和就急忙打断他，拿出手机让他看一段视频。视频里出现的正是武飞，两人一眼认出画面背景，急忙一路跑到了附近的公园，发现前面围了一大群人，两人挤进人群，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武飞竟然正在配合别人拍照，李灿赶忙蹲下身准备带他离开，武飞也兴奋地叫了起来。没等李灿把狗抱走，拍摄人员就一把拦住他，斥责李灿打扰了正常拍摄。见武飞身上没有名牌，当场质疑李灿根本不是狗的主人。允和提议让对方喊狗的名字，拍摄人员随手叫了几声，武飞完全没有理会，谎言被拆穿。李灿和允和抱起武飞直接离开，拍摄人员眼睁睁看着爆款视频泡汤，气得在原地哀嚎。两人带着武飞离开人群，允和当场开始盘问，要他解释清楚为何在网络上爆火，还有之前提到的流浪狗同伴是怎么回事。武飞这才交代真相，回公园是为了请当年照顾他的同伴吃大餐，完成大家当年大吃一顿的约定。可公园后来来了一群黑狗，霸占领地，还将原本的流浪狗赶走，导致同伴们失去了食物来源。武飞劝说黑狗群分享食物，对方根本不听，甚至要对武飞和同伴动手，双方当场爆发了冲突。武飞大喊了一声住手，原本凶狠的黑狗群竟瞬间僵在原地，像木偶一样机械地回应他。诡异的场景把武飞吓得不轻，他慌忙带着同伴逃离现场，聚餐计划也只能遗憾作罢。听完武飞的描述，李灿和允和立刻明白过来，武飞是在情绪激动时再次无意识使用了言灵指令。考虑到这股力量隐患极大，李灿决定尽快找店长商量对策。这时允和看着懂事的武飞，劝他不如找个领养家庭，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刚好自己身边有朋友想收养宠物。武飞礼貌地拒绝了允和，表达感谢后表示自己一直有着梦想。见武飞想不起自己的梦想，李灿主动开口提醒他。李灿想起武飞在哈内家时曾渴望拥有保护别人的力量，后来找到店长也是为了报答恩情。李灿推测他的梦想就是像自己曾被救赎那样，成为给别人带来力量的存在。武飞这才猛然想起来，这正是他无论如何都想实现的心愿。李灿心里非常明白，武飞并不是真的忘记了，而是先前每天风餐露宿挨饿受驱赶，光是活下去就已经竭尽全力。允和在一旁也十分理解，人在精疲力竭连生存都困难的时候，确实根本没有余力去谈论梦想。李灿安慰武飞不必自责，在生存面前顾不上梦想很正常，接着询问他接下来的打算。武飞表示自己搬到了学园区，这里环境干净，
虫主们也很友善，他不仅不再挨饿，还因模仿街头艺人跳舞在网上走红。既然如今温饱都有了保障，李灿便建议武飞把给别人带来力量的梦想具体化，先从帮助身边的元素精灵做起。李灿当场给他安排了第一份任务，请武飞帮忙调查家里那只奇怪的猫。李灿带着武飞来到房间，向他吐露这只猫的种种恶行。每天下班回家，屋子都被折腾得一片狼藉，不仅把粮和羽毛弄得满地都是，自己还得天天跟着收拾。为了彻底解决隐患，李灿走上前质问猫到底有什么不满，希望他能有话好好说。没想到猫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直接掀起一阵剧烈的羽毛风暴。就在李灿被羽毛包围狼狈躲避时，一旁观战的武飞却突然听懂了猫发出的叫声，忍不住震惊的大喊：这只猫竟然真的开口说话了！武飞赶忙翻译猫的要求，想沟通就要每天早上把饭碗倒满。李灿听完立刻反驳，自己每次出门前明明都倒得满满当当。武飞尴尬补充，猫嫌那些根本不够，至少得准备2碗饭，最好再加点牛奶。李灿被这得寸进尺的要求气笑，吐槽他再吃就要变成猪了。这话彻底激怒了猫，冲着两人发起威吓。武飞赶忙在中间劝架，解释李灿只是想了解他的困难，绝对没有要赶他走的意思。可猫根本听不进去，怒吼着说：别撒谎了，以为自己不知道把你叫来就是为了彻底把我赶走吗？这番话让李灿和武飞当场愣住。原来猫从小就极其瘦小虚弱，甚至连母乳都抢不到，一直被同伴挤在一旁，受尽排斥。后来母亲带着其他兄弟姐妹离开，只留下他独自生活。面对抓捕流浪猫的人，瘦小的他只能每天躲在垃圾桶后，祈祷不被任何人发现。直到有一天，他的身体变成了透明，还意外掌握了魔法，这才终于有了生存的本领。武飞接着替他翻译，说他几个月前顺着开着的窗户溜了进来。李灿听完有些不解，那为何还要天天在家里破坏拆家？猫表示这里阳光充足，自己压根没打算搬走。李灿无奈解释，真要赶他走，怎会花大价钱买齐全套用品？戴项圈纯粹是怕不小心踩到隐形的他。解释清楚误会后，李灿扭头询问武飞，不知店长能否帮他把透明状态给治好。李灿坦言，想彻底解决透明状态恐怕有点困难，但既然猫要继续在这里住下，双方就要找到和平共处的方式。猫有些傲娇的叫了一声，武飞在一旁帮忙打圆场。李灿接着提出条件，听说猫在街上流浪多年，算起来甚至算得上是老前辈，既然要留下来，就要做出相应的回报。李灿开门见山，直接把武飞抱到猫面前，询问他能否帮忙寻找其他元素生物。听到这个要求，猫瞬间炸毛，显然对其他元素生物极其排斥。武飞赶忙解释，他根本不想和那些家伙打交道。李灿却没有退缩，表示既然要在家里住下，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况且猫在街头生活经验丰富，由他来带路最合适不过。为了让猫答应，李灿抛出了丰厚的条件，承诺隔天就买牛奶和猫零食，连玩具也可以管够。武飞赶忙在一旁拍起了马屁，直夸李灿大人有大量，还顺带教育猫不能对李灿如此无礼。李灿听完忍不住笑出了声，顺势指着武飞交代，以后寻找其他元素生物的事可就拜托你了。猫傲娇的哼了一声，算是不情不愿的答应了下来。武飞和那只猫出门寻找元素生物。深夜的便利店前台，李灿正忙着给顾客结账。店长得知消息后有些担忧，觉得那只猫在外面乱跑容易出事。李灿却认为猫在街头流浪多年，而且实力很强，不会有什么危险。店长却坦言，正因为它的力量太强，才令人担心。店长顺势聊起魔法界的热门课题，动物虽然天生自带魔力，但人类想教他们理解魔法公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训练动物按按钮做动作固然简单，要让他们掌握真正的魔法，却根本办不到。正因如此，能掌握规范化魔法的生物极度罕见，绝大多数动物使用的都是只有自己能发动的非规范化魔法。店长拿之前净化花粉的金鱼举例，那种本能魔法连使用者自己都说不清原理，但李灿家那只猫完全不同，它连念动力这种常见魔法都会使用，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一旦暴露很容易招来麻烦。李灿这才反应过来，猫能保持隐形反而成了对它的保护。店长也坦言，虽然有些无奈，但目前这样确实最安全。结束闲聊后，两人重新投入工作。趁着考试周结束加上周五晚上，便利店里挤满了前来放松的顾客。店长看着爆满的业绩格外高兴，盼着把考试期间亏损的营业额补回来。忙碌间，李灿注意到熟客查理走过门口，很久没见的查理看起来极其疲惫，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进店。李灿推测他大概又是被工作给累垮了。突然的撞击声打破了便利店的平静，一群穿着西装的动物上班族全趴在橱窗玻璃上死死盯着前台。店长好奇询问李灿是否认识他们，李灿也是一头雾水。为了不影响其他顾客，李灿赶忙走到门口提醒，这群兽人却急切地打听查理的下落。确认李灿的身份后，当场低头恳求李灿救救他们。原来这群同事遇到了灭顶之灾，他们的比格犬老板正在大发雷霆，威胁要把全部门通通开除。众人实在走投无路，这才根据查理平时提到的信息找上门。见查理刚才甚至都没进店，大家确认他这次是真的气炸了。李灿好奇询问查理生气的缘由，小鼯鼠却连连摆手替查理开脱。看到这群人买了不少饮料，店长也特意交代好好接待。李灿决定坐下来听他们详细说说到底遇到了怎样的变故。李灿打听起事情起因，同事解释查理和比格犬老板当年是一起创业的合作伙伴，平时说话向来不客气，没想到老板今天喝了酒，话还没说完，
外面跑路的同事就急忙冲进来报信，警告老板正处于失控发飙的状态，马上就要追到店里。众人顿时慌成一团，李灿赶忙指引大家先藏进便利店的仓库躲避。话音刚落，这群同事便一股脑拥了进去，顺手把烂摊子甩给了李灿。李灿刚叹了口气，门铃便再次响起，浑身散发着怒气的比格犬老板破门而入，一进门就发疯般大吼大叫，逼查理出来见他。李灿上前劝说对方先离开，老板却借着酒劲大发雷霆，认定李灿在装傻充愣，强硬要求他立刻把人交出来。老板气急败坏的抱怨，说自己辛苦赚钱给员工请客买肉，却换来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李灿听完一阵无语，刚才那群同事分明都是草食动物。老板指责李灿逼问查理的下落，警告他别帮忙打掩护。李灿只能继续装傻，反问查理到底是谁。老板怒称查理总拿公款来这儿消费，之前在烤肉店聚餐时，老板嚷嚷着要来砸了这家便利店。查理一听，当场跟他急眼，劝他别跑去无关的地方发疯。老板越说越气，吐槽查理平时到处挑刺，改项目期限重新排客户会议，搞得像他才是老板一样，偏偏自己还根本裁不掉他。听完这番荒谬的控诉，李灿语气坚决的请他立刻离开，声明店里没有这个人，就算查理真的藏在这里，自己也不会帮一个嚷嚷着要砸店的人。老板见李灿居然敢赶客人，嘲笑一个人类口气倒挺大。李灿毫不退缩的反问，难道你想来比比看谁脾气更大吗？老板认定李灿和查理是一伙的，气得当场一脚踹向柜台。李灿刚开口呵斥对方别损坏公物，查理便推门走了进来。查理上前挡在二人中间，厉声警告老板别迁怒无辜的人，指责他大吵大闹不仅毫无体面，真要闹到警察过来，公司的形象就彻底完了。查理直言老板生气的根源就在自己，让老板把怒火全冲他一个人来，随后主动叫老板去店外解决。没想到还没等两人出门，仓库门突然被翻倒在地，躲在里面的同事们直接摔成一团，场面瞬间陷入尴尬。看着从仓库摔出来的员工们，李灿无奈地提醒大家早点下班。大家坦言是担心查理和老板吵起来，查理便主动出面安抚众人先回家休息。这话瞬间点燃了老板的怒火，指责查理又在越权扮演老板，当众假装关心下属。一旁的李灿看着老板大吼大叫，忍不住感叹对方嗓门真大。老板转头威逼旁边的部门长小五鼠，要他当场把对查理的不满全说出来，甚至当众爆料说小五鼠私下抱怨过查理脾气暴躁，让下属工作得提心吊胆。老板接着当场揭短，提到上个月辞职的戴安娜，就是因为一点小小的客户投诉，被查理痛骂了一整天，这才气得直接辞职。查理当场驳斥老板，指出真正让员工受苦的正是老板自己，天天当众谩骂员工，却还自以为全是别人的错。眼看老板咆哮不停，李灿突然开口打断，提醒老板一直在单方面发泄，身旁的小五鼠根本连话都说不上，劝老板先闭嘴听听别人的想法。老板指责李灿又在偏袒查理，质问他维护一个伤人的人有什么好处。李灿却冷静反驳，自己从未被这位顾客伤害过，反倒是老板一进门就对自己破口大骂，一句话直接把老板呛得哑口无言。李灿彻底无视眼前的老板，转头向草食动物同事们询问，让他们继续交代刚进店时提到的因为老板才走投无路的经过。李灿鼓励小五鼠说出真相，小五鼠这才坦白自己面对查理确实觉得十分愧疚，因为能当上部门长全靠查理当年做的大项目，当年项目几乎全由查理完成，老板却因为私人恩怨强行要求删掉查理署名，这才让小五鼠白白捡了便宜。面对老板的辩驳，小五鼠直接撕破脸，吐槽老板记忆力极差，连员工孩子都上幼儿园了，逢年过节还硬送婴儿奶粉。其他同事也纷纷跟着补刀，吐槽老板记性差得像金鱼，连电脑密码都记不住。李灿好奇这样的老板平时怎么工作，同事坦言老板根本不上班，天天在外面打高尔夫，回来却指责大家工作不力。被当众拆穿的老板彻底气急败坏，当场咆哮着要把所有人全开除。面对老板开除大家的威胁，同事们不仅毫无惧色，反而当场回枪，要不是因为查理经理一直撑着，大家早就集体辞职了，那点微薄的薪金根本不够糊口。老板接回来的各种荒诞项目全靠查理把最艰难的工作扛下来，甚至天天睡在破值班室加班，公司才得以运转下去。聊到老板刚才拿戴安娜辞职说事，同事们更是直接打脸，揭露戴安娜当时流泪纯粹是因为她在吃东西。戴安娜作为鳄鱼兽人，咀嚼食物时会引发泪腺反应，这纯粹是物理意义上的鳄鱼眼泪。同事继续控诉真正的元凶正是老板，听说戴安娜学过视觉设计，就强行安排她去做毫不相关的网页开发，甚至连叫都不叫，只知道一遍遍打回重做。这番不负责任的瞎指挥，直接把戴安娜和搭档折磨到边做边哭。真相大白后，大家看老板的眼神只剩下无语。同事揭露最后全靠查理收尾，客户投诉也是因为老板漏掉关键细节。戴安娜离职时甚至撂下狠话，要是再在街上碰到老板，绝对要咬断他的尾巴。同事当面痛骂老板无能，老板却还在死撑狡辩。一旁的李灿忍不住感叹，看来不管在哪个世界，糟糕的老板都是一个模样。查理听完同事的心声后大受触动，原来大家全是因为自己才硬撑到现在，而自己同样是为了大家才没有离职，早知道是这样，自己当初就该直接辞职。面对懊恼抱怨的查理，李灿主动开口建议，既然大家感情这么好，不如干脆一起做点别的事。听到李灿顺口提到开公司，查理瞬间有了想法，直接向李灿索要纸和笔。
李灿刚报出3000块的账单，查理却直接拍出20万大钞。同事赶忙在一旁解释，多给的钱是老板踢坏柜台和商品的赔偿。查理提笔写下辞职信，提起当年创业时老板请的汤饭，如今算是彻底还清。说完，直接把辞职信拍在老板脸上，宣布两人就此恩断义绝。处理完与老板的恩怨，查理转身向同事们招手，决定请大家去赶下一场。压抑许久的同事们欢呼着跟了上去。眼看这群兽人鱼贯而出，便利店终于恢复了平静。李灿看着空荡荡的门口，感叹刚才就像台风过境。这时手机收到了店长的关切短信，李灿看着屏幕陷入沉思，感叹这个世界虽然同样充满霸凌，却也有人默默相互扶持，不像自己曾经待过的原世界，为了自保就把它彻底抛弃。正当李灿暗自唏嘘时，手机突然收到奥尔夫长老发来的消息，询问能否在清晨6点与他电话沟通。李灿向佑丽表示，店里除了刚才的闹剧没有其他异样。佑丽忍不住感叹，李灿的经历实在太折腾。聊到便利店的工作，佑丽坦言自己面对小孩时总是紧张的说不出话。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李灿打过招呼，便走出门外接听。来电的人正是狼人。狼人表示自己按照李灿先前的建议，一直在打听昔日战友的下落。如今听说学区附近有人想要见自己，便询问能不能抽空过去确认。李灿爽快答应下来，表示自己会一直在店里守着，随后挂断了电话。本以为大家已经离开，刚走的查理却又折回了店里。李灿心里有些纳闷，查理解释自己是顺路回公司拿电脑。提到刚才的遭遇，查理抱怨前老板一路缠着自己。收拾东西时，他试探着询问老板能否减轻员工的工作量，得到否定答复后，才彻底死心离开。见查理依然心有余悸，刚好下班的灿主动提议，不如就在店里请查理吃点好吃的。查理爽快答应。进门前忍不住仰头感叹，自己终于重获了自由。便利店的门铃突然响起，狼人推门走了进来。李灿热情地上前招呼，顺势把刚来兼职的佑丽介绍给狼人。狼人礼貌地向佑丽打招呼。正在整理离职交接的查理也顺口向狼人问好。得知狼人是来寻找战友，李灿好奇地打听具体位置，可狼人没有准确地址，打算以便利店为中心，在附近挨家挨户展开搜寻。这种毫无头绪的方式让查理和佑丽都听不下去了。查理主动询问战友的外貌特征，佑丽也觉得不能看着长辈瞎折腾。面对狼人的客套婉拒，查理直接出言打断，劝他接受年轻人的帮忙，省得一个人在外白费力气。李灿提醒查理对长辈客气一点，查理却抱怨是对方太固执。狼人听完忍不住笑了出来，他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帮忙。回忆那位战友身材比自己还要高大，左眼留着一道竖向刀疤。面对查理对姓名和职业的追问，狼人坦言年代太久远，只记得对方气场非常强悍，推测年龄在80岁以上。有了这些关键线索，查理立刻打开电脑展开搜寻，叫大家给自己3分钟时间。趁着搜寻的空档，李灿私下询问狼人是否介意查理直来直去的态度。狼人温和地表示并不介意。查理让他想起了曾经的战友，也是一位擅长机械的技术高手，自己非常渴望能与老友重逢。不到3分钟，查理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人选。惊人的效率让李灿直呼厉害。查理催促狼人赶紧认人。查理把范围缩小到4个人，让狼人看照片辨认。狼人翻看着电脑里的履历，很快认出了熟悉的脸孔，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老大。查理随即查到具体信息，对方在一所高中担任保安，距离便利店约40分钟车程。找到了老战友的下落。狼人想起李灿刚才有事相求，便邀请李灿陪自己一起去见老大。李灿随后回到家里，刚进门就在地上发现一个铃铛项圈。他捡起项圈有些疑惑，难道对方又擅自离家出走，带着小花生去搜寻灵兽了？李灿打算今晚找小花生好好谈谈，便一路小跑赶去和狼人会合。见狼人早已等在约定地点，李灿连忙为没能提前赶到道歉，狼人却表示时间刚好。两人顺着校园小道边走边聊，李灿顺口打听老战友的性格，狼人对此赞不绝口，直言对方当年不仅能力卓越，还能冷静指挥整支队伍，多亏了查理的高效搜寻。李灿决定下次见面一定要好好谢他。这时手机收到佑丽发来的短信，叮嘱他今天无论结果如何都别沮丧。莫名其妙的安慰让李灿一头雾水，还没等李灿想明白，一旁的狼人突然停下脚步。不远处一位挥扫帚的老者顿住身形，凭着熟悉的肉香味辨认出了来人。狼人望着眼前带刀疤的老战友，激动地喊出一声老大。老战友微笑着回应，感慨确实太久没见。一旁陪同的李灿见状暗自惊叹，这位老者的气场果真非同一般。谁知话音刚落，老者猛地一拳砸向狼人，把狼人揍得倒退连连。这突如其来的出手直接把旁边的李灿当场吓傻。两人过招收手后，老者打去狼人，虽然脾气变温和，功夫却一点没生锈。狼人谦逊的回应，比起老大自己还差得远。面对这极其硬核的打招呼方式，李灿一时间目瞪口呆。老者顺口打听狼人的来意，狼人坦言多亏了李灿以及查理的帮忙才找到这里。李灿向老者自我介绍，老者随后邀请两人进屋准备好好叙旧，顺便结算当年的恩怨。老者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调侃狼人身边聚集了一群有趣的人。狼人连忙表示多亏了李灿的帮助，李灿却对老者的特殊称呼感到纳闷，忍不住询问对方为何总叫自己肉。老者把弄着手中的勋章解释，战场上战友随时会变成冷冰冰的死肉，这是他多年来改不掉的习惯。虽然听着
让人很不舒服。李灿还是看在长辈的面子上压下了不满。随后老者话锋一转，质问李灿身上为何没有魔力的气味。在他的嗅觉里，所有魔法师都有毒鼠气息，唯独李灿全无波澜。面对老者的怀疑，李灿直接掏出了反魔法师证。老者有些意外，夸他看着呆笨，却相当有本事。李灿也习以为常的大方接受。得知李灿的真实身份后，老者好奇狼人为何带反魔法师同行。狼人坦然承认是自己不敢独自面对，担心当年的往事只会给老朋友带来痛苦回忆。狼人拿出带上来的烧酒，坦言自己当年离去之后，就再也没听过其他老战友的近况，这次专程赶过来，就是想打听大家的下落。老者对此感到十分意外，直言有些事情光靠口说并不灵光，便让狼人倒上酒水。随后老者打听起李灿的酒量，得知李灿平时能喝2瓶烧酒，顺手也给李灿买上了一杯，感受着杯中极高的烈度。李灿忍不住好奇这酒是用什么酿造的。老者解释这酒凝聚着深刻记忆，只要大家一同饮下，就能共享敬酒之人想要表达的往事。李灿听完直呼这酒功能就像蓝牙一样，老者催他别废话，赶紧喝。三人随即一饮而尽，烈酒刚一入口，李灿就被辣得直捂嘴巴，感觉整个喉咙和胃里都在发烫。然而酒劲刚散开，狼人就闻到了浓烈的硝烟味，周围的景象也瞬间发生变化。无数身穿作战服的伤兵浮现在眼前，记忆里的战士们情绪异常激动，质问大家拼死保护别人，最终却只换来队长被前往乡下，整支队伍被强制解散的结局。看着记忆里年轻时的狼人，老者不禁发出一声感慨，当年的狼人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动不动就能说出惹毛他的狠话。老者在记忆里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强制要求所有人退伍回乡，把过去当成回忆好好活下去，不必再为不公的结局继续纠缠。第一段记忆随之消散，李灿以为事情这就结束了，狼人却表示还没完。紧接着景象再次发生大变，记忆拉回到当年的一场致命危机，敌人的炸弹将在5分钟内轰炸，阵地瞬间陷入了一片慌乱。记忆里的老者放飞纸飞机，向战友轻声道了一声抱歉。画面瞬间切回现实，狼人难以置信地看向老者，这才明白部队当年解散后，老者一直在暗中监视大家，每月都要向高层汇报战友们的近况。高层因为害怕老兵泄露机密，才给老者布置了这项监视任务。得知真相的狼人情绪瞬间失控，他忍不住厉声质问，哪怕当年只是暗中搭一把手，战友盖尔洛克也不至于落得悲惨下场，对方当年完全是因为处理魔力机械才承受了这般不公的待遇。一旁的李灿见状，连忙劝狼人冷静。狼人深吸一口气，断定老者心里依然瞒着更关键的隐情。老者笑了一声，承认自己确实瞒了关键情况。当年高层唯一的条件就是防止泄密，为了让高层彻底停止对战友们的监视，老者主动跟高层做了交易，任由对方往自己脑子里封入了一根消忆针。这根针会慢慢清除他脑海里的所有记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一无所知的空壳。但在他看来，只要大家能安稳生活，这就值得。得知老者为了大家的自由承受这种代价，狼人紧握拳头，难过的说不出话来。气氛正悲伤时，一旁的李灿突然举手打断，好奇地问能不能让他看看那根消忆针。话音刚落，李灿伸手往老者头上一摸，轻轻松松就搞定了问题。老者和狼人当场愣住，完全没看懂李灿到底做了什么。李灿轻松表示处理已经完成，以后老者不会再丢失记忆。老者有些不敢相信，向狼人确认李灿是否真的破坏过核心，得到肯定答复后才勉强接受。狼人建议拿隐私问题测试老者，老者一口答应，但在此之前，他要李灿先喝下记忆烧酒共享记忆，毕竟自己对这个年轻人还缺乏信任。为了打消对方的戒心，李灿爽快端起茶杯，思考着该分享哪一段经历，坦言自己其实没有多少能代表身份的记忆。随着茶水咽下，一股熟悉的烟味在记忆中弥漫开来，景象瞬间拉回到李灿母亲葬礼结束的那一天。李灿独自瘫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母亲死亡保险金的通知发送过来，深陷悲伤的李灿独自抽着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然而记忆画面突然出现剧烈故障，伴随着狼人的叫喊，李灿瞬间从记忆中清醒过来。狼人关切地询问刚才看到了什么，老者却抢先开口，表示茶里根本没有浮现任何画面。李灿连忙顺势掩饰，笑称自己活得不够久，确实没什么深刻记忆。道别后，李灿感到一阵眩晕。狼人见状贴心地询问要不要买水，两人一起踏上了归程。狼人郑重向李灿表达感谢，坦言如果不是李灿及时化解危机，听到老者监视大家的真相时，两人恐怕早已彻底决裂。李灿不好意思地表示两人互有帮助，狼人却态度坚定，提出要与李灿签订护卫契约，只要李灿有需要，他随时都会赶来，随叫随到。这番突如其来的郑重承诺，把李灿惊得愣在原地。目送狼人远去后，李灿忍不住感慨，自己居然凭空多了个顶级保镖。李灿心里清楚，狼人是因为察觉到了他刚才的反常，才特意用这种方式表达关切。自己明明已经拼命隐藏，却还是让长辈替他操心。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混蛋的声音，警告他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自己，无论去到哪里，结果都没有任何区别。对方一再告诫他，必须彻底守住这个秘密，绝对不能透露半个字。李灿从睡梦中醒来，只觉得一阵头疼，甚至记不清自己昨晚是怎么回家的。还没等他缓过神，一只半透明的猫形灵体突然扑了过来，
李灿有些纳闷，武飞平时都跟他待在一起，怎么现在只剩他独自一只？猫灵体顺手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居然写着人权活动家。李灿看得一头雾水，记起自己此前确实承诺过要去帮助陷入困境的精灵生物。既然武飞平时除了家里就只会跑去便利店，李灿便打算直接去店里看看。可猫灵体却再次急切地叫了起来。李灿带着满腹疑惑赶到了便利店，准时打卡，开启了今天的工作。店长见到武飞热情打招呼，正准备和他多聊几句，却注意到李灿抱着的箱子。李灿解释猫灵体刚才闹脾气，喝完牛奶后直接在箱里睡熟了，为了查清缘由才顺便把他带上。看到名片上的活动家字样，店长好奇武飞到底打着什么主意。李灿坦言自己暂时还没有头绪，打算先接触看看。武飞却兴奋透露，他已经帮忙联系到了附近的一位知名灵体。听到对方是凤凰公园的知名灵体，李灿有些出乎意料。武飞表示只要等公园闭园，随时都可以过去见面。见地方不远，时间也充裕，李灿决定趁上班交接前先走一趟。李灿带着武飞顺利走进了闭园后的公园。武飞赞叹他靠一张证件就能畅通无阻，还顺带打趣他的撒谎技术。李灿听得满脸无语。两人边走边寻找那位知名灵体，武飞表示只要一进来就绝对不会错过。李灿一抬头，只见公园中央的巨型鸟笼里关着一只体型巨大的火焰巨鸟，这体型比他预想的要大上不少。看到有人过来，凤凰高傲的展翅炫耀，自夸只要拍翅膀就能引来无数欢呼。李灿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吐槽这家伙纯粹是个自恋狂。凤凰随即主动打听起李灿的来意，问他是不是想向自己讨教投资秘诀。听到投资这两个字，李灿整个人都愣住了。还没等李灿反应过来，凤凰就大谈特谈起通胀与理财，甚至拿自己的羽毛算起了回报率。李灿在一旁听得闭上双眼，完全被这波理财讲座给整懵了。李灿赶忙打断凤凰的理财大讲堂，澄清他们并不是来听投资建议的，只是听说这里有一位资深灵体，武飞才特意过来见上一面。凤凰听完发出一阵啼鸣，武飞翻译称凤凰想雇他当专属翻译，以解决无法与看护人沟通的烦恼。武飞委婉拒绝了这项差事，随后反问凤凰在公园生活多年是否有过什么委屈。武飞坦言自己非常幸运，不仅能用后腿走路，还能遇上愿意听他说话的善意人们，但世上并不是所有灵体都能拥有像他一样的幸运生活。武飞真诚地表示希望能替那些无法发声的灵体说话，请求凤凰成为他第一个帮助的对象。可凤凰听完却爆发出一阵狂笑，直言这是他听过最荒谬的梦想，甚至骄傲地炫耀起自己昂贵的身价，强调自己压根不需要任何帮助。李灿打断了凤凰的自吹自擂，伸手接过了凤凰的一根羽毛，指出对方不过是在强颜欢笑。那根原本被吹得无比昂贵的羽毛一落到李灿手里，就直接退化成了普通的废纸，眼睁睁看着宝贝瞬间失效。凤凰当场崩溃地尖叫起来。面对崩溃尖叫的凤凰，李灿淡定地掏了掏耳朵，提醒对方光靠鬼叫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李灿顺势向凤凰摊牌，说明自己能抹去触碰物的一切魔力，要是不小心碰到它本体，将它变成普通大鸡，在没有任何证据留存的情况下，凤凰根本连找人投诉都做不到。到那时他除了对着看护人瞎叫，压根无法传达任何想法。正因如此，他才需要武飞这样的翻译来帮自己争取表达诉求的渠道。这番现实的分析，直接把凤凰说的哑口无言。李灿最后扬了扬那根失效的羽毛，笑称自己现在可赔不起，要是凤凰实在不爽，大可以找个能正常交流的律师来告他。面对李灿的硬核反驳，凤凰顿时陷入了一片沉默。随后凤凰叹了口气，通过武飞转达了自己的疑问，他想知道李灿到底想要什么补偿，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李灿直接表示自己既不要补偿，也没有个人目的，纯粹是想帮武飞一把，看不惯有人仗着天赋去肆意嘲笑那些努力生活的灵体。凤凰听完陷入了思考，忍不住再次低鸣着提问。武飞翻译道，凤凰想确认李灿是不是真的不要报酬，仅仅因为和他是朋友就愿意全力相助。李灿理所当然的一口承认。凤凰看着眼前的一人一狗，陷入了沉思。武飞转述了凤凰的新打算，凤凰表示愿意资助武飞的行动，但前提是李灿必须出来做担保人。一听到担保这两个字，李灿当场炸毛，连声拒绝，直言这等于把两人关系往绝路上推。李灿转头质问凤凰，既然愿意赞助武飞，为什么偏偏要自己来当这个担保人？武飞翻译解释道，凤凰说的并不是经济上的担保，他虽然依然不信任人类，但看到李灿愿意真心守护武飞，便决定相信李灿的人格。凤凰坦言自己的真实目标是想拿下这座公园的土地和管理权，正因如此，他才需要李灿这样正直的人协助。武飞继续翻译凤凰的话，他表示这片公园的土地上很久以前曾有侍奉他的神社和村庄。眼看上班交接的时间快到了，李灿准备带上武飞道别离开。凤凰见状，又拔下一把羽毛送给他们，叮嘱这次可别再弄废了。李灿收下羽毛，答应会留给武飞使用，并承诺等事情解决会再来看他。凤凰特意强调白天千万别来，他白天还得忙着营业接待游客。李灿听完笑着应了下来。二人准时赶回便利店，店长刚准备打招呼，突然凑上前对着李灿一阵猛嗅。店长惊讶地表示，李灿的包里散发着极其浓烈的魔力气息。李灿顺势掏出包里的金黄色羽毛，调侃说自己只是顺手拔了几根大鸡毛，直接把店长给看呆了。店长认出这是珍贵的凤凰荣誉，
单单一片就能卖到600万。李灿听完全愣住了。李灿询问这些羽毛能否拿去拍卖，店长提醒，拍卖虽然可行，但羽毛蕴含的能量极其恐怖，足够让飞机连续飞行几天，随意存放，万一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店长主动提出帮忙代为保管，李灿顺势把这几根烫手山芋托付给他。话还没说完，店长看到公交车进站，便火速冲出便利店赶着下班。李灿收回心思，准备开始工作，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咨询消息，询问他明天下午是否有空，对方还提醒他明天开始休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休假通知，李灿一时有些发愣。佑丽凑过来打听，问李灿是不是准备趁着休假去约会。李灿有些纳闷，强调自己只是顺路过来闲逛。佑丽却热心的出谋划策，劝他提早下班，约对方去公园走走。李灿走到后方仓库，猫灵体顺势飘到了身边。李灿对着他低声自嘲，坦言自己一直习惯与人保持距离，连母亲离世前都没去过医院，哪有资格谈恋爱。猫灵体在一旁叫个不停，李灿顺口打趣他，先前既然已经把牛奶喝光了，今天自然没有额外的份。猫灵体听完只能闷闷不乐地跟在身后。李灿翻出了一件很久没穿过的旧外套，准备就这么硬着头皮出门。没想到刚走出便利店，艾琳娜就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她表示原本打算进店找他，为了避开店里的喧嚣，李灿陪着艾琳娜走到了街上。想到此前佑丽的建议，李灿有些犹豫地向艾琳娜提出，问她要不要一起去公园走走。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艾琳娜脸上顿时洋溢起李灿烂的笑容，毫不犹豫地欣然答应了起来。李灿和艾琳娜一起走在街上，心里却后悔得直发慌，刚才一时冲动脱口而出，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艾琳娜好奇询问要去哪里，李灿支支吾吾地说是去公园，为了掩饰尴尬，还解释说是嫌店里太吵。李灿顺势提议改去对面咖啡店，艾琳娜却一口拒绝，坚持表示自己更喜欢去公园。李灿提醒公园很大，要走很久，艾琳娜笑着说自己正好喜欢走路。李灿见状只能硬着头皮领路，走了一大圈下来，李灿累得整个人气喘吁吁，看着身旁依然毫无倦意的艾琳娜，李灿忍不住吐槽她这无穷的体力。艾琳娜突然被路边的小花吸引，蹲下身子开心地欣赏起来。李灿见状总算得到了喘息机会，赶忙附和着夸赞花朵好看。艾琳娜笑着表示今天玩得开心，李灿却感到有些纳闷，毕竟两人这一趟只是不停散步。艾琳娜坦言从小被父母严格管教，除了学习之外几乎没有自由，所以哪怕只是这样随便走走，对她来说也觉得十分有趣。正当李灿陷入沉思的时候，公园管理员突然出声喊话，提醒两人不要随意触碰花朵，还顺口将他们误认成了情侣。两人赶忙开口澄清并非情侣。管理员大叔打趣说两人很有夫妻相，甚至回忆起了自己的年轻岁月。李灿尴尬地咳嗽几声，开口道歉，准备带着艾琳娜迅速离开。艾琳娜突然牵起李灿的手，快步向前，刚跑出几步，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举动，赶忙松开手，惊慌失措地道歉。艾琳娜赶忙向李灿解释，表示这些体验对自己来说都很新鲜，其实心里玩得非常开心。李灿想起他刚才提到父母管教严厉，顺势开口多问了一句。艾琳娜神色一暗，坦言父母当年闹到了离婚，小时候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见现场气氛有些沉闷，艾琳娜连声向李灿道歉，怪自己在这么好的天气聊起伤心事。李灿没有多说什么，默默转身走到路边买来2罐饮料，递给艾琳娜1罐，打趣说大白天不方便喝酒，不如就拿饮料充数。两人来到公园的长椅坐下，李灿也主动向对方敞开心扉，坦言自己的父母在很小的时候也离婚了。艾琳娜听完表示并不觉得这番话听起来有多沉重，反而提议把手中的饮料当作啤酒。两人碰杯后放松地聊了起来，两人就这么坐在长椅上，一路从白天聊到了黄昏，直到艾琳娜注意到了时间，才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6点。得知李灿今晚还要工作上班，艾琳娜赶忙提醒他赶紧回去准备，李灿也随之站起身准备离开。艾琳娜却突然出声叫住了他，有些害羞地开口询问以后两人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单独出来见面。面对艾琳娜的邀请，李灿笑着表示自己今天玩得很开心。两人聊了这么久，却一直没聊工作，等以后有空随时可以再聚。艾琳娜听完笑着欣然答应。到了晚上，李灿赶回便利店上班，店长立马八卦地凑上前去追问今天约会的进展如何。李灿对此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店长突然打趣李灿，说他今天吃得好也活得好。李灿听完一头雾水，店长接着调侃说这不就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听说他今天和艾琳娜玩得不错，充实快乐地过完每一天，就算好好生活。不过店长很快话锋一转，警告他要是充实到上班迟到还不接电话，少不了一顿批评。李灿也只能弱弱地点头答应。交代完工作，店长笑着跟李灿道别，离开便利店。李灿独自站在柜台前，陷入沉思，开始反思现在的状态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心里依然没有明确答案。李灿正在店里打扫拖地，接班的佑丽小跑着进门，赶忙致歉说自己迟到了。李灿表示才迟到4分钟，况且事先打过招呼，顺口打听他是遇到了什么急事。佑丽解释说刚才丢了钱包，不过很快就找了回来。李灿表面硬着，心里却觉得不对劲，钱包丢了怎么还能精准预判迟到4分钟？佑丽疑惑李灿怎么还没下班。李灿想起1个小时前店里有位羊头顾客吃泡面时打瞌睡，脸直接栽进了滚烫的碗里，汤汁和面条泼得到处都是。因为这场意外，李灿才留下来收拾残局。佑丽罚现货价
和桌底下全脏了，连忙让李灿先去柜台结账交接。交接完工作，李灿顺口感谢佑丽昨天给的建议。佑丽听完却是一脸迷茫。李灿提起上次去公园的事，坦白自己那天玩得非常开心。佑丽摆摆手，劝他赶紧回家休息。他坚持要买冰淇淋表达感谢，可刚准备付款，摸了摸口袋，脸色瞬间变了。佑丽支支吾吾的坦白自己的钱包竟然不见了。李灿大吃一惊，连忙追问里面装了什么。听说里面不仅有身份证和卡，还有100万韩元现金。李灿彻底被惊到了，直呼怎么会有人带这么多现金出门。佑丽拜托李灿帮忙看会儿柜台，自己急忙跑出门寻找。李灿决定在店里搜寻，突然在货架间发现了不对劲。李灿在地上发现了一部正响着的手机，屏幕显示的来电号码竟然是佑丽的手机号。李灿一时间感到不可思议。正当李灿犹豫要不要拍照留证时，电话转入了语音信箱，一段留言自动播放出来。留言指出佑丽的钱包没有丢，就在便利店柜台最底部的缝隙里，是他此前在桌下踢进去的。留言还交代了股票避险的操作，并透露这是来自未来自己的提醒，顺带解释了路上的交通状况。这时佑丽推门跑回便利店，说在公交车站没能找到钱包，而语音留言还在继续播放，提到了今晚10点27分的事。听完电话里的语音留言，李灿告诉佑丽，留言说他的钱包就在柜台底下的缝隙里。李灿本想对这离奇留言装不知情，佑丽却突然激动地拉住他，反问他怎么能不在意。留言里连股票发财的事都交代了，留下了一句祝他发财。佑丽急忙冲出了便利店，甚至把自己的手机落在了店里。随后店长提着冰淇淋走进店里，本想向接班的佑丽打招呼，却发现本该下班的李灿正满脸憔悴地瘫在柜台上。店长对此感到十分纳闷，不明白这个时间李灿怎么还在看店。店长好奇李灿怎么就让佑丽跑了，李灿无奈表示当时根本拦不住。看着一整袋冰淇淋，李灿忍不住叹气，说这恐怕得吃上一整晚。提到那通神秘的电话留言，李灿回忆对方不仅交代了股票避险，还预测附近别墅会发生火灾，甚至提醒提前关掉电视。这番具体的预言让店长吃了一惊。李灿后悔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没能及时安抚跑掉的佑丽。店长顺势问他，在李灿的认知里，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预言？店长边走边解释，古代权贵或许还会保护预言者，但在现代社会，异能者一旦暴露，只会在各地遭受严重的剥削和折磨。听到李灿追问国家难道不管吗？店长直接泼了盆冷水，表示国家往往才是最先打着保护旗号去剥削他们的人。听完能力者只能藏匿苟活，李灿心里深有感触。他隐瞒着自己来自异世界的身份，一旦暴露，同样会被当成研究对象。看来自己以前确实想得太简单了。店长的呼唤拉回了李灿的思绪，提醒他虽然担心佑丽，但也别太放在心上。店长接着补充，佑丽平时工作从不迟到，相信他今天也一定会准时出现。等店长离开后，李灿独自呆立在便利店里。李灿趴在柜台上陷入自责，怪自己当初只顾着偷听，从没主动关心过佑丽的难处。正胡思乱想间，佑丽突然出现在面前，把李灿吓了一大跳。佑丽解释说手机不在身上，看不准时间，这才提前跑了过来。李灿本想顺势开口追问，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只拜托佑丽帮忙看会儿柜台。接着李灿拿出一张暂停营业的告示贴上，佑丽被这个举动弄得一头雾水，纳闷他是不是太困睡糊涂了。李灿叫佑丽把钱包留在柜台上，跟自己去一趟仓库。见佑丽有些疑惑，李灿主动提起他此前问过的问题。李灿亲口承认自己确实来自异世界，随后带着佑丽走进仓库。在仓库里，李灿当场向佑丽展示了来自异世界的证明。就在这时，便利店大门突然被推开，店长背着巨大背包走进来，兴高采烈地跟两人打招呼。店长表示要把一直想做的事全体验一遍。佑丽看着满满当当的行李，感到有些纳闷。李灿提醒再过1个小时店里就会忙起来，必须快去快回。店长一听急忙拉着大家准备出发。李灿安抚大家先闭上眼睛，强调过程很快，无需担心。佑丽顺势闭上双眼，手心紧紧攥在一起。本以为穿越异世界会非常艰难，还嘀咕李灿之前从未透露细节，直到李灿出声提醒可以睁眼，佑丽才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李灿无奈地打趣大家抓得太紧，顺势询问大家亲历异世界的感受。佑丽半信半疑地走到店门前，推开大门看向外面的街景，这才惊叹自己真的来到了异世界。不过佑丽仔细看去，门外其实只是普通的树木和街道。店长拉紧背包，直言终于能满足好奇心了。李灿在一旁忍不住打趣，问他是不是要去做科学实验。店长拿着好吃的，兴高采烈地招呼大家正式出发。大家刚来到这边，店长就急着带大家去吃紫菜包饭。李灿忍不住吐槽说时间紧迫，店长理直气壮表示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况且佑丽一大早赶过来，肯定还没吃东西。佑丽安静地表示自己挺喜欢吃，店长便让他留在店里边吃边等。随后李灿拉着店长急匆匆跑到了街上，被一路猛拽的店长抱怨拉得太用力。李灿赶忙解释是怕一松手会出意外。紧接着店长从背包里掏出一块野餐垫铺在了大街上。李灿一头雾水，问带这东西干嘛？店长兴致勃勃地解释，这垫子原本可以悬浮飞行，既然这个世界没有魔力，他便拿出魔力补充剂往上面浇，结果补充剂全洒在了垫子上，野餐垫依然死死贴在地上。李灿在一旁冷静地揭穿事实，根本就没浮起来。店长顿时瘫倒在地，抱头哀嚎，后悔自己只是白白多洗了一块垫子。
李灿劝店长换个东西试试，店长不服输的掏出一台魔力相机，对着李灿又是一阵折腾。坐在店里的佑利远远看着，一头雾水，搞不懂两人在干嘛。不出所料，相机也完全没有反应。店长蹲在地上大受打击，自暴自弃的怀疑跨越世界后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废柴。李灿连忙解释，有些地方本就无法使用魔力。店长越说越委屈，表示平时随便就能连发3次陨石术，如今却毫无动静，实在伤自尊。李灿暗自惊叹于店长的离谱实力，只能顺势提议，等之后有机会再找地方尝试。收拾完东西后，店长向李灿打听房租押金的退还情况。李灿掏出手机查看，确认押金已经顺利到账。回到便利店后，店长不好意思的向佑利道歉，怪自己刚才只顾着瞎折腾，还热情邀请佑利也出去逛逛。佑利摇了摇头拒绝了。佑利转而询问李灿为什么要把异世界的秘密全说出来。李灿坦诚表示，既然知晓了佑利的能力秘密，自己理应坦诚相待。李灿接着解释，自己原本生活的世界里，魔法和预知未来全都是无稽之谈。佑利随手拿出一个黑色袋子，坦言只要跟李灿待在一起，他预看到的未来就会彻底变成一片漆黑。旁边的店长听完顿时明白，忍不住打趣，怎么不早点说。佑利也陷入了沉思，自己从小就因预言能力被称为神童。佑利继续回忆，某天他因腿疼走进便利店，进门前还特意确认过不会出意外，可一进去手机就突然失灵。未来的自己更是警告他，绝对不能靠近李灿。听佑利这么说，李灿忍不住发问，既然收到了警告，为何还要主动接近？佑利坦言，一切只因生活过于无趣，无论做什么，未来的自己都会提前否定。对他而言，待在李灿身边，对未来一无所知，反而是梦寐以求的生活。李灿和店长听完，纷纷拍肩安慰，夸他十分勇敢。佑利顺势提起，之前完全看不到李灿的未来，最近却能偶尔捕捉到一些片段，便打听李灿是不是做了什么。李灿琢磨着，这或许跟自己的体质有关，他的能力有时会自动发挥作用，去屏蔽那些他不想受影响的事物。李灿猜想，或许是因为自己并不讨厌佑利，佑利才开始能捕捉到他的未来。佑利转头向店长询问看法，这才发现店长一直在旁边一声不吭。店长双手一抱，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可一点都不想提前预知未来，未知的生活才够滋味，要是什么都知道了，反而没意思。李灿听完笑着赞同，佑利也被店长的表情给逗笑了。佑利转头看向窗外的街道，感叹异世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大家过得都差不多。他发自内心的感谢两人带他过来，表示现在心里终于踏实多了。李灿把事情托付给佑利，佑利赶忙为昨天的突然离开向大家道歉。李灿安慰他当时情况紧急不必在意，佑利这才松了口气，准备打招呼离开。李灿突然叫住佑利，询问他接收未来电话的时间规律。佑利刚解释完，电话只会在方便时打来，桌上的手机就突然震动起来。李灿提起佑利昨天提前了1分钟到达，佑利坦言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往电话都会自动调整时间。佑利拿起响个不停的手机，店长见状让他赶紧接听，还特意嘱咐他顺便帮李灿也打听一下。佑利对着电话询问起李灿的事情，挂断电话后，未来的自己只留下一句奇怪的提醒，要李灿晚上出门走路时多加小心。离开便利店后，李灿和店长走在大街上，店长分析起佑利的状态，直言他从小使用能力从未失手，如今瓶颈被打破，难免会有些适应上的阵痛。李灿忍不住吐槽，这说法搞得他们像某种病毒。店长却理直气壮地表示，在未来的佑利眼里，他们确实就是病毒。两人走到公交站，店长再次提起佑利的预言，认为他此刻一定也在反复纠结，只要无数次可能中存在一次例外，未来就有机会发生改变。李灿觉得有变数未必是坏事，店长打趣说看着佑利成长挺有意思，便打算继续让他留在店里工作。公交车到站后，店长向李灿道别，李灿顺势打听起刚才提到的预知未来。店长坦言自己只是好奇佑利会不会辞职，毕竟关于李灿的事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还没等李灿追问具体含义，司机就在一旁急着催促上车，店长赶忙打招呼告别乘车离开。看着离去的公交车，李灿无奈叹了口气。这时手机收到店长发来的消息，安慰他既然预言只是交代，多加小心，晚上出门时自己多注意些就好。想起预言的提醒，李灿夜晚出门时一路上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地赶到了便利店，见沿途平安无事，他这才松了口气。刚推门进去，允和和店长就向他打起招呼。允和纳闷平时从不迟到的李灿，今天怎么破天荒来得这么早？李灿只能含糊解释最近遇到了状况。允和听完一把按住李灿的肩膀，神情瞬间变得无比严肃，声称时候已经到了，接着掏出一份攻坚地下城的正式合同，要求李灿立刻签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安排，李灿顿时感到一头雾水。看着面前的合同，李灿怀疑局长贝尔并不知情。允和大方承认，这正是自己刚从局长桌上顺来的。他解释贝尔最近一直在纠结该如何最大化安排李灿的工作，为了不耽误便利店值班，自己特意挑选了一份地级地下城合同，认为以李灿的实力完全能轻松搞定。面对这番折腾，李灿感叹在这个世界生存实在辛苦。店长在一旁关心他昨晚出门顺不顺利，由于文件随时可能被贝尔收回，允和催促李灿抓紧时间决定。李灿最终选择接下任务，让允和尽快说明详细安排。
允和顺势递过来一份补充说明，李灿接过来打量了一下，忍不住吐槽自己潦草的像蚯蚓爬。店长在旁边冷不丁冒出一句：“那是他写的。”李灿瞬间改口，夸赞自己龙飞凤舞，颇有神韵。接着赶忙询问上面的具体内容。这次罚现的地级地下城，限制时间最多3天，需要疏散人群后再择机进入。李灿仔细一瞧任务地点，发现竟然就在自己家附近。允和微笑着确认，就在离他家步行1分钟的小巷里。这也正是他坚持要李灿先签字的原因。听说地下城就在家附近，李灿忍不住抱怨起自己的倒霉运气。允和打趣说，这就是他的命。在店长的维护下，李灿坚称自己绝不会踏上猎人这条路。交代好便利店的交接事宜，允和带着李灿正式出发。走在大街上，见允和像散步一样一点不焦急，李灿赶忙打听起地下城的风险。允和表示，这次发现的早，局势完全还在掌控之中。他云淡风轻的解释，最坏也就是地面倾斜漏点水，或者魔兽跑出来咬断电线。听完这番描述，李灿吐槽，这对附近居民可全是噩梦。得知官方有完善的监控和后续保障，李灿这才明白允和为何如此从容。两人一边交流着情况，一边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巷子里。巷子里，局长贝尔早已等候多时，一见面他就一脸严肃地质问允和：“如今出任务，难道全凭走路吗？”来到传送门前，贝尔又拿当年的往事数落起允和。允和吐槽这纯粹是唠叨，甚至提议干脆用猜拳决定谁听谁的。贝尔当场拒绝，表示自己的熊掌结构根本出不了剪刀。允和立马揭穿他平时用筷子吃面灵活得很。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李灿注意到眼前的传送门似乎有些异样，见两人完全没发现异常，李灿开口打断，询问何时才能出发。贝尔这才收回心思，表示只要允和乖乖听从指挥，就不再追究私拆合同的事。贝尔拿出一套符合官方标准的防魔防护服，李灿看着略显陈旧的衣服，觉得有些多余。贝尔严肃提醒，外包人员不穿防护服，出了事保险可不理赔。李灿见状，赶忙改口答应，乖乖穿上。准备就绪后，贝尔让李灿第一个进入传送门。由于没能拿到内部地图，既然允和之前极力夸赞李灿的实力，这次便决定由他来负责开路。然而李灿站在门前探查了一番，直言自己根本没法进去。面对贝尔的质问，李灿表示传送门另一边完全被墙堵住了。贝尔让李灿退到一旁，亲自上前试探，发现门内确实有硬物阻挡。允和在一旁双手抱胸，笑着强调自己可没违约。贝尔活动了一下手腕，挥起重拳，直接朝门内猛砸过去。伴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贝尔凭蛮力硬生生砸开了一条通道，招呼允和过来确认清理处的宽度。允和查看后表示，这条通道已经足够通行。贝尔也承认李灿的眼光确实独到，能一眼看穿连老手都头疼的门后异常，便决定把任务交给他们两人配合。贝尔主动为刚才的试探道歉，坦言要不是李灿表现合格，自己原本打算直接撤回合同。随后拍拍李灿的肩膀，表示官方会做好后勤保障。两人随即步入传送门，顺利来到了门另一边的异界森林。李灿忍不住向允和打听，判断传送门被堵真有那么难吗？允和解释，一般人很难分清门后到底是单纯的昏暗还是真的被堵死，像这种开门见墙的情况极难处理。李灿这才明白，自己只是顺着看到的实话实说。走了一会儿，李灿觉得身上的防护服时在憋闷，打听起能不能把它脱掉。允和当场拒绝，表示魔法部每年都在缩减预算，真要出了意外，官方可不会赔偿。李灿只能打消脱掉防护服的念头。走着走着，他突然注意到前方的异样，赶忙叫住允和。树林深处居然凭空停着一艘船。允和解释，这里指是地级地下城，环境受到的影响还算比较轻微。李灿不禁暗自嘀咕，连陆地停船都算影响轻微，高级地下城究竟会是什么模样？允和顺势打听起他知不知道传送门的成因。李灿尴尬地承认自己当年对学习毫无兴趣。允和哈哈大笑，表示自己当年也是这副模样。李灿接着追问起背后的起因。允和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大战争，当时各路魔法师疯狂施法，导致空间发生扭曲，大量的魔法与武器被吸入其中，相互融合。见允和讲到一半卡壳，李灿顺势补充是生态系统发生了改变。允和连连点头，表示当年各族为了赢得战争不择手段，除了攻击魔法，还频繁催动了包括传送门在内的各种辅助魔法。当年交战各方一心只想赢，根本没人顾及对环境的破坏。直到战事逐渐平息，大家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各种不稳定的魔法相互混杂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大量物资与能量在空间中被彻底吞噬，随后又在未知的地方重组诞生。允和表示，这就是传送门形成的真正原因。李灿静静地听着这番解释，对眼前诡异的景象有了全新的认知。允和补充说，这里最初并没有魔兽，只是重占领地的动物发生了一变。至于更详细的历史，他当年上课都在砸傀儡，根本没有心思多听。看着兴奋过头且语气反常的允和，李灿刚准备开口提醒，允和就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可刚碰到李灿的手，允和就猛然反应过来，自己并非单纯心情好，而是不知不觉中了让人亢奋的魔法。为了避免松手后再次陷入亢奋状态，允和只能继续牵着李灿往前探索。这时李灿注意到远处天空泛着异样色彩，允和当即决定带他过去一探究竟。允和飞身一脚直接击倒了前方的魔兽，李灿感叹解决得比预想中快得多。允和提醒这只是地级地下城，让李灿赶紧寻找核心，彻底结束任务。
顺利搞定任务后，李灿收到消息确认便利店一切正常，店长让他今天安心跟允和在外面玩，毕竟他昨天刚连续上了16个小时夜班。正当李灿看着手机发呆时，允和突然从身后一把勾住他的脖子，催促他别再站着发愣。跟现场工作人员道别后，李灿松了一口气，提议一起去吃炸鸡。两人一边往李灿推荐的炸鸡店走，一边聊起了各自的酒量。可刚坐下没多久，允和就喝得大声嚷嚷，直言店长当年救了他的命。当年允和的村子被传送门摧毁，濒死的他全靠店长救了下来。此后店长就像家人一样照顾他。李灿没想到顺口一问，居然引出了这么沉重的往事。允和突然又兴奋起来，郑重地向李灿表达感谢，说自从李灿来了之后，店长明显比以前开心多了。听到这话，李灿一时间有些脸红。允和笑着表示，店长每天都夸李灿有本事，让生活变得有趣多了。李灿赶忙喝了口饮料，直言当年自己差点饿死，明明是他更感激店长才对。看李灿害羞反驳，允和趁机打听起李灿的过去，问他以前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李灿却只是淡淡用普通2字敷衍带过。允和抱怨他又在转移话题，随后坦言店长其实一直很担心李灿，说他总是听各种异界客人倾诉烦恼，自己却连觉都睡不好，光顾着替别人的琐事操心。面对李灿的沉默，允和起初还吐槽他不信任自己，但紧接着便趴倒在桌上，声音弱了起来，表示如果李灿心里有事，随时可以向他倾诉。在他看来，李灿是个值得交心的好人，和他待在一起就像多了一个弟弟。听着允和这番话，李灿心里其实藏着太多不知从何说起的往事。看着趴在桌上的允和，李灿在心里默默回应，那些沉重的往事他绝不会提起，如今能有份工作，能有人陪着喝酒就已经足够了。正当他享受着难得的平静时，手机却突然收到了一条奇怪的消息，对方说自己刚刚办了一家公司，正发愁接下来该怎么办，非要约李灿今晚见面聊聊。李灿看着屏幕一阵无语，想不通怎么会有人跑来向便利店兼职生咨询创业。告别允和后，走在街上的李灿越想越累，本想回复今天休息推掉见面，结果对方抢先一步，直接要起了他家的地址，逼得李灿只能打消推脱的念头。途经便利店门口，李灿决定先买点醒酒药，再回家休息。李灿刚推门走进便利店，就撞见顾客在和佑丽大声理论。原来顾客买完烧酒后，非要把酒先寄存在店里的冰箱，打算等冰好了再回来取。面对佑丽的明确拒绝，顾客吐槽店家太死板，没想到查理当场态度大变，直接怒吼让他拿上烧酒，赶紧滚蛋。查理怒吼着把人轰走，围围巾的顾客只能悻悻离开便利店。李灿刚一走进店里，查理就抱怨他怎么现在才到。李灿本以为对方是特意看店处理纠纷，结果他只是饿了买吃的嫌别人挡路。李灿向佑丽打听查理的情况，佑丽直言对方非常奇怪，但确实交代了有事要找李灿商量。得知店长正在冬眠，李灿便交代佑丽太吵就提醒自己，随后走向休息区准备与查理沟通。李灿坐到查理旁边，询问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查理一边敲着电脑一边吐槽，说自己最近研究创业，发现全国居然有600多万家公司，繁琐的手续让他大受打击。更让他想不通的是，现在年轻人总说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大多数公司都像榨油机，只会疯狂压榨员工。李灿顺势表示，真正好的公司就是能让员工付出与回报成正比。查理却反过来逼问该怎么做到。听到李灿说这是创业者自己的事，查理当场气急败坏。两人正在争执，抱着玩偶的哈娜怯生生地走到旁边打招呼。查理立刻扭过头，凶狠地盘问起眼前的小女孩。哈娜吓得躲到了李灿的身后。查理不满地质问李灿，小家伙为什么要躲着自己？李灿解释说，哈娜是店里的常客，还吐槽查理平时脸色太凶，劝他稍微收敛一下表情。查理听完气得咆哮起来。哈娜仔细打量着查理，不仅没有被吓跑，反而兴奋地喊他吉娃娃大叔，还夸他看起来就像彩虹一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比喻，查理被说的一头雾水，完全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和彩虹扯上关系。哈娜解释说，在他眼里，别人大多只有纯黑或纯白，而查理却像极其罕见的双彩虹。说完还特意为刚才觉得他可怕而道歉。查理被说的当场愣住，随后收起表情，没好气的让哈娜别打扰正事。李灿顺势询问哈娜今天怎么没去上幼儿园。哈娜说学校今天有活动，自己是在路上想起这事才进店的。听完哈娜的话，李灿转头询问查理，之前那些一起离职的同事现在都在忙些什么？李灿建议他与其独自发愁，不如主动联系当初离职的伙伴，直接聊当地邀请他们加入，毕竟和熟悉的人共事会更顺手。李灿劝他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只要像以前那样正常对待伙伴，这次一起好好合作就行。查理听完没有反驳，直接拿出手机打给前同事。见查理在打电话，李灿转头问哈娜有没有吃早饭。哈娜乖巧的回答还没吃。这时电话顺利接通，对方习惯性的叫了一声组长。查理让他赶紧改掉老称呼。随后查理开门见山的表示自己正在创业，急需人手，想来就来，不想来绝不强求，但待遇绝对给够。本以为这种态度会被拒绝，没想到挂断电话后不久，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说自己正忙着在家带娃，让他赶紧把合同发过来，保证午饭前签好发回。看着屏幕上的短信，查理当场愣在了原地。看着对方爽快应下的回复，查理忍不住发出一阵感叹，
看来当年拼命工作到底是没有白费。李灿顺口问起当初和他一起离职的有多少人，得知整整有23人后，李灿笑着表示，看来接下来要打23个电话了。查理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起身准备去把剩下的电话打完。查理推门走回便利店，边走边吐槽，连公司都没注册，根本没法给前同事发正式合同。李灿顺势打听起联络进展，查理却没有直接回答，反而盯着正埋头吃东西的哈娜。他吐槽李灿照顾孩子太随便，居然把哈娜养得这么瘦。说着便掏出一碟大钞塞给哈娜，交代她多吃点肉补充蛋白质。那捧着钱一脸茫然，李灿也忍不住吐槽查理怎么突然大发善心给起了零用钱。查理这才说起正事，表示前同事们都答应聚首，连以前合作的老客户也因为原公司老板跑路，决定重新找他们签订合同。交代完这些，查理便推门离去，赶着去处理接下来的创业事务。查理离开后，李灿看着顺利解决的这一切，长舒了一口气。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店长向李灿打听历史上勇者的事，提到白天有人进店聊起勇者活动。李灿解释说，过去的大战起源于一名精灵，在人类城中引爆了毁灭魔法，当时人类科技发展威胁到了世界树，魔法与科技的冲突这才演变成全面大战。那场灾难让各个种族伤亡惨重，而其中一位幸存的人类最终成为了传说中的勇者。李灿继续解释，引爆毁灭魔法的精灵后来被各族称为魔王。店长好奇追问，难道是勇者独自击败了魔王？李灿表示当时还有一位魔法师协助，可店长一看到公交车到站便打断对话，称这些历史书上都有记载。他匆匆打完招呼转身离开。到了交接班时间，佑丽来到便利店，看到满店未收拾的桌椅，十分意外，因为李灿平时交班从不会这样。李灿解释说自己刚刚和店长聊起了勇者和魔法师的事，可每当提到那位魔法师，对方的反应就有些古怪。佑丽解释说课上学过，那名魔法师其实是个叛徒，因为世人认为他没尽到职责，才直接导致了勇者战死。李灿听完十分吃惊，觉得战死沙场本就是常事。佑丽表示根据当时的记载，勇者的实力强的根本不可能战死，他单凭一把袖剑就能扫平魔物，还在四处救助难民孤儿。李灿承认这确实配得上勇者称号。佑丽接着说道，可就在与魔王决战后，勇者战死了，世人便把责任都推给了魔法师，毕竟当时只有魔法师一人见证了决战。李灿追问魔法师的下场，佑丽表示魔法师战后直接被处刑，连辩解的机会都没给，因为传闻他曾召唤凶暴魔物，在战场上屠杀了大量同盟。佑丽补充说，那次处刑成了极刑标准，也是历史上的唯一一次。李灿正想追问后续，佑丽表示当时刚好想起了上课铃，他觉得店长或许在同情那个魔法师，毕竟对方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李灿凑近低声打听，魔法师会不会还活在什么地方？佑丽反问，在他的世界里是否可能？李灿坦言，没有魔法的世界当然不可能，难道还能像阴谋论那样逃往海外？见佑丽也不知道更多，李灿有些犹豫，觉得店长可能不想提起这事。佑丽劝他不如直接去问店长，凭他们平时的关系，就算一时不高兴也会很快恢复。李灿听完恍然大悟，感叹佑丽成熟了不少，决定等店长上班就主动去问。李灿原本打算等明天店长上班了再去问，不料便利店门铃突然响起，佑丽竟一脸憔悴地趴在柜台上，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哥，吐槽说真的要累死了。看到佑丽这副模样，李灿当场被吓得不轻。佑丽抱怨自己快撑不下去了，翻出手机上一整天发出的求救短信，李灿却趁机打去，让他体验当初自己被留下的辛苦。佑丽小声吐槽李灿关键时刻还挺记仇，李灿交代他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还主动问不要给他买罐咖啡。佑丽连忙拒绝，表示今天摄入的咖啡因已经超标。李灿顺口说了句明天早上见。佑丽刚走到门口突然愣住，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明明才刚连续干满了16个小时。李灿却笑得一脸里灿烂，鼓励他明天只要再上8个小时就好。佑丽听完当场崩溃惨叫。李灿在手机上给佑丽发了优惠券，想着他最近确实辛苦，需要好好关注他的心理状态。这时便利店门铃突然响起，一位一身华丽装扮的女子推门进来。李灿习惯性询问对方想找什么，女子却表示自己早已经找到了。既然李灿主动询问，他决定在店里再多逛一会儿，随后四处好奇张望。看着对方完全不看货架的怪异举动，李灿忍不住怀疑他是第一次进便利店。这时女子拿起一件商品走过来，莫名夸了一句李灿看起来很健康。还没等李灿反应过来，对方又询问能否直接拿走商品。李灿报出1800韩元的价格，女子听完却一脸疑惑，反问1800韩元是什么意思。得知要付钱后，女子因为没钱委屈地哭了起来。李灿见状有些不知所措，考虑到外面天色已晚，李灿干脆主动把苹果送给对方，唯一的条件是希望他拿完赶快回家。女子听完却陷入了沉思，随后竟把苹果推了回来，甚至一本正经地解释，苹果表示自己生来就很红，已经完成了使命，没有遗憾。李灿听得一头雾水，只能拿去放回货架。就在李灿转身去放苹果时，女子突然在背后提起了当年那个人以及协助那位长辈的年轻人。女子接着说道，那位长辈曾夸赞李灿善良又可靠，并直接询问李灿是不是奥尔夫先生的妻子。女子笑称自己其实已经90岁了。李灿虽然之前看过照片，可亲眼见到真人依然十分意外。
见李灿一眼认出了自己，女子好奇奥尔夫是不是常提起他，李灿坦言只是看过照片，根本没料到他会亲自过来。对方连忙为没有提前通知而道歉。李灿顺势解释，平时大家进便利店都不用预约。女子这才承认自己其实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女子坦言，虽然心里有些害怕，但难得听长辈那么高兴的提起别人，这才决定亲自过来看看。李灿听完不好意思的表示，长辈肯定夸大其词了。李灿强调自己只是个普通店员，女子却表示奥尔夫从不夸大其词，正是因为听到了那些夸奖，自己才特意突破监视网跑出来。见李灿对监视网有些困惑，女子解释自己属于濒危物种，平时一直处于监管之下，待在上面实在是太无聊了。这时李灿收到消息，得知奥尔夫刚下班，正赶往便利店，便邀请女子在店里坐着等等，自己会留下来陪他。听到奥尔夫要来，女子突然来了灵感，感叹李灿这2个月来一直耐心的倾听奥尔夫诉说烦恼。女子表示作为奥尔夫的搭档，自己理应好好报答，便主动提出这次换他来倾听李灿的烦恼。丽丽坦言自己曾开导过奥尔夫，当初建议他去做代驾司机就是他的主意，因为奥尔夫当时实在太无聊了。丽丽还转述奥尔夫曾遗憾没能帮李灿分担烦恼，觉得没能获得同等的信任。李灿这才意识到奥尔夫当年早看穿了自己的心思。在丽丽的鼓励下，李灿犹豫片刻，说出了心里的疑惑。他提到之前聊起英雄和魔法师时，店长的反应非常古怪，连历史书里也找不到解释，所以他想向亲历过战争的人请教，弄明白对方当时反应异常的原因。丽丽提到当年关于魔法师的传闻很多，报纸上常有叛徒暗杀英雄被捕的报道。她询问李灿是否与这些内容有关，随后又表示自己的记忆有些模糊，虽然记不清那位具体的魔法师，丽丽却表示可以聊聊魔女的事。正当李灿感到困惑时，丽丽竟直接坦白自己当年其实也是一名魔女。丽丽表示听这些能帮她理解那位熟人。李灿震惊之余连忙打断，担心对方讲出这么重大的秘密是否合适。丽丽坦言，若不是因为信任李灿，自己绝对不会提起这段往事。李灿也郑重对这份信任表达了感谢。丽丽决定从头讲起。在大战爆发前，她诞生于森林深处的一朵花中，因为体内蕴含着强大的魔力，她被强行带到魔塔接受残酷的研究。大战爆发后，她被押送到前线严密看管，她的魔法能够将梦境变为现实，每次只要他做了梦，第二天战场上就不会留下任何活口。梦魇越可怕，上级就越满意。就在他陷入绝望，觉得自己就是噩梦时，那个人伸手拯救了他。丽丽接着回忆，当年那个人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睡觉前还会给他唱摇篮曲，虽然唱得极难听，却显得十分可爱。李灿听得一头雾水，打断询问这与自己的疑惑有什么关系。丽丽坦言，没有女子是自愿成为魔女的，要不是因为那个人，自己在历史书里恐怕早就臭名昭著了。他提醒李灿别全盘相信书里对魔女的记载。李灿听完陷入了沉思。这时便利店门铃响起，奥尔夫推门进来向李灿问好。李灿顺势指了指一旁坐着的丽丽。奥尔夫有些尴尬地向李灿介绍，面前这位就是自己的搭档丽丽。随后奥尔夫请求占用片刻，和搭档单独聊聊。可一转身，他就焦急地大声教育起来，质问丽丽大晚上为什么不老实待在家里，外面天黑危险，还容易迷路。丽丽被训得委屈，低下了头。丽丽委屈地表示，要是奥尔夫想要的，自己都愿意设法办到。奥尔夫叹了口气，坦言自己只是想帮丽丽分担，看到她开心，自己也很高兴，但依然不该一声不吭跑出来。丽丽解释是怕监视网给人添麻烦，也不想打扰忙碌的奥尔夫。奥尔夫听完，顺势单膝跪地，牵起丽丽的手，深情告白，表示丽丽就是自己的支柱，承诺以后只要她想出来散步，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安排。听到奥尔夫亲口承诺对自己负责到底，丽丽感动得紧紧贴上前去。一旁的李灿直接被狗粮撑饱，忍不住感叹长辈谈起恋爱来竟然这么甜。随后奥尔夫转向李灿，询问两人的倾听环节是否结束。丽丽笑着表示自己刚刚给李灿科普了一些历史知识。听到历史2个字，奥尔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连忙确认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内容。李灿则坦言，丽丽刚才是在拿魔女给自己举例。奥尔夫听完也勾起了回忆，当年曾有一名面具法师前来传令，对方虽然身材矮小，却让他感到极其危险。那人正好留着一头浅棕色头发。奥尔夫向李灿道谢后，带着丽丽离开。凌晨2点多，困惑的李灿拨通了店长的电话，对方得知情况后，决定直接过来找李灿面谈，还顺便交代李灿把店里收拾一下。这突如其来的要求让李灿一头雾水。李灿正一头雾水地发问，平时为了不用魔法令可坐公交的店长，竟然凭空传送到了店里。店长直言今天就是想偷懒。确认完店内已经整理完毕后，随手打了个响指。店长笑着主动提议，今晚李灿可以直接下班，两人找个地方喝杯啤酒，好好聊聊。李灿点头答应了下来。走出便利店后，店长表示很久没在外面喝酒，李灿便提议去自己熟识的一家炸鸡店。两人一前一后走在深夜街头，李灿好奇地询问店长，以前是不是从未提前关过店？店长笑着承认这确实是头一次，正因如此才觉得新鲜有趣。李灿也坦言自己同样有些期待。来到炸鸡店落座后，店长主动问起上次李灿跟朋友喝酒时聊了些什么。李灿表示聊了两人最初相识的经过，聊了店长
对自己的照顾，以及欠债时的隐忧。店长听完，顺势追问，聊这些是否让他更了解自己？李灿肯定了店长的善意，随后话锋一转，提到1小时前奥尔夫的搭档曾来过。李灿坦白注意到店长昨天的微妙反应，这才特意向对方打听英雄与魔法师的事。当听到对方提起战争期间曾见过一位浅褐色头发的魔法师时，李灿便主动打断，没有再继续听下去。店长解释今天缺席是去处理私事，并直接说出李灿心中的猜想，问他是否怀疑自己就是当年随英雄作战的魔法师。李灿坦白承认自己动过这个念头。店长提到李灿曾说他过于照顾身边人，并坦言这是因为李灿本身足够善良。李灿回忆起自己的艰难童年，每天睡3个小时就要打工，深知困境中无人帮扶的痛苦，这才决定哪怕超出能力也要伸出援手，只为让自己的人生少些遗憾。当店长问起他是否有想隐藏的过去，李灿坦言父亲当年破产跑路，全靠母亲一人咬牙将他抚养长大，童年生活过得极其拮据。李灿坦言自己当年因为贫困常被同学嘲笑，甚至把怨气撒在母亲身上，直到高中得知要组织去济州岛休学旅行，他才知道那是消费昂贵的旅游胜地，家里根本负担不起费用。年轻气盛的他对母亲说了过分的话，当晚听到母亲在客厅偷偷哭泣，李灿才彻底清醒过来，下定决心不再荒废学业。店长感慨他成熟的太早，李灿表示自己当时别无选择，顺口问店长要不要再加一杯。店长笑着表示很久没喝，打算慢慢品尝。李灿接着回忆道，出于对母亲的愧疚，他开始拼命学习，不仅随时找老师请教，还捡别人扔掉的练习册来做。凭着这股狠劲，他在暑假后的模拟考中冲到了全校第2。店长由衷表示他妈妈当时一定无比欣慰。李灿坦言当时对母亲隐瞒了成绩，因为高考就在眼前，他想在成绩揭晓时给母亲一个惊喜。后来高考他发挥的同样出色，考完等了1个多月，终于拿到了正式成绩单。可还没等他把喜讯带回家，噩耗就突然降临，母亲突然病重，被送进急诊室。在病房里，医生最终给出了诊断结果：胰腺癌。母亲住院之后，李灿被迫放弃了大学，进工厂打工赚取医药费。店长问起为何没有医疗保险，李灿只能无奈回答，连饭都吃不起的人哪里还有钱去买保险？母亲当年为了养育他早就倾尽了所有，长时间高强度的打工让李灿的心态彻底失衡。在工厂里，他生怕被开除，不敢发泄任何脾气，病房变成了他唯一宣泄负面情绪的地方。每当母亲抱怨化疗痛苦，李灿就会冷漠的埋怨过去，说自己工作累得背疼，同样也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如今的李灿无比后悔，当年竟把所有不幸全都归咎于母亲，而母亲日复一日的道歉，反而让他感到更加烦躁。治疗进行到第5年的一天，面对再次道歉的母亲，李灿在冲动下说出了最恶毒的狠话，要是真觉得愧疚，不如早点拔管去死。那成了他见母亲的最后一面。第2天清晨7点，医院打来电话通知噩耗，母亲因化疗引发休克和心脏骤停不幸去世。办完后事之后，李灿便陷入了无休止的自责与悔恨之中。他不断质疑自己，若非当年说了那句狠话，母亲或许就不会放弃生存。母亲走后，他浑浑噩噩过了半年，直到打工的地方倒闭，才来到了现在的便利店。讲述完这一切，李灿坦言自己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店长轻声追问他是否觉得母亲的死全怪自己。正当气氛无比凝重时，店员走过来打断了对话，提醒他们便利店已经打烊。两人收拾好物品，起身离开。李灿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本想听听店长过去的故事，结果整晚都在聊自己的私事。店长温和的表示没关系，自己本来就想听听他的经历。走出店外，店长提出换个地方接着聊，随后带着李灿一路走进了便利店的地下仓库。面对李灿满脸的困惑，店长回过头坦言，现在轮到他来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了。店长带着李灿走进仓库深处，问他私底下有没有偷溜进过其他房间。李灿连忙表示自己谨遵叮嘱，绝不敢靠近危险区域。店长在一扇神秘门前停下脚步，坦言这里存放着他人生中最大的伤痛。推开门后，里面竟是一间温馨的木屋。店长招呼李灿进屋说话，解释说这栋房子是被他用高级空间魔法直接传送过来的，这里正是他小时候与樵夫父亲一起幸福生活的家。看着满屋子摆放整齐的书本，李灿不由得感慨，原来店长从小就非常喜欢看书。店长笑称这些其实都是魔法书，小时候他只要在书店翻看一眼就能学会，但父亲坚持认为看了就要付钱，即便家境并不宽裕，也会省吃俭用买来送给他。李灿在屋里逛着，注意到旁边挂着一件极其考究的外套，店长解释说那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上面附带了自我修复等多种高级魔法。李灿这才惊觉，店长的父亲竟就是那位传说中的英雄。店长平静地坦言，战争爆发那年他只有12岁，父亲最终是为了救他而牺牲。李灿主动走上前去，希望店长能讲讲当年的故事。店长回忆起遥远的过去，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和父亲也不过是普通平民，当时市局一片祥和，没人能料到灾难会突然降临。店长坦言自己从小虽然擅长魔法，但从没想过会成为上场杀敌的魔法师。直到那天天空异象突变，无数像陨石一样的物体轰然坠落，危急时刻他立刻撑起防御结界，并全力扑灭火海救助灾民。他的魔法天赋很快引起了军方的注意，士兵随后找上门来，希望能将他带回军队重点培养。当年只有12岁的店长大哭大闹，说什么也不愿离开父亲。看着哭喊的女儿，一辈子没摸过剑的父亲做出了决定，毅然陪着他一起应征入伍。
谁也没有想到，父亲参军短短3个月就立大功，拿到了勋章，但他放弃了所有赏赐，唯一的请求就是能留下来陪着女儿。随着父亲实力越来越强，军方最终决定将父女俩编入同一小队。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能陪伴在至亲身边成了最奢侈的事。虽说战场无异于人间地狱，但能每天跟父亲待在一起，对店长来说依然是段美好的时光。李灿顺试问起当年具体负责什么，店长坦言无非是清理战场、救治伤员，或是被派去最艰险的前线。想必也是在那时见过沃尔夫他们。父女俩就这样奔波了整整5年，直到店长生日那天，联军指挥官突然登门，交给了他们一项专属任务。李灿立刻意识到这与魔王有关。店长证实了李灿的猜想，他们奉命踏上了寻找魔王的征途。面对这趟未知的旅途，店长当时心里只有平静，以为漫长残酷的战争终于要画上句号。历经重重困难，赶到魔王城后，他们终于见到了魔王本人。可就在那个瞬间，店长却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那个魔王是假的。李灿听完大吃一惊，连忙追问玉冰是怎么看出来的。玉冰解释说，军方情报记载魔王擅长原始精灵魔法，这种魔法会在本体受到威胁时，让精灵自动做出反击。可刚才士兵们拿剑指向魔王时，精灵却毫无反应。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玉冰让随从把剑指向魔王，瞬间无数精灵蜂拥而出，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魔王竟声称杀了他谁也别想活，害死千万人的罪魁祸首，临到头竟如此懦弱。虽然史书记载这是一场惨烈血战，但破解原始魔法其实并不复杂，只要针对性做好防御，战斗很快就会结束。而玉冰当时负责的就是维持结界。父亲瞬间斩杀了精灵与魔王，可魔王在临死前却对父女2人施下了诅咒。魔王咽气之后，父亲腹部凭空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致命伤，当场倒地身亡。而落在玉冰身上的诅咒，则是剥夺他的衰老，让他永远无法变老，像恶魔一样承受永恒的折磨。父亲离世之后，玉冰为了查明真相，选择重回军队，没想到刚回去就被拉上审判席，扣上了大屠杀等一堆莫须有的罪名。玉冰这才彻底明白，军方高层早已和魔王达成暗中交易，而他们父女2人彻底破坏了这场交易。面对莫须有的罪名，玉冰根本不怕，反而威胁军方，如果敢逼迫自己，就把他们全部消灭。军方妥协后答应给他更换新身份，玉冰这才配合军方工作。到了去年，李灿顺试问起心中最大的疑惑，他究竟为什么要开这家便利店？玉冰回忆起父亲当年曾说想做一份能多和大家交流的工作。玉冰坦言自己其实已经活了100年，以前光是支撑着活下去就很艰难，但最近这段时间却格外开心，开这家便利店绝对是最棒的决定。不知不觉间，时间来到了凌晨4点，李灿看了看手机，提醒玉冰今天聊了很久，也该回去休息了。玉冰觉得现在还不想回去，提出一起散散步，吹晚风。李灿倒是无所谓，只是好奇他待会儿打算怎么回家。玉冰笑着说，直接用魔法传送回被窝。说完便拉着李灿启动了传送。2人走在清晨空旷的街道上，玉冰突然好奇地问起李灿的名字究竟有什么含义。李灿解释这是老家常用的汉字，意思是发光与闪耀，但他坦言自己最近并不喜欢这个名字，总觉得没能活出名字该有的样子。玉冰顺着话题聊起自己的过去，当年父亲非常喜欢一部经典小说，便用主角的名字给他取名。曾经斩杀英雄的长明魔女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如今留下来的只有便利店店长玉冰。正因为2人如今都是单名，他才突然对李灿的名字产生了好奇。玉冰好奇地问自己在异世界的名字听起来怎么样。李灿坦言这名字取得很棒，在汉字里冰字带有闪耀的意思，但在韩文里冰代表空虚，李灿代表充实。当玉冰追问具体含义时，李灿却尴尬地表示很久以前在书里看过，结果给忘了。玉冰气得直扑上去，指责他绝对是故意装傻。李灿连忙解释是酒劲上来记不清，玉冰这才作罢，叮嘱他酒醒后必须想起来。告别玉冰之后，李灿独自走在清晨的街道上，看着空荡的街景，李灿不禁觉得自己和店长居然有这么多相似之处。店长同样把父亲的死归咎于自己，带着这份深深的自责，独自承受了100年的折磨。李灿深之光是坚持活到现在，对玉冰来说就已经极其艰难，毕竟那可是整整100年。李灿突然停下了脚步，以前他总想不懂自己当初为什么偏偏来到了这里。看着清晨洒下的曙光，李灿心里终于有了答案，也许他来到这里的意义就是能和玉冰一起找到幸福。李灿还在床上沉睡，突然猛地想起一件大事，佑丽身上根本就没有便利店的钥匙。他急忙收拾好，一路赶去便利店，果然看到佑丽正站在黑漆漆的店内。佑丽连忙追问未来的李灿有没有透露钥匙藏在哪。李灿坦言自己只知道有限的信息，佑丽便说对方交代过李灿自己能搞定。看着漆黑的店铺，李灿表示自己也是头一次见到没开灯的便利店，既然搞不懂，李灿索性决定照着记忆反向操作，直接按下了控制面板。随着清脆的按键声响起，店里的灯光瞬间大亮，2人顿时愣在原地。李灿得意地表示以后开场交给他。佑丽问起店长的情况，李灿说今天就能恢复正常营业，顺口提到店长最近常做噩梦，却突然愣住，意识到自己从未说过。佑丽坦言这是未来的2人共同提到的，为了不破坏未来，并没有透露过多细节。李灿沉下心，坚定表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解开店长的诅咒。佑丽说未来的2人交代过让他留下来帮忙，以后李灿也会在各种小事上照顾他。见佑丽愿意协助，李灿赶紧追问最关键的解咒方法
究竟是什么？佑利表示解法与李灿的体质有关，但这绝非易事，因为店长身上所中的是史上最强的诅咒，得知魔王的力量与人口成正比。李灿不禁感叹难度极大，此前他甚至连店长中咒都不清楚。佑利鼓励他要有信心，未来提到过只有顶尖的解咒师才能破除。李灿则打趣说了解情况就等于成功了一半，随后便准备告辞离开。佑利赶忙叫住了他，强调自己还有一件事要交代。李灿以为有了具体方法，佑利却严肃表示这并不是方法，而是一个警告。佑利提醒李灿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办到的，需要比任何人更加努力，但绝不能伤害无辜，也不要操之过急，最重要的是顺其自然。李灿听完忍不住打趣，能在便利店遇到大魔法师和先知同事，这概率到底能有多大？佑利笑着表示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告别佑利后，李灿心事重重地走在街上，奥尔夫赶来与他见面，李灿连忙感谢对方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奥尔夫却坦言就算李灿不约，自己今天也准备主动找他。得知李灿和店长的交流其实非常顺利，奥尔夫这才松了口气，便坐下来询问起谈话的具体细节。李灿向奥尔夫解释，店长在魔王城战败后，从未伤害过无辜，也没有制造过怪物，他的遭遇其实和奥尔夫的伙伴极为相似。奥尔夫听完表示这样就容易理解了，接着询问李灿还有没有别的烦恼。李灿刚想打听诅咒的事，小女孩哈娜就跑了过来。哈娜说是来做绘画作业的，但她一眼就看出李灿的心情有些低落，关切地询问是不是发生了坏事。李灿连忙否认，向奥尔夫介绍这是便利店的常客。哈娜有些怯生生地打起招呼，自我介绍是龙族正在上幼儿园，担心打扰到了两人。奥尔夫悄声询问这孩子是不是有些害羞，李灿低声解释哈娜能感知魔力，甚至读心，所以遇到陌生人习惯性会退缩。哈娜自责地准备离开，两人连忙叫住他。李灿好奇问他今天怎么不用去幼儿园，哈娜表示老师们全都感冒放假了，听到夏天集体感冒。奥尔夫察觉到不对劲，顺势询问起他待会怎么回家。李灿摸了摸哈娜的头，让她别乱跑，留在这晒太阳。哈娜好奇地问李灿今天怎么没去便利店。李灿有些尴尬地解释自己昨晚喝了酒，身上气味太重不方便过去。哈娜却觉得这只是他平时的味道。正当李灿苦恼怎么解释时，身后突然传来熟人的声音，调侃李灿怎么一副落魄样，是不是被便利店开除了？查理戴着墨镜，十分纳闷李灿为什么会和奥尔夫还有哈娜凑在一块。来人正是经常光顾便利店的查理，一开口就嘲讽李灿是不是失业了。李灿没好气地反问他怎么会跑来这里。哈娜脱口喊他彩虹大叔，被查理反问后吓得赶忙改口。奥尔夫顺势问起查理找朋友的进度，得知事情顺利，查理便想报答李灿，李灿却打断他，追问查理是怎么精准找到这里的。查理提醒李灿先把手机定位关掉，李灿这才反应过来软件还有这种功能。随后查理打听起埃琳娜的联系方式，李灿疑惑地打趣他的公司是不是倒闭了。查理气得大声澄清自己只是在做推销。查理表示想要在年底多发奖金，还需要争取更多合作。李灿坦言自己在店里人微言轻，查理便提议直接去找店长。李灿赶忙打断他，让他看旁边。查理一眼认出不远处的小狗伍飞，而牵着伍飞走过来的居然是警官伊鲁尔。李灿上前向伊鲁尔打招呼，纳闷伍飞怎么会被拴上了牵引绳。伊鲁尔解释公园附近不太安全，这小家伙又一直跟着自己，这才准备帮忙寻找主人。得知伍飞其实是个自由身，伊鲁尔打趣李灿还真是交友广泛。李灿只能尴尬的陪笑，纳闷今天熟人怎么全都凑一块了。艾琳娜收到消息赶到了公园，惊讶李灿怎么来得这么快。李灿解释自己刚好就在附近买衣服。艾琳娜打量着眼前这群熟面孔，笑称这组合还真是新鲜。李灿补充说现在还多了一个小朋友。哈娜主动走上前问好，称呼艾琳娜为粉头发姐姐。第一次被喊姐姐的艾琳娜激动坏了，赶忙跟李灿炫耀起来。李灿顺势向大家介绍上次便利店出事多亏了哈娜指路。伊鲁尔这才恍然大悟，原以为是李灿认识的什么专家，没想到竟是眼前这个小女孩。伊鲁尔蹲下身夸奖哈娜懂事，随手掏出证件表明自己警察的身份，解释现在是在执行便衣任务，还叮嘱哈娜要帮忙保守秘密。第一次和警察有了秘密约定，哈娜顿时慌了神，连忙转头向李灿求助。艾琳娜还在为哈娜的称呼激动不已。查理突然凑了过来，开门见山向他打听起公司的安全系统，还把艾琳娜单独叫到一旁去商量业务。另一边，李灿问起伊鲁尔今天怎么有空休假，伊鲁尔解释是用掉了之前的奖励假期，上次便利店的案件让伊鲁尔顺利升职。李灿听完连忙鼓掌道贺。伊鲁尔坦言能升职全靠李灿和组长帮忙。李灿不好意思的把功劳全推给组长，伊鲁尔却认真的表示李灿其实一直都是个很好的人。听到有人夸奖李灿，哈娜也赶忙在旁边大声附和，直夸李灿叔叔超级温柔，不仅会辅导他做作业，还帮他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听着这番夸奖，李灿心里暖洋洋的，忍不住露出了笑容。伊鲁尔注意到李灿脸色一直不太好，主动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哈娜也在一旁跟着附和，让李灿放心把烦恼讲出来。李灿却只能抱歉的拒绝了哈娜。查理和艾琳娜走了过来，看着李灿沉重的表情，查理立马怀疑是伊鲁尔惹了麻烦。李灿赶紧澄清是自己的原因，让大家别互相猜疑。艾琳娜坦言远看就觉得李灿神色凝重，查理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平时死鱼眼的李灿突然皱起眉头，任谁看都知道出事了，唯独哈娜
大声反驳说一点都不难看。看着身旁这群关心自己的朋友，李灿心里明白，虽然不想把他们卷进可怕的诅咒，但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比他们更值得信任的人了。李灿终于鼓起勇气向大家坦白，直言自己早晚会需要大家的帮忙。他问大家，如果现在有空的话，愿不愿意听他把整件事好好聊聊。大家还以为李灿遇到了财务危机，连连追问他是不是欠债或给别人做担保。李灿赶忙澄清跟钱完全没有关系。听到新鲜词汇的哈娜好奇询问什么是担保，李灿打趣说这是能让朋友瞬间断交的魔法词汇。伊鲁尔劝李灿把现状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考虑到诅咒和店长，李灿只能抱歉表示事出有因。没想到伊鲁尔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帮忙。伊鲁尔只关心这会不会让李灿陷入危险。李灿坦言无法绝对保证，但自己一定会全力守护大家。听完这番话，艾琳娜也果断决定加入。小哈娜弱弱的表示想要帮忙，可一想到自己连乘法表都会算错，又有些气馁起来。李灿赶忙安慰哈娜，说要帮忙的事情和功课无关。哈娜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奥尔夫拍了拍李灿的肩膀，承诺自己也会全力协助。李灿连忙向他表达感谢。李灿顺势向小狗伍飞许诺，以后请他吃10年的零食。查理在一旁开玩笑翻译，说伍飞的意思是得要11年。随后李灿邀请查理加入。查理虽然抱怨休假被占用，但还是打听起具体的计划。没想到李灿转念一想，直接让查理现在就可以回家，这下彻底惹恼了查理，怒吼自己才被叫来半个小时。正当两人吵闹时，哈娜跑来拉了拉衣服，兴奋地询问能不能帮忙完成他的美术作业。艾琳娜热情地答应了哈娜，顺手给了抱怨的查理一肘子，叫哈娜把大家全都划进去。查理转头找伊鲁尔投诉，说这群人在语言霸凌他。伊鲁尔头也不回地表示自己还在休假。大家排成一排坐在草地上，嘴上说着浪费时间的查理，摆姿势时却比谁都要积极。哈娜兴奋地举起画笔准备开工，没过多久画作就完成了。查理看着画里生气的自己很不服气，奥尔夫倒是很满意画中没胡子的模样，直夸和自己年轻时一模一样。得到大家夸奖的哈娜开心坏了。哈娜的包里突然响起电话声，她匆忙和大家道别。李灿向她表达感谢，目送小哈娜先行离开。紧接着艾琳娜也接到了工作电话，虽然抱怨着休假还要见上司，但也只能告辞离开。查理随后也接到了下属的来电，听到是个好消息，跟李灿打了个招呼，便赶去处理。伊鲁尔也准备告辞，他叮嘱李灿遇到状况随时打电话，自己5分钟内就能赶到。随后向奥尔夫客气的致意。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公园草地上，转眼只剩下李灿和奥尔夫2个人。奥尔夫看向身旁的李灿，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灿坦言自己目前毫无头绪。奥尔夫提到自己曾有一位军医上级，李灿却觉得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奥尔夫建议李灿带伍飞去喝茶放松，李灿决定把伍飞拜托给奥尔夫照顾。奥尔夫爽快地答应下来，他也理解李灿现在需要一个人静一静。李灿向奥尔夫和伍飞道别，承诺等下次见面一定会把自己的故事全都讲出来。李灿独自走到长椅前坐了下来，长舒一口气，感叹今天还真是格外热闹。回想起大家刚才关切的模样，李灿的心情十分复杂。面对这样一群温暖善良的朋友，他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去讲述关于诅咒和魔王的事。正当他苦恼着该从何说起时，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问他怎么这个时间还在公园。李灿抬头一看，发现来人正是允和。李灿以为允和今天也是休假出来散步。允和好奇地追问还有谁在休假。李灿解释刚才帮过店铺忙的朋友们都在，大家也是刚离开不久。允和听完忍不住埋怨，既然是大家聚会，为什么不通知他？允和澄清自己今天其实并非休假。听到这话，李灿顺势向允和提出请求，希望他等会儿能帮自己一个忙。允和爽快应下，还不忘打趣是不是店里出了变故。李灿坦言现在还不想多说，但承诺过阵子一定会把原委解释清楚。见允和追问到底隐瞒了什么，李灿赶忙表示绝没有要瞒着他的意思，随后试探性的开口打听起关于诅咒的事情。允和好奇李灿怎么突然打听起诅咒，李灿直言自己对此完全是一头雾水。允和坦言这得看具体是哪种诅咒，不过论了解程度他姐姐要懂得多，建议李灿直接去请教姐姐。李灿无奈表示要是能找他姐姐就不必来问允和了。正在犯愁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发件人正是德卡德教授，对方约李灿见上一面。李灿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身边不就有一位现成的魔法专家。两人随后走在街上，李灿却总是忍不住频繁回头张望。允和见状打趣道，他老往后看可太伤姐姐的心了。李灿尴尬的道歉，顺势问允和今天难道不用工作，劝他不如早点回家休息。允和却笑着让他不必担心。允和坦言自己其实溜出来了，今天闲着也是闲着，决定硬要跟着李灿一起行动。李灿拿他没办法，只能默许让他同行。两人随后赶到了约好的地点，德卡德教授正撑着黑伞在日光下等候。见李灿这么快赶来，德卡德的神情却显得有些冷淡。李灿这才想起对方吸血鬼的身份，难怪在阳光下会感到不适。一旁的允和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德卡德却只是默默盯着他。德卡德严肃地提醒李灿，这次商讨的事宜必须绝对保密，知情者只能有他们和便利店店长。面对德卡德对外人的排斥，李灿尴尬地表示应该早点提醒。允和则气得一把拦住李灿，强调自己可不是什么外人。允和坦白自己是一名猎人，平时便利店的货物全是由他来搬运，
德卡德向李灿确认无误后，便同意让允和同行，邀请两人去他的实验室细聊。允和忍不住向李灿得意的邀功，可三人刚走进实验室，就被眼前的惨状给惊呆了。里面的研究员正疯了一样疯狂工作，边敲键盘边哀嚎，活根本干不完。研究员念叨着，便当场倒在键盘上。李灿吓得直怀疑对方是不是已经没命了。德卡德却面不改色地放下一罐饮料。允和忍不住打趣教授还挺懂得体贴人。德卡德打断了李灿和允和的闲聊，提醒他们别打扰本科生工作。李灿忍不住打听起研究员的毕业年限，德卡德表示只要成果达标，自然能毕业，顺势追问李灿为什么关心这个。李灿赶忙打了个哈哈，随即把话题转到了正事上。他向德卡德确认对方是否擅长反魔法，以及对解除诅咒是否有研究。德卡德坦言自己发表过好几篇相关论文。李灿原以为事情会比预想的更容易，德卡德却话锋一转，追问李灿究竟是在调查哪种诅咒。德卡德直言，如果中了诅咒的是李灿自己，以他的能力随手就能解除。既然李灿特意跑来请教，说明中招的另有其人。德卡德没有急着逼问，把一份提案文件推到了李灿和允和面前，示意他们先看看里面的内容。李灿打开文件一看，上面赫然写着政府合作项目 D 字样，两人一时间完全看不懂这份文件的用意。面对李灿的疑问，德卡德直接开门见山问李灿和店长愿不愿意接纳死者的灵魂来当便利店的顾客。这出乎意料的要求，直接让李灿和允和当场愣住了。李灿以为自己听错了，德卡德肯定了他的说法，解释这是今年首次实施的秘密福利项目，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布。李灿还没从灵魂确实存在的事实中缓过来，德卡德便接着补充起项目背景。近几年来，愿意留在现世的灵魂大幅减少，导致依赖灵魂战力的国家兵力暴跌。为了解决危机，官方对3000个即将消失的灵魂展开调查，结果近80%的灵魂都希望放宽对现实干涉的限制。李灿十分纳闷，不明白为何偏偏选中他们的便利店。德卡德表示，选拔的关键在于员工资质，为了应对突发状况，店员必须持有魔法相关的专业认证。德卡德进一步解释，项目会给灵魂提供临时实体，正因无法预料灵魂拥有身体后的行为，才专门挑选精通魔法的小规模店铺。允和质疑人多才更安全。德卡德表示，项目尚在试点阶段，一旦消息提前走漏，急着想见失去亲人的人群必会引发混乱。他示意两人回去看完全部文件，今晚9点前跟店长商量后答复，并提醒竞争该项目地店铺其实不少。临走前，德卡德突然补充，把名额留给他们是他个人的决定。李灿当即表态自己和店长应该都会接受。德卡德留下具有疑问随时联系，便推门离开了实验室。允和追问李灿是否打算接下项目，李灿表示自己确实想接，但最终还得看店长的决定。允和顺势提出，若店长答应，希望也能让他一起去柜台帮忙。离开前，李灿再次提起诅咒的事情。德卡德追问打听这个的目的，李灿只说是出于个人好奇。德卡德见状没有多问，交代等他们拿定主意后再行联系。允和埋怨李灿对自己去帮忙的想法没反应，李灿这才确认他是认真的。允和表示打算跟着店尝尝新学，李灿顺势提出由自己来叫他。两人打闹一番后，决定先回店里。时间来到晚上，李灿提早来到便利店，将德卡德给的项目文件递给店长。店长表示允和白天提前跟自己打过招呼，在仔细翻看完文件后，店长爽快的一口答应接下项目，认为这听起来挺有趣，应该不会出大问题。不过店长特意指出了其中的一条规定，项目限定的灵魂必须是死亡不超过1周，且在现世已经没有任何人记住他们的人。店长补充道，对国家有贡献的人除外。想起自己父亲几10年前就已过世，估计不会受到影响，便干脆决定接下这个项目。随后店长有些犹豫地问李灿，如果能再次见到过世的母亲，会不会想见上一面？李灿很直接地表示不会，觉得见面只会让自己情绪失控，反而徒增更多愧疚。见店长道歉，李灿表示不必放在心上，相信母亲已经去了天堂。这番话让店长彻底放下了顾虑。眼看快到约定时间，店长准备打电话回复德卡德教授，坦言店里最近业绩太差，确实非常需要接下这个项目。李灿接通电话答复德卡德教授，表示他们决定接下项目。德卡德听后直接提出要求，让他们30分钟内立刻开业。突如其来的实现把两人吓了一跳。紧接着，德卡德发来一份禁忌清单，提醒便利店禁止售卖高盐食物、糯米熏香和符咒等物品。店长确认店内只有玩具符咒，并不影响正常营业。李灿赶忙追问是否需要布置祭坛，德卡德表示后续准备由他负责。看在丰厚补贴的份上，店长一口答应下来。3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为了应对紧急开业，店长决定赶紧叫允和过来帮忙。李灿随即打通允和的电话，询问他能不能在半小时内赶到。话因为落店门上的风铃突然响起，允和竟然已经笑盈盈地站在门前，把还没反应过来的李灿当场惊呆了。允和亮了亮手机，表示自己先前说要来帮忙，绝对不是开玩笑，他是认真的。对照德卡德教授给的禁忌清单，两人赶忙撤下货架上的违禁食品。允和看着空荡荡的货架，抱怨连连。李灿连忙提醒他小心为妙，免得灵魂误食红豆粥或方便面直接升天。见允和抱着箱子发呆，李灿赶忙催他别偷懒，赶紧搬货。允和却干脆放下手中的箱子，跑去跟店长打招呼。店长好奇他这个时间怎么不用上班，允和表示今天办公室那边出了状况，所有人全都被调走了，自己这才有了空闲。
面对店长追问，允和含糊表示只是例行处理突发状况。李灿在一旁只能无奈的独自搬货。察觉到店长的反应有些不对劲，李灿转头刚想问允和，允和就突然从背后锁住他的脖子。李灿急忙提醒他现在时间紧迫，允和这才笑着松开手。趁着干活空隙，李灿赶忙向店长打听允和的情况。店长透露允和确实遇到了些状况，但打算待会儿亲自向李灿解释。还没等细想，允和就催他赶紧干活。换上便利店工装后，允和高兴地展示起自己的新造型，感慨自己很久没穿过员工制服。得知他半年前干3天就辞职后，允和顺势向店长抱怨起当时遇见的恶劣顾客。李灿忍不住问允和，当年不会也是直接踢顾客小腿吧？允和表示自己可没那么疯狂，只是当着恶客的面现场演示了徒手掰弯硬币。面对李灿对工作能力的质疑，店长赶忙帮允和说话，接着便准备交代收银事项，还没说完，又自嘲灵魂顾客哪会用支票付款。正说着，两人突然注意到门口的异样，店门外早已密密麻麻聚满了黑色的灵魂影子。店长解释这是管理局的最新技术，只有意识到灵魂存在，才能用肉眼观测到他们，正好借这个机会测试效果。话音刚落，门上风铃骤响，一只巨大的灰色利爪径直推开店门，第一位特殊的顾客就这样正式登门了。刚进门的新顾客还在新奇能穿门而入，正讨论着现实的变化，几个人却突然当场吵了起来，指责是其中一人害得大家出了意外。李灿在柜台后看着眼前这组奇异组合，对方主动走上前解释，他们是因为同一起车祸去世才凑在一起。选完商品后，几人开始发愁怎么结账。李灿赶忙解释，账单权由魔法管理局报销，不过需要先核对项目参与资格，让他们当场说出各自的死因。骑摩托车的客人率先坦白了死因，坐在后座的同伴也跟着补充，大家全是在那场车祸里一起送的命。金发灵魂笑着接过话头，说自己就是被那2个骑摩托的小孩撞死的。李灿被这封轻云淡的语气惊得不知所措。几人结完账，开着玩笑离开了便利店。看着客人离去，允和感慨自己完全插不上话。李灿顺势询问他是不是第一次见到灵魂。店长坦言自己以前其实践过一次，对方曾提醒他活着才能留下更多美好回忆。店长笑着叮嘱李灿和允和，可不能扔下他一个人，大家还要一起创造更多回忆。李灿和允和赶忙出言安慰，表示一定会活到很老很老。正说着，门上的风铃再次响起，又一位新顾客推门走进了便利店。推门进来的是一位拄拐杖的老奶奶，问店里有没有米肠、汤饭之类的熟食。李灿和允和抱歉的表示熟食全清空了。老奶奶听完难免有些遗憾，老奶奶退而求其次改要2瓶冰水，店长立马去拿了最冰的水过来。李灿按流程询问死因，登记报销。老奶奶平静的交代，自己和孙女是因为家中失火遇难，孩子生前一直嚷着口渴，这才想带2瓶水给孙女送去。李灿把水打包好递了过去，店长也帮忙放进老人随身带的包袱里，目送老人离开了便利店。送走老人后，李灿低着头陷入沉思。店长察觉到他的情绪有些不对劲，李灿只是表示不用担心。看着送走一位又一位逝者的背影，李灿忍不住感叹，接待这样的顾客，心里真的比平时疲惫得多。听完刚才老奶奶的故事，允和忍不住在一旁偷着抹眼泪。李灿忍不住吐槽他都哭了10分钟，允和反骂李灿太冷血，居然毫无波澜。这是一位狗头灵魂走上柜台购买领带，顺便坦白了自己的死因。他刚找到工作，在跟妈妈去买领带的路上不幸被车撞死，庆幸的是妈妈没有受伤，死后总觉得脖子上空空的，这才跑来买条领带圆梦。店长听完热情的给出建议，提议刚入职选纯色领带比条纹更得体，还顺手帮他换了款式。看着店长熟练的给灵魂做起职场穿搭，李灿和允和直接在后面看傻了眼。换上领带后，店长顺口问起狗头灵魂离别时更喜欢哭着还是笑着。看着柜台后难过的李灿和允和，狗头灵魂反过来出言安慰。店长也提醒2人，这是彼此唯一一次见面的机会，应该笑着送别客人。在店长鼓励下，李灿和允和赶忙强打精神，挤出了笑容。接下来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灵魂陆续推门进来，核对登记、挑选商品、听述死因，3人分工明确，默契配合，用心送别着每一位特殊的客人。好不容易送走这波客人，店门口终于安静了下来。允和喝着饮料感慨，今天要是只有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撑得下来。2人正感叹店长的精力充沛，一个小小的尖耳朵孩子突然走上前，怯生生地向李灿打听这里是不是灵魂来的那家便利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孩子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坦言自己一路过来特别复杂，生怕走错迷了路。得知孩子是独自一人过来，李灿连忙热心地把他迎进店里，由着他挑选想吃的3角饭团。见来了新客人，李灿顺势让允和在外面多休息会儿，自己主动跟进店里负责接待。孩子在货架前挑了很久，李灿凑过去询问，才得知他真正想吃的是炒猪肉泡菜饭团。李灿只能抱歉的解释，含盐的食品已经全都下架了。可孩子不懂成分，得知泡菜和肉里都有盐，委屈的当场哭了出来，坦言这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李灿在旁边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转移注意力，李灿赶忙按流程打听死因，可孩子完全想不起生前的记忆，反而开始担心自己会挨饿。这下李灿彻底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关键时刻，店长主动走了过来，一口答应能让他随便挑选，孩子这才放心的跑去拿想吃的东西。
李灿本以为店长要用魔法解决，哪知道店长根本没有任何方案，连尾爆死因都办不到。两人站在原地，直接陷入了尴尬。李灿忍不住追问，为什么不直接施展魔法？店长解释，对灵魂使用记忆恢复属于重罪，不仅要判20年有期徒刑，而且根本无法假释，因为灵魂很难辨别记忆的真假，极其容易上当受骗。加上孩子是根据死亡记录重构的，施展魔法的成功率也极低。既然外力指望不上，就只能设法帮孩子自己找回记忆。店长顺势把重任交给了李灿，让他发挥擅长倾听的优势。李灿心里虽然没底，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试探着向孩子提出想要检查一下他的书包。李灿拉开孩子的书包拉链，发现里面装满了收拾好的行李。看清包里的东西，李灿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他看向孩子，开口确认，问他生前是不是离家出走，而且离家的时间其实并不久。李灿翻着书包，试探着问面前的孩子是不是住在新建的公寓里。见孩子有些戒备，李灿赶忙解释自己只是想帮他，没想到孩子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大声喊着自己什么都记不得，也不想再吃任何东西，急着想要离开这里。李灿拿过吃的劝他边吃边聊，孩子却抵触的大声反驳，说自己根本不想去回忆。随着回忆被触碰，孩子哭着坦白，只要一回想生前的事，胸口就会阵阵作痛。话还没说完，他就痛苦的蜷缩在地上，只留下李灿在一旁震惊的看着。在孩子情绪爆发的瞬间，李灿突然感受到强烈的窒息感，眼前浮现出对方落水呼唤妈妈的画面。原来孩子生前竟是溺水而死。回过神来的李灿立刻上前把孩子抱在怀里，试图帮他摆脱溺水的恐惧。孩子害怕的请求李灿不要松手，他不想再掉进水里。李灿贴心地点头答应，表示自己会一直抱到他安心为止。一旁的店长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夸赞李灿做得不错。他看着满地的积水，解释道：“这只是灵魂情绪引发的骚灵现象，过一会儿就会自行消失。”孩子终于想起了生前的记忆。那天他考试错了2道题，被妈妈严厉训斥，还被罚1个月不准碰电脑。赌气的他趁妈妈熟睡，收拾了零食，偷偷跑出了家。可离开家没多久，他就开始害怕回家，再次挨骂。路过湖边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以为把身上弄脏装装可怜，妈妈就能少骂他几句。可当他抓着栏杆准备下水时，却不小心脚下一滑，掉进了湖里，这才意外丧命来到了这里。孩子坦言自己是2天前溺水去世的。李灿和店长猛然意识到，他的妈妈现在一定还在焦急寻找他。李灿赶忙向店长提议将情况上报，以便让孩子的遗体能尽早被发现。面对神情不安的孩子，李灿耐心地解释，妈妈需要知道发生的真相。随后李灿伸出手，施展能力，帮孩子清除了肺里残留的积水，让他彻底摆脱了溺水带来的痛苦。感受着久违的轻松，孩子聊起自己曾做错的一道题目。他过去一直认为英雄打完仗那么累，绝不可能再去专门安抚逝者。可直到此刻亲眼看到李灿对自己的关爱，他才终于理解了题目的真正含义。眼看店长差点说漏当年战争的真相，李灿赶忙一把捂住他的嘴，顺势催促孩子赶紧出发上路。送走孩子后，店长抱怨李灿捂得太猛，李灿提醒他万一暴露身份后果严重，店长却觉得不会有人联想到她就是传说中的魔女。看着孩子离去的背影，店长感慨孩子虽然因母亲训斥出了意外，心里却完全没有怨恨，这让他感到一丝安慰，希望自己的母亲也不会怨恨自己。聊完沉重的话题，店长摸着肚子直喊饿，李灿便准备去拿盒饭便当。两人打算先吃点东西补充体力。两人还没来得及吃口饭，门铃声就再次响了起来。一位狮子模样的灵魂推门走进便利店，询问这里是否还在营业。店长赶忙上前热情招呼，见有新客人来，李灿贴心的劝允和进去休息，可允和却冷不丁回答自己才刚过来。李灿听完一头雾水，不知道他怎么突然说起胡话。另一边店长按照常规流程向狮子灵魂打听起他的死因，狮子有些不好意思开口，店长连忙安慰他死因绝对不会公开。狮子灵魂这才坦白自己是在2天前的传送门讨伐中因为一时大意不幸牺牲。这话让李灿和店长都大吃一惊，还没等李灿细问，身后的允和突然伸手拦在他面前，神情冷淡地叫出李灿的全名，警告他这是自己的客人，让他赶紧让开。允和横手挡在面前，叫李灿让开。李灿赶忙叫住他，打听这只狮子是不是他事务所的熟人。允和坦言对方是隔壁事务所的所长，两人过去交情并不好。李灿以为他要找对方算账，连忙劝说人都死了，没必要较真。允和保证只是想找他聊聊，绝不闹事。李灿这才答应放行。随后允和走到店长面前，承认今天抢着代班就是为了等狮子，有些事情他必须亲自听他说明。店长爽快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等聊完之后，允和必须把事情原委同步告诉李灿。狮子一眼认出了允和，好奇他怎么会在这里打工。为了不打扰两人叙旧，李灿连忙拉着店长推到一旁。面对询问，允和态度冷淡，顺势吐槽狮子突然牺牲，抛下了自家事务所的员工。狮子也不生气，反而打听起允和在他葬礼上随了多少铂金。允和坦言自己只随了5万韩元，狮子倒也不介意，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去投胎，结完账借用一下洗手间就走。在一旁偷看的李灿和店长低声嘀咕，感觉两人关系并没有允和说的那么僵。允和不解灵魂为什么还要上厕所，狮子笑着解释自己只是想借镜子里一理鬃毛。听到狮子说要修理腐烂的鬃毛，在一旁听着的李灿有些纳闷，眼前这鬃毛明明完好无损，可狮子伸手轻轻一挠，身上竟冒出了不少绿色异物。
看到这一幕，允和追问他是不是被这些虫子害死的。狮子瞬间明白他的用意，一眼猜出允和特意买通电源留在这里，就是为了调查自己的死因。见心思被看穿，允和叫他少转移话题。他坦言身后两人虽然是自己的朋友，但自己向来公私分明，今天必须把事情问个水落石出。看到允和态度坚决，狮子忍不住调侃起来。本以为他这几个月长进了不少，没想到还是会被几句话动摇，直言他要学的还有很多。允和倒也坦然，顺势表达了对这份教诲的感谢。狮子收下感谢，转头约李灿下班后跟自己走一趟。面对允和对死因的质问，他坦言危险委托意味着高报酬，自己必须给事务所的新人留条活路。见允和指责他贪钱，狮子打断对话，表示绝不会向孩子们透露死因，随后交出一张线索，嘱咐允和帮他传个口信，只用夸他到最后一刻都很帅气。他交代抽屉就烟盒里装了发射器，钥匙则在副所长手里。在洗手间理完毛后，他笑着问允和能不能处理好这件事。允和催他赶紧上路投胎，狮子却表示还有急事，要买一包绿色的烟和打火机。允和听完，立刻转身询问李灿，店里的这种烟放在什么地方？拿到香烟后，狮子美滋滋地点上一根，感叹以后再也没人管他抽烟，随后便离开了便利店。等狮子离开，允和叫住李灿，约他下班后一起去个地方。李灿以为是要回事务所，提醒他手里并没有钥匙。允和表示殡仪馆的丧事还没结束，他们打算直接去现场。另一边，两人正结伴赶往殡仪馆。李灿建议先买身正装，觉得穿着休闲装去吊唁不太合适。允和却一口回绝，表示现在没有店铺开门，而且现场也没人在乎他们穿什么。两人一路小跑赶上公交车。允和问起便利店交接的情况，李灿表示自己趁允和睡觉时已经向佑丽交代了接待灵魂客人这件事。回想起刚才交接时，佑丽拿过扫帚嘱咐他以后别再说什么复活也不错的怪话。李灿听得一脸茫然，佑丽却冷不丁补充说这是他后天会说的话。还没等李灿想明白这句预言，允和的声音就将他拉回现实。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乘车来到了殡仪馆。打完盹醒来的李灿看着空旷的四周，纳闷这里怎么几乎看不到其他人。允和解释这里是猎人专属的殡仪馆，气氛向来比较冷清。李灿好奇地追问，这里难道非常严肃庄严吗？允和一时不知该怎么形容，只说让他进去亲眼看看。话音刚落，门内突然传出震耳欲聋的游戏播报，大声宣告绝世剑帝正在主宰战场。毫无准备的李灿直接被这突来的巨响吓得瘫坐在地，完全搞不懂殡仪馆里怎么会是这副场景。看着眼前的一幕，连允和也尴尬地咳了一声，没搞懂偏偏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播放这个。屏幕上正播放着狮子的游戏视频，允和忍不住吐槽对方当年说没空全是假话，旁边几位老猎人甚至嚷嚷着要换成钓鱼视频。这一幕让身旁的李灿彻底看呆。允和赶忙推着李灿继续往前走，解释走廊里坐着的都是狮子的老同僚，后面站着的年轻人则是被上司强行拉来加班的。注意到旁边甚至有人在打台球，他小声询问猎人世界的殡仪馆难道都这样？允和尴尬地摇了摇头。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严厉的质问，询问副所长究竟跑到了哪里。身后出现的正是贝尔所长。面对询问，李灿坦言自己只是跟着允和过来，随后忍不住询问起对方脖子上的折领。允和解释李灿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交代完要去取铂金和上洗手间后暂时离开。贝尔这才向李灿解释，这身打扮其实是丧主的正式着装，这一切全都是狮子生前留下的遗愿。猎人通常都会随身携带遗嘱，而同僚们也会尽量满足要求。按照狮子的遗愿，所有所长必须看完他的游戏集锦，场地要清空用来打台球比赛，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痛快玩上3天。听完这番解释，李灿才恍然大悟。此时允和也走了过来，提起自己刚才已经和狮子的灵魂聊过。允和刚说出狮子死因不是魔力中毒，李灿就赶忙拉住他，提醒他不能泄露便利店的秘密。允和却坦言接这活就是为了通知贝尔，而且违约也只是取消后续资格。得知两人昨晚见到了狮子的灵魂，贝尔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允和解释了便利店的特殊项目，并提到狮子的鬃毛里全是虫子，甚至好几处已经明显腐烂。贝尔很清楚狮子的生活习性，他绝不是会放任鬃毛腐烂的人。允和也表示认同，推测狮子很可能是死于神经麻痹。考虑到这次并非官方调查，允和决定对外宣称是自己私下核实。一旁的李灿忍不住打断谈话，询问狮子的死因难道还没确定？难道没有进行尸体解剖吗？听到李灿的疑问，贝尔解释新人可能不太了解情况，他们根本没办法进行尸体解剖，因为狮子的遗体从未被找到。贝尔解释现场只找回了狮子的身份卡，因为被传送门吞噬的人遗体大多会被里面的怪物撕碎，虽然排除了魔力中毒，但以狮子的经验绝不可能犯低级错误。贝尔推测他很可能是遭到了擅长伪装的 S 级怪物袭击。听到这里，允和瞬间反应过来，想起狮子交代过的线索，当即决定打车赶去寻找那台发射器。李灿顺势向贝尔打听起狮子的办公室，贝尔表示那里目前已经被全面封锁，严禁任何外人靠近触碰。话还没说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欢呼嚎叫，原来是打台球的人又赢妈了，在走廊里大声嘲讽起输家。允和找到副所长打听，除了身份卡，棺材里还有没有放其他东西。
副所长以为他想盗墓，表示狮子的遗物和奖牌早就全部分门别类收拾好了。允和直接打断他，追问抽屉里有没有旧烟盒。副所长理直气壮地坦白，那种有害健康的东西已经被他顺手扔进了垃圾桶。听到这个消息，允和郁闷的当场抓狂，身后的贝尔立刻逼近过来，沉声交代那里面装着的正是狮子生前留下的关键线索，追问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扔的。副所长吓得连忙朝着全场高喊，叫大家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把所有垃圾袋全翻出来，全力搜寻那个破旧的烟盒。看着手下为了找烟盒乱成一团，副所长忍不住大声抱怨，觉得大伙做事毫无定力。一旁的允和听得大笑，却被他当场出言呵斥。贝尔顺势把李灿介绍给副所长，李灿坦言自己的主业是便利店员，兼职则是反魔法师。听到这奇葩的主兼职组合，副所长满脸不敢相信，直到李灿掏出认证证件，他才彻底傻了眼。得知就是李灿带回了所长遗物的线索，副所长急忙拉住李灿，死死追问所长生前还交代了什么。李灿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李灿接着转述所长的遗言，说他希望大家不要为他的离去太难过，而且还特意交代了关于这盒香烟的事情。